姐，你做鬼我也要救活你，我还要囚禁你的灵魂，你只能是我的。昏暗的天牢，王清一袭黑金蟒袍，披着白发，风神如玉的脸庞宛如在世谪仙，而他面前是一位冰冷且绝美尸首，元神漂浮在半空，满脸愤怒。你这个魔鬼，表面翩翩折公子，背地里却是如此肮脏。本宫都已经死了，你还把本宫的灵魂从时间长河中捞出，你不要脸！穆冰轩的仙王元神愤怒至极，眼前这个男子是太初弟子，太初天庭的继承人，一副正人君子，风度翩翩，实则内心险恶，有收藏尸首的不良嗜好。他是瑶池仙宫的掌教，被众仙称为瑶池女帝。昨日他弟子林凡在万仙大会上挑衅王清，你的半年追求完全配不上林某师尊。王清便让天庭强者追杀，穆冰轩出手搭救徒儿，将林凡送往下界，而他却是被王清带人抓住，带到太初天牢。他以为王清风度翩翩，应该只会关押自己一段时间，不敢做什么，但他哪里又会想到，王清就是一个魔鬼，疯狂且温柔地要了他的身子。他不堪受辱，自尽而亡，元神逃到时间长河。就算如此，王清也没放过他，动用时间道则逆转时间长河，将他抓回来，当着他的面收藏他的尸首，可是把他气得半死。姐，我是魔鬼怎么了？你不是冰冷女神，非常高傲。我追求你快半年了，你一点脸色也不给，现在你就是我的收藏品，我要杂耍就杂耍，你奈我何？而且从来没有女子能让我动心，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有收藏嗜好且又舍不得伤害的可人儿。王清冷笑不断，袖袍卷动，一阵黑雾包裹穆冰轩冰冷的尸首，将其收入手指上的太初界内，好似非常喜欢穆冰轩看自己不爽又干不掉自己的模样。他就宛如冰山雪莲不染尘埃，如今终于屈服在自己的淫威下。做完这一切，王清走向穆冰轩的元神，坏笑道：我要囚禁你的灵魂，你永远是我的，也只能是我的，谁也抢不走。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拒绝软弱无能，有事直接发飙，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作践别人。言罢，王清表情越发玩味，盘腿坐在天牢内，他元神出窍，直接飘向穆冰轩的元神，要再一次占据眼前美人的全部。你别过来！穆冰轩的元神瑟瑟发抖，眼中满是惊恐。王清的元神一袭黑金地袍，头戴9重地冠，他元神刚出现的瞬间，时间停滞流动，天牢凭空升起阵阵黑雾，雾气中响起古老的祭祀道音，天和地剧烈扭曲，他仿佛从遥远的彼岸时空降临而来，空间碎裂，神秘气息疯狂流动，仙道规则在这一刻完全凌乱，宛若承受不住王清的元神威压你。你骗了众仙，你的元神不是罗天上仙，而是仙帝元神。穆冰轩忘记了惊恐，满脸不敢置信，因为王清的肉身修为是罗天上仙，按理说他的元神应该也是罗天上仙才对。现在王清的元神出窍，神秘的仙帝气息随意散发，就能压制他的仙王元神。这一刻，穆冰轩是真的怕了，他知道自己注定要被这个男人随意凌辱。哈哈，小美人，你知道的太迟了，我要占据你的全部，充实你的内心，你注定是本地的人，本地保证许你永生不灭，站在大道之巅。王清哈哈大笑，元神小手挥动，一片黑雾笼罩天牢，他的靠近穆冰轩，两人元神逐渐融合，黑雾中时不时传出穆冰轩婉转悠扬的呻吟。王清，你这个恶魔，本宫才不要屈服在你的淫威下。黑雾中，穆冰轩骂骂咧咧，很快就是让人脸红心跳的娇喘。时间流逝，3月后，王清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天牢，他身边多了个冰蓝长裙女子。女子一袭冰蓝长裙，容颜如画，吹弹可破。她身姿完美，该翘的地方翘，该平的地方平，每一处都恰到好处，非常惹人注目。特别是她裙摆飘动间，修长美腿朦朦胧胧，若隐若现，非常惹人注目。混蛋，你将本宫复活，你看看你干的是人事吗？穆冰轩骂骂咧咧，嘴上非常不饶人。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将你修为提升到准仙帝，你就偷着乐吧。王清回手瞥了一眼穆冰轩，伸手捏了捏他娇嫩的脸蛋，他坏笑一声，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天牢。穆冰轩站在天牢外，心里挣扎了会，不服输地喊了一声：王清，100年一次的升仙门即将出现，本宫要回瑶池仙宫看看，后会有期。穆冰轩挥了挥手，咬了咬银牙，素手撕裂天空，消失不见。他已经不恨王清，甚至已经臣服在王清的淫威下，不为别的，就因为王清那方面太强，他拒绝不了，甚至说是上瘾了也不为过。最重要的是，王清在折磨他的时候没带半点伤害，几乎属于病态版宠爱。他被带到天牢后，王清虽然宛如恶魔一般，
但行为却是异常温柔。他是自尽，而不是王清痛下杀手。虽然这一切都是王清逼迫，但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王清，他的元神现在已经流落时间长河，生死不知。你急什么？明日我也要去瑶池仙宫，去抓下界生仙门的飞升者当矿工。王清的声音远远传来，不过穆冰轩早就走远，也不知有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太初天庭巍峨矗立于仙界最中央区域蓬莱仙岛，无数巍峨宫殿通体由混沌神玉砌成，琉璃瓦流转3000道则9重仙阙悬浮虚空，每重皆垂落亿万霞光，各种宫墙镌刻上古神魔战图，仙禽瑞兽浮雕栩栩如生。太初地宫位于岛屿最中央，如巨型神莲绽放，穹顶悬太初玄钟，钟声荡9天，震慑万界。王清已经恢复翩翩公子模样，一袭白衣，纤尘不染。他五官俊朗，非常好看，对女人十分的有欺骗性。要是不熟悉他的人，一定会认为好一个翩翩折公子，真是太帅了。臭小子，你越来越有为父年轻时的风采了。太初地宫前，一名紫金地袍男子望着王清从天牢赶回来，忍不住笑骂。他是王清的父亲王振南，乃是仙界战力天花板之一，同时也是太初天庭的天帝。父亲，你不是已经闭关准备超脱？王清来到宫殿前，疑惑询问。3月前，各大宇宙无垠星海深处涌现鸿蒙亮劫，为父放心不下，所以出来看看。还有，你不要只顾着贪玩，早点成为9天玄仙，踏上仙王路。王振南拍了拍王清的肩膀，头也不回地走入地宫去处理朝政。什么鸿蒙亮劫可不关我的事，还不如羞辱那些天命主角来的实在。王清摇摇头，自言自语：鸿蒙亮劫虽然可怕，但波及不到仙界。仙界乃是万界飞升之地，就算良劫真的波及仙界，王清完全可以返回鸿蒙海，等着新生纪元到来再出来作威作福。拯救万界对于他来说根本就不可能的好吧，那是主角该干的事，可不是他一个反派需要担心的。再说了，他身后的竞技王家来自鸿蒙海，就算仙界崩塌，竞技王家也就只是失去了一个太初天庭，根本打击不到王家的真正利益。系统，看看我的信息。丁，主要信息如下：主人王清，身份彼岸之主，竞技王家少主，太初天庭弟子。体质太初造化体大成。修为罗天上仙，仙帝元神。功法造化古经。道则时间道则毁灭道。宝物天煞镇魔戟，本命之物，彼岸双生传，彼岸之物。反派值10万，掠夺灵凡师尊得到10万反派值，真的很不错。王清咧嘴大笑，这个系统是他从系统界抓回的小姐姐，被他封印在自己的识海内，有了他的帮助，就可以快速定位那些虚伪的天命主角。主人，你能不能放瑶出来？我想出来透透气，不想做工具人。系统软糯且空灵的声音响起。王清愣了一下，随口坏笑道：你只要不跑回系统界，我放你出来又如何？当真？如假包换。你可是我的小秘书，你跑了，我猎杀天命主角的行程会变慢，所以你只要乖乖听话，我自然会放你出来。好耶，主人，瑶儿知道了。丁，正式发布系统任务。任务1，林凡3月潜逃到下界，下界已经过去90年，明日林凡会再次升仙门回归仙界，主角抓他当矿奴，奖励1万反派值。任务2，林凡结识了另一位气运主角叶晨，强烈建议主人也将其当矿工，奖励1万反派值。不错不错，既然你那么识趣，明日我就放你出来透透气。王清掐断了和系统的对话，神念扫视蓬莱仙岛，没发现什么好玩的事。他化作黑雾离开了太初地宫。夜晚来临，仙界各大仙王世家又或是不朽势力都在忙着明天抓矿工。与此同时，瑶池天山白雾袅袅，就算夜晚依旧清晰可见。瑶池大殿，穆冰轩背靠在琉璃玉石打造的玉座上，神色扫视殿内几位美妇人。他询问道：仙界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其他仙域对100年一次的抓矿工怎么看？回禀掌教，东寒仙庭、西寒仙庭、南寒仙庭、北寒仙庭4个仙庭4方仙域都在忙着抓矿工，他们今夜就守生仙门附近，可没有心慈手软之辈。我们背靠太初天庭，位于最中央的太初仙域，抓不到的矿工要比其他4个仙域多。几名美妇人恭敬汇报。穆冰轩沉默不语。往年对于抓矿工这件事，他根本就不怎么在意，每次太初天庭来询问抓捕矿工的工作，他都是敷衍了事。如今情况不同往日，他成了王清那个小恶魔的女人，若是再敢敷衍了事，保不准又会被王清拉到床上大战300回合。
沉默良久，穆冰轩无奈地道：“这次抓捕矿工的任务，你们就放开手脚的去做，本宫不会阻拦你们，都下去吧。”言罢，他深深地闭上眼，内心很是疲惫。几位美妇人长老欲言又止，他们看到掌教疲惫的模样，知道他这3个月为了林凡那个弟子，肯定在太初天庭吃了不少苦。想到这，他们很是识趣地离开，准备带人去升仙门附近，等着下界飞升者自投罗网。等几位长老离开后，穆冰轩的美眸暗淡无光，摸了摸脖子上被王清咬过的痕迹，内心一阵苦涩，同时心里也在怨恨林凡那个畜生，天天给自己招惹是非，还害得自己成了王清的女人。这就好比他原本可以置身事外，虽然王清觊觎她的美貌，但明面至少不敢对自己怎么样。然而林凡100年前从凡界飞升仙界，被瑶池仙宫抓去仙灵脉挖矿，短短100年时间从红尘仙踏入金仙，他的天赋可谓是轰动整个仙界，甚至可以媲美仙王世家的公子。因此穆冰轩亲自收林凡为徒，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林凡根本就是个装逼犯。在他收徒不久后，林凡不仅在山门外调戏瑶池仙宫女弟子，还想调戏他这个师尊，就算被毒打一顿，同样狗改不了吃屎。但他已经收林凡为徒，林凡天赋非常好，他有惜才之心，每次林凡想调戏瑶池弟子都被揍，只是嘴上占便宜，也就随他胡闹去了。除此之外，林凡不仅在瑶池山门外胡闹，更是面对各大仙庭弟子或是别的仙王世家公子，都是出言挑衅。穆冰轩也制止过很多次，奈何林凡完全无视，美其名曰：“师尊，我可是天选之人，注定会将各大族天骄踩在脚下，我自有分寸。”对此，穆冰轩是真的无可奈何，只能天天充当和事佬，不然林凡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次万仙大会，林凡更是顶撞王清，将他推入火坑。他将林凡送入凡界，如今仙界3个月，凡界过去90年，林凡或许在下界逍遥快活，从来没有想过救他这个师尊。昔日逆徒种种的惹是生非，穆冰轩历历在目。此刻他失望透顶，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收错了弟子？若是林凡真是有情有义之人，根本不可能90年没有半点消息，甚至不回归瑶池仙宫。若是林凡懂得低调，是不是就不会惹出这么多是非？掌教，林凡的下落已经查清楚，他在一个名为荒界的凡界。只是一名绿裙女子现身殿内，欲言又止。无碍，继续说。穆冰轩摆了摆手。绿裙女子是瑶池仙宫的大长老周荣，他沉默了一会，继续道：“只是林凡在凡界已经有家室，还有众多红颜知己，他正准备带着下界的红颜和朋友飞升，并且通过瑶池仙令联系我，说他要回归仙界。他结识了北寒仙主送往下界历练的私生子叶晨，他还放话要将你介绍给叶晨认识。”周荣说到这，下意识观察了一眼穆冰轩的神色，内心叹息：林凡不仅害得师尊被太初弟子玩弄，如今更是要将他介绍给北寒仙主的私生子，目的不言而喻，属于卖师求荣。他真怕穆冰轩心如死灰，道心受损，从此止步于仙王，再无寸进的可能。但他不知道的是，穆冰轩已经是准仙帝，不然就不会有这种担心的想法。我知道了，大长老，你下去吧。林凡之事我自己会处理，明日抓捕飞升者之事，你放开手脚去做，不要仁慈。这个世界强者说了算，弱者就该成为奴隶。穆冰轩平静地回答，没有露出任何表情。他越是这样，周荣内心越是担心掌教。哎，掌教，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林凡他不配。周荣话未说完，穆冰轩冷冷地打断道：“不用你操心，本宫自有分寸，下去吧。”周荣见掌教神色冷了下来，摇摇头，转身离去。等他离开后，穆冰轩神色更加冰冷，四周温度降至冰点。林凡，很好，你既然想替本宫搭上北寒仙庭，本宫定会让你生不如死。言罢，穆冰轩起身，化作点点星光消失不见，也不知他要去哪里。没过多久，瑶池大殿突然凭空卷起一阵白雾，一袭紫金地袍中年男子现身，自言自语：“不错，瑶池女帝有资格成为我王家的少夫人。”他气息内敛，返璞归真，修为已经超越了所谓的仙帝，犹如一个凡人一般，却又不失威严。他一举一动带有天地大势，四周道运流转屈服，仿佛大道法则不过是脚下的玩物罢了。他不是别人，正是王震南。他一直都在关注王清的所作所为，作为禁忌王家家主，兼职太初天帝，他不是不教育王清，而是王清是禁忌王家未来的继承人，整日就知道修炼，宛如一个无情的修炼疯子。如今王清会对女子产生兴趣，也能为王家开枝散叶，他作为父亲可是非常高兴。如今穆冰轩的变化完全符合他心目中对儿媳妇的人选。王清那个臭小子不再是修炼疯子，为父也能离开仙界去无垠星海深处看看了。王震南喃喃低语，
似乎对红能量节非常感兴趣。他深深看了眼穆冰轩消失的方向，摇摇头，随手扭曲空间，走入其中离去。瑶池大殿再次安静下来。与此同时，下界荒界某座辉煌的宫殿内热闹非凡，许多男男女女聚在一起。一袭白袍男子端坐在一张鎏金玉石打造的座椅上，开口笑道：叶晨兄弟，我已经通过瑶池仙令联系瑶池大长老，明日飞升，你且随我先去瑶池仙宫可好？林凡一袭白袍，风度翩翩，满脸笑意。他对面则是一位黑袍青年，面容坚毅，带点小帅，正是北韩仙主的私生子叶晨。他看了眼林凡，又继续打量林凡身后的那群莺莺燕燕。其他一位淡黄色短裙女子可是非常的魅惑诱人，一双笔直的双腿让人忍不住想动手摸一摸。黄色短裙女子是林凡下界第一个收得的红颜知己，名叫白灵儿，天生媚骨。他和叶晨暗送秋波，对视一眼，又快速挪开视线，生怕被林凡发觉。如此甚好。叶某自然是跟林兄弟先去瑶池，看看穆掌教是否像传说中那般圣洁出尘。叶晨爽朗大笑，心内已经在幻想明日飞升之后去瑶池仙宫拿下穆冰轩的场景。穆冰轩可是仙界第一美人，名副其实的纪元冰山美人，实力虽只是仙王巨头，但却是各种仙帝、仙王眼中的香饽饽。若是他能拿下穆冰轩，间接可以稳固自己在北韩仙庭的地位，甚至打脸那些仙帝和仙王巨头。好比一个不染尘埃的神女被自己拿下，那些仙帝老怪和仙王巨头却只能干瞪眼。那就这么定了，叶兄弟，夜色还长，本座就不陪你了。林凡站起身，拱了拱手，转头看了眼身后的红颜知己，笑道：都走吧，明日为夫就带你们去仙界享福，成为与天同寿的仙人。林凡咧嘴大笑，迈步向着殿外走去。白灵儿和叶晨对视一眼，带着众多姐妹跟在林凡身后离去。他打算等会再来找叶晨谈情说爱，顺便聊聊人生理想。很快，林凡已经带着众多红颜知己彻底离开。叶晨见他离去后，歪嘴笑道：呵呵，林凡，就你也配跟本皇子称兄道弟？本皇子只是看中你的红颜知己罢了。叶晨冷笑，他可不是什么善人，更是知道林凡完全就是一个卖诗求荣的仙人。他不屑和这种人渣为伍，只是想要撬林凡的墙角，仅此而已。林凡虽然为人不怎么样，但桃花运是真的好，身边的红颜一个比一个漂亮。就拿白灵儿来说，她是北韩仙域某位仙王世家的小姐，下界游玩被林凡花言巧语哄骗到床上。叶晨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许下诸多好处，甚至承诺以后自己成为北韩弟子，就让白灵儿当弟子妃。就是如此丰厚的条件下，他这才能在暗中从林凡身边夺走白灵儿。不过想到明天飞升后就有机会拿下瑶池女帝，甚至完全拿下瑶池仙宫的所有仙子，叶晨嘴角就笑得合不拢。因为瑶池仙宫可是太初天庭亲自推出的清冷仙子培养之地，这也是瑶池女帝会被仙帝老怪和仙王巨头盯上的原因。换句话说，只有拿下瑶池仙宫，等同于拥有源源不断的清冷仙子作为后宫人选。如果瑶池仙宫不是有太初天庭庇护，那么瑶池仙宫众多清冷绝美的仙子早就被仙界众多伪正义的势力划分。想到这些，叶晨赶忙站起身，走出宫殿，去准备明日的飞升庆典，顺便再细细谋划怎么拿下瑶池仙宫。同一时间，一座宽阔的古道场内，林凡正在布置飞升阵法，准备天明就开启升仙门，回归仙界。他可没忘记90年前自己下界时，师尊被王清代天庭强者追杀。不过按他的猜想，师尊作为瑶池女帝，是众多女仙之首，王清应该不敢胡来。王清顶多孤立瑶池宫，他这次带着北韩仙庭六皇子回去给师尊认识，说不定师尊会非常高兴。说不定师尊一高兴，就会让自己的众多红颜加入瑶池仙宫，到时候他就可以慢慢的将瑶池仙宫其他师姐收入后宫。师尊，徒儿明日就回来了，还给你带来天大助力。林凡低声细语，布置飞升阵法的速度便快了许多。他甚至没注意到白灵儿已经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古道场，去往寻找叶晨去了。夜色如墨，月光洒满大地。古道场10里开外，一座古色古香的宫殿前，叶晨背着手，抬头仰望星空。明日的飞升庆典他已经准备就绪，正在这里等着白灵儿到来。叶晨哥，一声软媚入骨的声音响起。叶回头看去，正巧看到一名黄色短裙女子快速跑来，美腿非常诱人。灵儿，我等你好久了。叶晨伸手拦住一路小跑的白灵儿，将其揽入怀中，对怀中家人上下其手。哥，叶晨哥你好坏。白灵儿咯咯直笑。叶晨开了点油，收回魔爪，笑问道：林凡那边情况如何？他已经在布置飞升阵，天亮之前应该能完成。白灵儿美眸流转，轻笑回应。他接着道：不过
叶晨哥，你真的要去瑶池仙宫？我90年前下界时，可是听说太初弟子已经抓走瑶池女帝，如今瑶池仙宫怕是已经成了太初弟子的后花园。我们这么冒昧前往，怕是会被王清报复吧？白灵儿满脸担忧之色。叶晨沉默了很久，苦笑道：太初弟子一向不喜欢女子，他应该不会对瑶池女帝怎么样。本皇子要借助瑶池的力量，甚至借此获得太初天庭的支持，才有机会拿下北韩弟子之位。所以本皇子必须去瑶池仙宫，以后才好封你为弟子妃。听完叶凡的话，白灵儿沉默不已，不知说些什么好。但他隐隐有种感觉，王清应该是已经拿下瑶池女帝。换句话说，没有谁能拒绝慕冰轩那种高冷且诱人犯罪的大美人。叶凡见白灵儿沉默，坏笑道：灵儿，你别想其他的，我一定会让你当上北韩弟子妃的。说罢，叶晨怀抱白灵儿走入古色古香的宫殿，目的不言而喻。白灵儿靠在叶晨怀中，闭双眼，并未反抗，甚至隐隐有些期待，很快就忘了什么太初弟子。时间流逝，仙界天色已经漆黑，完全和凡界同步。因为明日是升仙门开启之日，所以各大仙庭会控制仙界的时间和凡界同步。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更好地抓捕下界飞升者。瑶池仙宫后山云思崖，王清一袭雪白长袍，白发披肩，容貌俊朗，如同画中走出的谪仙。他周身道韵流转，举手投足间散发若有若无的神秘气息，显得非常神秘。他目视瑶池山门外不远处的飞升台，思绪万千。王清，你若答应明日让本宫亲手处理林凡，本宫愿意全心全意辅佐你，成为你手中最锋利的剑刃。慕冰轩一袭冰蓝长裙，青丝如瀑披肩，容颜如画，吹弹可破。她衣裙飘动间，美腿朦朦胧胧，非常唯美诱人。很快，她来到王清的身边，同样望向山门外飞升台的方向。林凡不过是一个小丑，你想怎么处理，随便你。王清不是很在意怎么处理林凡，他现在倒是对叶晨起了兴趣。北韩仙庭私生子六皇子，如果说林天是传统的种马流后宫主角，那叶晨就那种身份低贱，曾经被人踩踏，经历种种打击，成了个人主义流的魔道主角，表面仁义道德，背地坏事做尽。这种主角对付起来，就必须针对他喜好打击，才能完全获得反派值。慕冰轩望着王清那副很有欺骗性的俊美脸庞，内心一阵唏嘘。王清在世人的面前可谓是正道之光，仙界第一美男子，长得帅，家世好，能让诸多仙子一见面就腿软。曾几何时，他第一次见王清时也会双腿发软，脸红燥热。不过碍于他清冷性格，又从来没接触过男子，还有些自卑，所以明确拒绝了王清的半年追求，想等着王清慢慢追求自己，看看这个男人值不值得托付终身。但就因为林凡的顶撞，慕冰轩和王清杠上，最后被抓去天牢。王清彻底撕下虚伪的面具，无所不用其极地要了他。他现在也有些恨自己，若是不考验王清半年之久，同意王清的追求，那么自己现在的位置会不会不用这么尴尬，还会是太初天庭的弟子妃。行了，天快亮了，本弟子也要去飞升台看看具体情况。王清见慕冰轩沉默，也不再搭理他，化作黑雾离去。反正他只要元神还在，就算再死一次，王清也能将他复活，这就是掌控时间大道，道则的逆天之处。慕冰轩沉默不已。瑶池山门外不远处一座山顶上，一座宽敞的飞升台，足有几百里，已经围满仙人。瑶池仙宫位于蓬莱仙岛外的陆地上，这座飞升台相当于在太初天庭的眼皮底下。飞升台上的仙人，要么是天庭仙官之子，要么是附近仙王世家公子。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抢飞升者，而是来这里等着林凡，准备抢他的红颜知己。弟子大人太了解我们了，他竟然舍得告诉我们林凡是气运之人，身边红颜至少拥有30人，还都是下界的天骄之女。下界女子虽然比不上仙界仙女，更比不上瑶池仙女，但图个新鲜。谁叫林凡敢招惹弟子大人，我们就是林凡的报复。各大势力的公子哥纷纷大笑，已经开始在幻想玩弄气运女主的场景。他们可都是仙人，对于什么穿越者和气运之子，可谓是非常的了解。王清昨日已经将林凡是气运之子的消息传遍了太初仙域的仙二代圈子，林凡这下算是彻底出名了。至于他们这些仙二代为何不打瑶池仙宫的主意，那就是因为王清已经用太初弟子令发布了命令，告诉整个仙界，瑶池仙宫已经成了他的后花园，谁要是敢染指瑶池仙子，那么他王清一定会大开杀戒。王清都发令了，他们这些仙二代就更不敢作死了。不过这些仙二代能在飞升台抢林凡身边红颜，都是王清精挑细选安排的。他要林凡看着自己的虚伪，导致自己的红颜成为别人的女人，最后成为别人孩子的母亲。哎，我听说北韩仙主的私生子叶晨也在林凡身边。
叶晨虽然经常在下界生活，但我要是记得没错，他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姨。若是我们将这个消息告诉弟子大人，说不定弟子大人会赏我们一些顶级仙器。一群仙二代围在一起，在夜色下窃窃私语。天边已经开始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到来。这些仙二代都在讨论如何巴结王清，甚至已经在开始打叶晨的主意。时间流逝，大地已经迎来光明，各种仙鹤围着飞升台嬉戏飞舞，白雾朦朦胧胧飘然而过。这座飞升台已经被太初仙域的仙二代全部包围。除此之外，其他地方也有飞升台，不过都被天庭刑法殿给包围了。太初天庭的刑法殿出手，完全是因为王清让他们抓捕其他飞升者。若是遇到自命不凡之人，全部送去当矿工。甚至除了刑法殿，还有天庭的天机殿、玄机殿、雷霆殿。刑法殿执行天庭意志，处理各大仙域的争斗；天机殿推演掌控万界命运；玄机殿推演掌控万界众生因果，评判凡人是否资格做正常的仙人，或是做各种奴隶；雷霆殿最权威的一个部门，掌控天法，代表天地和弟子的意志。但此刻飞升台开启，他们不是来推演命运、因果和降下天罚的，而是来当吃瓜群众。瑶池仙宫之人这次没有机会出手抓捕飞升者，只能在山门前围观。轰轰轰，云海闷雷作响，天空落下万道霞光，直指仙界5大仙域。每个地方的飞升台都涌现古老门户虚影，正是快要连接下方万界的升仙门。尤其是瑶池山门外不远处的飞升台，一群仙二代，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副捆仙绳，都是用来抢林凡红颜知己的。哈哈，我林凡又回来了，瑶池仙宫注定是我家后花园。仙界的二代们，你们准备颤抖吧，我注定要将你们踩在脚下，俯视整个仙界。癫狂的笑声从虚幻的升仙门内传出，围在飞升台的仙二代们满脸戏谑，仿佛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只要升仙门凝实成型，他们就会马上出手抢走林凡身边的美人。瑶池仙宫山门前，慕冰轩一袭冰蓝长裙，衣裙飘飘，笔直小腿若隐若现，惹人注目。她绝美的脸庞布满寒霜，手指因用力捏紧而泛白，恨不得现在就出手一掌拍死林凡那个畜生。不过当他看到众多仙二代围在飞升台，嘴里还喊着要抢林凡的女人，慕冰轩又暂时放下动手的打算，一跃而起，飞向云海一艘古老舟船上。古老舟船布满黑雾，船身雕刻神秘道纹，散发不属于仙界的气息。这艘舟船可大可小，最中央坐落一座宫殿。王清正立在宫殿右侧，双手撑着栏杆，俯视下方的飞升台。王清，你有没有那种能让仙人修为全失，生不如死的毒药？本宫要让林凡那个逆徒修为尽失，生不如死，灵魂碎裂，犹如千刀万剐。慕冰轩来到王清身边，直言不讳说出自己的目的。王清愣神，嘴角抽搐。修为尽失，生不如死，灵魂碎裂，千刀万剐。王清心内一阵唏嘘，果然最毒不过妇人心。慕冰轩这手段比他还残忍。他虽然自认为作恶多端，但经常都是给敌人一个痛快。现在慕冰轩这么恶毒，他背心凉飕飕的。有是有，不过你确定要这么做？王清不再胡思乱想，询问道。要，本宫一定要林凡生不如死，本宫要让他尝尝死去又活过来的滋味。慕冰轩语气冷得吓人。王清沉默片刻，摸了摸手指上的太初戒，体内仙灵力涌入其中，掏出一个精致的玉瓶。玉瓶上刻有彼岸九幽散5个大字，这是王清之前从彼岸之地带来的，能让人灵魂碎裂，修为全失。最重要的是，彼岸九幽散药性十分的强，哪怕是仙帝沾上一点，也得承受灵魂碎裂之苦。解药只有彼岸才有，王清可没有随身携带，因为他压根就没想过用九幽散来对付敌人。诺，这个是彼岸九幽散，彼岸之地独有之物，这瓶就给你了。不过本弟子事先说好，这瓶毒药目前为止没有解药。王清耸耸肩，将玉瓶丢给慕冰轩，不再言语。慕冰轩接过玉瓶后，美眸中满是诧异。彼岸之物，彼岸之地不是只存在传说中，大到本源之地鸿蒙海，仙王和仙帝偶尔还能进入，但彼岸只存在传闻中，没有人真正的见过。传说想要去到彼岸之地，就必须寻到彼岸双生船，才能在无尽苍茫中去到彼岸。如今王清掏出彼岸之物，慕冰轩目瞪口呆，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发现王清真是越来越神秘。多谢，本宫不会让你失望，还有本宫折磨人的手段一定不会比你差，一定有资格做你的正妻。慕冰轩将正妻2字咬得非常重，生怕王清听不见。哈哈，那感情好，你想做本弟子正妻可以，但你要拿出相应的实力。太初天庭可不需要圣母，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母仪天下且有手段的弟子妃。王清爽朗大笑。
穆冰轩没有再回答，他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无用功，唯有拿出相应的战绩才配得上说大话。他沉默了一会，转身化作流光离开了古州，准备去瑶池山门前的飞升台。王清见他走，内心十分期待这对师徒的撕逼大战。主人，升仙门即将凝实，林凡和叶晨已经在下界进入升仙门内。系统摇儿软糯的声音响起。王清理了理思绪，袖袍卷动，黑金蟒袍变成雪白长袍，顺手收回古州，同样化作流光落往地面。与此同时，轰轰轰，瑶池山门外不远处山峰上的飞升台发出轰鸣声，升仙门逐渐凝实，大家快准备，别让林凡有机会装逼和逃跑。不知哪个仙二代扯了一嗓子，其他仙二代摩拳擦掌，手中的捆仙绳迅速解开，各自围住升仙门。天空、刑法殿、天机殿、玄机殿、雷霆殿所有执法者开始目不转睛地望着飞升台，甚至更离谱的是，雷霆殿有执行者落到飞升台，搬来王座和玉桌，等着弟子降临。忽然之间，哈哈，我马上就能带你们加入清冷女仙最多的瑶池仙宫了。凝实的升仙门内传出林凡咧嘴大笑的声音，紧接着林凡的话语刚落，一道女声狐疑地问道：你们都是来迎接林凡的吗？女声清脆如风铃，宛如一泓清泉注入着充满恶意喧嚣的场合。众多仙二代循声望去，只见一位身着紫色薄纱裙的女子从升仙门内轻盈飘出，她裙摆如花般绽放在空中，美腿若隐若现，春光朦胧，兼透着一股惊心动魄的美丽。紧随其后，升仙门内陆续走出更多女子，有英气逼人的御姐，有娇小可爱的萝莉，有清冷如霜的高岭之花，有高傲似雪的冰山美人，还有妖娆妩媚的狐女，更有神秘莫测的魔女。这些来自下界的女子们，虽然比起仙界仙子们那超凡脱俗的气质略有不及，但她们各具风情，各有千秋。她们宛如一幅百花争艳的画卷，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魅力。结，那个双马尾的小萝莉我要了，有狐尾巴的女子我要了，还有那个穿着暴露的女子是我的。仙二代们见状，顿时如同饿狼见到猎物般兴奋起来，他们高声叫嚷着，粗鲁地解开手中捆仙绳，眼中闪烁着贪婪与欲望的光芒，争先恐后地朝那些下界女子们扑去。你们要干嘛？你们不是来迎接林凡哥的。林凡的红颜知己们惊恐地望着漫天飞舞的捆仙绳，那些五彩斑斓的绳索在虚空中狂乱舞动，如毒蛇般向他们袭来。他们瞬间花容失色，美眸中充满了不可置信与恐惧。林凡一直说自己是瑶池仙宫的弟子，他们以为这些仙人是来迎接林凡，可如今这些仙人个个满脸淫荡，分明就是来抓人。他们有质疑，有惊恐，更多是愤怒被欺骗。这和林凡说仙界是我家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迎接林凡，他配吗？那种装逼犯也就在下界能骗你们，他在上界早就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你们乖乖的跟我们走吧。仙二代们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他们不仅没有停手，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一拥而上。虚空中的捆仙绳如毒蛇般精准落入那些惊慌失措的女子群中。这些纨绔子弟们将这场本应是迎接的盛典，生生变成了一场充满恶意与欲望的烈焰游戏。但这些仙二代只针对林凡和他的红颜，并没有对别的飞升者动手。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在这片山峰上回荡，宛如一场大型人间炼狱。春色满园，却尽是凄厉与绝望，令旁观者看得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住手！一声如雷鸣般的暴喝从升仙门内炸响。然而那些仙二代们充耳不闻，依旧我行我素。他们的手如同魔爪般在混乱的人群中肆意妄为，抓捕着那些无辜的女子，将他们一个个绑起来。滚开！你算什么狗东西？林凡刚踏出升仙门，就看到一位仙二代正怀抱一名绿裙女子，不仅拉住她的双手，在背后强行摆弄。那位仙二代更是用神念控制着一根捆仙绳，猛地将刚走出升仙门的林凡狠狠绑住。扑通一声闷响，林凡重重摔倒在地，满脸愤怒与屈辱。然而现场根本无人理会他的呼喊与挣扎。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这群仙二代们似乎玩得还够尽兴。他们快速清理着现场的卫生，将那些被制服的女子们各自分配好，然后得意洋洋拉着林凡的红颜退到一边，仿佛在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林凡，当初有瑶池女帝忽悠你，你敢在我们面前装逼，如今没了靠山，我们看你还能不能蹦跶。你的女人很香，我们就笑纳了。众多仙二代们对着被绑在地上的林凡肆意嘲笑，他们不仅言语侮辱，还对林凡的红颜知己们上下其手，将其揽入怀中。林凡，快救我们！那位身着紫色纱裙的女子此刻裙摆凌乱不堪，春光外泄，她
他挣扎着向林凡求救，美眸中满含泪水与绝望。林凡，快救我们！一位魔女打扮的女子同样被折磨得不轻，她嘶声竭力地哭喊道：“你不是说你在仙界背景非常大，你还说瑶池女帝是你师尊，你快让她救我们啊！”其他女子也带着哭腔哀求道。她们已经被捆仙绳绑住，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面对这一幕幕，林凡满脸暴怒，却无能为力。他也被捆仙绳紧紧绑住，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只能朝着瑶池山门的方向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师尊，快救救徒儿！”林凡愤怒地求救。然而瑶池仙宫方向却是没有任何动静，仿佛瑶池仙子们都不想搭理林凡。哼，你经常装逼，现在遭雷劈，关瑶池仙宫什么事？你以前不是一副天老大我老二的模样，还要把仙界踩在脚下，到处树敌，现在被报复还想连累瑶池仙宫，真是个畜生！你一个外门弟子，曾经还在瑶池仙宫山门外调戏我们才不要救你！瑶池仙宫内终于有清冷声传出，直接否认了林凡的求救。林凡虽然被穆冰轩破例收为弟子，但瑶池只有女弟子，所以林凡就算拜入瑶池仙宫，也只是被安排在山门外修炼。这也导致他了经常在山门外调戏外出的瑶池仙子。瑶池仙宫的弟子早就一肚子气，哪里还会救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哈哈，林凡，这些妹妹不会是你在凡界哄骗的吧？仙二代们看到瑶池仙宫的清冷仙子不救林凡，他们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林凡说过仙界是他家，瑶池仙宫是他的后花园，他骗了我们。双马尾小萝莉哭唧唧的，小萝莉被一个仙二代抱在怀里，把玩双马尾，她不再挣扎，而是小手指着林凡愤怒咆哮。别看她只是一个双马尾小萝莉，她名叫吴兰，可是凡界的登仙境大能，只是肉身出了些问题才变成小萝莉模样。吴兰原本躲在凡界禁区，迟迟不肯飞升，就是怕飞升后被仙人抓走。可林凡仗着金仙修为对吴兰吹牛逼，仙界是我林凡的天下，而且林凡多次利用金仙修为踏入凡界禁区镇压他。久而久之，吴兰顺从了林凡，也希望飞升后能有更加广阔的仙道。其他女子大多一样都是被林凡哄骗，才愿意跟着他飞升。此刻林凡被捆仙绳绑在地上，无法行动，他们心如死灰，不再挣扎，任由那些仙二代胡作非为。吴兰，我没有骗你，我师尊没有出现，等我师尊出现，我一定会救你们出来。林凡在地上打滚，脸红脖子粗，还在嘴硬狡辩。哈哈，林凡，你真是个白眼狼！你师尊瑶池女帝3个月前被弟子大人抓走，他经历了由生到死的由死到生的痛苦，他已经是弟子大人的金丝雀，而你顶撞了弟子大人，害你师尊受苦，你倒是跑回下界逍遥快活，到处骗妹妹，真是个人渣！你师尊现在估计恨不得杀了你，怎么可能还会救你？仙二代们疯狂大笑，将林凡的老底揭穿，完全不给他一点面子。有2位仙二代是基佬，仙王李家2位公子李庆龙、李庆华，他俩非常过分，将林凡拖到升仙门后，撕拉一声撕碎他的衣袍，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李庆华、李庆龙，你们2个快放开本座！你们若是敢凌辱本座，本座师尊一定饶不了你们！林凡伸手死死抓住升仙门，满脸痛苦，回头望着骑在自己身上的2个大男人，他真恨不得出手拍死李庆华和李庆龙。杰，你喜欢玩女人，而我们哥2个却是喜欢男人，尤其是你这种气运之子，玩起来最爽了，所以你叫破喉咙也没用。砰砰砰！李庆龙和李庆华一前一后对着林凡动手动脚，可谓是非常嚣张，又十分的辣。眼睛下界飞升而来的女子们躺在其他仙二代怀中，冷眼相看，根本就没有搭救林凡的意思。他们不是真的无情，而是他们的真心为了狗，所以不再搭救林凡这个臭男人。林凡凄厉嚎叫，但很快又被仙王李家2兄弟堵住嘴巴。如此荒唐的男童之事，天庭的第4大执法部门纷纷挪开眼，就像没看到一般。因为林凡3个月前还在仙界时，他参加了一场盛会，结识了李家2兄弟，成了生死之交。他们3人一起修炼，一起结伴闯仙界秘境。后来李庆华在秘境中身受重伤，李庆龙从林凡修炼的屋子里拿走了一瓶极其珍贵的仙丹，去搭救自己的弟弟李庆华。林凡就因为自己最珍贵的丹药被拿走，心生不满。他怪李庆龙没跟自己说一声，没把自己当兄弟。事后他约李家2兄弟出来喝酒，在酒菜里下毒，让李家2兄弟被其他男童骑过。如今李家2兄弟的行为正是报复林凡之前的心胸狭隘，这怪不得他俩会如此下作。轰！飞升门内再次出现动静，一群衣衫褴褛的青年出现，为首之人是一位面容坚毅的黑袍男子，
她怀里还抱着一位淡黄色短裙女子，他们正是林凡在下界的好兄弟。当他们踏出升仙门后，听到熟悉的惨叫声，全都茫然回首查看。只见林凡被两个男子一前一后的羞辱，不堪入目。你们在做什么？快放开林大哥！林凡有几位好兄弟看不下去，闪身就要过去帮忙。然而在远处当吃瓜群众的王清这时候也站起身，淡淡地道：妹子，你们已经抢到了，现在就是抓捕矿奴的时候，动手吧。王清一袭雪白长袍，白发飞舞，俊美的脸庞布满戏谑之意。那些仙二代得到命令，将自己抢到手的妹子交给自己的手下，全都再次一拥而上。上啊！将这群下界蝼蚁都抓住，送往各大势力的仙灵脉矿当矿奴。不知哪个仙二代大喊了一声，所有仙二代爆发全力，顿时风起云涌，法则之力交织，瞬间锁定林凡的好兄弟们。有几位下界男子还想搭救林凡，但很快他们都被一群仙二代的气息完全锁住，动都动不了。那些仙二代再次拿出捆仙绳，迅速地将林凡的好兄弟抓起来。天庭四大执法部门没有行动，依旧在看戏。住手！我是北寒仙庭六皇子。叶晨看不下去，瞬间爆发罗天上仙的威压，还携带阴阳法则的气息，想要压制混乱的场面。北寒仙庭是霸主势力不错，不过这里是太初仙域的地盘，你一个北寒仙庭的私生子也敢叫嚣？啪！不知哪个仙二代抬手一巴掌呼在叶晨的脸上，将他扇得头晕目眩。很快林凡带着飞升的好兄弟全都被仙二代抓住，用捆仙绳绑得死死的，他们鼻青脸肿，茫然无措。你们仙人不应该是保护弱小才对，为什么将我们抓起来？有人不服，出言顶撞。呵呵，保护弱小？你们不是仙界的子民，老子为什么要保护你们？一位仙二代满脸不屑，抬手又给了开口之人一巴掌。叶晨和白灵儿被特别招待，已经被天庭刑法殿的执法者抓住，押到王清面前。王清并没有在意林凡那些好兄弟的死活，而是走到叶晨的面前，抬脚踩在他的身上，笑道：哟呵，这不是北寒六皇子，本弟子可是听说你要打瑶池仙宫的主意，不知谁给你的胆子？你这种表面兄弟，背后睡兄弟女人的蝼蚁，怎么敢来太初仙域？王清嗤笑不断，脚下用力踩在叶晨的脸上，让其动弹不得。他之所以一直没出手，可是一直在等叶晨。林凡不过就是个小丑，因为深渊反派系统瑶早就给出了叶晨所有动机，王清才能坐收渔翁之利，轻松踩踏叶晨这种虚伪正义的主角。王清，你别太过分，你难道不怕本皇子父亲找你麻烦？叶晨非常硬气，倔强抬头，想要脱离王清的践踏。呵呵，你说北寒仙主，你父亲会在意你这种私生子吗？王清冷笑不断，撇头对着刑法殿的执法者继续开口：赵坤，你带人将叶晨押到阴寒仙脉去挖矿，放话让北寒仙主2天内带着资源来赎人，不然本弟子一脚踩死他的私生子。赵坤正和几名执法者站在一旁，听到弟子的命令后，他们全都拱手抱拳：遵命，弟子。动手！赵坤吩咐其他执法者，很快就带着叶晨离开了飞升台，只留下白灵儿匍匐在地上。他眼中并没有惧意，因为她是北寒仙王白家的三小姐，身份比北寒私生子还要高出一截。他不相信王清会对自己下杀手，顶多就是让自己关押，让仙王白家带着资源来赎人。啊，不要！飞升门后，林凡惨叫一声，被李家2兄弟完全释放欲望。白灵儿娇躯一颤，茫然回首，看着那个曾经在下界吹牛逼仙界是我家的男子，如今却是被仙王李家2兄弟折磨得不成样。白灵儿内心一阵失望，当初他下凡游玩，林凡哄骗他，同样说仙界是我家，瑶池仙宫已经是我的后花园。白灵儿自然知道林凡有吹牛逼的嫌疑，但见他得罪太初弟子，还能在下界逍遥快活，因此白灵儿有了种错觉，或许林凡真的已经成了瑶池仙宫的主人，所以王清才不敢对他出手。这不怪白灵儿傻，而且瑶池仙宫比较特殊，几乎算是仙界传承最古老的势力之一，虽然没有仙帝坐镇，却是女修最向往的地方。如果说太初天庭是男仙心目中的战力天花板，那么瑶池仙宫就是女仙心中最圣洁出尘的地方。白灵儿在下界游玩时，猜想林凡若是瑶池的新主人，那么就如同半只脚踏入仙界金字塔的门槛，所以她才会成为林凡的女人，还想着成为下一任瑶池女帝，成为众多女仙之首。只是叶晨的出现，许下北寒帝妃承诺太过诱人，北寒帝妃相当于北寒仙域未来半个主人，谁会不心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又选择背叛林凡，成了叶晨的红颜。你们2个将白灵儿带下去，通知仙王白家带着镇魔古琴来赎人。若是白家不同意，那就别怪天庭狠辣，辣手摧花。
王清没在意林凡的死活，而是吩咐另外2名执法者带着白灵儿离开。白灵儿听到王清的命令，内心总算松了口气，跟着天庭刑法殿的执法者离开了飞升台。林凡的好兄弟和红颜自然是被其他仙二代控制住，正在欣赏林凡被折磨。多谢弟子大人，让我们2兄弟得以报仇。李家2兄弟释放完心里的仇怨，他俩拖着半死不活的林凡，给他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袍，来到王清跟前。王清神色非常平淡，用脚踢了踢林凡，讥讽道：林凡，3月前你不是说本弟子配不上你师尊，如今你师尊已是本弟子的妃子，你的脸疼不疼？王清满脸坏笑，用脚踢着林凡还算帅气的脸庞。不过跟他谪仙气质相比，林凡的就宛如一个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轩儿，你不是要林凡灵魂碎裂，痛不欲生？你不是要证明你的手段比本弟子更狠，还躲着干嘛？王清回首看了眼瑶池山门方向，穆冰轩已经莲步轻移地走来。林凡的好兄弟和红颜被捆仙绳绑着，还在企图挣扎。不过当他们看到瑶池山门方向走来一袭冰蓝长裙女子时，他们愣住了。只因穆冰轩非常漂亮，她莲步轻移自瑶池山门方向缓缓而来，她青丝如瀑，柔顺地披散在肩头，每一根发丝都仿佛流淌着月光的清辉，在晨曦微光中泛着淡淡的蓝。那张容颜美得近乎不真实，仿佛老天在雕琢之时倾尽了所有的偏爱，精致到每一分轮廓都挑不出丝毫瑕疵。她琼鼻挺秀，阴唇如鹰，眉目间自带一股清冷疏离，却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抹令人心悸的魅意。她身姿曼妙，前凸后翘的曲线完美的让人窒息，丰腰不盈一握，翘臀挺翘圆润，每一处都是那么完美。穆冰轩一袭冰蓝长裙随风轻舞，裙摆在空中划出优雅的弧线，裙摆时而遮掩，时而显露那白皙如玉的小腿，细腻如羊脂美玉，在阳光下泛着莹润的光泽。她既透着诱人犯罪的性感，又因她周身那股清冷高贵的气质，让人只敢远观，不敢有丝毫亵渎之念。师尊救我！林凡眼皮非常沉重，他看到熟悉的身影，忍不住开口求救他的红颜和好兄弟们，在震惊的同时还抱有一丝期待，希望林凡吹嘘的资本瑶池女帝能够出手搭救。畜生，你可知罪？本宫因惜才之心收你为瑶池外门弟子，而你天天惹是生非，次次让本宫为你当和事佬。3月前你更是顶撞王弟子，将本宫推入火坑，而你却是在下界逍遥快活。你就算实力不济，搭救不了本宫，本宫也认了，但你还想将本宫介绍给北韩仙主的私生子，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如今还想着本宫救你，本宫恨不得弄死你。穆冰轩已经来到飞升台中央，来到王清身旁，亲密地挽着他的手，愤怒地怒斥林凡。其他仙二代缩了缩脖子，不敢直视穆冰轩现在的情况，因为穆冰轩现在非常反差，冰冷且犹如母老虎一般，他们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得罪穆冰轩，因此被王清一把捏死。王清虽然风度翩翩，但太初仙域只要有点背景的人都知道，这个弟子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也只有其他仙域才会被太初弟子的外貌欺骗。林凡，你骗了我们！林凡的好兄弟们完全石化，他们是在后面飞升，根本就不知道刚才仙二代已经讽刺过林凡，现在看到林凡口中的靠山，瑶池女帝的指责和怒斥，林凡的好兄们直接傻眼，合着我们这是被欺骗飞升了。师尊，我将你介绍给叶晨兄弟，也是为了瑶池仙宫好。你误会我了，我不想让太初天庭再压迫瑶池仙宫，而是想让你得到北韩仙庭的帮助，这样完全就能脱离太初天庭。林凡已经被李家2兄弟恢复心理创伤，但依旧被绑得像个粽子，他依旧还在嘴硬，极度委屈地说介绍师尊给叶晨是为了瑶池仙宫好。穆冰轩怒即反笑，哈哈，你这个畜生，本宫要好好折磨你。李庆华、李庆龙，你们2个将这瓶毒药喂给林凡吃，记住每天1滴，每天让林凡灵魂碎裂，痛不欲生，还要逼着他挖矿。若是林凡因为灵魂碎裂不想挖矿，你们2个就去下界覆灭林家。穆冰轩神色突变，气息冷得吓人，袖袍卷动，一个精致的玉瓶飞到李家2兄弟手中。谢你，王清。他亲了一口王清，转身离开飞升台，向着瑶池仙宫走去，不再理会林凡的死活。李家2兄弟接过玉瓶，拖着挣扎不断的林凡也离开了飞升台，准备带他去阴寒山脉挖矿。其他仙二代也派手下将林凡的好兄弟们抓回各自势力的矿场，他们则是带着林凡的红颜离开，走得非常潇洒，今天可谓是收益颇丰。王清望着穆冰轩离去，摸了摸自己被亲过的2旁，眸中露出些许笑容。姐，这个高傲的女人会主动了。他满脸坏笑。叮，恭喜主人完成抓林凡做矿奴的任务，奖励1万反派值。
叮，恭喜主人完成主夜辰做矿奴的任务，奖励1万反派值。主人，你有12万反派值了，能不能放瑶出来，或是把这些反派值送给瑶？软糯空灵的声音响起。王清回过神，扫了一眼飞升台，已经没多少人，几乎都已经离开。他沉默片刻，坏笑道：今夜你若服侍本弟子，本弟子就让你出来。王清眸子中充满不怀好意，神念内是自己识海。他发现一名巴掌大的淡白纱裙女子正百无聊赖地坐在一艘黑色古舟上，黑色古舟正是彼岸双生船，它在王清识海内漂浮。这艘连接彼岸之地的神秘舟船被他寄放在识海，供白裙女子居住。淡白长裙女子名唤神师瑶，是深渊反派系统的本体，正是被王清从系统界抓来的小秘书。她非常美丽，如梦似幻，让人看不真切她的容颜和身段。不过她已经多次和王清元神相融，换句话说，她才是王清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女人。主人你太坏了，瑶儿才不要搭理你的无理要求。神师瑶空灵的声音顺着王清地识海传到外面。王清并没有再回答，他扫了眼瑶池山门方向，转身背着手返回蓬莱仙岛，等着北寒仙主来赎人。除了瑶池山门外这座飞升台，其他飞升台也有飞升者飞升仙界，不过他们都被天庭4大执法部门按照天赋评判，谁能成为仙人，谁成为矿工这种机械程序带走。那些仙二代也没有去祸害别的下界女子，只是针对林凡的红颜，一个仙二代掳走一个美人。瑶池仙宫，瑶池大殿前，穆冰轩望着林凡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被抓走，心里的怨气总算有了发泄口。他不在意是否亲手处理那个逆徒，而是想让林凡尝尝痛不欲生的滋味。掌教，这次抓捕飞升者，我们没有多少业绩，会不会被天帝责罚？忽然之间，周荣从远处走来，一脸担忧之色。这次瑶池山门外那座飞升台完全被王清控制，他们只能被迫吃瓜，看着飞升者们被天庭带走。上一次100年开启的飞升台，瑶池仙宫可是抓到200名飞升者，林凡就是其中之一。但这次他们一个飞升者都没抓到，周荣不免有些担忧。大长老，你不必慌张，本宫自有对策。你带几名长老随本宫去抢其他仙域的飞升者。穆冰轩吩咐完，头也不回地走进瑶池大殿。他要谋划怎么抢夺北寒仙域的飞升者，用来充当阴寒仙脉的矿工。叶晨既然敢打瑶池仙宫主意，那他自然也会报复回去。王清让北寒仙主上门赎人，那他就敢打劫北寒仙域，还要做得漂漂亮亮，证明自己不比王清弱。除此之外，穆冰轩隐藏有一个秘密，那个秘密就是他也是来自鸿蒙海，背靠缥缈禁区，乃是和竞技王家同样的层次。他乃是缥缈禁区的缥缈天女，也就是未来的继承人。他来到仙界就是为躲避突然冒出的联姻之事。只因缥缈禁区的老家伙天穹子与竞技王家老爷子王基子定下联姻，联姻对象就是穆冰轩和王清。这件事，穆冰轩和王清这2位当事人知道自己有婚事，但不清楚联姻对象是谁。就算王振南作为竞技王家之主，他也不清楚老爷子为王清安排的联姻对象是谁，因为他一直在仙界照顾王清修炼，很少回鸿蒙海，所以他不知道缥缈禁区和竞技王家联姻可谓是很正常。掌教，几位长老已经到来。周荣带着几名十分美丽的女子进入瑶池大殿。瑶池大殿内，高台之上，穆冰轩被靠琉璃玉石打造而成的鹅毛王座。他扫了一眼周荣带来的几位长老，2位仙王分别是大长老周荣、二长老红莲，其他3位长老只有半步仙王的实力。这样5人组成的战力，加上穆冰轩这位准仙帝，绝对可以镇压仙王世家。行，现在就出发去北寒仙域，本宫带你们去抢业绩。穆冰轩起身命令道，抬手撕裂空间走了进去。周荣和其他长老对视一眼，有些无奈，但还是跟在穆冰轩后面踏入被撕裂的空间。与此同时，王清已经回到蓬莱仙道，回到太初地宫。太初地宫巍峨耸立于蓬莱仙岛最中央，如一朵盛开的巨型神莲，穹顶悬挂着古老的太初玄钟，钟声荡漾9天，威震万界。9重仙阙悬浮虚空，垂落亿万霞光。宫墙之上镌刻着上古神魔战图，仙禽瑞兽浮雕栩栩如生，仙道气息非常浓郁。太初地宫没有任何人存在，只有王清一个人居住。除了每天清晨有仙官来地宫上朝外，其他时间地宫这边可谓是非常清冷。因为王振南也只是偶尔会来太初地宫，大部分时间都在天地殿闭关修炼。太初地宫4周分别是刑法殿、天机殿、玄机殿、雷霆殿，负责维持蓬莱仙岛的秩序。最外围就是太初天庭的仙官府邸，各种辉煌宫殿散发淡淡霞光。蓬莱仙岛只有天庭内部人员可以进入，
其他人闯入，必定会被鸿蒙道气太初玄宗镇杀。王清一袭雪白长袍，白发飘飘，背着手站在地宫前方一座广场上。他神念捕捉到穆冰轩带着瑶池的长老去往北寒仙域。靠，这女人当真疯了不成？王清忍不住笑骂。一位准仙帝和2位仙王，以及3位半步仙王就敢去北寒仙域，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找虐吗？雷霆店主，辛苦你跑一趟，暗中为穆冰轩那个蠢女人护道。王清站在广场上，通过太初玄宗传令雷霆殿：遵命，弟子。雷霆殿传出一道中年男子的声音，一道雷光划破天空，往北寒仙域降临而去。王清没有去亲自庇护穆冰轩，他转身走入地宫，还有其他的事要处理。雷霆殿主福神琼仙帝修为，掌握仙界天罚，护佑穆冰轩绰绰有余。太初地宫内非常宽敞，四通八达，各种各样的房间和修炼室分布有序，有专门收藏古籍和功法的地方，书架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各类仙道秘籍、远古功法，从基础的修炼法绝到高深的鸿蒙、混沌神通，应有尽有。也有炼丹炼器房间，里面炉鼎、材料一应俱全，各种珍稀的炼丹炉散发着神秘的光芒，炼器台上摆放着奇异的矿石和神料，几乎都被王清分类摆放得井井有条，每一类物品都有其特定的区域，方便他随时取用。这座地宫所有天材地宝，可都是他这10多年收集来的。没错，他骨龄只有23，他天生仙帝，不过他5岁时斩断肉身修为，只留下仙帝元神。他被王振南带到仙界时只有5岁，从头修炼18年，从一个普通人踏入罗天上仙。他的事迹可是被仙界津津乐道，称之为年轻一辈第一人，仙界第一美男子。毕竟他的修炼速度真的是非常离谱，别人想要从红尘仙达到罗天上仙，正常人最少10万年，就算其他妖孽天骄想要从红尘仙踏入罗天上仙，至少也得几千年。这么一对比，可见王清的修炼速度到底有多夸张，完全就是开了外挂。地宫正中央是上朝的地方，非常宽敞。王清转了一圈，迈步往藏书阁走去。他要去翻阅有关北寒仙域的所有事迹，还要针对性打击北寒仙庭。他明面目标是天命之人和气运之子没错，但实则是想统一仙界。叶晨送上门，他正好可以从北寒仙域入手，还能获得反派值，可谓是一箭双雕。时间流逝，1日过后，阴寒仙脉，仙雾浓郁，散发万道霞光，云层之中白鹤翩翩起舞。一条古老阶梯直通山头，山顶之上坐落着一座古老宫殿，牌匾上刻有阴寒殿3个大字。这座仙脉产出的仙晶石最多，每年的收入要比其他地方多出数百倍的收益。比如其他仙脉1年产出1亿仙晶石，那么阴寒仙脉至少能产出100亿仙晶。这条仙脉直属天庭，也是王清麾下最大的财产。当然，其他仙脉产出的仙晶和各种天材地宝，大多数都充当了太初国库。只有每年到分配资源的时候，太初仙域各大仙王世家和不朽势力才会去蓬莱仙岛分配资源。阴寒殿前，宋文轩正在用神念监督仙脉每个地方的挖矿情况。宋执事、叶晨和林凡打起来了。忽然，一位天庭仙卫急匆匆地跑来汇报工作。宋文轩愣神片刻，冷冷地道：“走，过去看看。”他丢下一句话，化作流光往矿脉深处而去。那名前来汇报的仙卫挠挠头，也跟了上去。叶晨，我曹祖宗，老子拿你当兄弟，你却是我马子！砰砰砰！阴寒仙庭一处散发霞光的矿洞前，林凡一巴掌扇飞叶晨，骑在他身上，抬手就是几巴掌。哈哈，笑死我了！叶晨这个私生子竟然睡了那个装逼犯的女人，真是太讽刺了。其他围观的矿工捧腹大笑，笑得前仰后合，有的甚至趴在地上拍手叫好。你在下界吹牛逼，瑶池女帝是我师尊，仙界是我家，靠着吹牛逼把妹子。我叶晨抢你几个妹子怎么了？叶晨也不是吃素的，一脚踢在林凡的裤裆，翻身压着他就是一顿痛扁。他在下界原以为林凡真的已经是瑶池之主，害得自己跟着飞升，放弃了下界谋划了100年的计划。因为他前在下界有自己的势力，更是在一处禁区得到一把9阶仙器。他打算借着这次飞升，拿着9阶仙器飞升北寒仙域，将仙器献给自己父亲北寒仙主。若是北寒仙主一高兴，他的地位肯定会更加稳定。但林凡吹嘘仙界是我家，瑶池是我的后花园，这才让叶晨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转头跟着飞升太初仙域。如今成了阶下囚，他心里可谓是把林凡18代祖宗都骂了个遍。奈何他和林凡的修为被封印，现在就宛如2个凡人在互相揭短，谁也不肯饶过谁。操！叶晨，我日你仙人板板！林凡被踢了一脚裤裆，疼得龇牙咧嘴。那些看戏的矿工更是眼睛滴溜乱转，坐在地上开盘下注。来，我坐庄，赌叶晨和林凡谁会赢。一名矿工盘腿坐在地上，拿出一个盘子，
掏出200块下品仙金做庄。哈哈，我赌叶晨赢，我们也赌叶晨赢。林凡那个装逼犯肯定输，其他矿工纷纷将这个月的俸禄拿来赌。林凡和叶晨还在撕逼，宋文轩带着一群仙卫急忙赶来。你们2个真是胆子肥了，不去挖矿，反倒是在这里互殴斗价。来人，将叶晨和林凡拉下去，各挨50大板。宋文轩冷冷地吩咐：遵命，宋执事。他身后的一群仙卫很快将林凡和叶晨拉开。叶晨，只要我林凡有机会出去，我一定灭了北韩仙庭，我一定要睡你母后。林凡披头散发，破口大骂。叶晨沉默，死死盯着林凡，已经将这个曾经的兄弟列为必杀目标。其他矿奴见林凡和叶晨被带走，不敢再开盘下注，一溜烟小跑进矿洞去挖矿了。宋文轩见闹事者被带走，表情缓和了下来，他背着手往其他矿洞而去，看看今日收益如何。各种物品划分：诸天凡界、凡界货币、灵石上中下3品；凡界功法、天地玄黄；凡界兵器、凡兵低阶灵器、中阶灵器、高阶灵器；凡界丹药，1阶丹药至9阶丹药；仙界货币、仙晶石上中下品、极品；仙界功法、仙晶、混沌古晶、鸿蒙道晶；仙界兵器，1阶仙器至9阶仙器，先天灵宝、混沌灵宝、鸿蒙道器灵宝；仙界丹药，1阶仙丹至9阶仙丹、混沌仙丹、鸿蒙不死药；丹师、炼丹师、仙丹师；阵法、阵法师、仙阵师。与此同时，北韩仙域，北韩帝都，仙庭皇宫，一座辉煌的宫殿，殿内雕龙刻凤，非常壮观。高台首位，一座鎏金玉石打造的皇座上，正坐着一位不怒自威的龙袍青年。系统，我那个6弟有没有必要搭救？叶长生询问脑海中的系统。定，宿主，叶晨很有必要搭救，他已经逐渐黑化，未来会是你统一仙界最有力的助手。不过，救了叶晨后，宿主你要多留点心，不然叶晨会睡了宿主的女人。神级签到系统机械声提示。叶长生陷入沉默。他是北韩仙庭的大皇子，也是弟子之位最有力的竞争者。仙界100年一次的飞升台出现，下界之人则是每4万年借助升仙门飞升仙界。昨日叶晨飞升，他是知道的，只是没想到那个6弟不飞升北韩仙域，反倒是飞升太初仙域，还被抓去当矿工。叶长生很是不解，自己那个6弟私生子脑袋真有问题。还有他叶长生不是这个世界之人，而是来自类似蓝星世界的穿越者。他100年前穿越到北韩仙域，夺舍了北韩大皇子的天仙肉身，靠着系统吞噬其元神。他更是借着神级签到系统，100年时间从天仙突破到罗天上仙，还靠着签到获得不少逆天之物。对于北韩弟子之位，他势在必得，敢阻止他之人一定会被无数灭杀。系统，看看太初弟子的信息。定，太初弟子信息如下：姓名王清，身份太初天庭弟子，反派跳梁小丑，体质太初造化体，修为罗天上仙中期，功法造化道经，法道则，宝物关系颜值99。神级签到系统很是羡慕。叶长生看着神级签到系统给出的信息，刚开始还好好的，后边全是好，他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这狗系统羡慕王清的颜值，你还要不要再离谱一点？大皇子，仙主找你有事。殿外传来汇报声。叶长生理了理思绪，不再搭理系统的异常，而是起身离去。很快，他走到殿外，正好看到一名侍女恭敬地候着。本皇子知道了，你下去忙你的吧。叶长生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是，大皇子。侍女得到命令，低着头快步离开。叶长生踏步往仙主殿行去。仙主殿是北韩仙庭上朝之地，也是北韩仙主处理朝政的地方。仙主殿内，叶朗天坐在龙椅上，看着玉桌上一枚玉简，一个头2个大。因为玉简内正记录着叶晨在下界和飞升之后的事迹。叶晨，你这个逆子，本帝让你下界历练，你倒好，跑去祸害别人的道侣。砰！叶朗天一掌拍在玉桌上，脸色铁青，恨不得现在就去好好教训叶晨一顿。叶晨祸害别人的女人也就算了，更是被王清抓去当矿奴，真是把北韩仙庭的脸都丢尽。叶朗天真是气得吹胡子瞪眼。父皇，你找孩儿有什么事？叶长生来到仙主殿，颤颤巍巍地询问。叶晨之事你也收到消息了吧？明日你带着2件9阶仙器和1亿上品仙晶石去太初天庭一趟，把你那个不争气的6弟赎回来。叶朗天表情缓和下来，淡淡的吩咐。叶长生满脸诧异。
2件9阶仙器，一亿上品仙晶石。9阶仙器，北韩仙庭一巴掌都数得过来。1亿上品仙晶石更是北韩仙庭100年收入，现在要拿去搭救叶晨。叶长生有些不满，不过当他看到父皇面色铁青时，他缩了缩脖子。父皇，孩儿知道了，明日孩儿就去太初天庭一趟。叶长生苦笑点头，事情就那么安排，你下去吧。叶郎天揉了揉太阳穴，挥了挥手。叶长生也不敢多说什么，低着头后退，转身离开了仙主殿。他可是知道自己父亲叶郎天的性格，说一不二，若是敢反抗，免不了受罚。而且叶郎天也是一位仙帝，更是掌控阴阳大道，仙界能跟他平起平坐者，2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报！突然殿外传来急促的汇报声，进来吧。叶郎天的声音不咸不淡。踏踏踏，极快的脚步声响起，一名中年男子从殿外走来。他路过叶长生身边时点了点头，快步走向殿内。叶长生停下脚步，竖着耳朵想听听发生了什么事。仙主，昨夜我们的飞升台被偷袭，大批飞升者矿工被掳走，甚至还有2位仙王巨头被打伤。中年男子如实汇报。叶郎天眉头紧锁，在思考会是哪个势力会针对北韩仙域。今夜本帝会用神念监管所有飞升台，你先下去吧。叶郎天吩咐一声，缓缓闭上眼睛，心里非常的累。别看他是北韩仙主，其实坐在这个位置可是非常的心累，一边要庇护北韩仙域所有势力，一边还要处理各种琐事，一边还要防备其他仙域的偷袭，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算他是仙帝，也不免感到心累。叶郎天只希望6个儿子能够赶快撑起大旗，这样自己就能安心养老，专注感悟大道了。是，仙主。中年男子看到仙主闭上眼，很是自觉地退走。叶长生双眼放光，和中年男子一同离去。等2人离开，叶郎天唉声叹气，如果王清是北韩仙庭的弟子该多好，那样本帝也能像天帝那般做个甩手掌柜。他满脸感叹，同时也恨自己的6个儿子完全不如天帝一个子嗣那般厉害。理应说6个皇子总会有一个能挑起北韩仙庭的重担，但现实却是大皇子对弟子之位势在必得，专门打压其他皇子，手足相残。其他皇子几乎都是这个德行，更离谱的是6皇子叶晨丢脸都丢到太初仙域去了。叶郎天心里一肚子气，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生下叶晨这种祸害，因为每个仙庭都有10几位皇子，弟子位争夺可谓非常血腥。胜利者半只脚踏入仙界金字塔门槛，带着身后世界和母族势力享受仙庭庇佑，站在万界之巅。失败者常常连带母族势力被清算，沦为矿奴，或是连带身后世界一起灭亡，永无翻身之地。可以说仙界的残酷永远要比其他世界残酷万倍的黑暗。强者享受万界生灵香火，弱者犹如草芥被人宰割。只有太初天庭是个例外，因为王振南只有一个帝妃，且只有王清一个子嗣。天庭背后拥有禁忌王家，这是仙界无人知晓。话又说回来，禁忌王家向来一脉单传，王振南和王清就是王家的未来。王振南不只是仙界天帝，更是威慑鸿蒙海的禁天之主。他降临仙界，掌控仙界天道意志，建立天庭，完全就是为了锻炼王清。天庭的4大执法部门正是代表了仙界天道意志，天庭就是正统的官方势力，自然不会出现什么弟子位争夺。说白了就是仙界在禁忌王家眼里不过就是历练王清的地方。王清的未来和敌人不在仙界，而是抹杀鸿蒙海那些可灭大宇宙恐怖存在，彻底统治鸿蒙海。仙主，瑶池女帝放话，她以太初弟子妃的身份抢了北韩仙域飞升台，您若是想找麻烦，可以去太初仙域，她奉陪到底。叶郎天还在沉默，殿外却又传来恭敬的汇报声。啪！他一掌拍在玉桌上，神色阴沉如水，冷喝道：你们都是一群饭桶吗？瑶池仙宫不就是拥有几位仙王坐镇的不朽势力，你们都对付不了，本帝真是白养你们了。叶郎天怒气冲天，怒声咆哮，起身快步离开了仙主殿。他倒要看看瑶池女帝还敢不敢再抢夺北韩仙域的矿奴资源。北韩边境，灰色的天幕下，正有一艘仙舟横渡云海，折返太初天庭。帆旗之上刻有瑶池2个大字，旗杆之下则站着一位冰蓝长裙女子，正是穆冰轩。她已经抢到了飞升者资源，自然不会在北韩仙域太过久留。这次抢到了至少1000名矿工，他不是傻子，知道再留下去肯定会被北韩仙主针对。他放话就是要引起王清的注意，很明显就是拉仇恨，表达当初王清对自己施暴的不满。掌教，我们这么明目张胆的拉仇恨，会不会被天庭责罚？周荣有些担忧，表情苦涩。穆冰轩回首摇摇头，冷冷地道：我们这是在为天庭效力，可不是胡闹。
天庭不会责罚瑶池，你就放100颗星吧。说罢，他素手挥动鸿蒙法则，力量倾泻而出，加快仙舟的速度，赶回瑶池天山。至于北韩仙主亲至，那完全不是他该关心之事，因为他吃准了北韩仙主没胆子去太初仙域胡闹。天色渐黑，蓬莱仙岛太初地宫，太初玄中散发道道霞光，将地宫照得格外耀眼。藏书阁，王清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书桌前，手中正在翻阅有关北韩仙域所有事迹。归墟魔主100万年前被北韩先帝镇压在北虚之渊。王清呢喃细语，垂眸低头，思考是不是可以借助这个秘闻推翻北韩仙域。归墟魔主他听过一些传闻，乃是上个纪元的绝世强者，先帝修为。他想带着魔界生灵入驻北韩，最后被北韩先主镇压。若是可以将其放出，再加上北韩仙庭内部的矛盾，完全可以让北韩仙域陷入战乱的场景。但要怎么放出归墟魔主，又怎么控制他，这是一个难题。王清深深皱眉，在考虑北韩仙庭来赎人，是不是可以在叶晨动些手脚。想到就做。王清放下书籍，站起身离开了藏书阁。深夜，阴寒仙脉，白天的矿工已经进入修炼，晚上的矿工开始干活。林凡和叶晨挨了50大板，现在自然成了晚上的矿工。宋文轩站在阴寒殿前，仔细打量两人，发现他们没有偷懒，他才准备放心进入殿内修炼。呼，一阵黑雾来袭，引起宋文轩的注意。他停下脚步，望着黑雾降临，从中走出一位雪白长袍男子。弟子殿下，你不在地宫修炼，怎么有空到仙脉来巡视？宋文轩很是疑惑，平常王清是不会来阴寒仙脉，只有1年1度的仙金交付会才会出现。距离交付会还有半年左右，王清这个时候到来，他不免露出诧异之色。呵呵，本弟子来这里自然是有事要处理，你去将叶晨带来，派几位仙卫带着他去蓬莱仙海，北韩大皇子应该要来赎人了。王清语气平淡，他吩咐一声后，神念扫视太初仙域边境，发现北韩大皇子已经在蓬莱仙岛的路上。是，弟子殿下。言罢，宋文轩赶忙去往叶晨所在的矿洞。他是个精明人，不然也不可能成为阴寒仙脉的执事。他算是看出来，王清这是要敲诈北韩大皇子。王清倒是没有多语，北韩大皇子来赎人最好不过，这样他可以在叶晨身上做手脚。月光洒满整片山脉，地面每处角落就算夜晚依旧清晰可见。叶晨正位于西南角矿洞挖矿，林凡则被分配到其他地方。该死，该死！等本皇子出去，一定要想办法杀了林凡。叶晨神色暴怒，他没怪王清将自己抓起来，而是将全部恨意转到林凡身上。所有遭遇几乎都是林凡一手造成，他恨不得捏死那个装逼的家伙。哼，别磨磨唧唧的，赶快干活。一名仙卫抽了叶晨一鞭子，冷冷地吩咐道：嘶嘶！叶晨疼得龇牙咧嘴。宋执事，你怎么来了？忽然，正在监工的仙卫回头看到宋文轩到来，连忙上去拍马屁。本执事来带叶晨去交换资源。宋文轩模棱两可地丢下一句话，走到叶晨身边，威严地道：叶晨，跟本执事走吧。叶晨理了理思绪，眼中露出欣喜之色，询问道：你可是来放本皇子出去？是也不是，走吧。宋文轩没有明说，传完话后转身离开。叶晨脸上喜色掩饰不住，赶忙跟在后面。呼呼，晚风阵阵吹拂。阴寒殿前，王清负手而立，神念扫视仙脉正常运转，眸中的笑意掩饰不住。这里每年产出的100亿仙晶石，独属于他的财产，他能不高兴吗？修仙讲究清修，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又有多少人表面正义，背地里却是干着杀人放火的勾当？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好人，更不会认为自己是仙人就会放下对财富的欲望。他的准则就是坏得透底，享受缺德。弟子殿下，人已经带来了。宋文轩和几名仙卫带着叶晨赶来，很快就来到阴寒殿。王清回首看了眼灰头土脸的叶晨，冷笑道：呵呵，叶晨，你还真是有个好爹。北韩仙主竟然派你大哥来赎人，看来他真是放不下你这个私生子啊。哼，王清别得意，本皇子迟早有一天会报复回来。叶晨冷哼。啪！一名仙卫抬手给了叶晨一巴掌，呵斥道：谁叫你这么跟弟子殿下说话？快跪下！砰！仙卫一脚踢在叶晨腿上，逼迫他向王清跪下。报复本弟子，你有那个实力吗？王清嗤笑摇头，走到叶晨跟前，在他欺辱的眼神中抬手唤出一道黑雾。你要做什么？我可是北韩仙域6皇子。叶晨抬头看到王清手中的黑雾，吓得魂飞魄散。不做什么，就是给你下眼药。王清不置可否，掌心的黑雾化作丝线钻入叶晨的脑海。啊！叶晨凄厉哀嚎，昏死了过去。
带上他，跟本弟子回蓬莱仙岛。王清吩咐一声，抬手撕裂空间，走了进去。快跟上弟子殿下。宋文轩吩咐仙卫，却是没有跟着离开，他还要监视仙脉的挖矿。遵命，宋执事。几名仙卫抱拳拱手，带着昏死的叶晨跟在后面，踏入破碎的空间通道。时间飞快流逝，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朝霞映红了半边天。蓬莱仙海，海面翻涌不息，各种仙舟楼船在海面漂浮。太初天庭的仙官二代，此刻正在楼船上沾花惹草，斗鸟遛鱼。一艘鎏金楼船，帆旗上刻有北韩二字，船头一名龙袍青年望着海面的各种舟船，他冷眼旁观，甚至觉得非常可笑。修仙与天争命，而蓬莱仙岛作为太初天庭的大本营兼帝都，这些仙官二代整日就知道斗鸟遛狗，他是真的看不起。一群背靠大树乘凉的家伙，若是天灾降临，你们不就是最先死的那批人吗？叶长生非常不耻，不屑于和这群人渣为伍。他的志向是拿下北韩仙域，再逐渐瓦解其他仙域，统一仙界，野心可见之大。嗡嗡嗡！突然，一艘琉璃玉石打造而成的渡神舟正快速赶往蓬莱仙岛。舟船帆杆之下，王清一袭月白长袍，白发披肩，脸庞丰神俊朗。他看了眼鎏金楼船，取笑道：“哟呵，这不是北韩仙庭大皇子，你来这里做什么？”“哼，自然是来赎我六弟，你将他怎么样了？”叶长生神色阴晴不定，压抑着心中的怒气，互怼回去：“你说叶晨，他被本弟子让狗干了。”王清坏笑，紧接着，啊！一道凄厉惨叫响起。渡神舟上，一条大狼狗正在叶晨后面的，对着他双眼血红的耸动，非常辣眼睛。你！叶长生看到自己六弟被狗那样，顿时面色铁青，说不出完整的话。他身旁还有一名凤袍女子，容颜美丽，正瞪着大大的美眸注视渡神舟上的场景。她叫凤馨，乃是叶长生的妃子。此刻她红着脸对着王清这位仙界第一美男结结巴巴地道：“王清，你这么做会不会太过分了？”言罢，凤馨娇颜更加红润可爱。不是因为叶晨的遭遇，而是他望着渡神舟上的王清，竟然幻想对方将自己按在床上侵犯的模样，因此他脸色嫣红，双腿发软。实在是王清的容颜对女性太有欺骗性，过分，不，这叫缺德。王清眸中坏笑越来越浓，凤馨哑然，竟到了无法反驳的地步。主人，检查到天命主角的波动，目标人物叶长生，信息如下：主角叶长生，身份穿越者，北韩仙域大皇子，体质长生道体，注凡体、圣体、仙体、道体，修为罗天上仙初期，功法长生仙经，法则生死法则小成，宝物鎏金仙舟9阶仙器，煞神枪先天灵宝，破戒笔先天灵宝，气运值15万。渡神舟停靠在蓬莱仙岛边缘。王清望着深渊反派系统神师姚度的提示，内心有些诧异。北韩赵玉出现叶晨这位魔道流主角，现在又出现叶长生这位穿越流主角，莫非北韩仙域是气运主角制造机？王清，我父皇让我带来一件9阶仙器，5000万上品仙晶石，你快放了本皇子弟弟。鎏金楼船也停靠在蓬莱仙岛边缘，叶长生非常不爽地走了下来，凤馨也跟在他身旁。不过他看着王清那副欺骗性的容颜，腿脚走路都不利索，哈哈哈。北韩仙庭大皇子，他这是来赎他那个六弟私生子。太初仙域的仙二代纷纷将舟船又或是楼船停在蓬莱仙岛边缘，他们各自站在自家的甲板之上，撑着栏杆，俯视叶长生两人走向王清。很快，叶长生带着凤馨踏上渡神舟，那只大狼狗还在折磨叶晨。你要的赎金都在这里，你快放了本皇子弟弟。叶长生伸手拿出一枚空间剑，打算将那个不争气的六弟赎走。结，本弟子有眼线汇报，你父亲拿出2件9阶仙器和1亿上品仙晶，你来太初仙域，来到蓬莱仙岛赎人，就只出1半的价格，你当本弟子好糊弄吗？王清声音突冷，走到叶晨身旁，一脚踩断他的一条腿。啊！叶晨惨叫连连，王清脚下更用力，咔嚓！叶晨一条腿完全断裂，鲜血淋漓。叶晨，你看你那个好哥哥吞了你的赎金，你说本弟子断你腿对不对？王清居高临下瞥了一眼地上的叶晨，声音中充满讥讽。叶晨修为被封印，一边被狗从后面羞辱，一边又被踩断腿，他已经奄奄一息，眼皮非常沉重，绝望地看着叶长生，哀求道：大哥，六弟不敢再跟你争夺北韩仙域弟子之位了，你快救救我吧。言罢，叶晨眸光快速暗淡，显然快要坚持不下去。
哈哈哈，弟子殿下踩得好。打脸亲兄弟坑逼叶长生。其他楼船上的仙官二代捧腹大笑，前仰后合，笑得眼泪花都掉出来几滴。叶长生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死死捏着手中的空间剑，阴沉道：王亲，你别太过分，2件9阶仙器和1亿上品仙金根本就不可能。本皇子最多给你1件9阶仙器和1亿上品仙金，你若是想全部要，叶晨这个废物私生子，本皇子不救了。话音落下，叶长生甩袖离去。凤心欲言又止，看着叶长生因为赎金翻脸，他是真的无可奈何，只能跟在后面准备离开。呵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蓬莱仙岛是集市？王清淡漠出声，白袍飘飘，俊美的脸上满是冷漠，闪动身影。恍惚间，时间道则气息蔓延，天色暗淡了一瞬间，王清已经空间瞬移至叶长生跟前。你想做什么？叶晨本皇子不救了。叶长生看到眼前神出鬼没的王清，他内心一阵恐慌，赶忙传音给脑海内的神级签到系统。系统，你能否看清王清刚才施展的手段？丁，宿主，系统无法分析王清施展的是什么法则。这叶长生还在求助系统。然而下一刻，啪！王清一巴掌呼在叶长生的脸上，将其扇飞到叶晨身边，间接封印他的修为。叶长生口吐鲜血，奄奄一息地躺在甲板上，心里惊恐万分。王清的实力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这特么根本就不是罗天上仙该有的力量。来人，关门放狗，干叶长生。王清淡淡的吩咐。遵命，弟子殿下。杜神州的仙卫恭敬领命，带着另一条大狼狗来到叶长生身后。嗷呜！大狼狗发出鸣叫声，撕拉一声，扯开叶长生的龙袍，从后面入侵。啊！叶长生趴在甲板上痛苦嘶吼，手掌不断拍打甲板，想要挣脱被狗侵犯的下场。然而杜神州的仙卫那可是王清精挑细选的侍卫，修为至少都是罗天上仙，况且他的修为还被王清顺手封印，就更加不可能是仙卫的对手。打脸亲兄弟坑逼叶长生，他可是北韩仙域大皇子，叶晨是北韩6皇子私生子，如今都被狗侵犯，真是大快人心。其他楼船上的仙二代拍手叫好，就喜欢看着别的仙庭皇子装逼翻车。凤心见到大皇子被狗羞辱，满脸通红，他悄悄地看了眼王清，忍不住夹紧双腿。但王清可没心思搭理他，实在是他太过庸俗。他或许是叶长生眼中的美女，不过在王清看来就是一个花瓶罢了，有点好看，但却没什么卵用。王清，我愿意出2件9阶仙器和1亿上品仙金。你当我是个屁，放了我吧。叶长生靠着系统恢复点力量，但修为被封印，就算能借助系统一点力量，他也逃不走。反之，他的求饶惹来大狼狗的更加疯狂。汪汪汪！2条大狼狗狂吠2声，再次肆虐叶长生和叶晨。呵呵，晚了。本弟子现在要5件9阶仙器，2亿上品仙金。你父皇北韩仙主要是不亲自来赎人，本弟子一定会让你们2兄弟生不如死。王清冷笑不断，迈步走下渡神州，背着手潇洒离去。叶长生是穿越者，压价和占便宜是骨子里的行为。北韩仙主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让大儿子来赎人，竟然会想着讨价还价。他若是知道了，怕是会一掌拍死这2个不争气的玩意。其他仙二代闲得无聊，纷纷搬出椅子和瓜果看戏，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蓬莱仙岛中心区域，太初地宫散发万道霞光，正前方宽阔的广场上，王振南一袭紫金地袍，头戴9重地冠，神勇威武。他神念扫视蓬莱仙岛边缘海面，看到王清这个孩子的所作所为，他非但没有责罚的心理，反倒是乐得自在。天帝陛下，鸿蒙亮劫可会波及到仙界？福神琼立在一旁，眼中满是好奇。理论说上不会波及到仙界，但亮劫千变万化，谁都保不准他会不会侵染仙界的仙灵力。王振南解释一声，转身走入太初地宫，打算看看王清这些年收集了多少天才地宝。福神琼挠挠头，想了一下，还是跟在后面走入地宫附近，你不准祸害孩儿收集的宝物。忽然之间，王清掠过诸多宫殿和楼阁，折返太初地宫，急急忙忙地跑了进去。王振南刚踏入殿内，满脸黑线，转身笑骂道：你放心，为父就是过来看看，不会拿走地宫内的天才地宝。你骗人，孩儿1年前从东韩仙域抢来的邪魔宫，不就是被你拿走了？王清回到殿内，伸手拦住了父亲的去路。福神琼跟在后面，脸皮抽动，内心叹息不断。王振南作为太初天庭天帝，一言一行皆代表仙界意志，跺跺脚，仙界更是要抖一抖。就算其他4方仙域仙庭之主见到天地，也得客客气气，规规矩矩。
只有王清是个例外，不仅对自己父亲，更是直言不讳天地抢东西。臭小子，邪魔功你藏着也没用，不如给为父立意最大化。王振南苦笑摇头，拍了拍王清的肩膀，迈步往藏宝阁行去。地宫内非常大，藏书阁、藏宝阁、炼丹阁、铸剑阁、修炼室应有尽有，还有一些未被标示，但在王振南超越先帝的实力面前，就宛如一个被脱光了的姑娘，毫无顿触。父亲，你真是个老混蛋！王清无奈摊了摊手，完全阻止不了父亲去看自收集的宝物。他一路小跑跟了上去，准备去将贵重之物收起来。时间流逝，与此同时，北韩仙域边境，一座散发霞光的飞升台上，夜郎天正负手而立，看着太初仙域瑶池仙宫的方向。瑶池女帝，你若是再敢来北韩仙域抢下界飞升者矿工，本帝非得扒了你皮！夜郎天怒气冲天。瑶池女帝用太初天庭弟子妃的身份放话，她震怒赶来北韩边境，但却是一个人影没见着，她心里特别有多少窝火。先主大人，情况不妙，大皇子只想用1半赎金解救6皇子，最后被太初弟子羞辱了。太初弟子更是放话，您若是不带着5件9阶仙器和2亿上品仙灵去救人，那么他一定会杀了大皇子和6皇子。北韩仙庭一名仙官急匆匆赶来汇报，夜郎天顿时神色错愕，然后就是怒火中烧。叶长生，你这个逆子，本帝命你携赎金前往营救你6弟，你竟胆敢私自克扣赎金，致使你跟你6弟被太初弟子擒拿扣押，真是自私自利，愚蠢至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帝养育你们多年，竟养出一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夜郎天怒气冲天，看向太初仙域方向，他恨不得现在杀过去，将大儿子叶长生和6儿子叶晨丢到粪坑，以泄心头之怒。那名匆匆赶来禀报的仙官不由自主地缩了缩脖颈，心中惶恐不安，生怕仙主迁怒于己。他颤颤巍巍地抱拳：仙主大人，现在怎么办？真的要按照太初弟子的要求，让您亲自去赎人吗？去，怎么不去？难道你想让本帝和天帝直接开战？你觉得北韩仙域有实力媲美太初仙域？夜郎天瞪了一眼仙官，拂袖离去。他要去北韩仙庭的国库里面看看，还有没有足够的9阶仙器和上品仙金去赎人。不是他舍不得牺牲那2个逆子和天庭开战，而是太初仙域的实力太强，强到北韩仙域只能仰望。虽然其他4方仙域都有一个仙庭霸主，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能不得罪中央太初仙域就不得罪。因为天帝掌控着仙界天道，可是正儿八经的仙界官方实力，他们相当于4方诸侯自立门户。唉，那位仙官见仙主离开，唉声叹气，匆忙地跟在后面。没过一会，夜郎天已经缩地成寸回到北韩帝都，他径直折返皇宫，去往国库。北韩国库有专门的强者看守，不过他们修为要比仙主弱，只有准仙帝实力。散发混沌雾霭的国库前，一名锦衣华袍老者正端坐在一棵参天古树下品酒。忽然，他见到夜郎天从远处走来，先是愣了一下，赶忙起身迎接：仙主陛下，你来国库作甚？邢老，本帝来这里自然是为了那群不成器的畜生。夜郎天来到国库前，苦笑连连。邢师元浑浊的双目斗转星移，思绪飞转，推演出叶长生和叶晨的遭遇，悠悠叹息：陛下，昨日大皇子就已经来取走2件9阶仙器和1亿上品仙金，目前为止国库里只剩下2件9阶仙器以及15亿上品仙金。您若是想要搭救大皇子和6皇子，9阶仙器还差3件啊！邢师元哀叹连连，北韩国库的资源收入一年比不上一年，究根结底，很多资源都被6位皇子和他们母族以各种理由扣押留下。这事他跟夜郎天反映了很多次，但夜郎天根本就没怎么放在心上。现在要去赎回大皇子和6皇子，9阶仙器不够，别提有多尴尬。这夜郎天哑然，偌大的北韩国库凑不出5件9阶仙器，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多半又是那群不成器的儿子用各种理由拿走了。邢老，你手中有没有？夜郎天话音未落，邢师元直接摇头：陛下，老夫空间界里的资源早就被几位皇子坑走，现在老夫就剩下本命之物，没有9阶仙器了，你还是去问问别人吧。言罢，邢师元打开国库大门，背着手悠哉悠哉地离去。对于夜郎天现在的处境，他早就告诫过，若是早点立弟子之位继承人，别的皇子哪里还敢截胡国库收入。夜郎天神色不自然，也明白是自己太过纵容6位皇子，不然哪里会出现这么窘迫的境地。罢了，本帝亲自掏腰包赎那2个畜生回来，之后再娶帝妃，重新培养新的继承人。6个逆子，本帝一定要好好制裁你们。夜郎天深深叹气，走入国库去拿一些资源，最后自己再补上一点。与此同时，太初仙域
王清放话，叫北韩先主亲自上门赎人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仙界，各大仙域都在吃瓜，很想知道北韩先主会不会去赎回自己的大儿子和六儿子。瑶池天山，穆冰轩昨日就回到瑶池大殿，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的无奈，自己昨日才去北韩仙域抢飞升者矿工，今日王清就放出消息叫北韩先主上门赎人，这种对比之下，他觉得自己的手段比起王清来真是小巫见大巫。混蛋，王清你真是混蛋，你就不能让着本宫一点，让本宫证明自己比你厉害，就那么一回也不行？穆冰轩咬牙切齿，精致的脸颊上露出几分无奈又苦涩的笑意。他从瑶池女帝黑化成太初弟子妃，但他的傲气没有减弱一点，甚至比以前更加狂傲。他要证明自己比王清强，不能每次都被那个混蛋按在床上摆弄。掌教，东韩仙域玄女殿传人楚梦晴在山门外叫嚣，让你交出毒害林凡的解药。忽然周荣急匆匆地走入殿内，恭敬汇报。穆冰轩愣神，非常困惑。玄女殿正是东韩仙域除了东韩仙庭最大的势力，相当于太初仙域除了太初天庭、瑶池仙宫就是最大的势力一样。当然，玄女殿和东韩仙庭不和，仿佛死对头一般，所以东韩仙域可谓是拥有两个霸主，一个不服一个，谁都想做老大。而瑶池仙宫是依附官方势力天庭存在，从来没有反抗的念头。因为穆冰轩知道一个道理，背靠大树好乘凉，他又是清冷的性格，自然不喜那种勾心斗角的心思。楚梦晴为林凡那个逆徒讨要解药，本宫倒要看看他一个小辈哪里来的胆子来太初仙域撒野。穆冰轩起身，身材凹凸有致，非常完美，冰蓝长裙飘飘，白皙美腿若隐若现，叫人欲罢不能。他走下高台，往殿外走去。周荣眨了眨美眸，跟在后面走了出去。瑶池仙宫山门外宽敞的草地上，正有一艘庞大舟船悬浮半空，四周仙雾袅袅，清风阵阵，吹得帆旗呼呼作响。帆杆之下正站着一位青涩动人的红裙女子，她正是玄女殿的传人楚梦晴，拥有罗天上仙中期的修为，仙界年轻一辈几乎都卡在这个境界。楚梦晴原本闭关近30年，昨日她才出关，听说自己的青梅竹马被瑶池女帝用毒药伺候，贬为太初仙域的矿奴。得到这个消息，她犹如炸了毛的猫咪，怒气冲冲，带着2位半步仙王长老降临太初仙域。林凡可是楚梦晴100年前在下界的青梅竹马，100年前他和林凡一起飞升仙界太初仙域，两人被抓去当矿工。某个夜晚，他和林凡想要逃出矿脉，最后林凡被抓住，只有他逃了出去，之后被一位散仙救走，跟着那位散仙去往东韩仙域，一起加入玄女殿。他天赋不错，短短70年从红尘仙突破罗天上仙，可谓是轰动整个仙界，被玄女殿掌教封为传人。闭关了30年，他修为达到罗天上仙中期，彻底稳住玄女殿传人的身份。刚出关，他原本就想来太初仙域，将林凡接回东韩仙域，一起好好修炼，追求大道。但好景不长，他突然收到林凡被自己师尊瑶池女帝用毒药折磨的消息，更是再次被贬为矿奴。他哪里咽得下这口气，马不停蹄地带着半步仙王长老来到太初仙域寻仇。本宫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小丫头。穆冰轩从瑶池现身山门上空，美眸淡漠扫视舟船上的红裙女子和2位半步仙王。哼，你枉为众多女仙之首，对自己的徒儿下毒药，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楚梦晴愤怒咆哮，她并不知道林凡犯了什么错，也没心思去调查。她性子有些暴躁，现在只想替林凡讨回公道。呵呵，良心能值几个钱？穆冰轩声音冷得吓人，闪瞬降临舟船之上，他抬手就是一巴掌。噗嗤，楚梦晴犹如断了线的风筝，吐血横飞。瑶池女帝，你太过分了！舟船上的2位半步仙王想动手又不敢动手，模样非常滑稽。这里的动静引来太初仙域不少势力的注意，各大势力仙王巨头神识探查而来，想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就连蓬莱仙岛的仙官2代也被吸引，纷纷驾驶楼船离开蓬莱仙海，往瑶池仙宫飞来。穆冰轩没有理会2位半步仙王，更没有理会其他人，他闪瞬再次追上楚梦晴，伸手掐住他的脖颈，冷冷地道：林凡从红尘仙100年踏入金仙，本宫惜才之心收他为瑶池外门弟子。他天天招惹是非，挑衅仙王世家的公子，得罪别的仙庭皇子。要不是本宫充当他的和事佬，不然他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你可知道，林凡那个畜生3月前更是在万仙大会上顶撞太初弟子，本宫救他，送他返回下界避难，本宫被太初弟子王清抓住羞辱。本宫就算自尽，元神逃到时间长河，还是被王清逆转时间长河抓回来。
王清不仅当着本宫的面收藏本宫的肉身，更是占有本宫的元神双修3个月。本宫痛不欲生，成了王清的女人。说到这，穆冰轩歇斯底里，怒斥道：仙界3个月，下界90年。林凡那个逆徒在凡界逍遥快活了90年，从来没有想过来搭救本宫。他更是到处吹牛，仙界是我家，瑶池仙宫是我家后花园。他在凡界成家立业，前几日100年一次升仙门开启，他还想带着凡界30多位红颜回归仙界，加入瑶池，染指瑶池变成他的后宫。他更是卖诗求荣，还想要将本宫介绍给北韩仙主的私生子叶晨。本宫恨不得杀了他，又复活他，让他尝尝死去又活着的滋味。说罢，穆冰轩眸子有些红润，将这3个月的压抑一吐为快。他白皙的手掌涌现鸿蒙法则，眼看就要捏死楚梦晴。呼，一道白雾突来，眨眼间从穆冰轩手中就走了楚梦晴。各大势力的仙王巨头神念一直在查看，当他们听到穆冰轩的遭遇时，不免有些唏嘘。王清是仙界第一美男子，外表风度翩翩，宛如在世谪仙，但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对瑶池女帝这么疯狂。那些在楼船上的仙官2代更是全部傻眼，完全想不到弟子殿下私下玩得这么花。瑶池女帝，杀人不过头点地，凡事不要做得太绝。林凡就算再有过错，他毕竟也是你徒儿，你不应该对他下如此毒手，完全可以将他放逐到下界。白雾中走出一袭白色道袍老者，脸色阴沉。可楚梦晴咳嗽一声，满脸惧色，刚才他都以为自己要死了。古玄仙王，你想替林凡出头？穆冰轩理了理情绪，冷漠地看着老道。出头？不，老夫只是看不下去你的作风，你交出解药，老夫自然会走。古玄老道摇摇头，淡淡的扫视穆冰轩，没把他放在眼里。哼，本宫要是不交出解药呢？穆冰轩寒冷的讥诮。不交解药，就别怪老夫辣手摧花。说罢，古玄老道手中涌现一把拂尘，周身散发一丝大道气息，风云色变，天色瞬间暗淡。好一个交出解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穆冰轩眼神骤然凌厉，如刀锋般刺向古玄仙王，本宫弄死你。昔日高冷如霜的女帝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被背叛、羞辱、折磨的几近崩溃的黑化女王。3个月的煎熬，林凡90年的不作为，早已将他心中的善良与宽容碾碎成粉末。古玄老道眉头微皱，尚在权衡是否该全力出手，却见穆冰轩已先发制人。穆冰轩素手一挥，一缕紫色雾气凭空凝聚，如活物般迅速弥漫整片天地。所过之处，空间扭曲破裂，显露外面的璀璨星海，法则紊乱。要不是王震南掌控仙界天道镇压仙界，这方天地哪里承受鸿蒙法则的威压？鸿蒙法则，古玄仙王瞳孔骤缩，惊骇出手，却已慢了一步。穆冰轩身形如鬼魅般闪现至老道面前，玉指轻扬，一精致玉瓶浮现掌心，瓶口微倾，一滴漆黑如墨的毒液滴落布。古玄仙王面色大变，想要躲避，却为时已晚。毒液溅落在他的道袍上，刹那间腐蚀出缕缕青烟，剧痛如万蚁噬心般蔓延全身。啊！古玄仙王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手中拂尘啪嗒一声掉落地面，他整个人在地上翻滚挣扎，道袍被腐蚀出一个个狰狞的洞口，露出下面血肉模糊的皮肤。你不讲武德，竟用这等邪毒之物！古玄仙王面容扭曲，他一边在地上痛苦翻滚，一边怒声咆哮：你枉为正道女帝！穆冰轩冷眼俯视，唇角勾起一抹森冷笑意。武德，道德，他轻蔑地重复着这些词汇。王清将本宫元神禁锢，双修3月之时，这些道德可曾庇护过本宫分毫？他手腕一翻，2根散发着仙光的捆仙绳破空而出，绳索如灵蛇般精准缠绕向地上哀嚎的古玄仙王以及目瞪口呆的楚梦晴。本宫今日不仅要弄死你这多管闲事的老东西，还要让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明白，在这弱肉强食的仙界，所谓的正义与道德不过是强者手中的玩物罢了。穆冰轩步步逼近，眼中闪烁着疯狂与仇恨的光芒。天空中，各方仙王巨头默默注视着这一幕，即便是蓬莱仙岛的仙官2代们，也完全被眼前反转惊得说不出话来。谁能想到，高高在上的瑶池女帝竟会以如此决绝狠辣的手段反击所谓的正道谴责？穆冰轩，这位曾经被誉为仙界明珠的女帝，她已然在背叛与折磨中蜕变为令人胆寒的腹黑女帝，又飒又爽，叫人欲罢不能。大长老，将他们绑起来，丢到瑶池地牢，放话叫玄女殿掌教上门道歉，不然本宫弄死古玄仙王和楚梦晴。穆冰轩交代一声，化作紫雾飘然返回瑶池仙宫。是，掌教。周荣和几位长老原本就在瑶池山门外看戏，现在得到命令，一跃而起落到舟船上。他们二话不说，将古玄和楚梦晴以及玄女殿2位半步仙王绑住，没收舟船，将其带回瑶池地牢。
各大势力的仙王巨头收回神念，心中唏嘘不已。他们算是明白，太初仙域除了弟子殿下不能招惹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瑶池女帝不能招惹。楼船上的仙二代，但是显得非常安静。他们在羡慕弟子殿下真是牛批，不仅能得到瑶池女帝，更是将其弄得黑化，真是非常的棒。哎，走了走了，没戏看了。仙二代们摇头晃脑，驾驶舟船折返蓬莱仙海，又打算去斗鸟遛狗。同一时间，蓬莱仙岛太初地宫，王振南从地宫中拿走了一些宝物。王清正在地宫前的广场上神色郁闷。父亲，你真是老混蛋，又拿走了孩儿辛辛苦苦收集来的宝物。王清努努嘴，很是无奈。报！忽然一名仙官急匆匆地从远处赶来。王清很是不解，询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弟子殿下，瑶池女帝扣押了玄女殿传人。赶来的仙官把瑶池山门外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王清微愣，穆冰轩抓捕了东寒仙域玄女殿的传人以及几位长老，他这是要做什么？本弟子知道了，你下去吧。王清挥手示意汇报地仙官离去，他背着手离开了太初地宫，化作黑雾去往瑶池仙宫，倒要看看穆冰轩要干嘛。那位汇报的仙官挠挠头，转身离开地宫去处理其他事。与此同时，穆冰轩回到瑶池大殿，坐在琉璃玉石铺就的鹅毛宝座上，细细品尝着仙酿佳肴。他绝美的脸颊红润可人，胸前波涛汹涌，柔弱无骨的腰肢系着一根蓝色软纱。他丰腴的美臀落坐鹅毛座椅上，冰蓝长裙下，一双美腿交叠，玉足脚腕白皙诱人，春光朦胧。玄女殿一位仙王巨头和传人，应该比北寒仙庭的两位皇子更值钱吧？随着他说话的瞬间，胸前那对山峰颤动不已，非常引人注目。不过大殿内只有他一个人，注定没人能够欣赏他的完美身姿了。穆冰轩，你倒是让本弟子非常意外啊！玄女殿拥有仙帝坐镇，你不怕他们杀到瑶池？一阵黑雾从殿外落入殿内，王清从中走出，顺着阶梯走上高台，望着这个美得不像话的女人。穆冰轩翻了翻好看的美眸，白了一眼王清，傲娇地道：你父亲坐镇太初仙域，本宫是王家未来的儿媳妇，他会放任不管吗？说罢，他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的低了低身姿，胸前春光外露，得意地望着王清。呵呵，你倒是会借势。王清笑了一声，拉起鹅毛座椅上的穆冰轩，自己坐了上去，然后让家人靠近自己怀里。什么叫借势？难道你不喜欢本宫了？穆冰轩恨得牙痒痒。这个混蛋3月前囚禁自己，干出那些荒唐事，现在玩够了就要甩了自己。喜欢？怎么不喜欢？你可是第一个让本弟子动心之人。王清坏笑，捏了捏怀中家人裙下的白皙美腿，触感滑腻，叫他心头一阵荡漾。穆冰轩脸颊绯红，瞪了一眼王清，不许胡来。本宫？本什么宫？你这是怕了？王清笑容越发玩味，魔爪不断地在家人郊区上到处游走。你这个混蛋！穆冰轩娇躯无力，瘫软在王清怀中。更要人命的是，王清将她光洁如玉的美背靠自己，悉悉索索地摸索了一阵。王清，你！穆冰轩话都说不利索，冰蓝长裙飘飘，春色动人。结，难道本弟子的剑锋不锋刃？王清靠在穆冰轩香肩上，坏笑地望着穆冰轩那诱人至极的美丽脸颊。你无耻！你能不能不要像禽兽那般不懂得怜香惜玉？穆冰轩额头香汗淋漓，回首美眸横了一眼王清，他感觉非常的荒唐。平日里自己在瑶池大殿处理大小琐事，现在却是被王清抱在怀中那样。这要是被瑶池的长老看到，那自己的脸面往哪里放？哼，你不也是没拒绝？时间流逝，2天后，瑶池大殿紫雾朦胧，暧昧气息弥漫大殿。啊！穆冰轩昂着雪白的脖颈，发出宛如小猫叫唤的声音。很快，他脱离了王清的怀抱，赶忙换上另一身保守的冰蓝长裙。王清，你这个混蛋，本宫跟你没完！穆冰轩宛如发疯的母老虎，扑进王清怀中，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好了，我要回蓬莱仙岛看看北寒仙主有没有来熟人。玄女殿之事，你看着处理，我会让雷霆殿主注意瑶池的动静。若是你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吩咐雷霆殿主便可。王清揉了揉穆冰轩的青丝，笑着宽慰几声，站起身走下高台，背着手走出了瑶池大殿。穆冰轩磨了磨银牙，望着王清离去的背影，心情十分的复杂。自己又被那个混蛋给那个了。他摸了摸自己的小腹，有种错觉，不久的将来，自己怕是会成为王清他孩子的娘亲。哎，本宫怎么就没忍住，又被那个混蛋得逞了？穆冰轩唉声叹气，生无可恋地坐回鹅毛座椅上。哼，本宫斗不过你，以后一定天天欺负你孩子，
本宫看你心不心疼？他冷哼一声，有些憧憬，又有些害怕哪天真的到来。瑶池大殿外，王清在瑶池天山逛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新奇的时候，便化作黑雾撕裂破空，返回蓬莱仙岛。至于林凡的青梅竹马，完全可以交给慕冰轩自己处理，他只要派人保护好慕冰轩就成。谁若是敢冒犯瑶池仙宫，就要做好接受太初天庭的怒火。蓬莱仙海，一艘流金楼船上帆气飘荡，随着海面飘忽不定。夜郎天背负双手，望着海域中心的蓬莱仙岛，看到太初地宫天穹之上的太初玄钟，他内心一阵羡慕。鸿蒙道气，仙界仅此一剑，也是太初天庭镇压万界的底牌。传闻太初玄钟镇杀过多位仙帝，这种大凶之气，有仙帝害怕，自然也有仙帝喜欢。夜郎天就是其中之一。他甚至幻想，若是自己管理的北寒仙庭有太初玄钟护佑，那么北寒仙庭一定能够统一仙界，替代太初天庭成为仙界的官方势力。哟，北寒仙主，你怎么有时间光临太初仙域？忽然之间，流金楼船不远处的海面上，一艘镶嵌琉璃玉石的舟船出现。王清站在船头，袖袍卷动，渡神舟靠近流金楼船，笑着打趣夜郎天王弟子，本帝自然是来赎回那两个不争气的畜生。夜郎天压制心中的怒火，强颜欢笑。王清扣押叶长生和叶晨，还放话北寒仙主若是不来赎人就撕票，这就是在赤裸裸的打北寒仙庭的脸，甚至让北寒仙域成了其他仙域眼中的笑话。但夜郎天作为2个人质的父皇，又不得不来亲自赎人，不然外人将会把北寒仙主看成一个冷血动物。呵呵，原来如此，既然你是来赎人，那一切都好说，只要赎金到位，本弟子自然会放了叶长生和叶晨。王清得意地笑道，挥动渡神舟，掀起滔天海浪，眨眼间回到蓬莱仙岛边缘。夜郎天压抑心中的怒气，驱动流金楼船跟在后面抵达。王弟子，这里是5件9阶仙器和2亿上品仙金，你请过目。夜郎天站在楼船头，袖袍甩动，一枚空间戒飞向渡神舟。王清顺手接过，神念探入空间戒内扫视一眼，确定赎金没问题。啪啪啪，他拍了拍手，几名仙卫带着被折磨昏死过去的叶长生和叶晨走下渡神舟。很快，那些仙卫将北寒仙庭的2位皇子送到流金楼船上，头也不回地离开。夜郎天看到2个逆子衣袍破碎，后庭流血，还有2条死过去的大狼狗，他双眼一花，差点没晕过去。畜生，畜生，本帝让你来赎人，你却私自吞了你6弟的赎金，如今还被狗侵犯，北寒仙庭的脸都被你这个畜生丢完了。夜郎天暴怒不止，一脚踢在叶长生屁股上。啊！叶长生后庭前2天被大狼狗折磨不轻，如今又被夜郎天踢了一脚，顿时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惨叫不断。父皇，快杀了王清，替我和6弟报仇！叶长生神色扭曲，双眼充血，恨不得现在就去杀了王清。他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父皇暴怒的模样，还只顾着自己被狗侵犯。啪！夜郎天甩手一巴掌，怒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本帝怎么会养了你这么个混账玩意？夜郎天甩了一巴掌还不够，更是一脚又踢在叶长生的屁股上。啊！叶长生惨叫连连，再次昏死了过去。夜郎天完全没在意他的死活，他回头冷冷地看了眼王清王弟子，此事没完。说罢，他袖袍卷着流金楼船划破虚空离去，生怕引来蓬莱仙岛上其他仙人的笑话。呵呵，此事没完，你这个老狗就等着北寒仙域大乱吧。王清冷笑不断，走下渡神舟，向着蓬莱仙岛中心区域赶去。夜郎天来赎人，只是他计划中的一个小插曲。等归虚魔主被放出，到那时北寒仙域大乱，那个场面怕是会非常的壮观。东寒仙域，一条蜿蜒万里的山脉，绿树成荫，各种楼阁宫殿坐落其中。一座辉煌的大殿内，一袭琉璃如裙女子正坐在高台上，望着手中玉简，她青丝披肩，容颜如画，胸前傲然挺立，纤细腰肢系着琉璃软纱，裙摆飘动间，白皙小腿若隐若现。好一个瑶池女帝，竟然敢叫本宫上门去赎人！明月女帝怒不可遏，凤眸中闪烁危险之色。她手中的玉简正记录着前2日太初仙域瑶池山门外发生的事。前几日她还在嘲笑北寒仙主丢人，要亲自去太初天庭赎人，如今轮到她为了玄女殿的传人，不得不跑一趟太初仙域，真是风水轮流转。今天到玄女殿，掌教，现在怎么办？瑶池女帝可是王清的弟子妃，我们这么光着手上门赎人，怕是会被羞辱吧？一名长老颤巍巍地询问。明月女帝眸光更冷，冷斥道：哼，本宫就空手去瑶池仙宫，本宫倒要看看慕冰轩敢不敢不放人。话语落下，他起身化作星光消失在大殿。殿中央的那名长老神色无奈，
只能转身走出大殿，打算请老祖跟着去太初仙域。虽然明月女帝是一位准仙帝，但这名长老可放心不下掌教一人独自去瑶池仙宫，因为东寒仙域天渊秘境即将开启，各大势力都会前往争夺资源。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明月女帝出了什么问题，那么玄女殿分到的资源将会大大减少。玄女殿祖陵，一座凉亭中，正有2位老姬在下棋，口中还不断交谈。半月前，天帝去无垠星海深处查看鸿蒙亮劫，也不知他有没有能力庇护仙界，不遭受亮劫波及。玄阴老姬侃侃而谈，另一名玄花婆婆却是摇摇头，不放心地道万事总不能看天帝一个人，我们也应该出份力。若是不然，亮劫真的波及仙界，我们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玄花婆婆浑浊的双目扫视太初仙域方向，她好似能看到蓬莱仙岛的景象，更能看到天帝在做什么。哼，说的也是，我们总不能光依靠天帝一个人，还得多做些准备才行。玄阴老姬苦笑，放下手中的棋子，起身望向太初仙域。2位老祖，大事不好了！突然之间，祖陵外一位长老急匆匆走来，很快来到凉亭外，拱手抱拳，继续道：玄女殿传人被扣押，掌教方才去太初仙域赎人去了。这名前来汇报的长老将这几日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玄阴和玄花2位老姬哑然失色，隐隐有怒气在蔓延。明月真是在胡闹，怎么能独自一人去太初仙域赎人？2位老姬恨铁不成钢，慌张撕裂天空，往太初仙域降临而去。那名前来汇报的长老朱红玉满脸苦涩无奈，他转身离开了祖陵，打算去和其他长老商议天渊秘境之事。夜晚来临，太初仙域，王清已经回到蓬莱仙岛，他正在太初帝都外闲逛。不少仙官2代见到弟子殿下，都在点头哈腰的问好。然而王清可没时间搭理他们，悠哉悠哉地走入帝都。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古老宫殿和楼阁，街道2旁的宫殿散发淡淡霞光，美不胜收，照得帝都宛如白天一般。弟子殿下，天帝陛下有事找您。忽然王清刚进入帝都，一名仙官急匆匆到来传达消息。我父亲找我做什么？王清疑惑，快步顺着街道向着太初帝宫赶去。途中外围是仙官府邸，到达中央地带才是4座恢宏的古老宫殿，正是天庭的4大执法殿。最中央位置是太初帝宫和一个宽敞的广场，天穹之上，太初玄钟依旧散发恐怖威压，护佑蓬莱仙岛。除此之外，太初玄钟下还有一座辉煌宫殿，牌匾上刻有天地殿苍劲有力的大字。王清回到帝宫，仰头看了眼上空的天地殿，想都没想，化作黑雾飞了上去。辉煌的宫殿内，鎏金玉石打造的柱梁和一座散发袅袅香烟的炉鼎。王振南和4位中年男子在商讨什么，隐隐能听到天渊2个字。那4位中年男子分别是刑法殿主赵军、天机殿主天机子、玄机殿主苏玄老道、雷霆殿主福神琼。他们是太初天庭的高层，也是除了天帝和弟子之下官职最大的4人。陛下，天渊秘境事关重大，你真打算让弟子一人前往？赵军神色担忧，有些不确定地询问。天机子和苏玄老道神色同样不正常，只有福神琼还算平静，心中没有多大波澜。哼，你们4个都是吴的手足兄弟，你们担忧亲二倒是正常。不过你们很少接触那个臭小子，仙界能伤他之人1巴掌都可以数得过来。他有能力镇压天渊一族，你们就放心吧，多多留意仙界有没有出现天命之人就行。王振南一袭紫金地袍，神色不怒自威，他的话语落下，就代表了镇压天渊之事完全交给王清。赵军还想再说什么，殿外若是走来一袭黑金蟒袍青年，正是王清。王振南看到王清到来，收起威严的神色，笑骂道：臭小子，你这2天又在哪里鬼混，整天不见踪影？父亲，孩儿这2日一直在瑶池仙宫，你叫人传唤孩儿，就是为了天渊秘境。王清神色有些错愕，他还在忙着算计北寒仙域，可没时间去东寒仙域处理什么秘境。天渊一族正适合你历练，别整日就知道鬼混，明日就去东寒仙域。瑶池仙宫，为父会替你看着，绝对不会让其他势力欺负你媳妇。王振南笑骂2声，再次开口算计北寒仙域之事，为父替你看着，你放心去吧。王清不想去，但拗不过父亲，只好退而其次，笑道：父亲，孩儿去东寒仙域也行，不过北寒仙王白家来赎人，你记得一定要他们交出镇魔古琴，之后送去给穆冰轩。行行行，为父知道了，你快下去准备准备，明日就启程吧。王振南做下保证。那行，孩儿就走了。王清抱了抱拳，转身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宫殿。王振南对王清的态度无可奈何，只能希望这次的天渊之行他能突破9天玄仙吧。陛下，既然你已经做下决定，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弟子殿下图谋北韩仙域的北虚之渊，试图放出龟虚魔主祸害北韩仙域，这是可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四大执法殿主同时开口。王振南沉默片刻，摇摇头，不用你们出手，那臭小子都安排好了。你们若是闲得无聊，可以自己出手瓜分北韩仙域，又或是去西韩仙域去找那群秃驴的麻烦。王振南吩咐几声，也离开了天地殿，准备去瑶池山门外拦截玄女殿2位老祖。四大执法殿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视而笑。太初仙域天下太平，各大仙官和各大不朽势力相安无事，他们四大执法殿没了用武之地。如今天帝开口，他们可以去镇压其他仙域，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哎，最近没案子办，我都快忘了怎么审问妖孽。天渊这事儿，要是能让我审一审天渊一族的余孽就好了。赵军随口吐槽，神色十分的郁闷。天机混沌，北韩或有异变，嘿嘿，正好让老夫去推演推演，说不定还能捞点好处。天机子老不要脸的嘿嘿傻笑，正合我意，老朽也要去北韩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上古洞府遗落法宝。苏玄老道努努嘴，接着天机子的话笑眯眯的。然而福神琼脾气比较暴躁，起身不耐烦地道：天天坐在这儿听你们开会，闷死老子了。北韩仙域正好去批他的天婚地案。说罢，福神琼率先离开了天地殿。其他3位执法殿主都有自己的小心思，生怕雷霆殿主率先瓜分了北韩仙域，他们也不再闲聊，跟着起身，各自化作长虹消失在殿内。北韩仙主早就带着2个不成器的儿子回去，却是不知道北韩仙域已经被天庭高层盯上。地面太初地宫，王清收拾好诸多天材地宝，独自踏上东韩仙域之行。对他来说，统一仙界从哪里入手都行，就是北韩仙域，他安排了2个棋子，非常好入手。如今天渊秘境开启，他也只能将北韩之事暂且放一放，等叶晨和叶长生那2个棋子觉醒，他再出手也不迟。至于会不会完脱，他压根没放在心上。只要北韩不出现超越先帝的存在，那么北韩仙域就是他的囊中之物。而且天渊一族曾是仙界的主宰，执掌万界亿万载。然而自王振南降临仙界以来，以铁血手腕强行镇压，将这一族尽数放逐至东韩仙域，永世不得翻身。他曾冷眼睥睨，傲然道：吾当年不曾诛灭天渊，正是要留他们一脉，作为吾儿历练途中的垫脚尸骨。这也是王振南为何放心王清去东韩仙域镇压天渊一族，因为他在背后时刻注意着，王清根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一夜无话，瑶池天山云雾缭绕，仙灵之气氤氲。穆冰轩一袭淡蓝长裙，3000青丝如瀑垂肩，静静坐在一棵参天古木之下，素手抚琴。叮，一缕琴音清越而出，悠扬婉转，余音袅袅，令人闻之心旷神怡。宽阔的草地上，各色仙葩随风摇曳，仿佛随着琴音的节拍轻轻舞动，生机盎然。启禀掌教，王清弟子已离开太初仙域，乘渡神舟前往东韩仙域。周荣自远处行来，脸认一礼，语气恭谨。穆冰轩黛眉微挑，美眸轻眨，淡然道：本宫已知，你且去盯紧玄女殿那几名人质，莫要出什么纰漏。是，掌教。周荣躬身施礼，转身去往瑶池地牢。穆冰轩见大长老离去，绝美的容颜上露出几分苦涩的笑意。王清，你这个混蛋，离开之前也不来见见本宫。他自哀自怨，恨不得画个圈圈诅咒王清，将他圈在自己身边，哪里也不准去。因为他之前被王清囚禁3个月双休，和前2天的彼此缠绵，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腹中有了新生命的印记。王清虽肉身修为是罗天上仙，但元神却是仙帝层次。穆冰轩自身也有准仙帝的修为，2人修为非常之高，已经算是仙界顶尖战力。就算2人缠绵有了孩子的苗头，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生。少则100万年，多则1000万年。女儿啊，若是未来你出生，一定不要像你父亲那般，明面仙界第一美男，暗地里却是一个变态病娇。穆冰轩不知腹中的新生命何时降临世间，但不妨碍他在背后说坏话。穆冰轩，快出来！你不是让本宫亲自上门赎人吗？本宫来了，你还不出来招待贵客？忽然之间，一道高傲的女声从瑶池山门外传来。穆冰轩愣神片刻，收起古琴，神念扫视外边云海，正好看到一袭琉璃如裙女子到来。她眸中闪烁危险之意，化作紫雾，悄然飞向瑶池天山外。明月女帝，你就这么空手来赎人？你当瑶池是集市？穆冰轩已经现身瑶池山门外的云海中，话语中充斥着几分怒气。本宫降临瑶池，已经给你天大面子，别不识抬举，赶快放人。沈明月姿态非常高傲，仿佛完全看不起穆冰轩。你……穆冰轩话未说完，轰轰轰，天空被强行撕裂，2位老鸡从中走出，散发恐怖威压，风云色变。
啪！他俩二话不说，抬手就给了沈明月2个耳刮子，快向瑶池女帝道歉。2位老鸡怒声呵斥。沈明月素手摸着自己美丽的脸颊，有些不服2位老祖，你们这是何意？穆冰轩囚禁本宫徒儿，还关押了玄女殿的古玄仙王供奉，你们竟然让本宫向他道歉，你们是老糊涂了吗？沈明月怒声质问。明月丫头，瑶池女帝是王亲的弟子妃，你趾高气昂，是想要将玄女殿推入火坑。玄花婆婆压着怒气提醒，一旁的玄阴老鸡同时也在皱眉。呵呵，2位远道而来，不妨到蓬莱仙岛坐坐。忽然之间，蓬莱仙岛涌现一阵灰雾，快速降临瑶池天山上空的云海。灰雾中，一袭紫金地袍中年男子走出，气息返璞归真，宛若凡人一般。玄花和玄阴如临大敌，不敢怠慢，连忙躬身欠礼，参见天帝陛下。沈明月也不敢再拖大，赶忙跟着欠了欠身子，参见父皇。穆冰轩美眸流转，异彩连连，赶忙恭敬行礼。不必多礼，远道而来是客。王振南摇了摇头，他转身望着穆冰轩这个儿媳妇，笑呵呵地道：你也不用多礼，王清那个混小子去东寒仙域去了。瑶池仙宫若是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可以吩咐蓬莱仙岛的仙官。言罢，王振南再次看向2位老鸡，淡淡地道：3位随吾去蓬莱仙岛一趟吧。是，天帝陛下。玄花和玄阴拉着沈明月，宛如小鸡啄米般点头。王振南不再多语，虚空踏步往蓬莱仙岛降临而去。玄阴和玄花虽为仙帝，但此刻却也不敢拖大，因为到了他们这个层次，可是知道天帝到底有多可怕，那就是表面和善，暗里却非常狠辣。走，去蓬莱仙岛向天帝求饶。玄阴和玄花对视一眼，带着沈明月跟在后面去往蓬莱。冰轩丫头，古玄仙王和玄女殿传人都杀了吧？记住，古玄那个老家伙杀了之后，记得将其炼化成仙王道果，瑶池不日就能再添一位仙王巨头。王振南的声音渐行渐远。穆冰轩回过神，眸中流露一丝喜色。若是让瑶池其他长老杀了古玄那个老家伙，将其炼化成道果，说不定瑶池短时间内真能再出现一位仙王巨头。还有天命之人，换个名字就是气运之子，以及穿越者这些套路，3月前王清都跟穆冰轩说过。他甚至已经在修炼剥夺气运之术，打算剥夺气运男女主身上的气运，培养瑶池的弟子。楚梦晴和林凡就是最好的试验品，可以从这2只蝼蚁身上下手。太初仙域之事告一段落。仙界分为5方仙域：东寒、西寒、北寒、南寒、中央太初。东寒仙域地域广袤无垠，就算10个古老大千世界，也不定有1方仙域大。每一个仙域都有各种仙王世家和不朽道统，以及一些大势力和不入眼的小势力划分。官方太初天庭拥有超越的仙帝的存在，地方霸主势力仙庭。最强者仙帝。东寒仙域有些特殊，拥有东寒仙庭和玄女殿2位霸主。不朽道统，仙王世家，曾经祖上出现过仙帝存在。大势力，最强者，半步仙王。小势力，成为9天玄仙就有资格在5方仙域开宗立派。东寒边境，一艘镶嵌琉璃玉石的舟船横渡云海，目的地直指东寒仙庭帝都。帆旗之下站立着一袭月白长袍男子，白发披肩，风神俊朗，身材完美比列，充满阳刚之气。东寒仙域，不知这里有没有气运主角呢？王清喃喃自语。他低头扫视东寒边境地域，眼中的笑意越来越浓。很快，2天后，渡神舟已经离开东寒边境，直达东寒仙庭帝都，最后缓缓落到地面。王清漫步在东寒帝都城外，看着各种种族的仙人进进出出，他内心一阵感慨：天渊一族，希望你们可别让本公子失望啊！若是你们族中没有仙王、仙帝存在，那本公子可就不陪你们慢慢玩，而是一把业火点燃天渊秘境。王清感慨一阵，背着手走入帝都城。城门仙卫倒是没有阻拦王清，他们只是非常好奇，东寒仙域何时出现这么俊美的男子，皇权霸业指日可待。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天机显灵，不灵不灵。一名破烂道袍的老者手中拄着算命幡，正在街边一处角落扯着嗓子大喊，莫名的添加了很多喜感。街道2旁坐落各种宫殿和楼阁，直冲云霄，散发淡淡光晕，华而不丽。城中的景象和破烂老道比起来，真是格外的刺眼。王清刚进入城中就被老道吸引，神色有些错愕，快步走到摊位前，狐疑道：天机老头，你不在太初仙域推演万界命运，你跑这里来做什么？你还喊什么皇权霸业？不怕东寒仙主派兵围剿你？弟子殿下，天帝陛下只让你来镇压天渊一族，老夫原本要去北寒仙域的，
但刑法店主赵君飞要叫上老夫来东韩仙域插上一脚，所以老夫自然就顺理成章的来了。天机子手持算命幡，双眼随着笑容眯成一道缝。王清没有再回答，而是思绪飞转，镇压天渊一族是小事，或许可以让东韩仙域大乱，可天机老头，不如这样。王清不知悄悄咪咪地说了什么，然后背着手离去。天机子眯着双眼，一拍大腿，对啊，老夫真是愚蠢，完全可以搞垮。黄泉霸业，他依旧在卖力地扯着嗓子大喊。路过的达官显贵像是在看一个疯子一般，完全没有搭理天机子的意思。天机子可不在意别人是什么目光，而是自顾自的吆喝：老道，仙人大多都能推演自身相关的命运，我倒要看看你推演的命运有没有跟我推演自身的命运一样。诺。一名黑袍青年停在摊位前，用笔写出一个楚字。天机子上下打量黑袍青年，浑浊的双目斗转星移，手指不断掐算。良久，你名楚无辞，表面是东韩仙庭丞相女儿招揽的上门赘婿，但背地里却是天渊未来少主罗天上仙中期的修为。只要完成天渊一族的少主考核，封印罗天上仙修为历练30年一到期，你就能恢复真正身份。因为丞相的女儿马灵珊小时候救过你一命，所以你才选择东韩仙庭丞相家。你来算命，无非就是想算算何时才能得到丞相女儿的真心。天机子侃侃而谈。楚无辞神色变幻不定，赶忙抬手指住得：老道，算你有本事。天渊一族的少主考核还有几天就完成了，等我成为少主，再来找你算算今后发展。说罢，楚无辞掏出几块下品仙金，手中提着几瓶丹药，快步去往丞相府。气运之子，龙王赘婿模板，楚无辞。天机子将这些信息记录到一枚玉简中，顺手揣进兜里，眯着眼对着街道继续吆喝。他相信楚无辞不出2日一定会来找自己，因为被他盯上的气运之子不是被仇追杀，就是拥有血光之灾，满门被灭，天灾横祸，横死街头。反正怎么说，就是被天机子盯上的人几乎都是倒了8辈子血霉，最后神魂俱灭，死无全尸。血灵府邸，太初天庭在东韩仙域的眼线，王清穿过多条街道，已经来到这里。赵军早就在为王清接风洗尘，希望他不要将自己来到东韩的事捅出去，不然又会被天帝数落。虽然4大天庭执法殿主和天帝是千万年的手足兄弟，但他们还是有些惧怕天帝在耳边唠叨。一座幽静的小院内，王清正坐在石墩上，一手撑着脑袋，一手摇着折扇。赵店主，你私自跑来东韩，不怕本公子父亲责罚？哈哈，弟子殿下，你不说我不说，谁又会知道？赵军打了个马虎眼，扯开话题，接着到天渊一族是天运神族的一脉，他们族中产出的气运之人，气运可是非常的旺盛，还是禁忌王家的死对头。天帝陛下叫你来镇压他们，其他也是想让你提前接触他们，日后回到鸿蒙海，好彻底抹杀他们。赵军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出来。王清哑然，他也没料到父亲会是这么个想法。他在鸿蒙海就待了5年，其余时间都在仙界度过，自然不知天运神族和禁忌王家还是敌对关系。原来如此，赵店主，既然你来到东韩，也好为本公子处理点事。北韩仙域大皇子和6皇子这几天情况如何？王清收起折扇，笑着问道。叶长生和叶晨已经被北韩仙主发配北韩边境，他俩已经被用来利益联姻，其中叶晨的联姻对象就是东韩仙域丞相之女马灵珊，叶长生则是和北韩仙王白家联姻。赵军如盘托出。王清陷入沉思，这座幽静的小院瞬间陷入沉默。与此同时，丞相府，楚无辞已经回到马家府邸，各种假山屹立，小桥流水，古老凉亭。他马不停蹄地去往一间修炼室，站在石门外喊道：灵珊，你要的仙丹我给你买回来了。我知道了。石门内传来一道悦耳声，很快咔嚓一声，石门被打开，一袭七彩仙裙女子从中走出，姿色动人。他看了眼喜笑颜开的楚无辞，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楚无辞，我招你为婿已经快30年，你整天就知道围着我转，一点出路也没有。说到这，马灵珊接过楚无辞手中的几个玉瓶，眼中的失望更多，转身走入修炼室。过2日我就要被安排和北韩仙域6皇子联姻，你走吧。石门关闭的瞬间，声音戛然而止。楚无辞目瞪狗呆，联姻？你不是我道侣吗？为什么会被联姻？楚无辞对着石门失声询问。然而石门内却是传出一道无奈声：你一事无成，我父亲早就看你不顺眼，早就提过联姻这件事，你收拾收拾行李，快些离去吧。马灵珊的声音充满无奈。楚无辞噔噔噔地倒退几步，失魂落魄，眼中再也没了刚才的平静。灵珊，你拖住你父亲几日，我一定会阻止这场政治联姻。楚无辞丢下一句话，快步离开了修炼室。
他要去城中寻天渊一族的眼线，距离完成距离少主之位考核还有几日。他猜想自己就算还没成为少主，动用点人脉阻止联姻应该没问题。同一时间，东韩帝都城一处角落，天机子趴在摊位上，打开酒葫芦，悠然自得地品着小酒。楚无辞急忙从摊位前掠过，他下意识喊了一声：“天机算卦，不灵不要钱。”老道，你可有办法阻止我身上发生的事？楚无辞停下脚步，眸中充满期待之色。方才这个老道能推演出自己的底细，那么阻止一场联姻应该是绰绰有余。哈哈，阻止一场联姻当然没问题，不过报酬……天机子双眼眯着一条缝。楚无辞连忙回应：“只要你能阻止联姻，等我少主之位考核一过，立马封你为天渊一族的客卿长老。”一言为定，驷马难追。天机子猛然答应下来，伸手指着一座华丽壮观的府邸：“血灵府，那里有人能够帮你解决眼下困境，你拿着这块令牌过去吧。等联姻之事被摆平，你再来找老夫，老夫一直留在这里。”言罢，天机子拿出一块漆黑令牌，闭上眼，自顾自地对着酒葫芦灌了几口。楚无辞虽有些疑惑，但还是接过令牌，上面刻有天机楼3个古老苍凉的大字：“多谢前辈。”楚无辞身体都在颤抖，说话都不利索了。天机楼，这可是仙界传说中的势力，可是比中央太初仙域的天庭还要神秘。天渊一族统治仙界亿万载的时候，天机楼就存在过。千万年前，王振南凭空降临仙界，他以太初天帝的身份镇压天渊一族，结束了天渊一族统治仙界地位。天帝将他们放逐东韩仙域近千万载，天机楼的传说也跟着消失。也就是说，天机楼或许和天渊一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天渊秘境即将开启，天渊一族即将复苏，又逢天机楼现世，是不是代表天渊一族这个纪元能推翻太初天庭，报复当年的镇压之仇？越是这么想，楚无辞虎躯一颤，他拿着令牌往天机子指的那座府邸走去。天机子看到楚无辞走后，睁开眯着的眼睛闪过万里星辰。街上仙官2代斗狗遛鸟，好不快哉！血灵府2名仙甲侍卫镇守府邸外，防止他人进入。楚无辞急速走来，瞬间被侍卫拦住，生人勿进。诺！楚无辞拿出天机令，2名侍卫赶忙拱手：“见过大人，您请进。”楚无辞点头，没再说话，心里却是一阵暗爽，好久没有被这么恭敬的对待过。他当赘婿快30年，每天不是遭受丞相府的白眼，就是被东韩帝都的仙官2代调侃，哪里会像现在这样，令牌一出就有人弯腰点头。他踏入血灵府的瞬间，就被里面的场景吸引。府邸内楼阁冲天，宫阙林立，巍峨山峰，茂密丛林，应有尽有，这完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你是天机大人叫过来的吧？公子已经等候你多时。忽然，一名红裙女子红莲从一座宫阙走来，上下打量楚无辞。对，我就是天机老道叫过来的。楚无辞说话非常紧张，只因眼前女子太过漂亮，比马灵珊不知漂亮多少倍。她青丝披肩，眉目如画，身姿高挑，宛如童话中走出的美人。随我来吧。红莲没有多少表情，声音寒冷如清泉，但却非常的好听，叫人骨头酥麻。楚无辞挠挠头，跟在后面看着红莲丰腴的娇躯，走路时挺翘的美臀。他在幻想，要是眼前女子是自己的道侣，那该有多好。没过多久，红莲带着楚无辞进入一座幽静的小院，立马恭敬道：“公子，人已经带来了。”说罢，红莲走到王清身旁，沏茶递水。他是瑶池仙宫的2长老，因为穆冰轩怕王清在外沾花惹草，所以叫他来东韩仙域服侍王清。说是服侍，还不如说是穆冰轩的傲娇监督。这个，楚无辞有些拘束，实在是王清一袭月白长袍，气质出尘，宛如谪仙在世，他有些自卑，甚至还有些羡慕。不用这么拘束，坐吧。你应该是天机老头介绍来的吧？你有什么困难就直说，本公子能帮则帮。王清平易近人，没有多少高高在上的架子。楚无辞内心松了口气，小心翼翼地坐在石墩上，望着对面的王清，挤出一个笑容。这位公子，不知如何称呼？楚某遇到的事比较棘手，公子怕是。他有些狐疑，不是不相信天机楼的力量，而是丞相女儿马灵珊的联姻之事关乎东韩仙庭面子。若是眼前这位公子没有比东韩仙庭强大的背景，怕是阻止不了这场联姻。你唤我王公子就好，名字不过就是个代号罢了。看你欲言又止的模样，似乎不相信本公子能替你解决所遇到的问题。那你请便。红莲送客。王清挥手就要赶人，楚无辞彻底慌了，连忙陪笑道：“王公子，且慢。楚某是天渊一族正在接受少主之位考核的3公子，还有几天才能完成考核，所以现在能动用的力量非常少。我是丞相府的赘婿，恐怕瞒不了你。”
丞相女儿要跟北韩仙庭联姻，我承诺天机老道，若是能解决此事，等我完成少主之位的考核，就封他为天渊一族的客卿长老。楚无辞赶忙将所有情况说出。王清沉吟片刻，哼，这事简单，本公子也听说一些。想要解决此事不难，你去将北韩六皇子揍一顿，揭露他会睡别人的道理，这样东韩仙庭的丞相就不会想着把女儿嫁给他了。这几日你叫马灵山来血灵府避一避风头就行。王清笑容浓浓，和蔼和亲，加上非常俊美的容颜，对男对女都十分的有欺骗性。那行，多谢王公子指点。楚无辞点头致谢，不过他随即又露出无奈之色。王公子，我修为被封印，怕不是北韩六皇子的对手。说罢，他抬眸望着王清身后的红莲，意思很明显，想请红莲出手帮忙。同时楚无辞也有自己的小心思，若是能和红裙女子多沟通沟通，说不定很有机会亲近她。王清自然看出楚无辞那点歪门邪道，淡淡地道：赵君，麻烦你暗中为楚公子护道。是，殿下。赵君身着一袭华丽锦袍凭空出现，可是把楚无辞吓了一跳，他苦笑点头，多谢王公子。话音落下，他起身走出小院，内心还是有些不舍，回首看了眼红莲。然而红莲冷着一张小脸，压本就没瞧他一眼。赵君和王清相视，露出奸计得逞的笑意。紧接着赵君引入在楚无辞四周的空间，随着他去东韩丞相府。红莲非常惊讶，小手捂着红润嘴唇，煞是可爱。赵君乃是太初仙域刑法殿主，别看他一副中年模样，其实他至少也是活了千万年的老怪物。这样一个站在仙界金字塔顶端的存在，跺一跺脚，仙界都要颤一颤。他现在竟然陪着弟子殿下坑人。殿下，你为何不直接控制楚无辞，把他抓起来，不是能省很多事？红莲为王清沏茶，下意识喃喃低语。王清垂眸低头，抿了抿一口茶，笑道：抓他容易，但却达不到本公子的目的。原来如此。红莲似懂非懂，沏好茶后就离开了这间庭院。王清看着红莲离去，倒是没有多大感觉。不过他做追随者，养养眼倒是不错，谁会不喜欢美丽的事物呢？说白了，她就是眼光高，能像慕冰轩和神诗瑶那样完美的女子，这世间找不出第三个。其他女子就算再有点姿色，注定也是粉红骷髅，她自然没兴趣。时间流逝，傍晚来临，红霞映红半边天，仙鹤鸣叫，排队云海掠过。楚无辞已经回到丞相府，回到自己居住的楼阁。天机楼现身一事很有必要传回天渊秘境，他想通过传递这个消息，提前结束少主的历练考核，这样他就能恢复天渊一族三公子的身份，顺理成章地夺得天渊少主之位。他两位大哥在少主之位考核上早就失败，所以他是天渊少主这事已经铁板钉钉。那个老道难道是传说中的天机楼主？而那位王公子是他的传人。楚无辞趴在陈旧古香的木桌上，喃喃低语，非常好奇那位比女人还俊美的男子是谁。楚废物，快出来，小爷要你去办一件事。嘎吱一声，房门被推开，一名青年走了进来，打量屋子里的情况，满脸嫌弃。马君殿，你又找我做什么？楚无辞困惑，也不在意青年是什么脸色，他早就习惯了。天香楼昨夜抓捕一批飞升者女眷，非常漂亮，今夜举行拍卖会，拍卖飞升者。小爷身上没有多少仙金了，所以想让你跟着一起去，你最好别跟我姐说，不然……呵呵。马君冷着脸威胁，不像来求人，倒像是来吩咐下人。楚无辞也不恼怒，眼中闪过一丝狡黠，乐呵呵地道：不告诉你姐也行，不过嘛，你要帮我一件事。什么事？只要不是跟仙金有关，小爷就能帮你处理。马君答应下来。楚无辞满脸喜色，听说你跟东韩二皇子关系非常好，明日你从二皇子手中调遣一批仙军，我要去城外处理一些事，你看如何？他笑意盈盈，一脸期待之色。呵呵呵，这事简单，包在小爷身上，你随小爷去天香楼吧。马君点头答应，转身往房外走去。他可知道自己这位赘婿姐夫虽然住的地方不行，但腰包里的仙金可不少。他作为东韩丞相之子，能挪用的仙金石自然也不少，不过都被他给霍霍完了，现在他全身上下最多能摸出不到100块下品仙金。晚上的拍卖飞升者大会，他自然没有费用去买下界飞升仙界的美女。这不，他把主意打到了这个赘婿姐夫身上，可谓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而且过几日北韩六皇子就要来东韩帝都和他姐和亲，这个废物赘婿肯定会被扫地出门。马军打着有便宜不占的道理，准备榨干楚无辞的所有资源。哼，一点仙金就能调动东韩仙位，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楚无辞冷笑，跟在马军后面也离开了房间。两个相互利用之人离开了丞相府，顺着街道去往天香楼。同一时间，太初仙域瑶池天山，
瑶池地牢，穆冰轩正在旁边监督周荣炼化古玄的仙王本源。没错，古玄仙王已经被穆冰轩抹杀，灭掉其灵魂，连轮回的机会也没给。周荣身前悬浮一道柔和的光团，正是古玄肉那一身通天彻地的仙王本源，隐约有一丝大道力量在其中流动。至于他的肉身，正躺在地牢一处角落一动不动。楚梦晴更是满脸惧意，瑟瑟发抖，缩在古玄仙王这位护道者的尸首旁。掌教，林凡带来了。地牢外传来汇报声，很快瑶池仙宫一位长老带着奄奄一息的林凡到来。林凡抬起沉重的眼皮，看到缩在角落里的楚梦晴时，整个人像是活过来了一般。晴儿，你怎么在这里？林凡虚弱地询问。呵呵，他为你来讨药解药，被本宫关在这里。怎么？你以为这个小丫头能救你？穆冰轩冷嘲热讽，心里也在暗骂自己，以前是不是瞎了眼，竟然会收了个林凡这种卖尸求荣的混账玩意。你林凡抬起手指着穆冰轩，浑身颤抖。你什么你？你不是喜欢种马？本宫让你和他做一对死鸳鸯，你还不快谢谢本宫？穆冰轩语气非常的冷，一脚将林凡踢到楚梦晴跟前。林凡扑了个狗吃屎，宛如垃圾一般躺在楚梦晴前面。林凡哥，你……楚梦晴有苦难言，他真是没想到林凡会变成一个种马和卖尸求荣的卑鄙小人。本宫可没时间听你们叙旧，你和林凡去地府哭诉吧。穆冰轩非常冷漠，抬起玉手，一阵鸿蒙紫雾涌现，瞬间笼罩林凡两人，撕裂其灵魂。啊！两道凄厉声从紫雾中传出，很快就没了动静。紫雾中飞出两道柔和的光团，正是林凡和楚梦晴体内的蓝色气运本源。气运本源分为金色、红色、蓝色、绿色、白色。林凡和楚梦晴属于三星气运男女主，他们要是没被王清和穆冰轩针对，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仙界一方霸主。但世事无绝对，林凡装逼遇到王清，他的下场早就注定是死路一条。穆冰轩处理完林凡和楚梦晴后，将两道蓝色气运本源进化为最纯净的状态，反手交给一旁的长老，他嘱咐道：这两道气运本源记得交给瑶池天赋最好的弟子。是，掌教。刚才带林凡进来的那位长老接过两道气运本源，脸上笑容根本就没停过。他乐呵呵地转身离开地牢，身影很快就消失不见。穆冰轩却没有多大情感波动，林凡和楚梦晴两只蝼蚁死了也就死了，她可不是原来那个仙界正道女帝，而是经过背刺后成为了一个腹黑女帝。同时她怀上了王清的骨肉，所有情感慢慢转移到那个臭男人身上。她不再一心一意地为瑶池仙宫着想，而是想要快点培养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早日放权给继承人，她也能卸下掌教之位，那样她就能好好准备一些鸿蒙灵液，为体内那个不知何时出生的道胎多补充一些营养。穆冰轩已经用神念查看过体内道胎，他小腹依旧平稳，怀的是一个女婴，就是不知何时会降临世间，也许是100万年，也有可能是1000万载。掌教，古玄的仙王本源已经被炼化成道果，需要交给哪位长老？周荣起身，满脸笑意。过不了多久，瑶池仙宫就要再添一位仙王巨头。三长老卡在半步仙王也有数万年，你将仙王道果交给他炼化吧。穆冰轩看了眼周荣手中晶莹剔透的金色道果，下完命令之后，连步轻移离开了地牢。瑶池仙宫目前没什么大事，他也想去东寒仙域和王清腻歪，将自己有身孕的消息告诉他。王清应该会非常高兴吧？他不是黑化后成了恋爱脑，而是有了身孕，让他多出一丝母性的温柔。周荣收起仙王道果，望着掌教兴奋地走开。不用想，应该是要离开太初仙域，去东寒仙域去了。哎，我那清冷圣洁的掌教，他还会回来吗？周荣唉声叹气，也离开了地牢。深夜，与此同时，东寒仙域，东寒帝都天香楼灯火通明，达官显贵进进出出去参加拍卖会。这次的拍卖会可是东寒大皇子举办，拍卖之物也比较特殊，都是下界飞升仙界的美女。这些女子被送进天香楼，谁出价最高，谁就能将其买走。除此之外，还拍卖一些仙界的天才地宝。当然，王清不会错过这种富人之间的游戏。这场拍卖会聚集了东寒所有仙二代，少不了装逼打脸。他自然也要来看热闹，顺便看看除了楚无辞这位龙王赘婿，还有没有其他气运之子。天香楼大堂中央一座圆形高台，四周则是各种拍卖席位，最上方则是各种楼层和走廊，地位越高，占据的楼层越高。公子，你怎么也喜欢这种勾心斗角的场合？最高层楼阁，红莲双手撑着栏杆，撇头询问旁边的王清。王清背负双手，居高临下俯视大堂内堂场景，爽朗一笑。这种场合才热闹，比瑶池那种清冷静修的地方好玩多了。修炼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站在最高点俯瞰人间烟火。本公子的准则是，
放下个人素质，享受缺德人生，拒绝软弱无能，有事直接发飙。与其委屈自己，不如作践他人。世人都说我坏，那是世人愚昧；作践别人，享受缺德，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本公子。本公子可不像其他仙人那般，表面自视清高，背地里却肮脏的不行。你难道不觉得那样修炼非常累？还不如将内心的欲望全部放出，活得自由自在，这样多好。修炼一道，弱肉强食，强者就该制定规则，弱者就该苟延残喘。王清将自己的歪理和准则说出，红莲哑然失笑，哥，公子，你真是坏得明明白白。他捂嘴轻笑，胸前双峰一颤一颤的，诱人至极。诸位，安静，拍卖会即将开始，此次我们挑选出5名姿容绝世的下界女子，马上开始拍卖。突然，大堂的圆形高台，一名美妇人高声呐喊，她拍了拍手，全场安静下来。楼琼琉璃灯盏照耀四方，确保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很快，一群仙甲侍卫带着5名女子走上高台。那几名下界女子面对周围如狼似虎的眼神，个个面露惧色。那个穿女裙的女子是我的，你们别跟我抢着竞价拍卖。那个宫装女子我要了，谁也不准出价，不然我弄死你们。大堂内响起各种嚣张的声音，每个楼层也有欢呼声，宛如已经看到那5名女子成了自己的金丝雀。最高层只有王清和红莲存在。红莲看到下方的场景，脸颊剧烈抽搐，感觉非常辣眼睛。那些白天衣冠楚楚的仙二代，此刻却是变成了一条大色狼，真是讽刺。公子，那几名女子还不如瑶池一个普通女子漂亮，那些仙二代为何那么激动？红莲询问。王清摇摇头，解答道：你错了，不是那几名下界女子有多漂亮，而是这群仙二代要攀比。白天他们被东寒仙庭的道德压制，晚上自然就放飞自我，为了攀比，肯定什么事都能做得出。你看东寒大皇子，白天率领仙军，大义凛然地镇压一族，晚上却搞出这么个拍卖会。什么道德，什么善良，那都是屁话。善良那是做给普通仙人看的，而不是给这些仙二代看的。这就是世界的虚伪，而本公子就是看谁装逼不爽，再一巴掌拍死他。王清取笑不断，眸光扫视楼下大堂，寻找有没有那个猎物值得出手。红莲沉默，他虽然清冷，但却不是不懂事实。对于王清的这种理念，他是比较欣赏的。曾经王清是仙界第一美男，是众多女仙眼中的真命天子。他还是一个无情的修炼疯子，永远高高在上，追求慕冰轩时，红莲以为王清不懂人情世故，是一个疯子，追求慕冰轩也只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但他现在不那么看了，这哪里是众多仙人中不染尘埃的谪仙，分明就是比谁都活得通透的天地之子，好吧。王清见红莲沉默，也不再开口说话，双手撑着栏杆，继续扫视楼下大堂的拍卖会。诸位，第1名拍卖者名唤楚依然，下界、荒界的飞升者，登仙境修为，最低价1万下品仙金，上不封顶，价高者得。宫装美妇拍卖师魅惑的声音传遍天香楼1楼大堂每个角落。刹那间，拍卖席位上的仙二代们像是打了鸡血一般，个个争着喊价：2万下品仙金，3万下品仙金，5万下品仙金。哼，一群草包，喜欢凡界美人却舍不得出价，真是丢人。我马军出10万下品仙金。2层楼阁，东寒丞相之子马军双手撑着栏杆，不屑地喊道。1楼大堂席位上的那些仙二代忍不住捧腹大笑。哈哈，马军，前几日你可是为了赌琉璃玉石，花光了1000万下品仙金，你今夜还敢来挥霍丞相府的资源，你不怕回去被你父亲痛扁一顿？仙官二代们哈哈大笑，完全不给马军一点面子。2楼走廊上的马军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愤怒地道：闭嘴，都闭嘴！小爷出10万下品仙金，你们还出不出？秦三娘，没人出价，你为什么还不一锤定音？圆形拍卖台上的美妇秦三娘愣了愣神，苦笑道：10万下品仙金1次，2次，3次。秦三娘话未说完，20万下品仙金。马军身旁的楚无辞这时突然开口，眼中满是复杂的神色。他望着拍卖台上的楚依然，正是天渊一族4小姐，为了天渊神女之位考核，隐瞒身份下界历练，如今却是被东寒仙庭大皇子抓来拍卖，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哈哈，就连丞相府赘婿都来蹭热闹，真是稀奇。其他仙二代们又是捧腹大笑，眼泪都笑得流出几滴，可见楚无辞在他们眼中有多搞笑。姐夫，你这是在何意？是在帮我拍买美人？马军满脸喜色，不顾他人笑话，叫了句姐夫，手舞足蹈。平常他都是跟着别的仙人喊出废物，可见他现在有多高兴。是也不是，楚无辞卖了一个关子，他不可能说自己妹妹为了天渊神女之位考核，
下界历练被东韩大皇子抓来拍卖吧？那样不是丢死人，还暴露了他也是天渊一族的人。况且他的少主之位考核还有几日才完成，若是这个时候暴露身份，引来太初天庭追杀，那才是得不偿失。50万下品仙金。突然3楼走廊，一位龙袍青年淡淡的开口。大堂中安静下来，没有仙二代敢再出声大笑，因为龙袍青年是东韩仙庭三皇子，也是弟子位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不是席位上的仙二代可以招惹。秦三娘看到三皇子殿下出价，凤眸中闪过一丝诧异，赶忙要敲动手中的定价琉璃玉盘。动，50万下品仙金，还有没有要出价的？100块上品仙金。最顶层，王琴扫了一眼楼下大堂拍卖台上的女子，淡淡的抬了一口价。嘶嘶，上品仙金用来买美女，这是哪家的公子？这么阔绰。席位上的众多仙二代抬头观看，想要看看顶层出价之人是谁。然而随便他们怎么查看，都被一道黑色屏障挡住视线，就算神念也看不清抬价之人的面貌。不过能出这么高价之人，他们已经有了一些猜测，顶层之人或许也是东韩仙庭的皇子，不然谁敢跟三皇子抬杠？那不是找死吗？100块下品仙金等于1块中品仙金，1万下品仙金等于100块中品仙金，100块中品仙金等于1块上品仙金。反之，1块上品仙金等于1万下品仙金，有价无市。也正是因为有价无市，上品仙金都是5大仙域皇族子弟，又或是仙王世家和不朽道统的长老级人物才拥有，如今却是被拿来买美女，那些仙二代不可谓不惊讶。阁下，本殿下是东韩三皇子，不知你是哪个势力之人，敢这么恶意抬价？姜望虚冷冷开口，神念扫视最高层楼阁，却发现怎么也看不清其中之人，因此他更加恼怒，再次冷漠地道：阁下这么见不得光，难道是怕被报复？报复？你算个什么东西？拍卖场价高者得，你若是不服可以竞价，你要再逼逼赖赖，小心本公子抽死你。王清平淡的声音从楼顶传来，全场鸦雀无声，拍卖会也暂时被终止。他将望虚怒不可遏，一巴掌狠狠地拍在3楼走廊栏杆上。他可是看出拍卖台上那名下界女子楚依然拥有冰皇道体，正是作何双修炉鼎，现在突然冒出个见不得光的神秘人，还敢出言要抽自己。姜望虚哪里还能忍，他顿时怒骂道：草泥马，你有本事就下来，本殿下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胆子动手。席位上的仙二代们狗瞪目呆，三皇子爆粗口：结，既然还有人提出这么贱的要求，本公子这就满足你。王清桀桀怪笑。呼，一阵黑雾从楼顶涌来，落入3层楼阁。黑雾中走出一位月白长袍男子，白发披肩，俊美的脸庞露出几分讥巧。啪啪啪，王清抬手捏住人模狗样的姜望虚，抬手就是几巴掌，将其扇得头破血流。啊，草泥马，本殿下要杀了你！姜望虚双眼流血，看不清扇自己的是谁，只能怒吼连连。但很快他就骂不出来，因为他罗天上仙中期的修为完全发挥不出来，只能被动挨打悠呵，嘴巴还挺贱。等下本公子就派人去把你母后睡了。王清啪啪啪的又抽了几巴掌不过瘾，他反手将姜望虚扇飞在地，拉住其的脚腕，对着栏杆就是砰砰砰的猛砸。哎呦，草泥马，你别让本殿下活下来，不然你全家都得死，你母亲也要被本殿下卖到青楼。姜子望嘴巴依旧非常硬，他不是在咒骂，就是在威胁。聒噪！王清脸色更加冷，从来没人敢这么骂自己，就连身为太初天帝的父亲都没对自己大呼小叫。如今东韩仙庭这么不长眼的皇子，竟然敢辱骂自己母亲，叔可忍，婶不可忍。老子叫你骂，老子叫你骂！王清平淡的神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疯狂的猛砸。他那副宛如谪仙的气质早就不在，只剩下犹如恶魔的面孔。砰砰砰！姜望虚被砸得人肉模糊，气息越发微弱，咒骂的声音越来越虚弱。死寂，全场死寂。1楼拍卖场彻底安静下了，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喘。我日，这是谁啊？这么生猛，将三皇子砸得不省人事。大多仙二代使劲揉了揉眼，仿佛自己看错了一般。他们都不清楚白衣男子的身份，虽然太初天庭的太初弟子在仙界如雷贯耳，但见过他的人非常少，只有太初仙域蓬莱仙岛之人才有资格见到。就算其他仙域的仙庭皇子想见一面都难，因为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而且太初弟子很少出现其他仙域，几乎没什么画像流出。拍卖场上的那些仙二代对太初弟子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他们现在根本就没办法把白衣男子和太初弟子联想到一起。不是他们地位低，而是太初弟子除了名头响亮外，经常神龙见首不见尾。许多仙人都认为太初弟子宛如神话传说，谁会想到
他如今就像一个邪修，在暴打东韩三皇子，那不是在扯淡吗？哼，监主，你这么装逼，东韩先主可知道？王清看到姜望虚被砸得血肉模糊，掌心涌出毁灭道，则撕裂他的灵魂，叫其神魂俱灭。姜望虚彻底没了生命气息，宛如一滩烂泥，血肉不清的被丢在地上，满地鲜血。王清杀人泄愤后，拍了拍手，带着红莲离开了天香楼，对什么拍卖会完全没了兴趣。等他离开后，一楼大堂才陆陆续续有仙人说话。等等，三皇子就这么死了？有仙二代上3楼查看，看到姜望虚只剩一滩被砸烂的血肉，非常恶心。哦，那些来到3楼的仙二代呕吐不止，小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今夜天塌了，东韩三皇子身故，这事要是被东韩先主知道，谁都跑不了。他们哪里还敢参加什么拍卖会，脚底抹油开溜，跑得比兔子还快。很快，天香楼今夜举办的拍卖会没了人影。秦三娘神念扫视到三皇子的惨样，内心一阵惶恐，她马上将这里发生事的传给大皇子，等着大皇子来处理。马军跟着那些仙二代早就开溜，只有楚无辞非常的诧异，白天温文尔雅的王公子，晚上下手这么狠。这可是东韩仙域的三皇子，可不是什么大白菜，现在人死了，东韩帝都怕是要混乱一段时间。嗨，王公子真是彪悍，下手这么狠，怕是要被东韩皇族找麻烦了。楚无辞唏嘘不已，趁着四下无人，解救了拍卖台上的5位女子，带着他们快速离开了天香楼。今夜注定无眠，明日帝都动荡，那些目睹王清行凶的仙人，怕是一个个都要被带去问话。东韩皇宫，一座辉煌的宫殿内，殿中央一位龙袍青年正在打坐修炼，他是东韩大皇子姜天一。今夜天香楼的拍卖会正是他暗中举办，如今他还在想着，今夜拍卖会过后，自己的仙金收益应该能暴涨一大截。东韩仙庭10几位皇子，虽然俸禄不少，也足够修炼，但为了争夺弟子之位，明里暗里都在囤积资源，谁都不想落后其他皇子，就算最后得不到弟子之位，只要有资源足够，一样能够逍遥快活。报，大皇子，三皇子在天香楼被人砸死了。殿外传来一道汇报声，一名侍从急忙忙地跑进来，低头双手呈上一枚玉简，正是秦三娘传来的消息。姜天一猛地睁开双眼，接过玉简查看，三弟被人砸死了。没过多久，他脸色巨变，哪里还有心思修炼，化作一道光点消失在殿内。若是三皇子之事处理不好，那对他争夺弟子之位非常不利，必须尽快抓到行凶者才行。同一时间，东韩仙主殿，一袭金色地袍、不怒自威的中年男子正坐在高台龙椅上品尝仙酿，他时不时闭上眼，享受仙酿带来的醇香，非常惬意。他不是别人，正是东韩仙主姜晴。仙界别的仙庭之主都在担心自己生下的皇子会内斗，争个你死我活，但姜晴活得通透。有句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胜者为王。他就算有10几位皇子后裔，也只有最后的胜利者才有机会继承他的仙主之位。无情帝王家在姜晴这里演得淋漓尽致，别跟他说什么亲情，因为在这个他活了千万年的老怪物眼里，亲情早就烟消云散。他曾培养过一批又一批子嗣，最终都没人能够继承大权，可谓非常的失望。就算如今东韩10几位皇子争夺弟子位生死，他大不了再培养一批，他有的是时间培养最优秀的后代。仙主大人，三皇子被太初弟子在天香楼砸死了。咔咔咔，空间犹如镜面层层叠碎，一名古色道袍老者现身仙主殿，弯腰抱拳。哦，太初弟子，他也来到东韩仙域了。姜晴并未恼怒，深邃的双眸中闪过星辰大海，已经猜想到太初弟子为何而来。仙主，三皇子死了。古色道袍老者再次提醒，死了就死了，怨不得别人，本帝可没时间替他擦屁股。帝师，你好生注意那些不成器的畜生，他们若是谁能斗得过太初弟子，东韩仙庭的弟子之位就给谁，只要不是威胁东韩仙域存亡之事，不要来烦本帝。姜晴挥了挥手，示意帝师退下。帝师鬼明道人满脸错愕，非常不敢相信姜晴仙主会这般冷血无情，这还是他当初教的那个一腔热血的少年。鬼明道人心思非常复杂，他活了几千万年，教过多位东韩仙主，没有一人这般无情。姜晴的变化，他在怀疑自己这些年不插手东韩仙庭之事，间接导致姜晴变成如今的模样。仙主，鬼明道人还想再说什么？姜晴冷冷地打断道，帝师，本帝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有些事既然发生了，就改变不了。本帝也曾心善过，最后却是没有一位子嗣能够扛起大旗，所以本帝不是无情，而是在为东韩仙域亿万生灵考虑。若是没有一个枭雄资质的弟子，本帝如何放心得下将仙主之位传给他？若是本帝随意定下弟子之位，那就是对东韩仙域所有生灵的不负责。你且下去吧。
本地累了。说罢，江晴再次闭上双眼，不再去考虑其他事。鬼冥道人无奈摇头，佝偻着苍老的身躯，缓步离去，落寞的背影显得非常萧瑟。天香楼这边，江天一已经赶到现场，看到血肉一地的三皇子，他眼神一瞬的错愕，又恢复平静。有的只是对利益的看重，少了一个皇子，那他对地位争夺的把握又多了一分。秦三娘拍卖的下界飞升者和本皇子私下的天地资源没受损吧？他站在3楼走廊，冷冷地扫视1楼的拍卖场。大皇子，目前没有任何资源受损，只有几名下界女子不见踪影。秦三娘闪身来到江天一身旁，低头颤抖着娇躯汇报今夜情况。哦，有几名下界女子消失了。江天一眸子深邃，闪过万千变化。他送来的那5名凡界女子中，有一位非常重要之人楚依然，天渊一族4小姐，那是他亲手抓来的俘虏。他明白楚依然是什么背景。他今晚除了举办拍卖会，更深的目的就是引出天渊一族，好尝试掌控他们。三皇子被神秘人砸死，楚依然消失，他不由得联想到天渊一族，或许是他们族中强者为了泄愤出手杀了江望虚。有了这些想法，江天一吩咐道：你派人清理现场，三皇子的尸体送到皇宫，然后你再放消息出去，三皇子是被天渊一族的强者杀害。遵命，大皇子。秦三娘躬身领命，急匆匆地离开。江天一扫了一眼拍卖场，嘴角微微上扬，化作一缕青烟离开了天香楼。天色渐亮，东韩仙庭帝都却是风雨欲来。一道惊天消息传遍帝都万里区域，三皇子被天渊一族杀害了。这怎么可能？天渊秘境还没开启，天渊一族怎么可能会现身？难道是天庭留下的封印松动，导致天渊一族有余孽破风而出？宣文广场上贴出一张张告示，引来众多普通仙人围观。每个仙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幸灾乐祸，有的瑟瑟发抖，有的却是不敢置信。各种情绪蔓延虚空，弄得人心惶惶。楚无辞也在人群中看到告示，写着天渊一族杀害东韩三皇子，大皇子亲笔。他怒火中烧，恨不得上东韩皇宫去理论。江望虚分明就是王公子所杀，怎么就算到天渊一族的头上？不对，四妹是被江天一从荒界抓来，莫不是江天一早就知道四妹的身份？昨夜之事，难道是江天一为了引出天渊一族而设的局？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甚至不惜牺牲江望虚。楚无辞越想下去，越觉得江天一的可怕，不知不觉就让自己落入早就准备好的陷阱。他不敢再待下去，急忙离开了宣文广场，得赶快把楚依然送出帝都。血灵府，一座幽静的庭院中，王清坐在石桌旁，神念时不时扫视城中变化。他思绪飞转，这江天一可真是间接帮助自己一把。方才他还在琢磨怎么把江望虚的死推给天渊一族，这下真是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殿下，叶晨今晚就能抵达东韩帝都迎亲，接下来要怎么办？空间泛起一丝涟漪，赵军凭空出现，拱手抱拳。楚无辞不是送他四妹出城吗？他会借助丞相之子马军的手，从东韩二皇子那里借兵。晚上你动手将马军和他借来的仙兵全部杀害，最后推给楚无辞就行。至于下一步怎么走，等你归来，本公子再告诉你。王清淡淡的说了一声，拿起石桌上的琉璃酒杯抿了一口。赵军眸中斗转星移，想借助3000大道神通天虚命银推演王清接下来的计划。他掌控有封印大道，又是先帝修为，推演命运这种事自然也懂，只是没有天机子那么牛。然而王清瞥了一眼，体内隐藏最深的彼岸之力化作一缕黑雾钻入赵军双眸之中。扑哧，赵军口吐鲜血，眼中忽然倒映出一个无比伟岸，浑身被苍茫浓雾缭绕的黑金地袍男子。黑金地袍虚影，隔着彼岸时空，回首冷漠地看了眼。刹那间，天和地剧烈扭曲，瞬间又恢复平静。砰！赵军凭空吐血横飞，眼睛无比刺痛。倒飞的途中，他快速稳住身形，满脸错愕，苦涩道：殿下，是本座冒犯了。哼，本公子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别想着试探，因为本公子的实力要比你强上1线。下去吧。王清摆了摆手，遵命。赵军态度大变，变得非常恭敬，不敢再小看王清。他急忙撕裂天空，化作光点钻了进去，赶忙离开庭院。王清见赵军走后，神色恢复平常那般风度翩翩。他虽然肉身只有罗天上仙的实力，但元神修为却是仙帝，还连接彼岸之地，隐隐快要超越仙帝。赵军一个仙帝，妄想推演比自己厉害之人，那不是作死吗？他要不是王清父亲的手足兄弟，早被一个念头重伤。反观王清拥有2种力量，肉身修为施展的是仙灵力，元神施展的是彼岸之地的力量，简称彼岸之力。彼岸之力来自那个只存在过传闻中彼岸世界，
没人亲眼见过。就算鸿蒙海的至强者对彼岸也是一知半解，都在寻找其下落。但彼岸之地被王清封印，要是彼岸双生船就在他的识海，其他生灵想要寻到彼岸，那就是痴人说梦。所以他现在只要不遇到超越先帝的至强者，那几乎就是无解的存在。先帝亦可重伤，若是全力出手，他的先帝元神引动彼岸之地的力量，以此和某位先帝大战，杀掉对方也不是不可能。弟子殿下，江琴仙主已经知晓你来到东寒帝都，他放话让他的10几位子嗣对你出手。若是东寒10几位皇子，谁能武力或是智谋战胜你，就能夺得东寒弟子之位。天机子拄着算命幡，身着破烂道袍，走入庭院，坐到王清对面，细声说道：东寒仙主想借本公子之手磨练东寒10几位皇子，他倒是会算计，不知过一段时间东寒仙域大乱，他还能不能坐得住。王清鬼笑连连，脑海中已经有了推翻东寒仙域的计划。天机子双眼放光，袖袍卷动，一副星罗棋盘落入石桌上，黑白分明的棋子，其中运转万天星海。殿下，不如我们下一盘棋如何？天机子咧嘴大笑。王清低头垂眸，看了眼星罗棋盘，爽朗回应：有何不可？本公子要黑棋。那好，老夫要白棋。第一步，楚无辞带他妹妹出城。天机子说话间，布满褶皱的双指夹着一颗白子落入星罗棋局。王清自然不会落后，修长的双指同样夹住一颗黑子落下。黑子第二步，赵店主出手杀人，强行嫁祸楚无辞，他还得好好感谢。两人落下黑白双子，白子先行。同一时间，楚无辞带着楚依然早就来到城门口，两人缩在一处角落，神念扫视进进出出的各种仙人。四妹，你我的考核就相差3天，你的神女之位后天就能举行，我先带你出去，等你成为了天渊神女再来帮我。楚无辞郑重地道。楚依然神色复杂，点了点额首：三哥，我听你的。不过江天一非常难对付，你要小心一点。哼，没事，我一个赘婿，江天一不会想到我会是天渊一族的三公子。楚无辞笑了笑，他带着易容后的楚依然向着城门走去，准备出城。街上不少人见到楚无辞，赶紧离得远远的，谁也不想跟丞相府的赘婿扯上关系，真怕丢人现眼。不过越是这样，楚无辞越能轻易带着妹妹出城。哈哈，北韩6皇子就要来迎亲了，楚赘婿的道侣都要跟人跑了，他还有心思出城？他是知道自己阻止不了和亲，所以干脆远离帝都。街上路过的仙人咧嘴笑道：楚无辞攥着拳头，晚上那个北韩6皇子会被我羞辱，我不能生气。他再三警告自己不要胡思乱想，带着妹妹赶快出城。一切很顺利，没人阻拦。楚无辞在东寒地都是人人嘲笑的对象，就算江天一一时半会可能也没想到丞相府的赘婿会是楚依然的三哥，还把他带出了城。四妹，你我就在此地分离，我还要回去替你嫂子摆平联姻之事。城外一棵参天柳树下，楚无辞正在和楚依然告别。三哥，那我就先走了，等我过2日成为天渊神女，再来东寒帝都寻你。楚依然挥了挥手，恋恋不舍，踏着小碎步渐行渐远。他或许不知道这一别怕会是生死相隔，相见无日。叶晨，你等着，我一定会揭露你丑恶的嘴脸，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敢来东寒帝都迎亲。楚无辞满脸怒意，转身回到城中。他回到丞相府，找到马军，叫其去跟2皇子借一些兵权。时间流逝，傍晚来临，丞相府外，马军已经从2皇子手中借到一些兵权，40多位罗天上仙的东寒仙卫军，还有1位9天玄仙首领。他掂了掂手中一枚空间戒，里面足有100万下品仙金，嘴角忍不住上扬。姐夫，想不到你拥有这么丰厚的身家，真是厉害。马军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以前都是楚废物楚废物的喊，如今得到这么多仙金，他那叫喊的一个亲热。行了，马军弟，你带人随我去城外，我有些急事要办。楚无辞非常急，也不在意这些年存下的仙金全部送人。好，马军收起空间戒，撇头吩咐道：魏首领，带人随着我们出城一趟。遵命，马少爷。魏首领躬身抱拳。楚无辞等不下去，快步离开丞相府，率先走在前面。马军很疑惑，楚无辞到底要做什么？为了借到一些兵权，不惜要花费100万下品仙金收买自己。走，他挥了挥手，带着疑问和2皇子的部分兵权跟在后面。街道上其他仙人见到丞相之子和楚赘婿外出，他们更是惊讶。哎，马军不是很嫌弃楚赘婿这个姐夫，他现在带着仙卫跟在楚赘婿身后做什么？有些仙人一边讨论，一边跟在仙卫后面，不知不觉就来到帝都城外。天色完全暗淡，城内宫殿散发淡淡光晕，照出城外，不让城外陷入永无止境的黑暗。楚无辞背着手，颇有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目视远方，等着夜晨到来。
马军倒是闲得自在，背靠一棵大柳树和魏首领闲聊。众多仙卫一脸懵逼地站在原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完全不知道出城执行什么任务。呼，一声远鼓号角吹动，伴随阵阵马踏声从百里开外行来。眨眼间，狂风撕裂，卷动路上的茂密丛林，响起哗哗哗的声音。很快，一支1000人仙军队伍出现，井然有序。为首的是一袭大红袍青年，红袍青年身后是4只七彩独角兽，拉着一架鎏金玉石打造的玉辇缓缓驶来。看着很慢，实际却是很快，转瞬逼近帝都城。卧槽，小爷怎么忘了今夜是北韩6皇子来迎亲？马军一把推开魏首领，快步走到楚无辞身旁，他略带怒意地质问：你叫小爷借兵权，是为了阻止北韩6皇子？哼，正是，不然我拿全部身家给你干嘛？楚无辞自顾自冷笑，他接着道：你现在要么和我阻止北韩6皇子来和亲，要么把100万下品仙金还我。这……马军手足无措，他以为是自己在占便宜，原来不过是被当枪使罢了。马军弟，你放心，等族者和亲，我再给你500万下品仙金。你让魏首领带着仙卫随我走一趟吧。楚无辞拍了拍马军的肩膀，马军挣扎了一会，咬了咬牙，一言为定。说罢，他转身走向呆若木鸡的魏首领和众多仙卫，命令道：魏首领，跟楚无辞走一趟，出了什么事我马军担着，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好吧。魏首领有些无奈，看了众多仙卫一眼，走，随楚公子走一趟。遵命，魏首领。众多仙卫躬身领命，随我走吧。楚无辞说了一声，立马顺意去阻止北韩6皇子进城。他虽然为了天渊少主之位考核被封印了大部分修为，但瞬移这种事还是简简单单，而且他自认为背后有天机楼的强者暗中护道，就更加有底气去阻止和亲。叶晨带着1000人仙军来迎亲，心里别提有多得意。此刻他即将抵达帝都城外，他正幻想着把东韩丞相之女娶回去，说不定自己还有机会去争夺北韩弟子之位。至于半月前在太初仙域被狗侵犯，他早就完全忘了那档子事。作为一个活了近几千年的罗天上仙，叶晨自觉要天赋有天赋，要道心有道心，自然不会被轻易打倒。哼，这不是在太初仙域被狗侵犯的叶晨皇子，你这么大张旗鼓的要来做什么？楚无辞爽朗大笑的声音宛如洪钟大吕，他是一点也不顾及叶晨北韩6皇子的身份。刹那间，他带着魏首领和众多仙卫阻拦在叶晨1000人仙军队伍前，显得非常渺小。哈哈哈！楚赘婿这是要阻止丞相女儿和北韩仙域联姻，他失心疯了不成？难道不怕被丞相大人用业火焚烧？无论城外还是城内，众多仙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楚无辞，认为他这么做肯定必死无疑。你就是马陵山招的楚赘婿吧？30年了，本皇子可听说你连他手都没碰过，现在来阻止和亲，你是草包吗？叶晨也不生气，端坐在鎏金玉辇前欣赏小丑表演。你被狗侵犯过，你有什么资格说我这个赘婿？楚无辞怒不可遏，恨不得冲上去杀了叶晨。哼，本皇子那是被太初弟子赏识，可不像你当一个赘婿，连自己的女人都护不了。你说你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叶晨反讥讽，不在意自己被狗侵犯，反倒是以此为荣。不知该说他心里强大呢，还是真的觉得被太初弟子打脸很光荣。这场本该严肃的和亲仪式，硬生生被搞成了菜市场，众多仙人更是充当吃瓜群众，乐得看热闹。哈哈，笑死老子了！一个被狗那啥，一个赘婿30年，道侣不让碰，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楚赘婿和叶皇子骂街，哪里还有仙人的模样？还不如诸天下界的凡人过得滋润。不少仙人，我一言，你一语，将两人贬低的连下界凡人都不如。他们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事吃瓜，无瓜修炼。够了，楚无辞，你还觉得不够丢人吗？给老夫滚远点！忽然之间，一道无比伟岸的恐怖气息从帝都城内传来，刹那间，强横的气息犹如排山倒海，瞬间压制那些吃瓜看戏的仙人。一名仙风道骨的老者凭空现身城外，挡在楚无辞和叶琛的中间。老者正是东韩仙庭丞相马文雄，一位活了几百万年的仙王巨头。岳父，你真要把灵珊嫁给叶琛这种不敢面对现实之人？楚无辞压抑着怒气，小心翼翼地问道。哼，和亲之事是东韩和北韩两位仙主一手安排，谁都阻止不了。还有老夫没有你这般丢人的女婿，从此以后丞相府和你断绝来往，你爱去哪去啊？永远不要出现在东韩帝都，不然老夫一把掐死你！马文雄怒声呵斥。那些看戏的仙人缩了缩脖子，他们从未见过丞相这么愤怒，不敢再出声，真怕惹来杀身之祸。
叶晨像个没事人一样，双眼充满讥讽之色，戏谑地望着楚无辞。岳父，你当真如此狠心？楚无辞恢复一些理智，冷冷询问。他不再示弱，只有几日天渊少主之位考核就要完成，他马上就能恢复天渊三公子的身份，还能成为天渊少主。现在马文雄这么不讲情面，他的心越来越冷，但还是试图挽回破碎的关系。狠心！你入赘丞相府，30年一事无成，让老夫遭受众多仙官戳脊梁骨。丞相府白白培养了你30年，你不知足，还说老夫无情。请问老夫哪里对不住你？马文雄吹胡子瞪眼，要不是碍于身份，真想一巴掌抽死这个不争气的赘婿。若是楚无辞争气一点，他也不会被别的仙官戳脊梁骨，更不会被东寒仙主逼迫自己女儿去和亲一个被狗侵犯过的北韩六皇子。好好，你既然这么无情，本公子也不演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楚无辞怒极反笑，随手拿出一块令牌，上面刻有天渊令3个大字。那是天渊一族的令牌，他是天渊一族的族人。昨晚东韩3皇子之死是楚赘续下的手，其他仙人再也淡定不下来，纷纷神念细细扫视楚无辞手中的令牌。马文雄更是暴怒不止。好啊，原来你就是天渊一族的余孽，昨晚杀了3皇子，老夫必将你抓起来，带到皇宫用业火焚烧。楚无辞愣神，仔细看了眼手中的令牌，才发现自己拿错令牌。他原本想拿天机老道给的天机令，现在倒好直接掏出天渊令，那不是明摆着告诉世人我就是天渊一族的余孽。岳父，你听说我拿错令牌了，这天渊令不是我的，我是天机楼的人，我有天机令作证。楚无辞支支吾吾，赶忙将烫手的天渊令牌丢掉，摸了摸手中的空间戒，就要去掏出天机令牌。滚，老夫不是你岳父，你这个贼子，老夫掐死你！马文雄哪里还忍得了，得赶快抓住楚无辞回皇宫。嗡！马文雄随意散发掉大道气息，立马将楚无辞镇压跪地。他苍老的手掌眼看就要抓住楚无辞。这时候楚无辞跪在地上，表情十分的着急，连忙大声喊道：赵前辈，救救我！他声音响彻整片天地，无论是帝都内还是帝都外，所有仙人都听到他的求救声。马老狗，你敢动天渊少主，活得不耐烦了！轰！夜空闷雷作响，雷光闪闪，宛若白天到来。封印道则的气息弥漫整片天地，形成一道半圆形的阵法光幕，转瞬将帝都城隔绝在阵法外。封印阵法正好笼罩帝都外缘数万里地域，阵法中的各种生灵轻易被仙帝气息撕裂，仙躯死得不能再死。叶晨率领的1000名仙军队伍瞬间死亡，一点灰烬都没留下。他被北韩仙主留在他身上的后手保住一条狗命。先帝！马文雄面色凝重，赶忙移形换景，远离楚无辞，但他还是失算了。咔嚓！一袭锦衣中年现身楚无辞跟前，闪瞬追上去，掌心涌现一道神秘火焰，瞬间点燃马文雄。啊！马文雄惨叫连连，很快就被神秘业火焚烧干净。这就是战力压制，就算活了数百万年的仙王巨头，面对仙帝一个念头就得魂飞魄散。楚少主，快走！东韩仙主快要破开封印阵法。赵军眼底闪过一丝狡黠，故作担忧地道。楚无辞还处于懵逼状态，不清楚为何会演变成如今的结局。他只是想让赵前辈威慑马文雄，如今却是一把业火将其焚烧，怎么会变成这样？我要的不是这个结局啊！楚无辞失声痛哭，拳头捶打地面。然而赵军可管不了那么多，带着楚无辞撕碎空间，溜之大吉。天渊一族，你们等着，敢杀马丞相，东韩仙庭跟你们不死不休！江秦仙主破开帝都外的封印阵法，刹那间降临到帝都外，暴跳如雷。他现在心都在滴血，就那么白白损失了一位仙王巨头。如果仙帝是仙界战力天花板，那么仙王就是仙界的高端战力。仙王修炼的法则蜕变成道则，开始掌控大道，精血能演化大千世界，未来注定称帝。如今少一位仙王，就意味着东韩仙域要比别的仙域弱上一分。该死的天渊余孽，别让本帝逮到你，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江秦暴怒不已。东韩仙域拥有2位霸主势力，东韩仙庭和玄女殿。今夜仙庭损失一位仙王，怕是会惊动玄女殿，搞不好他们会借机落井下石。江仙主，和亲之事还作数吗？叶晨从死人堆爬出来，狼狈至极，非常好笑。和你妈个头！江秦正在暴怒的边缘，甩手留下大部分力量给了叶晨一巴掌。不留力量，他能一巴掌抽死叶晨10万遍。你打我！叶晨十分的憋屈，但又不敢发怒。打你怎么了？你要是再唧唧歪歪，本帝抽死你！江秦狠狠瞪了一眼叶晨，抬手瞬间恢复帝都外的场景，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恢复战斗留下的痕迹后，
他化作流光直奔帝都，哪里还有什么心思谈和亲？叶晨瘫坐在地上，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原本想借着和亲这事，再次尝试争夺北韩弟子之位，现在一切如同泡沫，叫他生无可恋。你是不是非常的不甘？只要你去北虚之渊放出归虚魔主，姑不仅能让你成为北韩弟子，还能让你成为仙界共主。突然之间，天和地剧烈扭曲，一阵黑雾将叶晨卷走。叶晨神色慌张，四处打量。他发现黑雾深处正有一位黑金地袍、头戴9重地冠、白发披肩的男子。男子脚下踩着淡淡的彼岸花印，周身缭绕神秘的力量波动，时间停滞，大道法则屈服。更令人可怕的是，男子身后有一个黑暗光幕，仿佛将叶晨隔绝在黑雾中，而那位男子不知处于哪个时空。你是谁？为何要帮我？叶晨警惕地望着神秘男子的背影。鸿蒙海都称孤为彼岸之主，你说孤是谁？男子没有回头，声音由远到近，由近到远，很不真实。彼岸。叶晨瞳孔剧烈收缩，彼岸之地他在上古典籍中见过，那是一个只存在传说中世界。眼前出现的神秘男子竟然跟彼岸有关，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好运到来了？叶晨内心狂喜。鸿蒙海只有仙王、仙帝才有资格进入，而眼前男子既然跟彼岸有关，可比鸿蒙海更加神秘，得好好抱紧大腿才行。前辈，您既然想帮助晚辈，可为何是放出归虚魔主这个条件？叶晨狐疑。别墨迹，你答不答应？若是答应，姑马上让你成为仙王。神秘男子语气有些不耐烦。叶晨听到仙王2字，双眼放光，想都没想，立马应下，前辈晚辈答应。呵呵，很好，你记住，3个月之内放出归虚魔主，不然姑会收回给你的彼岸之力。神秘男子笑了笑，黑金袖袍卷动，一朵黑色彼岸花凝实，穿过黑色光幕，映入叶晨眉心。叶晨的修为从罗天上仙中期开始暴涨，眨眼踏入9天玄仙，立马又跳到仙王层次。然而黑雾空间渐渐退去，神秘男子早就消失不见。叶晨回到东韩帝都城外，正在适应体内的仙王力量。良久，黑夜退去，白天降临，叶晨才回过神，满脸春光，转身背着手，一副我是大佬的模样，进入帝都城。昨夜城外发生的事可是传遍帝都城内数万里地域，无数条街上都有仙人在议论昨夜出现的天渊余孽。哎，看来江天一皇子昨日发的告示没错，我们还是小心点天渊一族的魔头。街上纷纷攘攘，都在讨论，同时又有些担忧自己会被盯上。天渊一族可是被太初天庭定义为大魔头，镇压在东韩仙域的天渊秘境内。天渊秘境还有不到半月就要开启，天渊一族的大魔头怕是会越来越嚣张。他们忧心忡忡，秘境开启之日会不会是东韩大乱之时？血灵府，王清和天机子还在星罗棋盘上对弈，不过2人各自下了一步棋，就再也没动手。他俩倒是一老一少品酒聊天，红莲在一旁候着，随时斟酒。殿下，你为何要让叶晨活下来，还赋予他仙王的力量？天机子非常惊讶，昨晚王清仙帝元神离身，暴露出彼岸之主这个传说中的称谓，他差点没吓死。别人对彼岸可能是一知半解，但他对彼岸之事研究颇深，知道那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世界。他虽然也很好奇王清背后隐藏的秘密，但却很识趣，没有多问。他是一枚不可或缺的棋子，有他搞破坏，东韩和北韩2个仙域不出3月必定会撕破脸皮，开启跨仙域大战。王清解释2声，拿起琉璃酒杯又抿了一口，起身离开庭院。红莲也跟在后面走了出去。天机子苦笑摇头，杵着算命幡摇摇晃晃地离开石桌，并没有挪动棋盘。星罗棋盘上的棋局代表北韩和东韩2大仙域的各大势力，只要王清谋划2个仙域大乱成功，这场棋局才算结束。主人，发现新目标楚无辞，信息如下：姓名楚无辞，3星气运蓝色，身份天运神族一脉，天渊少主考核即将完成，东韩丞相府赘婿已撕破脸破，体质桃运仙体即将苏醒，修为罗天上仙中期即将解封，功法天渊古经，法则生死法则，宝物噬渊剑，气运值15万。深渊反派系统小秘书神师瑶突然出冒泡，不然王清还真把他给忘了。瑶儿，你把我的反派值炼化完了？王清在血灵府内下转悠，有些无奈的质问。主人，反派值被瑶儿炼化完了，但还是不能随意出现。神师瑶软糯的声音有几分苦涩。他虽然是王清去系统界抓来的小秘书，天天说王清将他困在识海，但其实是他不能在世间长时间停留，每次最多能出现半个时辰，因此王清才让他居住在自己识海的彼岸双生船内。行了，12万反派值不够，
我再多杀几个气运之子，收集反派值就行了。王清掐断了和神世瑶的对话，背负双手，悠哉悠哉地走出血灵府。与此同时，东韩皇宫一座恢宏的殿宇内，鬼冥道人来找江天一，把江琴仙主的用意说了出来，那就是江天一和其他10几位皇子，谁要是能智商或是武力胜过天庭弟子，就能继承东韩弟子之位。帝师，你确定我父皇真的只要求战王清？江天一坐在一张华丽的座椅上，皱眉询问。哼，那是自然，老夫没必要骗你。你智谋比其他皇子强上许多，应该有机会打败太初弟子。鬼冥道人手捏胡须，一脸笑呵呵的。江天一双眼闪烁神秘光芒，笑道：战胜王清还不简单，穆冰轩已经抵达东韩边境，将他抓住，王清一定会束手无措。说罢，江天一眸中闪过危险之色，他对穆冰轩那位仙界第一美人可是非常的感兴趣，若是能拿下他，那滋味肯定倍儿爽。鬼冥道人略微皱眉，有些不悦。大皇子，穆冰轩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他自身就是仙王巨头，且可能有太初天庭的强者护道，你若对他出手，保不准会被一掌拍死。话音落下，鬼冥道人十分的无奈，他以为江天一平常足智多谋，很有机会继承东韩弟子之位，但现在他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江天一这么极端，而且还想用诡计对付太初天庭那种庞然大物，这他妈的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找死吗？还是死得非常快的那种。帝师，我自有分寸，你放心吧。江天一不知有没有听进鬼冥道人的劝告，他起身离开了宫殿，似乎有着自己的谋划。嗨，你就作死吧，老夫去找二皇子，他或许比你还有资格继承东韩弟子之位。鬼冥道人相劝无果，佝偻着苍老的身躯，迈步走出殿宇。江天一这边回到自己居住的宫殿，立马叫来几位强者询问：秦三娘，你踏入仙王多久了？回禀大皇子，妾身是10万年前魅惑法则脱变道则踏入的仙王。秦三娘不知大皇子要做什么，只能拱手抱拳。10万年前的仙王，你对战瑶池女帝有几分胜算？江天一再度皱眉。6-4开，他6分，妾身4分。秦三娘沉默片刻，说出一个保守的答案：如果本皇子再叫一位仙王跟你联手，你有没有把握战胜瑶池女帝？江天一有些期待，目不转睛地盯着秦三娘。可以是可以，不过大皇子，你为什么要对瑶池女帝出手？难道不怕得罪太初弟子？秦三娘十分的诧异。江天一却是摆摆手，神秘的笑道：你只要执行命令就可，其他的不用多问。你下去准备，晚上随本皇子去边境一趟。言罢，江天一闭上眼，在幻想拿下瑶池女帝的场景。见此一幕，秦三娘目光狐疑，别无他法，转身离开，打算下去多带些人手。1天后，东韩帝都郊外一片绵连不绝的山脉深处，一座木屋前，楚无辞依旧没能从前晚的打击中走出，现在他感觉自己真是没用，不光守了30年的马灵山保护不了，还害得他父亲被业火焚烧，神魂俱灭。若是日后马灵山问起来，他真不知该怎么面对。马灵山不光心善救过他，还在他被别人嘲笑时义无反顾地站在他身旁。对于楚无辞来说，马灵山就像一朵冰清玉洁的雪莲，未被仙界的黑暗侵染。这是他为何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在马灵山身边当30年赘婿。如今一切都晚了，他就算过几天能成为天渊少主，但心爱之人可能会变成仇人。小子，别失魂落魄，不就是马文雄那个老狗死了，有什么好伤心的？你可是天渊3公子，马上就能完成少主考核，成为天渊一族的少主。你身份最贵，完全没必要为了一个死了的老东西悲哀。赵军从木屋中走出，来到楚无辞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可是赵前辈，马文雄是马灵山父亲啊，他被你一把业火所灭，你倒是爽了，可晚辈就要跟心爱之人反目了。楚无辞嘴角苦涩，望向赵军的目光十分复杂，一个是救了自己的前辈，一个是心爱之人，他那边都不想得罪，夹在中间是真的痛苦。呵呵，原来你担心这个，别多想，等你见到马灵山，你完全可以说他父亲是本座杀的，他应该不会怪你。本座杀人只凭喜感，你不用在意本座的感受。赵军话语爽朗，实则内心非常想笑，真是个可怜虫，一切都是王清殿下在背后推动，他还得感恩戴德。就是不知他知道真相后会是什么表情呢？前辈，你真是个好人，晚辈还以为你会心里不爽，怪晚辈两边都想讨好。楚无辞一改颓废，满脸激动。他原本怕自己跟马灵山说真相，又反过来得罪赵前辈，如今赵前辈都这么说了，他也没什么好顾忌的。反正马灵山父亲是赵前辈杀了，既然赵前辈都不在意，他也不再纠结，完全可以告诉马灵山他父亲死亡的真相，这样他至少不会被马灵山记恨。哼，
既然你不再颓废，那就随本座回帝都去见见天机老头。赵军咧嘴笑道：行，晚辈正好也要去帝都，带马灵山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楚无辞点点头，随着赵军离开了这片山脉，折返帝都。有赵军这位先帝强者护道，他可不再怕什么东韩仙庭，眼下目标还是将马灵山带出帝都重要。与此同时，东韩边境隔着无尽苍茫，对面虚空被混沌迷雾笼罩，没有9天玄仙的实力，又或是专门的出仙座驾，跨仙域非常不现实。仙界5大仙域之间被混沌迷雾笼罩，各自不相干，宛若独立的古老世界。混沌迷雾中有一艘琉璃玉石打造的舟船在其中缓慢横渡，船身镶嵌各种繁杂的神秘道纹，散发阵阵七彩霞光，非常美丽动。帆旗飘飘，刻有瑶池2个古老大字，船上还有一座辉煌的殿宇。殿宇右侧，穆冰轩一袭冰蓝长裙，3000青丝飘飘，露出绝美无双的脸颊。他望着即将抵达的东韩边境，用手摸着小腹，真怕伤害到里面的道胎。女儿啊，你可真是害苦娘亲，不能随意施展鸿蒙法则。穆冰轩神色郁闷，他从来没有跟异性接触过，被王清那样囚禁，也只觉得之前是自己太清高，才会引起王清的注意。现在有了胎儿，他对被囚禁3个月的事早就甩到一边，一门心思都在腹中胎儿上面。但第一次做人母，他有很多地方都不懂，怕控制不住自身力量伤害腹中的道胎，这也导致他从太初仙域赶往东韩仙域，原本3天的路程硬是被推迟了几天。轰轰轰！忽然之间，雷云滚动，混沌迷雾四散而逃，天幕仿佛被一道利刃割开。一名紫色纱裙女子现身，倩影笼罩在混沌雾霭中，叫人看不清她的面容。雪儿妹妹，我可算找到你了。女子赶忙落入舟船之上，快步走到穆冰轩身旁，上下打量。良久，她捂住嘴巴，不可置信地道：谁干的好事？轩妹妹，你怀孕了？水溪姐，你怎么来了？穆冰轩神色慌张，脸颊绯红。姐姐要是再不来，你都要被仙界的臭男人给拐跑了。水溪神情无奈，满心惆怅。穆冰轩可是鸿蒙海缥缈禁区的天女，还跟禁忌王家有婚事。如今穆冰轩在仙界有身孕，这要是被禁忌王家知道，不得跟缥缈禁区拼命。水溪姐，你在说什么胡话？我哪里会被别人拐跑？穆冰轩撇过脸，支支吾吾，心里也在担忧，自己逃婚18年，藏到仙界，如今已是他人妇，还有身孕，他真怕被带回鸿蒙海受罚。自己受罚，他倒不在意，怕的是连累了腹中的道胎。你还说你没跟别人跑，现在都有身孕了，你还在嘴硬。若是禁忌王家少主知道你被别人染指，保不准会跟缥缈禁区撕破脸皮。水溪无可奈何，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天女穆冰轩是寻到了，但有孕在身，这该如何是好？等等，水溪姐，你说我的联姻对象是哪什么禁忌王家少主？穆冰轩双眼明亮，美眸睁得溜圆，好像得到了什么天大的消息。18年前，他在缥缈禁区经常闭关，几乎很少接触外界之事，听说自己被联姻，二话不说就从鸿蒙界逃婚降临仙界。他虽听过王家少主的传闻，却不清楚联姻对象是谁。几个月前，王清囚禁他时对他说过，你们仙界的仙人妄想知道本少主禁忌王家的可怕，也就是说王清是禁忌王家少主，就是他的联姻对象。而他被王清囚禁双修，最终无辜躺枪怀上道胎。或许王清可能早就知道联姻之事，所以才那般肆无忌惮地玩囚禁。有了这种想法，穆冰轩又羞又气又好笑，等会去东韩仙域见到王清，非得好好问个明白。对啊，你的婚姻对象是禁忌王家少主王清，你现在知道怕了，那还不快将腹中胎儿打掉，跟姐姐回鸿蒙海？水溪手扶额头，故作严厉的批评。穆冰轩却是毫不在意，挥了挥白嫩玉手，虚惊一场。我腹中胎儿就是王清的，那家伙如今就在东韩仙域，我原本就要去寻到他。穆冰轩把自己来仙界的经历都说了一遍，特别是几个月前被王清囚禁双修之事，他更是一五一十的说得非常清楚。啥？你腹中道胎是王清所为？这下轮到水溪惊讶了，他思绪飞转，王清在鸿蒙海的名头可是非常响亮，彼岸之主，天生仙帝，5岁后只留仙帝元神，斩断肉身修为，从头开始修炼。自那以后，禁忌王家对鸿蒙海宣称王清要在族中闭关修炼，就宛如人间蒸发了一般。鸿蒙海的各路魔神、先天神灵、禁忌势力都以为王清还在闭关，如今水溪却是傻眼，王清没在鸿蒙海禁忌王家族地闭关，而是在仙界，他还囚禁自己的未婚妻双修。哼，就是那个混蛋囚禁我双修，才导致我有了身孕。穆冰轩咬牙切齿，若是现在王清在他面前，他一定会狠狠揍他一顿。轩儿妹妹，
既然你腹中倒胎是王少主的骨肉，那最好不过了。走，姐姐也跟你去见见王少主。水溪嫣然浅笑，动手摸了摸慕冰轩的小腹，发现依旧平稳。他接着道：你用鸿蒙灵液滋养腹中倒胎，100万年又或是1000万年后胎儿出生，肯定也会像他父亲那般天生先帝，那是自然。我女儿以后降临世间，一定比他父亲还厉害。慕冰轩非常傲娇，得意地昂着脑袋，他脸颊红扑扑的，煞是可爱，完全没了缥缈天女又或是瑶池女帝的威严，只有作为一个母亲的骄傲。轰轰轰！突然之间，这艘瑶池仙舟剧烈震动，混沌迷雾散开。东韩边境正有一龙袍青年带着一群仙卫悬浮云海中，挡住了瑶池仙舟的去路。瑶池女帝，欢迎来到东韩仙域，你若不想人美受苦，就随本皇子走一趟吧。江天一满脸戏谑，看向仙舟上的慕冰轩，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淫秽的邪意。你是谁？敢阻拦本宫的去路？慕冰轩快步走到船头，冷冷地扫视江天一一行人。这里做一下自我介绍，本皇子名叫江天一，是东韩仙庭的大皇子。本皇子父亲立下规定，谁能战胜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太初弟子王清，就能夺得东韩弟子之位。所以很不好意思，为了避免你遭老罪，你且随本皇子走一趟吧。江天神情爽朗，乍一看还是很有礼貌的，再一看，好吗？原来是为了东韩弟子之位来抓人质。不过他这么装逼，要是被王清知道，保不准又会被砸得血肉模糊。哈哈，江天一，你又在装逼。前几天某个夜晚，东韩三皇子被王清砸得血肉模糊，神魂俱灭。你现在又在对他女人动手，你想步入你三弟的后尘。忽然之间，又是一艘流金楼船横渡混沌迷雾，来到东韩边境，帆旗之上刻有北韩2个玄奥的大字。来人是北韩大皇子叶长生，他来这里是为了神级签到系统发布任务，任务地点就是东韩边境。前几天夜里，江天一在天香楼举行的拍卖会，他也去参加了，亲眼见到江望虚被王清虐待，砸得人肉模糊。叶长生，你住嘴，本皇子还轮不到你来教训。东韩仙域不欢迎你，赶快滚！江天一神色微怒。瑶池仙舟上，慕冰轩和水溪对视一眼，乐得看笑话。哼，我六弟和东韩仙庭丞相女儿和亲，你这么不欢迎我，莫不是想打乱东韩和北韩的友谊？叶长生站在流金楼船上，以大势压人，讥讽地望着江天一。这江天一哑然，不好反驳。若是叶长生去到东韩帝都，用挑拨两方仙域友谊的借口昭告众人，这对他争夺弟子之位非常不利。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哼，叶长生，你不是被王清用大狼狗侵犯过？你这么帮他的女人，真是可笑。本皇子不跟你一般见识，走着瞧。江天一也不傻，既然叶长生有意站在瑶池女帝那边，他现在也不能明目张胆的动手。瑶池女帝进入东韩仙域，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以后有的是机会抓。如此想着，江天一冷冷地看了眼瑶池仙宫舟，压住内心的欲望，又看了眼流金楼船，带着身后强者头也不回地离开。叶长生见江天一走后，他对着瑶池仙舟拱手抱拳，笑道：瑶池女帝，东韩大皇子已被在下赶走，在下有事要处理，就此别过。言罢，叶长生抬手运转体内仙灵力，催动流金楼船引入混沌迷雾。瑶池仙舟船头，慕冰轩看了眼流金楼船消失，可没时间搭理其他人，他现在只想去东韩仙域见王清，询问王清是否早就知道联姻的事。嗖！瑶池仙舟宛若离弦之箭，眨眼间刺破混沌迷雾，降临东韩边境，往帝都飞去。等他离开后，流金楼船再次出现在混沌迷雾中，叶长生站在船头，望着东韩帝都的方向。他自嘲道：哼，本殿下惹不起你王清，难道还躲不起吗？叶长生满脸自傲，早就将自己被王清用狗侵犯的事压到心底最深处。他不是不在意那件事，而是就算在意了又能怎么样？王清是太初天庭的继承人，还是仙界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性格难测。他就算在意也打不赢王清，不如将被狗侵犯之事当作到新的一次历练。丁，东韩边境签到成功，奖励王清同款天煞镇魔级仿制品。神级签到系统机械提示音响起，叶长生满脸黑线，神色愤怒。狗系统，1月1次的签到，你就给我这玩意？还是和王清相关的仿制品？你难道也在嘲笑我？叶长生传音给脑海里的系统，破口大骂。丁，宿主，你别小看天煞镇魔戟的仿制品，这东西放到鸿蒙海，那也是各路魔神畏惧的大凶之物。系统的机械声说明厉害之处，叶长生哑然，也不再纠结是不是仿制品。这大凶之物既然能让鸿蒙海的魔神忌惮，那肯定比先天灵宝也差不到哪里去。他将签到得来的宝物放入系统空间，
运转体内仙灵力打入流金楼船，向着东寒帝都飞去。同一时间，东寒帝都天香楼大堂，王清正悠哉悠哉地坐在一处角落，优雅的品酒，时不时惹来女仙子暧昧的目光。只因他一袭雪白长袍，白发披肩，风度翩翩，脸庞邪魅俊美，活脱脱的一个小白脸模样。这位公子有没有兴趣到楼上谈谈心事，聊聊人生？一名女仙子吴四娘坐到王清对面，伸手就要去碰王清捏酒碗的手，身上散发浓郁体香，魅惑至极。没兴趣，本公子今日都看到你勾搭了8个男子，你好骚啊，也挺有魅力，不过本公子不喜欢。王清把酒碗放下，直言不讳，直击对面女子的软肋。哥，姐姐那方面可是非常的强哦，曾经和百位仙官2代在床上大战100年，姐姐懂你的心思，你不就是欲擒故纵吗？来，姐姐带你到楼上爽爽。吴四娘还是不甘心，好不容易出现这么个俊美的小白脸，必须狠狠将其榨干。哦，你好恶心，走开，快走开。王清做了个呕吐的动作，起身往其他角落走去。他是来这里推动叶晨和东寒仙庭加深矛盾，而不是来钓妹子。再说吴四娘是有点小姿色，那方面也确实强得离谱，但王清根本就不稀罕。不过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仙界像吴四娘这样的女海王仙子不在少数，仙官公子可以随意玩弄仙子，反之仙子也可以随意收男宠。实力等于权力，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忍气吞声。哼，真是个不解风情的小白脸。吴四娘哼哼唧唧。王清远去，他跺了跺脚，又去其他角落勾搭别的男子。呵呵，你很不错，来服侍本皇子吧。忽然大堂一处角落里，叶晨对着4处勾搭男子的吴四娘招了招手。吴四娘听到声音，顺眼看去，正好看到叶晨在招手，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你不是北寒仙庭的6皇子吗？你来东寒帝都和亲没成功，还害死了马丞相，你今日还敢在这里出现，脸皮真厚，老娘鄙视你这个被狗侵犯过的皇子。吴四娘一点面子也不给，贬低的话术令天香楼大堂的世家公子瞠目结舌。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地看向叶晨，他们当然注意到叶晨到来，碍于没人当初鸵鸟调侃，也就没人在意。毕竟叶晨再怎么落魄，那也是北寒仙庭的皇子，可不是谁都能踩一脚。现在吴四娘开口，人多舆论大，就算北寒皇室也难以压中，他们自然乐意踩上一脚。哈哈，还真是叶晨这个北寒私生子，脸皮真厚，把马丞相害死，还敢大摇大摆地来到东寒帝都。讥笑之声此起彼伏。叶晨神色毫无波动，他得到神秘前辈的馈赠，得到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再加上脸皮厚，他无视众人的笑话，随意散发点威压。轰！天香楼顿时轻颤不止，仙王威压犹如山岳横压，令大堂内的嘲笑声戛然而止。尔等蝼蚁，谁给你们胆子敢嘲笑本皇子？叶晨霸气地扫视大堂每个角落，意气风发。仙王威压，他不是罗天上仙吗？什么时候成仙王了？大堂众人惊讶，肝胆欲裂，心里又非常的羡慕。吴四娘，你还不过来跪舔？叶晨自傲地望向呆若木鸡的吴四娘。哼，不管你是真仙王还是假仙王，老娘背后有人，老娘不怕你。吴四娘冷哼，就算被压迫的额头香汗淋漓，也非常看不起叶晨。你！叶晨瞬间加强身上散发的仙王气息，整座楼阁摇摇欲坠。怎么？你还想杀人不成？吴四娘冷嘲热讽，死死盯着叶晨。叶晨气急，体内气息突然狂暴乱流。轰！刺眼的黑雾爆发，楼层轻颤不止。要不是有江天一之前命秦三娘留下阵法，天香楼早就崩溃。啊！刹那间，大堂内方才还在嘲笑的众多仙人立马爆体而亡，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砰砰砰！一连串的爆炸声，鲜血四溅，染红了吴四娘整个身子，让其完全变了一个血人。天塌了！谁在天香楼闹事？这里面的子弟都是各大仙官后裔，如今全都死了。大堂外传来惊恐声，街道乱作一团。王清早就离开了天香楼，正在另一座楼阁前扫视天香楼的情况。呵呵，还不够。江青老东西，你想让本公子当做你10几个子似的磨刀石，那本公子就让帝都暴乱，甚至整个东寒仙域势力格局重塑。王清声音非常冷，神念穿过街道，扫视天香楼，看到叶晨有意压制体内力量暴动，他二话不说，袖袍卷动，一道无形的黑雾撕裂空间，悄无声息地钻入叶晨体内。啊！为什么？本皇子自穿越以来，在北寒仙域被众人瞧不起我，在太初仙域被太初弟子用狗羞辱，前2日来东寒仙域和亲又被一个赘婿羞辱，更是被江晴那个老混蛋差点一巴掌抽死。就因为老子有主角光环，还是北寒皇室私生子，仙界天道就要这么对待老子是吧？
老子不服！老子不服！老子今日要大开杀戒，报复整个仙界，你们都得死！轰轰轰！叶晨双眼血红，体内爆发浓郁黑雾，仙王力量暴走，天香楼轰然倒塌，楼中各种东寒仙官二代全部爆体而亡，魂飞魄散，血流成河。呼呼！很快，以天香楼为中心，卷起黑色法则风暴，天地失色。啊！不好，是仙王的力量，是仙王的力量！快逃，快逃！晚一步就要生死道消。帝都街道，无辜仙人惊慌失措，化作长虹远离黑色法则风暴中心。很可惜，仙王引起的法则风暴可不是普通仙人能够招架得住，他们就算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快速逃离，但还是被法则风暴绞杀。黑色风暴中心如同宇宙黑洞，法则乱流肆虐，所过之处一切湮灭，连求生的光芒都被撕碎。嗡嗡嗡！黑色风暴中响起神秘的祭祀道音，神秘的法则力量席卷千里，空间犹如镜面层层叠碎，其中楼阁宫殿被震碎，卷入风暴中心，无数仙人仙躯被风暴撕裂，灵魂被卷入破碎的空间，死无全尸。天地昏暗，法则乱流，血流街道，尸横遍野，惨不忍睹。东寒地都足有几万里地域，天香楼位于西城区，现在完全暴乱。东寒皇宫那边也注意到这边的动静，大批仙卫撕裂天空降临而来，每个仙卫都在双手掐诀，强大的术法神通形成一道阵法光幕，很快就阻止黑色风暴席卷其他地方。结，江晴仙主，希望你别让本公子失望啊！王清见到灾难开始，乐得看戏，身影化作黑雾折返血灵府。导火索已经就绪，就看叶晨引起仙王风暴会如何发挥。其他的王清可管不了，只要叶晨这颗棋子不死，东寒仙域乱作一团，那他的目的就达成了。哈哈，一群蝼蚁也敢阻止皇子，你们都该死，你们都该死！叶晨癫狂的笑声响彻这片天地，他随手挥动，法则风暴瞬间倾斜往东寒皇宫卷去啊！砰砰砰，众多仙卫惨叫，无一幸免，全部死亡，其中不乏半步仙王和九天玄仙，但他们面对的可是货真价实的仙王，只有死的份。这就是一边倒的屠杀，宛如血炼地狱。哼，北寒仙主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畜生？忽然之间，一道冷哼从皇宫方向传来，一道伟岸投影撕裂空间降临而来。来人是东寒大将军江正龙，准仙帝修为，他只是派了一些仙卫过来处理。没想到叶晨无差别的屠杀，导致他怒火中烧，投影撕裂空间赶来，真身还在皇宫上朝。你就骂吧，本皇子要毁了东寒帝都，打脸你们这些看不起本皇子的人。叶晨黑发乱舞，目眦欲裂，狂笑间五指猛地一握，某座千丈楼阁轰然拔地而起。这座巍峨建筑在他手中如同玩具般轻巧，却在刹那间裹挟着万钧之力，横扫向江正龙的投影。砰！楼阁轰然砸落，沿途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裂，无数宫殿、楼阁被狂暴的余波掀飞，砖瓦碎石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砸在街道上，溅起漫天烟尘。整片区域仿佛被巨兽践踏，地面龟裂，深不见底的沟壑蔓延开来，鲜血混杂着碎肉，泼洒在断壁残垣之间。江正龙的投影冷眼注视着这一幕，神色依旧淡漠，但眼中却闪过一丝愠怒。他双手缓缓掐诀，指尖凝聚出一抹凌厉至极的剑之大道。无知蝼蚁，凭空拥有仙王力量，就以为天下无敌。话音落下，他身前骤然浮现出一把千丈仙剑。这柄仙剑通体晶莹剔透，剑身上流转着璀璨的仙光，仅仅是悬浮于空中，便引得四周的虚空都扭曲震颤。轰！仙剑劈落的瞬间，整片天地仿佛被一分为二。恐怖的剑之道则如银河倒悬，以摧枯拉朽之势狠狠斩向叶晨掷出的千丈楼阁。两者碰撞，轰隆隆，两股力量在半空中剧烈交锋，狂暴的冲击波如海啸般席卷而出。所过之处，宫殿崩塌，地面塌陷，甚至连虚空都被撕裂出一道道漆黑的裂缝。战斗区域的法则乱流疯狂肆虐，方圆数千里的建筑如同纸糊般被撕碎，砖石、木屑、血肉横飞。整片东寒帝都的西城区瞬间化作一片末日废土。那些侥幸未被波及的仙卫刚冲上前，便被余波掀飞，骨骼寸断，口吐鲜血，重重摔落在地，生死不知。无知蝼蚁，受死！江正龙目光冰冷，仙剑劈碎叶晨的楼阁后，毫不迟疑，身形一闪，直接出现在叶晨面前。他抬手便是一掌，掌心凝聚着恐怖的仙道威压，仿佛要一巴掌将叶晨的脑袋直接拍碎。砰！这一掌若是落在普通仙王身上，恐怕瞬间就会脑浆迸裂，神魂俱灭。然而就在江正龙的掌心即将落下的一刹那，死亡即将降临。
叶晨的瞳孔骤然收缩，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和解脱。他隐瞒所有人自己是穿越者的身份，因为他知道穿越者自带主角光环，在这个飞天遁地的仙界很容易被当成异类针对。过往一幕一幕浮现他脑海，有风光，有落魄，有背叛，有不甘，最终他选择了放弃抵抗。他知道自己体内力量暴走，这一切所作所为罪无可恕，他甚至在等待死亡。就在江正龙的掌心即将轰碎叶晨脑袋的瞬间，嗡，一股古老恐怖的气息骤然从叶晨身后破碎的空间里爆发。一尊黑金地袍的虚影，白发披肩，踩着黑色彼岸花印缓缓浮现。这尊虚影正是王清的先帝元神，通体笼罩在黑金色的地袍之下，面容模糊，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仅是站在那里，便让四周的法则乱流都为之停滞。江正龙，你太弱了。黑金地袍虚影冷漠地瞥了一眼江正龙，随即袖袍轻轻一挥，哗，一股漆黑如墨的雾气如同活物般席卷而出，天地大道腐朽，瞬间将江正龙的投影吞噬。啊！一声凄厉的惨叫从皇宫方向传来，显然江正龙的投影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直接湮灭，而他的真身哪怕远在皇宫，恐怕也受到了不轻的反噬。黑金地袍虚影瞥了一眼东韩皇宫的方向，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意，随后转头看向叶晨，声音低沉而冰冷：小子，快走吧，若江晴那个老家伙降临，你必死无疑。话音落下，黑金地袍虚影嘴角露出计谋得逞的笑意，不再逗留，而是迅速融入虚空，消失不见。与此同时，叶晨的眼中那无尽的疯狂与黑雾也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恢复平静。他怔怔地看着四周，西城区宛如末日，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满是断壁残垣，鲜血染红了青石板，尸骸堆积如山，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血腥味。远处还有零星的仙卫在惨叫，但更多的已经化作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叶晨的瞳孔剧烈收缩，脑海中闪过一丝混乱的记忆，但很快他反应过来被利用。草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什么彼岸之主，你他喵的在利用老子！叶晨破口大骂，不敢再停留，身形一闪，直接撕裂空间，仓皇逃遁。同一时间，东韩皇宫仙主殿的朝会已经结束，江晴望着文武百官以及口吐鲜血跪地不起的江正龙，他满脸暴怒，怒吼连连，发布东煞令，捉拿叶晨，放话北韩仙域、东韩仙域和他们不死不休，老死不相往来。江晴愤怒不止，殿中央每个官员低着头，不敢触碰仙主的怒气。方才他们都在讨论天渊秘境即将开启的事，谋划怎么对付天渊一族的余孽。西城区发生的事，仙官们都注意到，刚才就想出手教训叶晨，但江晴仙主只是让大将军江正龙投影去处理叶晨，继续上朝讨论天渊秘境的事。好景不长，天渊秘境之事正好讨论完，同时江正龙的投影在西城区就被抹杀，重伤跪地。江晴的愤怒等于无能狂怒，他瞧不起叶晨一个小小的罗天上仙，就算获得奇遇，拥有仙王力量，终究是个小丑。然后他就被叶晨反手被打脸，还是非常响亮的那种。仙主陛下，叶晨不可怕，可怕的是他背后有一个先帝元神。卑职方才就是被先帝元神重创，投影被浓郁黑雾吞噬。江正龙挣扎着抬起头，眼中有惊恐，还有疑惑。东韩仙域的先帝一只手都可以数得过来，刚才那袭黑金地袍虚影显然不是东韩仙域的先帝老怪物。除去这种可能，那就只能说北韩仙域有强者在为叶晨护岛。不过叶晨一个北韩皇室的私生子，竟然有先帝这种级别的天花板战力护佑，江正龙真的非常不解。先帝元神，江晴皱眉，威严的眸中闪过万天星河，隐隐约约已经有了一丝猜测。文武百官们也在低头思考，心头震惊不已。先帝元神，北韩仙域的先帝降临东韩仙域，他们要做什么？难道想挑起两大仙域的战争？报！仙主陛下，叶晨离开帝都，又在破坏其他仙城，各种仙官家属死伤惨重。殿内传来着急的汇报声。一名金甲男子快速走入仙主殿，低头呈上一份名单，正是东韩仙庭麾下古城受损的清单。废物，你们都是一群废物，一个小小的罗天上仙都对付不了，本地养你们有什么用？江晴愤怒至极，掌心涌现一道神秘火焰，瞬间将手中的清单焚烧得一干二净。仙主殿内再次安静，气氛非常压抑，怕被江晴一把捏死。传大皇子让他母族势力出手，5天内本地要见到叶晨的人头。江晴冷冷吩咐，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仙主殿。前来汇报之人似乎想到了什么，他赶忙对着江晴离去的背影汇报：仙主陛下，大皇子去边境去了，如今还没有回来。天渊秘境即将开启，那个逆子去边境做什么？
江琴停在店门口，转身神色不悦地质问：“陛下，小的也不知大皇子去做什么。”汇报之人低着头，不敢直视先主。江琴沉默片刻，再次威严地吩咐：“让那个逆子赶快回来，叫他母族势力捉拿叶晨。若是5天之内他拿不下叶晨，弟子之位就没他什么事了。”江琴面色阴沉，冷冷丢下一道命令，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文武百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非常的无奈。他们各自摇头，也走出先主殿，准备返回身后势力看看有没有被叶晨祸害。只有江正龙挣扎了一会，伤势有些好转，慢慢起身，扶着胸口走到殿外。他望着东韩帝都外，满脸惆怅，心里哀叹连连，怕大皇子会被叶晨身后的先帝元神弄死。帝都城内刚才发生的大战，不少先人望着血流成河的西城区，内心惶恐不安。嗨，北韩皇室那个私生子为何突然这么厉害，还能把大将军的头影灭杀？他现在逃走了，东韩仙域怕是要变天了。那些没有被大战波及的区域，纷纷响起各种族群仙人的哀叹声。一个拥有仙王力量的仇敌，对东韩仙庭来说就宛如行走的噩梦。仙庭派强者为杀，人家可以逃入时间长河，等仙庭放松警惕，人家又冒出来对薄弱之处动手。叶晨就是那种不会硬拼的敌人，而是能制造混乱的仇强敌。这种防不胜防的攻击手段，足以能让东韩仙域陷入大恐慌。血灵府，一座楼阁拔地而起，直冲云霄。最顶层走廊上，王清一袭月白长袍，披着白发，背负双手，俯视帝都城恐慌的场景，颇为满意。他刚才用自己的先帝元神抹杀江正龙的投影，助叶晨逃离，可没安什么好心思，而是在叶晨体内种下了彼岸魔种。每隔1天，叶晨体内的仙王力量就会暴走，陷入魔化无差别的攻击所有人，这样就能彻底让东韩仙域大乱。而王清只要坐收渔翁之利就可。江琴仙主，你既然想拿本公子当你10几后羿皇子的磨刀石，本公子接下了，但这代价你可能承受不住。王清爽朗轻笑，双眸深邃，隐含漫天星光。时间流逝，10天过后，某个清晨，王清正在一座幽静的庭院，猫着腰研究天机子留下的星罗棋盘。忽然之间，踏踏踏，一阵脚步声响起，吸引了王清的注意。他回首查看，正好看到2名美得不像话的女子到来，一位是身着冰蓝长裙的穆冰轩，另一位是身着七彩琉璃如裙的水溪缥缈禁区的缥缈禁主。他神色愕然，使劲揉了揉眼睛，下意识问道：“冰轩，你怎么来了？还有你怎么和缥缈禁主在一起？”王清很疑惑，他小时候在鸿蒙海见过水溪几面，自然知道他的身份。但穆冰轩一个仙界的瑶池仙宫掌教，怎么可能会跟水溪这种大人物有牵扯？她是我闺蜜，我是缥缈禁区的天女。穆冰轩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他想看看王清是否知道缥缈禁区和禁忌王家联姻的事。不过看王清错愕的神色，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估摸着王清在鸿蒙海闭关之前，缥缈禁区和禁忌王家还没有联姻，而且王清在鸿蒙海时，除了知道水溪是缥缈禁主外，压根就没怎么在意缥缈禁区其他的人物。反过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和穆冰轩早就有婚事。啥？你是缥缈禁区的缥缈天女？这下能到王清绷不住了。他一直都是胸有成竹的模样，事事带有绝对的掌控力，现在穆冰轩爆出一个惊天消息，他感觉十分的荒谬。自己囚禁3个月双修的女子是缥缈天女，特么的，还能不能再离谱一点？水溪和穆冰轩见王清傻眼的表情，他俩心里了然，看来王清真不知缥缈禁区和禁忌王家的联姻。王少主，鸿蒙海18年一别，你从当年那个小屁孩长成翩翩美男子了。水溪捂嘴轻笑，胸前波澜壮阔，琉璃如裙飘飘，白皙美腿若隐若现。他没有将缥缈禁区和禁忌王家的联姻之事说出来，他要等穆冰轩自己说。这是穆冰轩和王清小两口之事，他不好喧宾夺主。水溪禁主，18年不见，你依旧风采动人，绝世无双。王清抱了抱拳，笑呵呵的。穆冰轩站在一边，低头看着自己的冰蓝水晶鞋，心里磨蹭了好久，他才鼓起勇气：“王清，我怀孕了，不过是一个女儿，你当爹了。”说罢，穆冰轩羞着脸，低着头，玉手捏着裙摆，内心犹如小鹿乱撞。王清当场傻眼，笑容戛然而止：“冰轩，你说什么？你怀孕了？”对，穆冰轩红着脸，抬头勇敢地和王清对视。他内心有些忐忑，因为不知道王清喜欢男孩还是女孩。我王清当爹了，我王清当爹了。王清快步走过去，抱着穆冰轩转了一圈，伸手摸了摸他的小腹。很快，王清用彼岸之力查探穆冰轩体内情况。他说的没错，她真的怀孕了。修为越高，怀孕越难，像王清元神是先帝修为，
想要有子嗣的概率几乎为0。但万万没想到，穆冰轩还真的怀上了，他是真的非常高兴。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穆冰轩见王清这么高兴，没忍住问出心中的疑问。不管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就安心养胎，其他事交给我就好了。王清眼含笑意。王振南早就催促过王清，要早点为禁忌王家传宗接代，别老是只顾着修炼。现在好了，穆冰轩怀孕了，王清就再也不怕父亲唠叨。虽然穆冰轩体内的道胎或许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出生，但总该有个孩子的盼头，王清等得起。水溪见王清两人在调情，他不好意思当电灯泡，主动在庭院内找了间房间走了进去。穆冰轩看到水溪走后也大胆了许多，不怕别人说自己这么大个人还会害羞。他并没有打算将自己和王清有婚姻之事说出，他要等到成亲的那日，看王清再次傻眼的表情，那样可能会非常精彩。你来东寒仙域已经快半个月了，天渊秘境之事你处理得如何？穆冰轩坐到石墩上，吐气幽兰，轻声细语地问道。这事不急，天渊秘境会引来仙界所有势力争夺，所有事我都安排好了，你就安心养胎，好好看我表演就行。王清来到穆冰轩跟前，望着他红润诱人的脸颊，心里有些荡漾。穆冰轩双颊绯红，白了眼王清，随后笑道，既然你已经安排好，那我就不问了。呵呵，你跟着我看戏就行了。王清咧嘴笑道。他拉起穆冰轩，他自己坐到石墩上，让家人靠近自己怀里。王清，水溪姐还在呢，你不能乱来。穆冰轩靠近王清怀里，看到王清的魔爪往自己裙摆摸去，他伸手想要阻止王清，但王清哪里会给反抗的时间。不多时，幽静的庭院内响起穆冰轩宛如百灵鸟的叫唤声，美妙动人。而在庭院一间房间里，正在打坐吐纳的水溪听到外边的动静，脸颊瞬间红霞一片。他用神念偷偷查看庭院内的情况，看到王清将穆冰轩放到石桌上，那傻，呸，两个流氓，大庭广众之下这般不害臊。水溪低声咒骂，赶忙运转清心咒。夜晚来临，庭院内参天古树被晚风吹拂，响起哗哗哗的声音。古树之下，王清和穆冰轩坐在石墩上，大眼瞪小眼。王清，你就喜欢欺负我？穆冰轩非常不开心，撇着嘴，双手抱胸，不再搭理王清。哼，半月不见，甚是想念，没忍住。王清打趣的笑道。他站起身，神念扫视帝都城的场景，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又坐下来和穆冰轩斗嘴。殿下，掌教，天机老头和赵殿主已经取得楚无辞的信任，他俩从天渊秘境内传出消息，楚无辞已经成功得到天渊少主之位。天机老头在消息中问道，下一步该如何走？红莲急忙走入庭院，双手奉上一枚玉简，里面记录着天机子从天渊秘境传出的消息。王清顺手接过，神念扫了一眼，皱眉陷入沉思。几天前，赵军带着楚无辞回到帝都，接走了马灵山。王清暗中吩咐天机子和赵军，随着楚无辞进入天渊秘境。等天渊秘境开启，赵军和天机子里应外合，同王清一起对天渊一族出手。但现在玉简内，天机子传来的消息中，天渊一族出现超越先帝的存在，疑是鸿蒙海天运神族的强者。而天渊一族不过是天运神族支脉族人，天运神族主脉来人，似乎有意统一仙界。超越先帝的存在，会是哪个家伙呢？王清将玉简收起来，低声喃喃。穆冰轩和红莲对视一眼，也都纷纷沉默。超越先帝的存在，那不就是踏上超脱之路的生灵？超脱路上的生灵都是鸿蒙海的至强者，施展的是大道本源力量。这种强者降临仙界做什么？如果说先帝是修炼一道的天花板，属于镇压万界的绝对主宰，那么鸿蒙海踏上超脱之路的生灵，几乎都属于掌控大道本源的至高存在。这种存在一旦出手，随时可打崩万界。想到这，穆冰轩担忧地道，王清，要不要水溪姐出手？她也是超越先帝的存在。你父亲和玄女殿两位老祖去无垠星海了，她没在，你手底下只有天机子和赵军两位先帝，怕是无法镇压天渊一族吧？言罢，穆冰轩神色惆怅，怕王清胡来，让自己成为一个寡妇。虽然他和王清也来自鸿蒙海，但现在传消息回鸿蒙海已经来不及，眼下只能借助水系的力量才能摆平。王清见穆冰轩一脸担忧，他伸手宠溺地揉了揉家人的青丝，开口笑道，无碍，超越先帝的存在，我也有人可以对付。这好吧。穆冰轩也不再干预王清的安排，自己只要安心养胎就可。红莲，你陪在冰轩身边好生伺候，别让其他人来血灵府吵闹。王清平淡地吩咐一声，他起身离开了庭院，要去处理其他事。红莲见王清离开后，才围着穆冰轩打转，细细打量自己的这位掌教大人。掌教，你啥时候怀孕的？他露出八卦之心，不害臊地询问。穆冰轩已经没了作为瑶池女帝的威严，
红着脸道：“二长老，你怎么也这么八卦？”嘻嘻，掌教，你可是缥缈禁区的天女，又是瑶池仙宫的掌教，啧，这2种身份，哪一种都能让众多生灵仰望。你宛如9天之上不染尘埃的神女，如今却是怀孕了，我当然得好好八卦八卦了。红莲不顾慕冰轩脸红，依旧自顾自地打趣。她是慕冰轩18年前从红蒙海带来的侍女，来到仙界后，慕冰轩成了瑶池仙宫的掌教，而红莲则是成了瑶池仙宫的2长老。2人平时虽然以上下级称呼，但私底下关系非常不错。你啊，本宫真是拿你没法。慕冰轩羞着脸走开了，红莲却一改平静的性格，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与此同时，血灵府这边倒是充满欢快的气氛，但东寒皇宫却是非常的压抑。平日宫女太监在各种宫殿楼阁之中穿梭，如今却显得非常冷清。仙主殿，江晴坐在龙椅上，望着殿内战战兢兢的江天一，内心非常失望。本帝怎么会生下你这么个没用的东西？你手底下可是拥有一位准仙帝，你竟然抓不住叶晨！江晴满脸怒气，恨铁不成钢。他之前放话让江天一带着他的母族势力5天内抓住叶晨，其实就是想要给江天一一个表现的机会。只要江天一能抓住叶晨，江晴就打算立他为弟子。很可惜，江天一不仅没能抓住叶晨，手底下的势力更是死伤惨重。江晴心里那叫一个气，恨不得当时将其射在墙上，永远不生下来。父皇，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保证抓到叶晨。江天一弓着身子举手保证，同时他内心已经将叶晨祖宗18代都骂了个遍，就是那个混蛋害得自己的计划出了岔乱。他从东韩边境离开后，就一直尾随在慕冰轩的瑶池仙州后，打算找机会将其抓起来威胁王清，但突然收到父皇的消息，5天之内抓到叶晨。别无他法，江天一只好放弃抓瑶池女帝的机会，转头对叶晨出手。奈何叶晨表面罗天上仙的修为，却隐藏有仙王的力量，甚至时不时的黑化，爆发堪比仙帝的力量。江天一派遣准仙帝也奈何不住，被叶晨逃入时间长河，夜里又出来偷袭。这样的卑鄙手段下，导致他和他的母族势力手下死亡不计其数，最后灰头土脸的回到东韩皇宫受骂。仙主陛下，大事不好了，叶晨又偷袭了一座仙城，死伤惨重。殿外传来急促脚步声，很快江正龙从殿外走了进来，低着头呈上一份玉简。江晴阴沉如水，袖袍卷动，接过江正龙手中的玉简，神念扫视了一眼，顿时他暴怒不已，啪的一声起身拍碎了龙椅。好你叶晨，还敢单挑本帝，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江晴杀意凛然，因为他手中玉简正是一封挑战书，书中内容大概是：江晴老儿，有本事东韩绝巅一战，我叶晨能将你打得鼻青脸肿。江晴作为东韩仙域第一人，眼里岂能容得下沙子，立马暴跳如雷。大将军，你看好帝都，本地去东韩绝巅会一会那个该死蝼蚁。江晴吩咐江正龙一声，愤怒的撕裂虚空，移形换景，眨眼消失不见。江正龙见先主陛下走后，转身看了眼江天一，无奈道：大皇子，你没受伤吧？皇叔，我没事。江天一摇摇头，抱了抱拳，转身向着殿外走去。江正龙也不好多说什么，他虽然是江晴的弟弟，但弟子之位这种事轮不到他一个皇亲国戚干预。帝都城10几天前被大战毁掉的西城区，早就被东韩仙庭的帝师恢复如初，只有那些死去的仙人没被复活，其他依旧如往常那般热闹非凡，属于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叶晨挑战东韩仙主的消息如惊雷炸响东韩仙域，掀起滔天巨浪，原本压抑的仙域瞬间沸腾，各方势力震惊哗然。这挑战直指东韩仙域第一人，似一颗巨石坠入深海，激起千层浪涛，让整个仙域的气氛愈发紧张，剑拔弩张。天渊秘境还有几日即将开启，其他4方仙域也有各种势力到来。这场小人物挑战东韩掌权者的事迹，可是让各大仙域强者津津论道。天香楼已经被恢复成之前的模样，酒楼内热闹嘈杂，人多眼杂。哎，叶晨那家伙真是走了天大狗屎运，意外获得仙王力量，还有大气运守护，每次面对强敌都能逢凶化吉，真是叫人捉摸不透。现在他更是公然挑战先主陛下，不得不说勇气可嘉。酒楼内每个角落都在讨论叶晨的故事，那个北韩皇室的私生子，如今一跃成为仙王巨头，真是羡煞旁人。王清也躺在酒楼一张摇椅上，双腿搭在桌子上，神念扫视东韩绝巅的方向。他发现有不少势力高层赶去观战，其中不乏仙王巨头，甚至还出现几位准仙帝。哼，叶晨干得漂亮，你把东韩仙域这汤水搅得越浑，本公子越好坐收渔翁之利。王清双手枕着头，嘴角叼着一根仙草，自言自语。他悠闲自得，打算观察一会，就动身去东韩绝巅看戏。
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杀了江晴，让东韩仙域更加混乱。太初弟子20多天不见，别来无恙。忽然，一袭锦袍青年坐到王清对面。王清眯了眯眼，闪烁危险的光芒。哟呵，这不是北韩大皇子？怎么？上次被本公子用狗侵犯，你屁股又好了，所以还想尝尝被狗干的滋味？王清冷笑不断，戏谑地望着叶长生。叶长生面色有些尴尬。王清这嘴巴是真的毒，哪壶不开提哪壶。王弟子，那都是过去的事，本殿下早就当做到心历练了。本殿下这次来不是找麻烦，而是想与你合作密谋天秘境中的宝物。叶长生尴尬地笑了笑。王清收起戏谑的表情。哦，你竟然会好心找本公子同谋天渊秘境的宝物，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本公子可不信，除非你拿出点诚意，不然免谈。言罢，王清闭上眼，不再理会叶长生。叶长生摸了摸鼻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诚意本殿下当然已经准备。诺，这是北虚之渊的钥匙，你不是想放出归虚魔主，本殿下助你一臂之力。话音落下，叶长生从空间界中探出一把金灿灿的钥匙。王清双眼明亮，顺手接过，同时心里狐疑起来。这丫的怎么知道我要放出归虚魔主？他不动声色，掂了掂手中钥匙，调侃道：你助本公子放出归虚魔主，不怕北韩仙域大乱？呵呵，乱了好，乱了好啊！本殿下父皇已经重新娶了一个帝妃，将本殿下和其他5位皇子都送去和亲，发配边疆。意思很明显，那个老东西要重新培养继承人，继承北韩弟子之位，他做初一，那就别怪本殿下做15。北韩仙域大乱，本殿下才能推翻那个老不死的东西，自立为王。叶长生一口气说完，仿佛将心中的怒气一吐为快。呵呵，很好，同谋之事本公子答应你了。不过天渊一族被太初天庭镇压在东韩仙域的天渊秘境许久，他们族中有超越先帝的存在，你不怕随本公子进入里面丢掉性命？王清挑了挑眉，故意说出其中的可怕，也想看看叶长生的胆子如何。若是叶长生胆子够大，等北韩仙域大乱，他介意扶持一个傀儡仙主。王弟子，你放心，本殿下要是怕就不会来找你谈合作了。天渊秘境内是什么情况，本殿下清楚一些。你放心，本殿下绝对不会拖你后腿。叶长生眼神非常坚定，带有不容置疑的味道。哈哈，合作愉快，合作愉快。王清爽朗大笑，他站起身，继续道：天渊秘境开启还有几日，本公子要去东韩绝巅看看你6弟情况如何。几日后，你来血灵府见本公子就行，后会有期。王清大摇大摆地走出天香楼，眨眼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叶长生见王清走后，才敢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因为王清给他的压力太大，他提不起一丝反抗的心思。自己可是一名穿越者，还是拥有神级签到系统的男人，为何会害怕仙界一个土著强者？叶长生自嘲地笑了笑。他用系统积分在系统商城兑换了3张仙帝体系卡，可体验3个月的仙帝修为，这就是他赶来找王清合作的底气。他想得到天渊秘境中的是渊剑，那可是一件先天灵宝。同时北韩仙主另娶帝妃这件事，叶长生非常的不爽。原本要是不出现什么意外，北韩弟子之位铁定是他的，但就因为20多天前他被王清用狗侵犯，北韩仙主觉得丢人，剥夺了他争夺弟子之位的权利。而且他是一名穿越者，吞噬了北韩大皇子的元神，占据元身，成为新的北韩大皇子。所以北韩仙主不算他的亲生父亲，所以他推翻那个老家伙，心里是一点罪恶感也没有。至于他如何知道王清要放出归虚魔主的想法，那当然是神级签到系统告诉他的。不过王清放出归虚魔主有什么目的，就算神级签到系统也不知道，叶长生也不敢去深究，只要王清不阻碍自己推翻北韩仙主那个老家伙就好。系统，你确定拥有3张仙帝体验卡就能夺得石渊剑？宿主，系统已经升级为3，零版本，100%能夺得，祝你夺得天渊剑。系统升级之后，你只要完成统一北韩仙域的任务，系统马上能让你踏入仙王，还能夺得王清身上的正版天煞阵魔戟。一言为定。叶长生和系统对话完，扫了一眼酒楼，起身离开了天香楼。同一时间，东韩绝巅，混沌雾霭飘忽不定，云海之中驻足了很多楼船和仙舟，都是4大仙域的不朽势力长老，又或是仙王世家的族老。他们望着绝巅之山上背对众生，摆出一个冷酷帅气姿势的叶晨感到十分惊讶。哎，北韩仙主这个六儿子真是能扮猪吃老虎，隐瞒了穿越者的身份和仙王修为。各势力长老叹息不止，他们对于穿越者自然不陌生，因为仙界每隔个一个纪元都会出现一名穿越者，天命、大气运、美女倒贴加身，最终成为仙帝踏足鸿蒙海。千万年等于一个纪元，上次出现的穿越者名叫赵日天，一路装逼打脸，
压得仙界抬不起头，最后赵日天成为仙帝，踏入鸿蒙海，仙界才恢复平静。叶晨10几天前自报家门，他是穿越者，之后开始在东寒仙域大肆装逼暴打东寒仙庭，现在更是放话要挑战东寒仙主，各势力的仙王巨头仿佛又回到被穿越者支配的恐怖纪元。然而此刻绝巅之山上的叶晨可不在意其他势力的仙王巨头，一副独孤求败的模样。诸天万界聊天群，叶晨，各位道友，我马上就要暴打东寒仙主，你们有没有来仙界围观一问？龙傲天，没有，我在西寒仙域斗那些老秃驴，嘚瑟嘚瑟。双影女帝，我在南寒仙域被邪魔追杀，哪里有时间来看你装逼比试比试。天妖女帝，就是，我也在被妖界强者追杀，你倒好就知道装逼，还不如来妖界帮我菜刀。楚无辞，叶晨，你先装逼，本少主马上来观战，鼓掌。叶长生，叶晨，你当心点，王清那个混蛋已经在来东寒绝巅的路上。彼岸之主，诸位这么热闹，炸弹，神师瑶群主，彼岸之主，你怎么进的群？群聊公告，彼岸之主被设定为管理员。彼岸之主管理员，小瑶儿，这种低级玩意群聊，姑不是想进就进，坏笑。神师瑶群主，翻白眼。叶晨，彼岸之主大佬666，你不仅能让晚辈一夜之间成为仙王，现在晚辈魔化更是能爆发准仙帝实力爆全。叶晨关闭装逼系统上的聊天群，思绪回到现实，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10几天前他从东寒帝都逃走后，在途中觉醒了装逼系统，意外进入群聊。有了系统这种金手指，又得到仙王的力量，虽然是被彼岸之主利用，但他早就不放在心上。彼岸之主的利用，仙王修为和系统金手指，这种好事有多少，他叶晨要多少，真香定律永远不过时。蝼蚁，本帝那晚没一掌抽死你，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算了，反倒是祸害东寒仙域，你给本帝去死！轰！突然之间，东寒绝巅的灰色天幕被2只大手无情撕裂，一袭龙袍中年降临，他浑身充斥着东寒大道气息，一言一行皆是威武。东寒仙主到来，叶晨能不能战胜他？云海中各种楼船和仙舟上，不少仙王巨头露出期待之色，他们不敢小看叶晨，更不敢小看东寒仙主，这场大战注定会被载入仙界史册。穿越者挑战仙域霸主，谁胜谁败尚未可知，敬请期待。哎呦呦，江晴老儿，这么容易暴躁，你是怎么当上东寒仙主的？叶晨理了理思绪，转身讥讽一笑，他还对着江晴吹了吹口哨，勾了勾手指，来啊，来打我腮！蝼蚁，本帝抽死你！江晴怒气冲天，闪现至叶晨身前，抬手就要捏碎他的天灵盖，刹那间天地失色，东寒大道之力汇聚江晴掌心，随即按压而下，空间荡起一阵阵涟漪，虚空寸寸皲裂。江晴老儿不错哟！叶晨不断调侃，身影急速后退，远离江晴按压而下的手掌。常言道，装逼一时爽，全家火葬场。叶晨想靠着体内仙王力量倒退，身后浮现一条时间长河，打算钻入其中，再趁其不备的搞偷袭。但他错了，而且还错得非常离谱。东寒仙主那是谁？那是俯瞰万界的绝巅强者，正常修炼体系天花板站立的仙帝。他更是活了几千万年的老怪物，战斗经验何其丰富，吃过的盐比叶晨走过路都多。蝼蚁，你还想从本帝手中逃入时间长河？你怕是在白日做梦？大封印术！江晴怒喝一声，抬手掌心的东寒大道之力瞬间封锁绝巅之山，封印时间长河虚影。他一把抓住叶晨的脚腕，头朝地脚朝天，直接祭出物理超度。叶晨内心一阵惊恐，想要奋力挣脱，奈何江晴抓起他的脚就往地面砸去。砰砰砰，天崩地裂，绝巅之山摇晃不止。叶晨被砸得头破血流，顿感灵魂一次次起飞，一次次撕裂。啊！江晴老儿，你不讲信用，上来就火力全开，我不服，有种你放开我，我们公平决战！叶晨惊恐尖叫，江晴眼中的暴怒丝毫没有退去，冷喝道：蝼蚁，小小的罗天上仙得到仙王力量就敢叫板仙帝，谁给你的勇气？还想公平？你偷袭东寒仙庭古城时，无辜仙人惨死，你怎么没讲公平？言罢，江晴抓起叶晨的脚腕，又是一顿猛砸。砰！绝天之山原本耸立云层，但在江晴的暴怒猛砸下，山体不断被叶晨的肉身撞碎，惨叫不断。云海翻滚中，那些观战的仙王巨头苦笑不已，能让一位仙帝这么暴怒，恐怕也只有叶晨能做到了。琉璃玉石打造的渡神舟上，船身雕刻神秘复杂的道纹，散发淡淡光晕。
一座殿宇立于最中央，王清位于宫殿左侧，白发飘飘，月白长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他扶着栏杆，望着叶晨被暴打，脸皮微微抽搐，暗骂一声：真是不经夸，本公子10几天前离开时，给了你一丝时间大道的力量，你竟然无法掌握。王清恨铁不成钢，还指望叶晨熟练时间系列神通，继续扰乱东荒仙域。现在直接被逮住，不被业火焚烧烤，就算阿弥陀佛。主人，你要求太高了，叶晨面对的可是先帝，又不是什么大白菜。深渊反派系统神师瑶出声提示。王清收回俯瞰绝巅之山的目光，神色微微诧异：瑶儿，我正好找你有事。诸天万界系统你什么时候创建的？主人，你别胡说，那是系统之界自主演化出来的群聊，供诸天万界穿越者交流的平台。瑶儿只是代为管理，可没有创造什么诸天万界群。神师瑶声音软糯，甜美无比。王清每次听到他的声音，心头都有些荡漾。原来如此，他垂眸低头，不再询问聊天群的事，掌心浮现一丝彼岸之力，打入渡神州，转瞬离开了绝巅之山。叶晨的死活对于王清来说已经不重要，因为叶晨有大气运傍身，还有装逼系统依靠，应该有机会逃走。王清现在只想回雪灵府去斗木冰轩。北虚之渊的钥匙已经到手，放出归墟魔主祸害北寒仙域，那是早晚的事。至于叶晨，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他就自求多福吧。王清现在还不想直面对东寒仙主，等镇压了天渊一族，再着手推动北寒仙域和东寒仙域的大战。另一边云海内，流金楼船上，叶长生望着被叶晨即将被砸晕，他非常无奈，装逼挑衅先帝，他真不知叶晨哪里来的胆子。诸天万界聊天群，叶长生，诸位道友，叶晨那个家伙被东寒仙帝暴揍，怎么解救？在线等，挺急的。龙傲天，装逼遭雷劈，从头劈到小几几，不救，我要和西寒仙域的老秃驴拼佛法得意。双影女帝，群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谁会去帮助一个装逼犯比试？天妖女帝，啊，对，我在妖界被龙族强者追杀，自顾不暇，哪里还有机会来仙界叹气？楚无辞，同意+1。神师瑶群主，同意+2。彼岸之主管理员，叶晨，你自求多福，姑回家陪媳妇去了，挥手。叶晨，彼岸之主，大佬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晚辈要被东寒仙主砸死了。彼岸之主管理员，叶晨，姑给了你仙王之力，你又觉醒了装逼系统，如何使用就看你自己了。冷漠。叶长生看到神级签到系统界面显示的群聊信息，心里无奈，叶晨这下真是没救了。本殿下还有事做，六弟你就自求多福吧。叶长生叹息2声，也没有去搭救叶晨那个六弟的打算，还是好好准备几天后的天渊秘境。哎呦，江晴仙主，别打了，再打就要出人命了。晚辈认输，以后再也不装逼了。叶晨通过万界群聊求助无用，果断认输。他头破血流，血肉模糊。叶晨要不是有王清赐下的一丝彼岸之力和时间大道的力量，估摸着他早就被江晴砸死。哼，不装逼了，本帝也不会放过你。你既然是穿越者，又是北寒仙主的私生子，还有利用的地方。江晴停手，不再猛砸叶晨，而是提着叶晨撕裂空间，折返东寒帝都。叶晨把东寒仙域搞得鸡飞狗跳，江晴要用他威胁北寒仙主做出赔偿，然后在北寒仙主面前杀了叶晨，狠狠羞辱北寒仙主，方能以解心头之恨。云海之中，各大势力的仙王巨头看到绝巅之山被砸出一个深坑，大气都不敢喘。穿越者不是无敌的，至少叶晨没有上个纪元的穿越者赵日天厉害。同时他们心里也非常震惊江晴仙主的实力，能施展大封印术，至少已经开始接触封印大道本源力量。或许过不了多久，江晴仙主就要离开仙界，去往鸿蒙海寻找超脱之路了。哎，走了，没戏可看了。众多仙王巨头挥动脚下楼船，又或是仙舟撞破空间离开了东寒绝巅。时间流逝，夜晚来临，东寒帝都街上许多仙人都知道叶晨那个穿越者装逼挑战江晴仙主失败了。叶晨现在被江晴挂在帝都城门口，叫几名仙卫轮番抽打，又或是叫那些被叶晨杀了家属的仙官用业火焚烧。总之就是没有轻易的让叶晨死去，而是让他痛不欲生。叶晨装逼祸害东寒仙域半个月左右，覆灭无数古城，杀了众多仙官的家属。他现在终于被制裁了，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帝都街道众多仙人围在城门口，对着被抽打的叶凡指指点点，乐得看笑话。血灵府前，王清拉着穆冰轩的玉手，神念扫视城门口的方向，会心一笑。走，冰轩，我带你到城中逛逛。王清宠溺地揉了揉穆冰轩的发丝。
好啊，难得你不用整天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穆冰轩用脸颊蹭了蹭王清的掌心，他今日一整天都在问红莲东寒仙域发生之事，得知了王清的所有谋划。他破天荒地露出一丝疼惜，王清才23，别人这个年纪还在家族里好好修炼，而王清却是在计划怎么统一仙界。他每天最多的就是要算计谁，接下来每一步如何走，如何最大利益化。这些事本该可以交给太初天庭的4大执法殿去做，但王清却是放心不下，选择自己亲自监督。仙人可以说无尽寿元，只要不被强敌杀害，就能与天同寿。23岁对仙人来说就宛如幼童期，但王清这个幼童已经在谋划统一仙界，甚至暗中让叶晨搅动东寒仙域成功，棋子被抓直接扔掉。江琴仙主以为抓到叶晨，东寒仙域就不会大乱，却是不知幕后黑手还活得好好的。不是穆冰轩是恋爱脑，而是他怀上王清的骨肉，母性泛滥，甚至有些疼惜王清。他之前被王清囚禁3个双休怀孕，你说他对王清有情吧？好像也不对。你说他对王清没有情吧？也不对，不然也不会怀孕了，不想着打掉道胎。他对王清的感情现在可谓是非常的复杂，恨有一些，但更多的是复杂的爱。两人走在灯火阑珊的街道上，王清撇头见穆冰轩低着头，神情复杂，忍不住询问：你怎么沉默不语？穆冰轩压下内心复杂的情绪，笑了笑没事，我就是在考虑未来我们的孩子出生该取什么名字呢。哦，原来你说这个啊，取名字的事交给我父亲和母亲就行。王清拉着穆冰轩在街上行走，两人敞开心扉相谈，从孩子说到未来，从未来说到隐居。东寒帝都10万里开外，一片数万里深渊充斥着浓浓白雾，悬崖边上正有一位黑袍男子背着手望着这片区域发呆，他身边还跟着一位锦衣中年，乃是天渊一族的族长楚星河，而那位黑袍男子是鸿蒙海天运神族的主脉长老楚道生。星河老弟，天渊秘境对仙界开启还有3天，5大仙域的势力都已经到来，其他不乏仙王巨头带队，你说我们要如何避开太初天地，收割5大仙域各势力的仙王本源，又如何统一仙界？楚道生看似在询问，又似在担心天帝王震南会暗中搞破坏。他来仙界可不是来玩的，而是为了收集仙王巨头的本源，带回鸿蒙海给天运神族的道子增强不灭道体，统一仙界，顺便让仙界成为养殖地，好为天运神族制造更多的气运之子。天运神族暗中已经养殖了很多古老世界，培养出很多身负大气运之人，就连混沌海几乎都已经被天运神族渗透，只有鸿蒙海这块难啃的骨头迟迟没有拿下。因为鸿蒙海受到彼岸之地庇佑，不然早就被天运神族拿下。鸿蒙海大道本源之地，混沌海洪荒体系，仙界3000大世界正常仙侠体系飞升的天花板，上中下的位面中转站，诸天万界凡界。至于彼岸之地，只存在传闻中，没人见过。道生长老，鸿蒙亮劫快要从无垠星海最深处波及万界，鸿蒙海各路魔神禁忌存在，超脱生灵都在谋划纪元过后怎么收割资源。王震南将仙界作为他儿子王清的历练之地，我们想要养殖仙界，怕是会被禁忌王家打压。而且仙界作为高位面和无以计数的低位面中转站，鸿蒙海盯着仙界这块蛋糕的势力肯定不在少数。依我看，不如先收集好仙王本源给道子送过去，统一仙界之事再从长计议。楚星河说出自己的看法，禁忌王家是鸿蒙海的霸主，就连各大神族和魔神都要礼让3分。王震南作为禁忌王家家主，王清是禁忌王家少主，这对父子已经将仙界视为磨练之地，若是在鸿蒙亮劫这个节骨眼上，天运神族想统一仙界，楚星河敢保证天运神族的养殖计划一定会被王清父子粉碎，鸿蒙海其他势力肯定也会插一脚，到时候天运神族再想统一仙界，怕是难上加难。楚道生沉默，因为楚星河说的对，若是这个时候想着统一仙界，肯定会被禁忌王家父子破坏。沉默良久，他摆了摆手，叹息道，既然搞不了大动作，那就趁天渊秘境开启，多收集一些仙王本源，等仙王本源收集差不多，再好好规划怎么拿下仙界，将王家父子逼走。言罢，楚道生单手掐诀，点出一道神秘本源力量，破开深渊白雾，回到天渊秘境。楚星河见他离开后，摇摇头，在这片无数万里的深渊布置一些手段。这片深渊名唤东仙崖，传闻1000万年前天帝斩杀3位仙帝，将天渊一族镇压在此。这里被天帝布置了太初明渊阵，阵法能维持1000万年，封印3天后完全瓦解。天帝曾说过，1000万年后吾儿会再次降临东寒仙域，镇压天渊余孽。赵老弟，天运神族强者降临，你务必赶回太初仙域，回蓬莱仙岛，将这件事告诉天帝陛下。老夫在这里守着，
他们若是再有什么大动作，老夫第一时间通知弟子殿下。东仙崖附近一座山峰上，天机子望着楚星河在东仙崖边缘布置后手，他双眸深邃，斗转星移。赵军同样也在注视那片深渊白雾，仿佛迷雾中隐藏有什么大恐怖，3日后便会彻底苏醒。他撇头看了眼天机子，爽朗大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这次定要好好大干一场。天机老道，就按你说的做，你留在这里看看他们后续还有什么动作，本座这就回太初仙域一趟。言尽以此，赵军转身抬手撕裂空间，一步踏入其中，身影很快消失。天机子拄着算命幡，一袭破烂道袍，眸光依旧没有从东仙崖离去。夜色星空璀璨，月光洒满大地，照亮东仙崖每个角落，却照不进那片深渊白雾。呼呼，晚风呜咽，参天古树，茂密丛林响起哗哗哗的声音。天机前辈，你在这里干嘛？怎么不回天渊秘境？忽然之间，一袭白袍青年带着一位仙裙女子来到天机子身旁。男的英俊帅气，女的姿色动人，正是楚无辞和马灵山。楚无辞早上的时候就从天渊秘境出来，带着马灵山去东寒绝巅看叶辰装逼。天机子和赵军因为帮过他的忙，成了天渊一族的客卿长老，也跟着出来为他护道。楚少主，今日观战情况如何？天机子回首看了眼，咧嘴笑道：还行还行，就是叶辰那个家伙装逼翻车，一个回合没有挨住，就被东寒仙主砸得血肉模糊。楚无辞摇头苦笑，一旁的马灵山却是淡漠如水，美眸扫视附近，愣是没发现赵军那个杀父仇人。系统，你不是说赵军那个老混蛋还在东仙崖附近，怎么没见人影？天渊秘境对仙界开放，我一定要趁乱杀了那个老家伙。系统，你可不能让赵军那个混蛋跑了。马灵山心里询问至尊逆命系统，完全没在意楚无辞和天机子的谈话。宿主，赵军刚走，你来晚了。他现在不知去哪里了，不过他应该还会回来，等他出现，系统一定助你杀了他。另外，宿主你要小心点，天机子和赵军系统这边扫出了他俩的信息，他俩是太初天庭的天机殿主和刑法殿主。至尊逆命系统提示完，便陷入静止的状态。马灵山不动声色地看了眼天机子，心里琢磨系统说的话，也在怜悯楚无辞应该是被仇家利用了。他刚觉醒系统没多久，并且还恢复了前世记忆。他前世乃是穿越者联盟的精英成员，在鸿蒙海争夺大道本源时陨落。至尊逆命系统就是他前世绑定的系统，这一世记忆苏醒，系统也跟着觉醒。他现在表面是罗天上仙的修为，但恢复前世仙帝记忆，加上系统的帮助，他的战力至少可以持平准仙帝。就算遇到仙帝，他也有很大把握逃走。这就是仙帝底蕴，只要修炼资源足够，再有系统帮助，恢复到巅峰也只是时间问题。天机前辈，秘境还有3日就对仙界开放，外界不宜久留，前辈是否随晚辈回天渊一族？楚无辞对着天机子拱手抱拳，态度可谓是非常的恭敬。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天渊少主之位是天机子和赵军帮他得到。他那日回到帝都，劝说马灵山许久，才将其带出帝都，告诉所有真相。马灵山刚开始是拒绝的，但是见楚无辞隐藏这么高的身份，留在自己身边当了30年赘婿，他对楚无辞也有些情，于心不忍，就暂时打算跟在楚无辞身边，顺便找机会杀了赵军。最后是楚无辞充当和事佬，暂时压下马灵山对赵军的恨意。他带着天机子和赵军以及马灵山来到东仙崖，借助天渊令回到天渊秘境。他回到天渊秘境，眼看少主考核即将完成，天渊一族的其他长老拒不承认他的少主之位。之后是天机子和赵军的出现，压得天渊一族的长老抬不起头，经过多次商议，才肯让楚无辞当少主。呵呵，走吧。天机子隐晦地看了眼马灵山，手捏胡须笑了笑，化作长虹往东仙崖飞去。楚无辞没有看出天机子和马灵山的异常，他虽然也有系统，不过太低级，还是初始零，一版本的群聊系统根本扫不出天机子和赵军的身份，因此他早就掉进了巨大漩涡而不自知，真是个可怜虫。灵山，我们也走吧。楚无辞看了眼马灵山，想要牵他手一起回天渊秘境。马灵山露出复杂的眼神，没给楚无辞牵手的机会，同样化作流光离开了这片山峰。楚无辞苦笑摇头，跟在后面赶了上去。他现在非常满足，有2位仙帝靠山，又是天渊少主，现在只要再得到马灵山的真心，他就别无所求了。3人离去后，整座山峰骤然陷入诡异的死寂。天穹之上，云层凝固，星辰光芒尽数熄灭，连月光也被一层无形的黑幕遮蔽。刹那间，天地扭曲，法则凝滞，万物如被定格。星河深处传来一声低沉到令人灵魂震颤的闷响，仿佛古老存在苏醒前的呼吸。咔嚓，一道漆黑裂缝凭空撕裂，无边的黑暗从中涌出，吞噬一切光与影。一只苍白如骨却又蕴藏无尽威压的巨兽
缓缓撕开虚空，从中探出。王清从碎裂的空间走出，黑金地袍猎猎作响，9重地关压迫诸天，白发如雪，眸中星河流转。他仅是现身，便让这片天地隐隐发出哀鸣，似在畏惧那即将降临的恐怖。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你们两方势力终于露出爪牙了。王清声音威严且低沉，像是9天神奇在猫捉猫鼠。他刚才陪穆冰轩逛完帝都，就赶来东仙崖这边，正好看到楚无辞和马灵山以及天机老头。他注意到马灵山体内有系统，还是3.0版本至尊逆命系统，已经解锁很多功能，就算先帝也查探不出。系统最高版本，按照王清的理解，应该是5.0版本。他曾去系统界抓来的小秘书神师瑶就是5.0最终版。至于楚无辞的群聊系统初始0.1版本，那是凡人拥有的金手指，造不成多少混乱。王清现身这里，主要还是针对天运神族和穿越者联盟，这2个势力都靠气运修炼，互相合作又相互利用。瑶儿，你觉得穿越者联盟会藏在什么地方？他们有没有可能像天运神族一样，在暗中养殖仙界收割气运？王清低沉询问石海内的神师瑶。主人，很有这个可能。瑶儿要是没猜错的话，龙傲天和天妖女帝应该就是穿越者联盟之人。至于双影女帝就是个咸鱼，被魔修追杀，也只是将其打跑，又在某个小世界种植仙药。神师瑶甜美的声音在石海回应。王清路沉默片刻，不动声色地返回东韩帝都，棋子都安排好，先镇压天渊一族，打击天运神族，其他事可以慢慢谋划。等他离开后，天和地又恢复平静。这是一盘多方势力角逐的局势，有人在暗中布局，有人在明面上演戏，有人在悄悄变强，也有人在莫名其妙当炮灰。东仙崖的封印即将破裂，穿越者与天运神族的谋划即将打响，而真正的黑暗才刚刚降临。诸天万界聊天，龙傲天，哈哈，广元那个老秃驴讲佛法，被我打败了，鼓掌鼓掌。马灵山，你又在装逼，小心你就是下一个叶辰，别被西寒仙主一巴掌拍死鄙视。楚无辞，马灵山媳妇，你说的对，龙傲天，你长点心，别装逼翻车了。龙傲天，不会不会，装逼一时爽，一直装逼一直爽，撒花撒花。马灵山，楚无辞，你滚开，我什么时候成你媳妇的菜刀？叶长生，各位别吵了，天渊秘境即将开启，我们一起努力吧，加油！天妖女帝，啥？仙界东韩仙域的天渊秘境要开启了？疑问。叶长生，对，就是3天后双影女帝。天渊秘境中应该有很多仙药吧？喜欢。群聊公告：瑶池女帝缥缈禁主加入聊天群，其他群友欢迎新人入群，快报照，快报照色。群聊公告：管理员彼岸之主开启了禁言。王清这边刚回到血灵府，望着庭院内的穆冰轩和水溪2女，眼神怪怪的。他们的瑶池女帝和缥缈禁主不就是穆冰轩和水溪？他俩怎么混进诸天万界聊天群的？王清非常的疑惑。你回来了。穆冰轩美眸中闪过一丝狡黠，被隐藏得很好。他通过水溪掌握的某些手段，已经注意到王清掌控有一个聊天群。水溪神色慌乱，到处乱瞟。我出去处理点事，刚回来。你俩不去打坐吐纳，感悟大道本源力量，坐在庭院干什么？王清望着2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心里一阵畅快，也不去深究穆冰轩会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份。她是自己的媳妇，水溪是她的闺蜜，反正都是自家人。只要彼岸之地的信息他俩不清楚，王清也不怕暴露什么。我当然是在研究诸天万界聊天群了，我的彼岸之主大人。穆冰轩破天荒的嗲声嗲气。王清有些吃不消，赶忙摆手：你研究，你研究，我要去处理其他事。言罢，王清一溜烟找了个房间躲了进去，真怕穆冰轩会刨根问底，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哥，轩儿妹妹，你能把王少主吓得躲起来，看来他对你很在意啊。水溪捂嘴轻笑。穆冰轩摇摇头：王清那个混蛋囚禁我双休3个月，他有些过意不去，我要好好拿捏他。说罢，穆冰轩狐疑起来。王清被鸿蒙海的生灵称之为彼岸之主，这是他自然知道。方才水溪跟他说，王清曾经去系统界抓来了一个小秘书，他原本是不信的。当水溪使用神秘手段入侵系统界，带来深渊反派系统的子系统后，他望着子系统提供的诸天万界群内容，他开始信了。王清比他想象中的还要神秘，能去系统界抓系统，这怕是超脱路上的生灵也不敢这么做吧。就连水溪这种在超脱之路走了很久的存在，都不敢轻易入侵系统界，可见王清的胆子有多大。不过王清掌控有聊天群，这对穆冰轩来说是一件好事，他可以在群里获得很多消息，打压那些穿越者和气运之子，掠夺他们的资源。水溪姐，
龙傲天那么喜欢到处显摆，不如我们就收割他的气运，转换成反派值怎么样？穆冰轩有些雀跃，完全没了以前高冷女帝的模样。可以，深渊反派系统神尸瑶需要很多反派值才能长时间在世间停留。他既然是王清少主的助手，我们就帮他一把，用子系统收割气运值转化成反派。水溪点了点额首，同意了穆冰轩的想法。刚才他去系统界正好得到神尸瑶的提示，获得了一个子系统，如若不然，他可能还在系统界灯下黑，找不到回来的路。走，既然你同意，那我们现在就去东韩边境截胡龙傲天。天渊秘境开启，他肯定会来装逼。穆冰轩行事果断，起身就往庭院外而去。水溪见他风尘仆仆的模样，赶忙跟在后面走了出去。冥王暗中为穆冰轩和水溪护道，别让他俩被天运神族盯上。王清淡淡的声音从一间房间内传出：遵命，主上。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隔空回应。等庭院安静下来后，王清所在的房间内响起神尸瑶软糯甜美的声音：主人，您轻点呀，瑶儿第一次用武，灵系统有点承受不住。问，别挠那里，系统核心要过载了。瑶儿，你学坏了，那个地方竟然成了白，我得好好研究研究。神秘的摇晃声从房间内传出。时间流逝，天边泛起一丝鱼肚白，一群仙鹤排着队从云海掠过，万道朝霞，美不胜收。穆冰轩和水溪乘坐瑶池仙舟去往东韩边境，路过帝都城门时，看到被业火焚烧的叶辰，他俩只是会心一笑，便不再理会，准备去打压龙傲天。呼呼，狂风呼啸，卷起大片大片沙尘暴。城楼之上，江琴仙主背负双手，望着东仙崖的方向，露出担忧之色。帝师鬼冥道人同样惆怅万分，似乎已经推演到一些天机。帝师，天渊秘境开启，你觉得会不会让东韩仙域大乱？江琴十分无奈地询问。不止东韩仙域会大乱，怕是仙界也要变天了。昨夜老夫夜观星象，天际一片模糊混乱，仙界气运四散而逃。老夫要是没猜错，怕是有人把仙界当作弃局了。鬼冥道人悠悠叹息，他现在对东韩仙域的局势越来越看不清，总感觉有一双无情的大手在背后推动。这江琴欲言又止，这该如何是好？东韩仙域在本地手中昌盛千万年，难道就要走向衰败了吗？江琴闭上眼，很是不甘。仙主陛下，想要找出幕后凶手，怕是得借助太初弟子王清之手。王清是太初天帝子嗣，只要他出手，我们承诺一些好处，说不定他会同意找出幕后凶手。鬼冥道人想了个折中法，这也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办法。除了太初天庭这个官方势力，他还真想不到那个势力可以找出扰乱仙界的幕后真凶。可是他杀了本地的三儿子，你还让本地低头求他？江琴脸色不自然，显然这个方法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羞辱。陛下，鬼冥道人欲言又止。罢了，帝师。江琴再度闭眼，神色更加憔悴。你别说了，为了东韩仙域众生，本地就算丢光脸面又何妨？他转身走下城楼，步履蹒跚，向着血灵府走去。鬼冥道人也非常的无奈，叫东韩霸主去求一个杀子仇人确实不妥，但如果不去找王清合作，那么就只能眼睁睁地望着东韩仙域分崩离析。江琴作为东韩仙主，统治这片仙域千万年，自然不会这么甘心认输。他是不去也得去，除非他不想再统治东韩仙域了。常说天道无情，人有情。陛下，你虽然对子嗣严厉，何尝不是想让他们能够独当一面？鬼冥道人嘴角苦涩，发现自己错了，而且还错得非常离谱。江琴还是那个江琴，一点没变。江琴作为仙主，培养过的子嗣一批又一批，只为培养出一个能守护东韩仙域的继承人，很可惜，那些子嗣不是在下界历练死亡，就是在秘境争夺宝物被杀害。这也导致江琴每到夜深人静就痛苦不已，白天又不得不对子嗣严厉。他就怕自己的子嗣再不争气，别说继承仙主之位，怕是命都保不住。鬼冥道人还以为是自己不插手仙域之事，让江琴这个学生变得冷漠无情。他现在终于懂江琴的良苦用心，有国才有家，严厉治家，安治大国。江琴或许不是合格的父亲，但一定算得上一个明君。血灵府这边，王清昨晚欺负完系统小秘书，如今正在庭院内自己跟自己下棋。对，你没看错，他就是在自己和自己走棋，时不时还出言点评。天渊秘境加天渊一族加天运神族强者插手加各大仙域势力，等于东韩仙域大乱。不错不错，下一步就该东韩仙主来求本公子了。王清咧嘴傻笑，不知道他计划的人还以为他是个疯子，实则不然。东韩仙域是他一手造成的混乱，叶辰那个棋子被他用完就扔，可见他除了对亲近之人外，面对其他人又多么的冷血。殿下，东韩仙主求见。
红莲从庭院外走来，恭敬回报：“让他进来，本公子等候多时。”王清恢复翩翩公子模样，对着红莲挥了挥手：“是，殿下。”红莲轻点额头，快步走了出去。没过一会，江晴来到庭院内，强颜欢笑：“王弟子，本帝早就得知你到来，碍于事务繁忙，本帝抽不开身，现在才来求见，还望王弟子莫要往心里去。客套的话就别说了，请坐吧。”王清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江晴面色尴尬，只好坐到王清对面：“王弟子，天渊秘境开启，其他仙域都有势力到来，怕是会暴乱。本帝此次前来，希望你出手维持东寒仙域的秩序。”“哦，希望本公子维持秩序。东寒仙庭难道没人了？”王清故作不解，心里冷笑：“小样，就你是仙主吧？还不是被我轻松拿捏？”江晴哑然，压制内心的愤怒，苦笑道：“本帝要防备玄女殿趁火打劫，所以……原来如此。你想让本公子维持秩序也不是不行。你把你大儿子江天一废了，挂在城门口，和叶晨一起用业火焚烧，本公子就答应你。”王清神情戏谑：“慕冰轩跟他说过关于来东寒仙域的事，江天一曾在东寒边境想要对他动手，这王清哪里能忍得了？慕冰轩可是自己的女人，还怀有自己的骨肉。若是10几天前慕冰轩真的被江天一抓走，王清他敢保证一夜之间血洗东寒仙域。当然这只是假设，江天一想对慕冰轩动手，几乎就是在作死。慕冰轩自身就是准仙帝，掌控鸿蒙法则，对战仙帝都能不落下风，而且还有水系这个超级强者护道，自然不是东寒仙域一个皇子可以招惹王弟子。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江晴实在忍不了，脸色冷了下来，愤怒地质问：“你觉得过分，可以马上走，反正又不是太初仙域混乱，本公子才懒得管。”王清翘着二郎腿，嘘嘘两声，挑衅似的对着江晴吹口哨：“本帝忍了，晚上会亲自把江天一那个逆子送到帝都城门，用业火焚烧。”说罢，江晴拂袖离去。江晴仙主慢走不送，其实你还有几个子嗣死亡，也是本公子杀的。哈哈，你若不爽，可以来咬我啊！王清讥讽大笑。哼，江晴压制内心的怒气，本帝不能生气，本帝不能生气，不然东寒仙域就要大乱。他怒气冲冲地离开。王清收敛笑意，起身跟着走出庭院，打算去看看江晴如何对江天一动手，顺便在火上浇一把油。殿下，你真了不起，3言2句就让东寒仙主暴跳如雷。红莲在庭院外看到王清出来，笑嘻嘻地迎上去，还对着王清竖起一个大拇指：“呵呵，随本公子去瞧瞧。”王清悠哉悠哉地背着手往外面行去，红莲踏着小碎步连忙跟上他的步伐。帝都城内人山人海，好不热闹。相逢天渊秘境即将开启，人头攒动的街道上，各仙域势力的眼线像隐藏在人群中的猎豹，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每一个身影。王清走在城中，其他仙域的势力倒是没人认出他。当他的身影出现时，太初仙域各势力的探子们集体瞳孔地震。这位爷怎么突然跑到东寒帝都来了？他不是应该去镇压天渊一族？一路穿过多条街道，王清已经带着红莲来到城楼，瞥了一眼昏死过去的叶晨，并没有理会。同一时间，东寒皇宫一座恢宏的殿宇内，江天一正和秦三娘在床榻上不知做什么，却是不知即将他被父皇用业火焚烧。大皇子，你轻点！秦三娘声音断断续续。过了好一会，江天一从床榻上起身，整理好衣袍，望着满脸红润的秦三娘笑道：“不错，你的技术越来越好了，多谢大皇子夸奖。”秦三娘眉音入骨，叫人内心一阵荡漾。报，大皇子，先主陛下召见您。殿外传来太监急促的声音。江天一神色狐疑，他对着秦三娘吩咐：“你先带人去寻找瑶池女帝的下落。”遵命，大皇子。秦三娘早就穿戴好衣裙，连忙欠了欠身子。江天一看了眼秦三娘，拿来和瑶池女帝对比，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他摇摇头，快步走出殿外，打算去见见父皇。秦三娘摸了摸自己小腹，喃喃低语：“孩子，你若是早点出世的话，为娘说不定能当上皇子妃。”她手抚小腹，眼神复杂，既有母性的柔情，又有对未来的焦虑与渴望。她跟在江天一身边，为的是皇子妃的身份，而不是一个小小下属。若是腹中胎儿早点出生，说不定她可以早点完成这个愿望。然而这个愿望注定永远无法实现，只因江天一马上就要被业火焚烧，神魂俱灭。辉煌的仙主殿，江晴坐在龙椅上，黑白相间的长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像一夜之间苍老了数万年。他的眉头紧锁，眼中满是疲惫与挣扎，既要守护东寒仙域的秩序，又要亲手毁灭自己培养千年的子嗣，这种撕裂感让他几乎崩溃。修炼到底是为何？本帝先帝后期的巅峰战力，为了守护东荒仙域秩序，
竟然要焚烧自己的子嗣，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他十分的疲惫到不知为什么是守护。现在他内心非常纠结，一边是东寒仙域众生，一边是自己的子嗣，那边倒塌对他来说都不行，但现在他又不得不听从帝师的建议。江晴仙主，何必愁眉苦脸？本座有办法帮你解决眼下困境，既能得到王亲的帮助，又能不让自己孩子死掉。忽然之间，仙主殿涌现一阵混沌雾气，一名金发男子身着锦衣华服从中走出。江晴见到他的瞬间，瞳孔中满是惊讶。赵日天，你不是千万年前已经踏入鸿蒙海，为何降临到仙界？江晴十分不解，万分疑惑。呵呵，别问那么多，本座就问你，想不想同时得到王亲的帮助，又保下自己的子嗣？赵日天轻蔑一笑，在殿内找个地方坐下，惬意地躺在华丽的玉座上。江晴眉头紧锁，心里再三权衡。他深呼吸口气，妥协道：谁也不会平白无故的帮人。你说出你的要求，只要不是祸害东寒仙域众生，本帝都会考虑一下。言罢，江晴盯着殿中央的赵日天，想看看他到底会提出什么过分的目的。哈哈，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赵日天起身，爽朗大笑。他随即接着开口：本座的要求很简单，天渊秘境开启，王亲会镇压天渊一族，你到时候趁乱一巴掌拍死他，他父亲镇南那边本座会出手解决。至于王亲要你用业火焚烧自己子嗣，他才肯出手维护东寒仙域的秩序。本座这里有一枚九转避火丹，只要给你的子嗣吃下，业火烧不死你的子嗣。你按照王亲的要求用业火焚烧，他100%看不出。等他一边维持东寒仙域秩序，一边镇压天渊秘境时，你在背后一掌拍死他。本座去太初仙域杀了他父亲，一切可以迎刃而解，到时候你熄灭业火救你子嗣就可。赵日天翘着二郎腿，将计划娓娓道来。江晴陷入沉默，心里更加的狐疑。看赵日天这般轻松的模样，应该很容易杀了王震南，但他为什么不自己出手直接秒杀王清，然后再去太初仙域找王震南的麻烦良久？江晴问出疑问：你为什么不直接杀进太初仙域？可赵日天干咳了一声，他平静的回应：王震南道心稳如磐石，战斗经验丰富，本座跟他大战几个纪元也不一定能够分出胜负。王清是他唯一的软肋，只要王清一死，王震南自然会露出破绽，本地和身后势力才能短时间将其灭杀。赵日天说出自己的顾虑，江晴神色闪烁不定，沉默许久，他做下决定：好，本地就与你合作，希望你能对付王震南，不然我们都要死。哈哈，你放心，王家父子必死无疑，太初天庭自然会土崩瓦解。赵日天哈哈大笑，起身摸了摸手指上的空间戒，掏出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嗖的一声，丹药飞向龙椅，江晴顺手接过，盯着这颗刻有5个小字的九转避火丹，眼中闪过一丝诧异。逃避业火的丹药和宝物他也有，他怕王清一眼识破。如今赵日天带来的这颗丹药，他虽有狐疑，但还是选择了相信。赵日天千万年前就踏入仙地，去鸿蒙海寻找超脱之路，他现在拿出的丹药应该是鸿蒙海出品的丹药，估摸着可以碾压仙界所有仙丹。有了这种想法，江青眼中的挣扎退去，取而代之的是对王清的恨意。王清杀了他至少7个子嗣，若不是需要王清维持东寒仙域秩序，他早就想一巴掌拍死那个畜生。江晴仙主，既然你接过丹药，一定要谨慎万分，别被王清看出什么破绽。你在背后捅刀子成功，记得传消息给本座，本座先去暗中挑拨太初仙域，计划对付王清的父亲。说罢，赵日天转身，嘴角微微上扬，撕裂空间，一步迈入其中，眨眼消失不见。江晴望着赵日天离开，内心的担忧渐渐平复，依旧坐在龙椅上等着江天一那个子嗣到来。不知过了多久，江天一来走进仙主殿。江晴看到这个不成器的大儿子到来，立即怒声质问：畜生，你是不是暗中得罪了王清？父皇，你不是说过只要战胜王清就能继承东寒弟子之位？江天一缩着脖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哼，魏父的确说过这个条件，但那是叫你光明正大的挑战他，而不是用卑鄙手段。你用卑鄙手段也就算了，不仅没战胜王清，还被他记恨上，你这个畜生真是要弃煞为父。江晴怒拍龙椅，把江天一骂了个狗血淋头。父皇，孩儿知错了。江天一依旧低着头，不敢直视江晴的怒火。江晴怒骂完后，心情好了一些，随手把9转避火丹扔给江天一这个畜生。江天一顺手接过，看了眼手中神秘无比的丹药，吓得肝胆欲裂。他颤颤巍巍的：父皇，您这是什么意思？要赐死孩儿？哼，为父要是想要你死，还用得着这么麻烦？江晴冷哼，他随后又接着道：把丹药吃下，随我去帝城城门接受业火酷刑。父皇，你既然不杀孩儿，又为何要孩儿接受酷刑？
江天一神色恐惧，噔噔噔的后退好几步，哭着一张脸，模样要多狼狈有多狼狈。这哪里还是外人眼中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东韩大皇子？业火酷刑，他可太熟悉了，那真是要焚烧仙人的灵魂和肉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实在没料到自己父皇会这么狠心，竟然如此恶毒。畜生，你得罪王卿，本帝去求他维护东韩仙域秩序。原本王卿轻易就能答应，就因为你对他女人起了歹念，王卿才叫本帝亲手用业火伺候你，不然他就不会出手维护东韩秩序。你这个坑爹玩意，还不快吃下丹药，随本帝走一趟。江晴怒不可遏，又是狠狠臭骂一顿。江天一缓过神，看了眼手中的丹药，他才反应过来父皇的用心良苦，这应该是保命丹药，用来保护灵魂和肉身不被业火焚烧致死。多谢父皇，孩儿知错了。江天一低着头道谢。罢了，快吃下丹药，随为父走一趟。江晴揉了揉太阳穴，离开龙椅。他走下高台，带着深深的疲惫走出了仙主殿。江天一赶忙吃下丹药，顿感自己进入一个玄妙无比的状态，仿佛可以硬抗比业火更厉害的混沌神火。他快步跟了上去，低着头跟随父皇离开皇宫。与此同时，帝都城楼之上，王卿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江晴要是再不带着江天一来受刑，他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哪一步走错了。主人，穿越者联盟高层赵日天现身东韩皇宫，已经和江晴谋划好对主人和主人父亲出手。神世瑶的提示从识海响起。王卿眯了眯眼，赵日天他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还打过一架。他天生仙帝，3岁之后就是成年模样，没展修为之前，他在鸿蒙海就打击过穿越者联盟，而赵日天就是穿越者联盟的执事长老，超脱路上的生灵。王卿在鸿蒙海的时候，为了在时间长河争夺时间大道本源，手持天煞镇魔戟劈掉赵日天一只手，那家伙被天煞镇魔戟重伤，从时间长河逃回鸿蒙海，躲进穿越者联盟。王卿还在穿越者联盟家门口堵了3个月，最后愣是见到赵日天出来送死，才肯善罢甘休。现在赵日天来到仙界，不用想应该是伤势好了，带着穿越者联盟之人想来报仇雪恨。赵日天，不知你身后势力有没有像天运神族那般，想要将仙界作为养殖场培训气运之子呢？王卿目光深邃，有些期待穿越者联盟也摊上仙界这趟浑水。仙界作为无数低位面连接高位面的中转站，这里是最容易收割气运的地方了，谁都想统一仙界，靠着气运修炼的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对仙界那是志在必得。这波是王卿也想统一仙界收割气运，就看谁能笑到最后了。畜生，赶快给王弟子赔罪！江晴带着江天一从东韩皇宫撕裂空间而来，避免被帝都城中的其他仙人看笑话。他还封锁了城楼上的景象，一脚踢在江天一的腿弯处。江天一扑了个狗吃屎，低着头惊恐万分。王弟子请恕罪，我不该打瑶池女帝的主意。呵呵，江大皇子，原来你也会认错。王清基讽笑道，一脚踩在江天一的脑袋上。江天一脑袋跟青石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眼底深处满是怒火，不过被隐藏得很好。王弟子，没必要这么虐待吧？不如让本帝用业火焚烧这个畜生。江晴压着怒气问道。不急，本公子还没玩够，先踩上几脚再说。王清脚下用力，对着江天一的脑袋踢来踢去。江晴眼中满是怒火，恨不得现场一掌劈死王清这个混账玩意。特么的，有你这么欺负人的？不过他还是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愤怒，再度陪笑道，王弟子，不如用业火焚烧这个畜生吧。哈哈，江清仙主，既然你这么急着江天一去死，本公子就成全你。说罢，王清打了个响指，嗖的一声，一道恐怖火焰从指腹冒出。江晴仙主，你儿子就要死了，你难道不想跟他说些什么？王清撇头询问。这个畜生敢冒犯瑶池女帝，罪有应得，罪有应得。江晴尴尬地笑了笑，他望着王清手指窜出的业火，不相信王清施展的业火能比东韩大道自带的业火厉害。刚才来的路上，他已经用亲自施展东韩业火焚烧江天一这个畜生，吃下9转避火丹，完全无碍。他非常相信赵日天赐下的丹药，王清手中的业火焚烧不死江天一。然而下一刻他就后悔了。只见王清脸上洋溢邪恶的笑容，嗖的一声，太初造化体自带的太初业火猛然落到江天一身上。啊！顷刻之间，江天一惨叫连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转瞬化作灰飞烟灭。江晴当场傻眼，目瞪狗呆。王清见江晴傻眼，邪魅一笑，怎么，江仙主很意外？江晴内心咆哮连连，这业火怎么比我掌控的东韩业火还猛？赵日天，你给的什么破丹药？但他表面还得保持微笑，王弟子果然厉害。呵呵，
知道厉害就行。本公子会履行维护东韩仙域的秩序。红莲，我们走。王清冷嘲热讽，带着红莲潇洒走下城楼。至于江晴立在风里，望着灰飞烟灭的江天一，指尖无意识攥紧又松开。啊！胸腔中翻涌的怒火炸开，他仰头长啸，音浪震的云层裂开几道缝隙。本地究竟在做什么？江晴五指深深扣进城墙，碎石簌簌掉落。方才江天一挣扎的眼神还落在他眼底，那是信任，是依赖，是他作为父亲该守护的信仰。为了让仇人维系东韩秩序，他喉结滚动，血腥味在舌尖漫开。本地竟把儿子送去给王清虐杀。江晴低笑从齿缝里挤出来，扭曲又嘶哑。本地可算什么一个合格父亲？他身影踉跄着朝皇宫走去，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城楼被景象封锁，街道上仙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事，他们的目光纷纷投来。那位素来威严的东韩仙主，此刻像被抽了几两，失魂落魄的不成样子。唯有城楼上那团未散的黑烟无声控诉着方才的惨烈。天香楼最顶层走廊上，秦三娘隐隐感觉到不安，心头猛然狂跳，回首注视城楼方向，低声喃喃：我怎么会突然心绪不宁？难道是怀孕导致？她轻抚自己小腹，十分不解。然而秦三娘不知道的是，她的皇子妃梦想已经破碎，肚子里的胎儿还未出生，胎儿的父亲已然神魂俱灭。她还以为是自己怀孕了，而导致情绪不稳定。悲哀莫过于不知道真相，还傻傻乎乎地畅想未来。帝都城外狂啸的沙尘暴骤然停止，天地扭曲了一瞬间。赵日天一袭锦衣玉袍，现身方才王清虐杀江天一的地方。他嘴角微微上扬，露出奸计得逞的笑容。江晴仙主，只有加深你跟王清的仇怨。等王清一边维系东韩秩序，一边镇压天渊秘境时，你才会没顾忌，在王清背后捅刀子。别怪本座无情，仙界黑暗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有这样，本座才能杀了王清父子，推翻太初天庭。赵日天喃喃低语，眼中毫无怜悯。江晴就算是仙帝强者，也只不过是他眼中的棋子罢了。仙帝或许是仙域霸主，统领无以计数的下界位面，不过在他眼里依旧是一个小角色。他给江晴的那颗九转避火丹的确能避开普通的大道业火，但对王清的太初业火显然不够看。他跟王清之前在时间长河中激过战，对于王清的攻击手段有一定了解。江天一的死，就算超脱路上的生灵出手，也不一定能够救下。王清，这次本座改掉装逼的习惯，你就等着死吧。本座这次一定不会败在你手里。赵日天冷笑两声，转身撕裂空间，赶去太初仙域，好谋划下一步动作。时间飞逝，眨眼间3日过后，东韩仙域彻底迎来大动荡。东仙崖下无数万里的深渊白雾散开，霞光万道，拨开云层，无数道神秘符文在天地间流转，又被万道霞光吞噬。太初明渊阵彻底消失，悬崖下显露出一层薄薄的淡白色光幕，明渊光幕覆盖无数万里，流转诡异的神秘道纹，目光之下是天渊秘境，唯有达到罗天上仙才有机会破开，进入光幕下的世界去寻找天才地宝。而那隐藏在光幕之下的天渊秘境，正是千万年轮回中才会现世一次的造化之地。遥想当年，太初天帝横空出世，一掌颠覆了仙界就有的秩序。那位威震诸天的至强者，正是将作乱的天渊一族尽数镇压，封印于这明渊光幕之下。自此，这片秘境变成了仙界中最为神秘的境地，既孕育着无上机缘，又潜伏着难以想象的危险。而此刻，随着光幕的重新显现，整个东韩仙域都感受到了那股久违的悸动。各仙族势力之人仰望东仙崖的方向，眼中闪烁着渴望与敬畏的光芒。他们知道，又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即将降临。诸天万界聊天群，叶长生，诸位，天渊秘境已经开启，你们有没有来到东韩仙域寻宝？叶晨，大哥，我都快被业火烧死了，你能不能来救救我？等我脱困，一定助你争夺天渊秘境内的宝物，可怜求救。龙傲天，秘境开启急什么？我在来东韩边境的路上被2个神秘仙子追杀，正在一边逃亡一边赶来天渊秘境，无奈。双影女帝龙傲天，你就是活该，叫你不要装逼，现在好了，被追杀了吧，鼓掌鼓掌。天妖女帝，同意加1。楚无辞，同意加2。马灵山，同意加3。瑶池女帝，同意加5。缥缈镜主，同意加6。神师瑶群主，同意加7。彼岸之主管理员瑶池女帝缥缈镜主，你们2个没杀掉龙傲天？瑶池女帝，没有，那货有点真本事，逃遁之法堪称一绝。缥缈镜主，我没出手，全程看戏吃瓜。龙傲天瑶池女帝缥缈镜主，好啊，原来是你们2个追杀我，害得我损失了一件先天灵宝，
我跟你们没完生气。瑶池女帝龙傲天，你闭嘴吧！放学别走，等着我来杀你！缥缈禁主，放学别走，快报装备！其他群友，放学别走，快报装备+1！赵日天，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天灵灵，地灵灵，龙傲天你快报点装备，行不行？+3！龙傲天，赵日天，你加码！你被王清追杀的时候，是不是我龙傲天救的你？你现在烧香要我报装备，是几个意思？菜刀！赵日天，快报装备！装逼！我已经等不及了。群聊公告：群主神师瑶利用权限开启群功能、群签到、群商店、群任务、群积分、群黑市。群聊公告：神师瑶一心悬赏群任务，追杀龙傲天，奖励300群积分。其他群友，哈哈，龙傲天，你死定了！我们马上就来杀你，换取积分。菜刀，菜刀！赵日天，嘿嘿，龙傲天啊，龙傲天，你不是牛逼吗？不是装逼到处秀吗？赵日天，现在咋回事啊？先天灵宝都掉了吧？快给我报出来！赵日天，菩萨保佑！哎呦，不是，是装备保佑！快显灵吧，让我拿到300积分，回头好买毒丹毒死王清。龙傲天，沙比，你想要老子报装备？老子在天渊秘境等你！菜刀！血灵府一座幽静的庭院内，王清叫系统小秘书神师瑶开启群聊新功能，这下能到群里的穿越者互相追杀对方了。殿下，天渊秘境已经开启，是否前往？红莲从庭院外走来，王清掐断了石海中和神师瑶的联系，挑了挑眉，走，看看东寒仙域会如何大乱。说罢，王清起身率先离开了庭院。红莲满脸雀跃，似乎也想知道王清谋划了近1个月，到底能不能把东寒仙域颠覆。殿下，等等我！红莲一路小跑，很快追上王清的背影。同一时间，东仙崖四周附近停满了各仙域势力的仙舟，又或是楼船。舟船之上清一色的9天玄仙带队，可见这次天渊秘境对仙域各大势力到底有多重要。这些势力来天渊秘境，不是为了里面的宝物，而是为了当初被天帝斩杀的仙帝。当初天帝斩杀3位仙帝，把天渊一族镇压在天渊秘境。那3位仙帝陨落天渊秘境后，自身化作仙帝道果有可能还存在。各势力之中隐藏有仙王巨头，正是为了仙帝道果而来。只要得到道果，有机会踏入仙帝。剑明掌教，好久不见，太初弟子还没来，你怎么倒是先来了？一艘楼船帆杆之下，正有一名中年男子，满脸笑呵呵的。他对着太玄剑宗的掌教剑明阴阳怪气的质问。其他舟船之上各势力长老也都纷纷把目光投向剑明这边，眼中的讥讽之意不以言表。太玄剑宗有2名仙王巨头，还没瑶池仙宫的势力强，就更别说碰瓷太初天庭。如今太初天庭的弟子还没到来，太初剑宗率先出现，这些仙人都想把剑明推到火坑。等他被太初弟子问罪，他们在争夺机缘时又能少一个对手。哼，一群跳梁小丑，弟子殿下早就到来，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剑明冷哼一声，不再理会众多势力异样的目光。阿弥陀佛，周琦施主，何必把别人当枪使？我们应该互相互惠。西寒无量仙山的佛教走出一名袈裟老和尚，站在舟船头，对着方才开口之人双手合十的劝告。仙王周家家主周琦面色不好看，哼，老秃驴，互相互惠。半月前本家主没记错的话，你跟龙傲天那厮拼了半个月佛法，最后惨败。龙傲天要求你交出佛教3层修炼资源，你无可奈何把修炼资源给了他。最后你又鱼肉西寒仙域其他势力贡献香火，美其名曰这是护佑苍生。你个老不要脸的东西，有什么资格说本家主？周琦反手讥讽。其他仙域的势力又把矛头对准西寒佛教这边，全都露出八卦之色。没料到广元金佛也会干人肉百姓这种事。别吵了别吵了，你们快看，南寒仙主双银女帝来了，还有西寒仙主司徒灵皇也来了。靠，双银女帝我的梦中女神，她可算出现了，本座得好好表现表现。众多男性牲口仙人双眼放电，哈喇子都流了出来，神念扫视远处天边。锵锵，只见一只庞大的凤凰嘶鸣，翅羽流金，尾鳞燃着焚天神焰，每片翎毛都流转着熔岩般的光泽，拖曳的烈焰长尾在云层中离出9道焦痕。它拉着琉璃玉辇，扬颈长鸣，声浪震的虚空泛起琉璃般的波纹，方圆千里的云絮瞬间气化，露出下方晶莹的仙灵海洋。那是西寒仙主的凤凰玉辇。东仙崖附近仙舟之上，各势力的仙人眼中满是火热。司徒灵皇仙界西寒掌权者，容貌绝世，虽比不上瑶池女帝，但也是众多仙人的梦中情人。司徒灵皇向来深居简出，想不到天渊秘境开启，竟然会把他引来，那些男仙可谓是非常的激动。若是被西寒仙主看上，一定能够飞黄腾达，一清方泽，一步登天。锵锵，
忽然之间，远处天边又一只庞大的冰皇，嘶鸣震天，拉着另一架混沌神域打造的玉辇破空而来。两架玉辇四周皆是姿色动人的仙子，个个眼高于顶，高傲的不行，仿佛9天之上的神女，不染纤尘。那是双银女帝的座驾。我的女神，你可算来了！吼吼！正当所有人都在看望女神到来，一声龙吟响彻整片天地。紧接着，吼！骤变陡升，云海深处传来一道穿金裂石的龙吟，整片天地仙灵之气疯狂暴走，虚空泛起蛛网般的裂痕。一条万里长的巨龙破云而出，龙首如巍峨山岳，双目赤红如血月坠饰，龙瞳中央悬浮着2颗旋转的混沌星河。它周身缠绕的魔气凝成实质，每一缕都裹挟着毁灭法则，所过之处空间寸寸崩裂，露出下方幽暗的混沌深渊。龙爪探下时，5道魔光撕裂云层，在东仙崖峭壁上留下5道深不见底的沟壑，岩石化作齑粉纷扬如雪。彼岸明龙，这玩意不是绝种了，只存在传说中。这是哪位大人物，竟然把传说中的彼岸明龙给擒下了？东仙崖地面停靠的各势力舟船，那些带队的9天玄仙再也坐立不住，目光警惕地看着万里黑龙缩小到1000丈大小。彼岸明龙头顶之上正立着一位黑金地袍男子，戴着9重黑金地冠，白发如雪，地袍随风猎猎作响。男子身后空间扭曲，呈现黑色漩涡，时间停滞，宛若能毁灭世间万物。时间大道和毁灭大道相互交织，演化毁灭和重塑，其中还夹杂着丝丝时间大道本源力量。他身边一位红裙女子，绝美无双，宛如画中走出的仙女太初弟子。她是太初弟子。千万年前太初天帝留下的旨意真的应验了，太初弟子到来，是否还能再次镇压天渊一族？众多仙人窃窃私语，不敢再大声嚷嚷，怕被王清脚下的明龙一个目光击杀。双银女帝，好久不见，你有没有想本弟子呀？王清背负双手，一脸邪笑，对着冰皇玉辇吹了吹口哨，与他帝王般的气质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呸！混蛋，你1年前抢了本宫种植仙药的小世界，本宫没去找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快说，你把本宫种植仙药的小世界藏到哪里去？冰皇玉辇中传出清冷悦耳的声音。东仙崖地面，所有势力耳朵竖起来，仿佛吃到了什么惊天大瓜。太初弟子1年前抢了双银女帝，他不是无情的修炼机器吗？为什么要对我的女神下手啊？王清，我要跟你拼命！我要跟你拼命！各种仙舟楼船上，每个仙人都在暗骂王清这个混蛋。双银女帝乃是南韩仙主，从不参与仙界争斗，偶尔还开国库给南韩仙域的势力赏赐资源。如今这么个冰冷系不染尘埃的女神被人抢了，他们要多愤怒有多愤怒，就差没指着王清鼻子骂了。双银女帝，那个种植仙药的小世界你就别想着要回去了，那个小世界早被本子藏起来，你若是让本弟子好好欺负欺负，本殿下可以考虑把那个小世界还给你。王清站在明龙硕大的脑袋上，对着冰皇玉辇出声调侃。他对双银女帝还是有些了解，曾经被他祸害的绝世美人。在那个种满仙药花海的小世界内，他在花海中用2根手指对双银女帝做过私密之事，又纯又欲，爽得不行。无赖，本宫不跟你一般见识，本宫是来找仙药的，而不是来跟你斗嘴。冰皇玉辇内，一位缭绕混沌雾气，身着宫装的女子端坐其中，绝美脸颊羞红一片。她传出不耐烦的声音，再没有跟王清争吵的心思。地面各仙域势力见太初弟子和双银女帝不再争执，各势力为首的9天玄仙驱使仙舟楼船升空，围在王清附近，各自站在船头拱手抱拳。王弟子殿下，天渊秘境已经开启，是您先请，还是我们先进？那些为首的9天玄仙姿态恭敬，目不转睛地看向王清。他们仔细打量这位仙界传闻中的太初弟子，兼职仙界第一美男。不是他们非常好奇，而是太初弟子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也没什么画像流出，只有太初仙域的不朽道统和仙王世家能见到，其他仙域的势力顶多就听过名声。哼，你们想进入天渊秘境就直接进入，不过进入其中被天渊一族杀害，别怪本弟子没警告过。王清不置可否，神秘一笑，王弟子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们进入秘境，如果出现死亡，是我们太弱，绝对不会怪你没警告。各仙域势力那些9天玄仙再度拱手，不再迟疑。他们转身带着各自身后势力，化作流光飞向东仙崖下的明渊光幕。嗖嗖嗖，很快，各大势力争先恐后的通过明渊光幕，进入天渊秘境。云海之中，只剩下佛教、西韩仙庭、南韩仙庭、太初仙域的太玄剑宗、东韩仙域的仙王周家。至于其他势力，早就一窝蜂的进入秘境，生怕晚一步，秘境中的天材地宝会被别的仙人抢走。阿弥陀佛，王清施主，不如和佛教合作如何？
广元金佛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若天渊一族余孽作乱，佛教也会帮你镇压他们。他浑浊的双目闪过一丝隐晦的算计。老东西，你还想巴结王弟子？周琦在一边冷嘲热讽。他接着道：你在西寒仙域鱼肉仙人，抢夺香火，你想合作，怕是想在背后捅刀子吧？周琦可不惯着广元这个老秃驴，站在自家楼船上就是破口咒骂。剑明挑了挑眉，不再逗留。他对着王清抱了抱拳，带着太玄剑宗的弟子也去往天渊秘境。王清看着周琦和广元金佛撕逼，乐得看笑话。他咧嘴笑道：老秃驴，不如你把佛教改名太初分店，本弟子一定与你合作。你看这个条件不过分吧？言罢，王清一脸戏谑。王清施主，这不妥，佛门讲究六根清净，慈悲为怀，不如你加入佛教，老衲封你为佛子如何？广元金佛也不是吃素的，对着王清挤眉弄眼，哪里还有得道高僧的模样？好一个慈悲为怀，广元老秃驴，几天前还没被我揍够。忽然又是一道讥笑声从远处天边传来。很快，一名星辰玉袍男子转瞬降临东仙崖上空云海中。来人有点小帅，还时不时甩长发，正是诸天万界聊天群内被群友追杀的龙傲天。龙傲天，你也敢来东寒仙域进入天渊秘境？广元金佛面色不自然，怒目圆瞪。我有什么不敢来？难道天渊秘境是你家的？龙傲天降临佛教舟船上，他一步一步逼近广元金佛，拎起拳头就是一拳打在广元苍老的双目上。啊！龙傲天，你不是说过不打老衲的眼睛？你现在又打，老衲跟你没完！广元哀嚎一声，金色袈裟随风破裂，口中念念有词。突兀的，他身后佛光大盛，无数玄奥的佛文大道笼罩龙傲天。妖孽，老衲要超度你！妈咪妈咪哄！广元合十的双手分开，佛光万丈，怒火佛莲，一掌拍在龙傲天身上。两人战斗到一起，天崩地裂，眨眼离开佛教舟船，涌入云海之中，打得昏天地暗，法则交织。龙傲天来了。王清啧称奇，那么穆冰轩和水溪追杀龙傲天，鹰也在附近。话音还未落下，两道绝美身姿眨眼间落到王清身。穆冰轩先是看了眼王清，你是不是在欺负双影姐？她是水溪姐姐的妹妹，你这么欺负她，不怕水溪姐姐生气？穆冰轩一把捏在王清腰间软肉上。嘶嘶，王清倒吸一口凉气，故作疼痛。冰轩，你说啥？双影女帝是水溪靖主的妹妹？哼，不然呢？穆冰轩充满傲娇和得意。王少主，冰轩就暂时交给你了，我要去跟妹妹叙旧。水溪嫣然一笑，宛若百花绽放。她没有在明龙头顶多待，脚踏云彩走入冰皇玉辇内，不一会儿传出水溪和轩辕双银的谈笑声。王清有些诧异，穆冰轩是那种冷、腹黑、傲娇全占据的御姐，水溪就是温柔的知心大姐姐，轩辕双银是那种咸鱼人设，得过且过的摆烂型御姐。这三种美人怎么能凑到一块？王清内心非常懵逼。龙傲天，本座来找你报装备了。轰轰轰！天幕被一双无情的大手撕裂，一名披着斗篷的男子现身，天和地剧烈扭曲。龙傲天和广元金佛还在混战，刹那间分开。他抬头望着斗篷男子赵日天，卧槽，我还以为你只是在群里随便说说报装备，想不到真的来了。龙傲天面色尴尬，哪里还有战斗的心思？回想诸天万界聊群内的消息，撒丫子就跑。赵日天，老子没装备可报，你快去找王清。说罢，龙傲天化作长虹落入东仙崖，通过明渊光幕躲进天渊秘境。我赵日天要日天，我现在打不赢王清，龙傲天你就是软柿子好爆装，你往哪里跑？南无爆装菩萨，弟子赵日天今日求您显灵，让那厮乖乖交出神装，弟子献出一块下品仙晶石。阿弥陀佛。赵日天双手合十，向着天空鞠了一躬，不肯放过龙傲天，化作鬼影追了上去。王清神色邪魅，静静地看着赵日天追杀龙傲天进入天渊秘境。赵日天敢在这里出现，自然是自身实力绝对的信任，表面装作斗不过王清，实则他心里很清楚，王清自斩先帝修为重修，肯定拿自己没办法，才敢大摇大摆的出现。另外就是龙傲天身上不只有先天灵宝，还有混沌灵宝，妥妥的一个爆装备的好目标。王清，你不进秘境？穆冰轩看着王清注视赵日追杀而去，忍不住出声询问。不急，司徒仙主也没进去，我倒要看看他在等谁。说罢，王清盯着七彩凤凰玉辇，神念扫视其中景象，看到一位神秘面纱遮掩的女子，司徒灵皇西寒仙庭之主，魔界来到仙界的至强者。此女子压得佛教抬不起头，建立一个西寒仙庭，可谓一度被神化，能与王清父亲太初天地比肩。所以，王清，你在打司徒灵皇的主意？我可是怀了你的骨肉，你除了我的姐妹，
可不能对别的女子动心。穆冰轩一脸警惕，鼓起腮帮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王清，像极了护犊子的母老虎。你放心，我对一个8只脚的怪物可不感兴趣。王清拍了拍穆冰轩的香肩，轰！突兀之间，云海震颤，四散而逃。王清脚下的彼岸明龙仿佛感应到危险的气息，两轮宛若血月的硕大瞳孔盯着遥远的天边。吼吼！9条五爪金龙拉着一架混沌玉石打造玉辇，撕裂云层缓缓浮现，大道法则交织为其开路。九龙玉辇，北韩仙主的座驾，也是仙界非常出名的座驾。九天金龙是龙族的仙王巨头，受到北韩大道庇佑，对魔族天然的有压制力。彼岸明龙安静地趴在王清脚下，从头到尾一言不发。9条金龙的出现，他仿佛感应到挑衅。几条小爬虫也敢这么大张旗鼓？他是彼岸之地的明龙主宰，就算祖龙见到也得忌惮3分。他立马释放掉威压，顿时天崩地裂，天地扭曲，云海倒灌卷成漩涡。吼！刹那间，北韩仙主的座驾瞬间就被漩涡坠入地面。谁？那个混账敢对本地的坐骑动手？北韩仙主夜郎天坠入地面，稳住九龙玉辇，抬头正好彼岸明龙硕大的瞳孔对上。彼岸明龙，这不是绝种了的存在，为何会在这里出现？夜郎天满心疑惑。彼岸明龙传闻只存在于彼岸之地，龙躯宛如大千世界，睁眼为昼，闭眼为夜。明龙一族的分支早已绝迹，诸天万界众生只知道这一族存在传说中。如今亲眼见到，夜郎天深深皱眉，神念扫彼岸明龙头顶上之人，目瞪狗呆。王弟子，彼岸明龙是你的坐骑？夜郎天十分震撼。这他妈的，太初天地之子是彼岸明龙的主人，还能再离谱一点？北韩仙主好久不见，你也是为了天渊秘境而来？王清鬼魅一笑，踩了踩脚下的彼岸明龙。吼！彼岸明龙发出轻轻嘶吼，天和地暗淡失色，空间碎裂，黑冥之气涌现撕裂云海。夜郎天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自己躺在地面萎靡不振的9条金龙，仿佛受到了天大的耻辱。我堂堂北韩仙域之主，就这么被一个小辈给踩到地面？王弟子真是好本事，连传说中的神兽都能降服。夜郎天阴阳怪气，非常不爽。他袖袍卷动，恢复9条金龙的伤势，走上玉辇，缓缓升空，和王清对视。9条金龙始终低着头颅，不敢直视王清脚下的彼岸明龙，高下立判。北韩仙主，你说错了，明龙他可是本弟子好不容易驯化的坐骑。天渊秘境位于东韩仙域，本弟子到来，让明龙缩小身躯，已经是对东韩仙主的敬重。你是外来者，明龙动怒可不关本弟子的事。王清再度踩了踩彼岸明龙硕大的脑袋，模样很是欠揍。3天前他刚逼的东韩仙主杀了自己亲儿子，现在又说敬重东韩仙主，这不是在扯淡吗？哼，本帝不跟你扯。夜朗天吹胡子瞪眼，不再理会王清，他反而倒是安抚脚下的9条金龙。这是他好不容易花费天大代价从龙族那里讨来的坐骑，如今被彼岸明龙一个眼神重伤，他是要多心疼有多心疼，就好比自己花重金买的美女跟别人跑了一样。然而9条金龙刚抬头看了眼彼岸明龙的血月之眼，他们缩了缩脑袋，龙躯缩小，竟然躲到9龙玉辇之内。一群畜生，真是没用。夜郎天气不打一处来，拍了拍玉辇，9条金龙愣是不出来。嗷呜！一阵嘹亮的低吼声从东韩帝都传来，很快3只火麒麟拉着一艘仙舟横渡云海而来。东韩仙主负手立在帆杆之下，低调却不失威严，可没有北韩仙主那么高调。夜郎天瞧见东韩仙主乘坐麒麟仙舟而来，他眼中满是愤怒，又不得不压抑着。江晴仙主，快放了本帝儿子叶辰，不然天渊秘境之事过后，本帝将率领北韩仙域向东韩仙域发起大战。夜朗天死死盯着江晴不急不缓的到来，哼，想开启跨仙域大战，本帝奉陪到底，绝对不会放了你儿子。江晴满脸不屑。叶辰那厮摧毁东韩仙域百座仙城，东韩仙庭损失了惨重，江晴说什么也不会放过那个畜生。你夜郎指着江晴半天，愣是被气得说不出话。行了，你们2个开启仙域大战，本弟子不管，东南西北4个韩仙域都到齐。本弟子简单说一下规则，进入天渊秘境可以：1. 不要自相残杀； 2. 你们在秘境收获的资源要上交太初仙域5成，谁要是不上交5成资源，别怪本弟子父亲对你们出手。王清突然冷漠出声，打断了夜郎天想骂脏话的心思，硬生生的憋了回去。王弟子，你太过分了，5成资源，你当我们是羊毛？夜朗天吹胡子瞪眼。江晴内心对之前被王清逼死亲儿子的事还在耿耿于怀，他压抑着内心的愤怒，不悦地道：王弟子，你确实太过分，你把我们当羊毛撸，当真以为你父亲可以镇压东南西北4大仙域？江晴冷视王清，
如果眼神能杀死王清，他会立马杀了王清这个畜生，为自己孩儿报仇。哼，江青仙主，你要是不爽可以试试，看本弟子天地父亲会不会对你出手。王清讥讽冷笑，不给江晴一点面子。江晴脸色铁青，哑口无言，沉默许久，算是同意之后，在秘境得到天才地宝上交5成资源。叶朗天见江晴妥协，他又看了看冰皇玉辇和凤凰玉辇，双银女帝和司徒灵皇都没出声，已然默认。哼，叶朗天冷哼，也不再争执，重新乘坐九龙玉辇，化作流光去往东仙崖底部世界。既然东南西北4个寒仙庭都要向太初仙域交出5成资源，他只能亲自出手压榨北寒仙域的其他势力。而江晴思绪飘忽，乘坐麒麟仙舟离开了云海，打算先进入天渊秘境，然后再想办法从王清身后捅刀子。司徒仙主，所有人都进入秘境，你还在等谁？王清见江晴和夜郎天灰溜溜地进入秘境，矛头转向凤凰玉辇。玉辇之中，司徒灵皇同样一袭宫装，素面遮纱，端在一张琉璃玉座上，轻启红唇。他淡淡的回应：本宫不会进入天渊秘境，就是来看戏的。你不用管本宫，本宫不会进入秘境夺宝，自然不用上交5成资源给你。言罢，司徒灵皇的座驾凤凰玉辇径直往地面一座山峰落去。锵锵，火凤凰嘶鸣一声，缩小庞大的身躯，利爪抓入地底，他拉着玉辇平稳落地。王清看到这一幕，心里非常奇怪。司徒灵皇是西寒仙庭之主，来东寒仙域只是为了看戏，这不是来捣乱吗？王清就像一拳头打在棉花上，没地方使劲。王清，既然西寒仙主不进秘境，我们要不要进去？穆冰轩眨了眨美眸。王清无奈摊了摊手，秘境肯定要进的，走吧。说罢，王清踩了踩脚下的彼岸明龙。吼！彼岸明龙低吼，游动庞大的龙躯，散发恐怖的黑冥之气，一头钻入东仙崖下的明渊光幕，进入天渊秘境。冰皇玉辇中，轩辕双银和水溪有说有笑，他俩见到王清走后，轩辕双银瘪瘪嘴：姐姐，王清那个混蛋曾经在落阴界那片花海中用双指侵犯我。说着说着，他脸蛋唰的一下红润无比，如同熟透了的水蜜桃。轩辕双银想起1年前之事，就恨得牙痒痒。1年前，他用大神通改造了一个废弃的世界落阴界，种植了大片大片仙药。某一天，他在花海中起舞，感叹自己的闲余生活就是好。奈何王清去到南寒仙域，去南寒仙庭寻他办些事。王清没找着轩辕双银，不知使用了什么诡计，他竟然从仙界利用升仙门去往下界，手持天煞镇魔戟，翻遍了起码1000个世界。最后他寻到落阴界，又看到绝美无双的轩辕双银在起舞，衣裙飘飘，白皙美腿若隐若现。于是乎，王清就盯上了轩辕双银，将其推翻在花海。两人大战3个月，打崩了落阴界。最后轩辕双银不敌，被王清占尽了便宜，该发生的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就差没捅破那层窗户纸。轩辕双银自然知道王清的身份，更知道他在鸿蒙海自斩仙地修为重修，对外界说在晋级王家祖地闭关。现实却是王清早就从5岁那年被王振南从鸿蒙海带到仙界太初仙域磨练。王清1年前展现的战力根本就不是罗天上仙该有的力量。轩辕双银作为半只脚踏上超脱之路的仙帝，立马就想到王清哄骗了众生。王清只是斩断肉身仙帝修为重修，元神修为一直存在。每想到此处，轩辕双银就恨得牙痒。不过碍于他性子平淡，得过且过的模样，对那件事真是又无奈又想笑。噗嗤，水溪捂嘴轻笑，穆冰轩还不是被王清囚禁3个月双修，有了身孕。水溪将穆冰轩说的事全部和轩辕双银说了个遍。轩辕双银凤眸睁得溜圆，不该是庆幸自己没被王清更加下流的对待，还是该替穆冰轩感到心疼。行了，这是你和冰轩妹妹与王清的私事，姐姐管不着。走，我们也去天渊秘境看看。水溪拍了拍轩辕双银的香肩，掐诀点出一道缥缈本源力量，驱动冰皇玉辇，眨眼间飞入明渊光幕下的世界。她其实想替2个闺蜜申冤，但她自己也被王清占尽便宜。王清5岁之前经常跑去缥缈禁区，可以说水溪是看着王清长大的，每次她在缥缈天池沐浴都被小时候的王清占便宜，她还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所以啊，她们3个闺蜜团注定要被王清征服。诸天万界聊天群，龙傲天赵日天，你这个恶魔，老子都逃到天渊秘境，你他妈的还追着来爆装备。赵日天，呵呵，南无爆装菩萨说过，你身上有混沌灵宝，我不爆你装备，我去爆谁的装备？龙傲天，滚！你这个恶魔，还编出一个不存在的菩萨，恶心。叶长生，诸位别吵了，天渊一族余孽出现，已经在秘境中杀疯了，你们小心点。叶晨叶长生，我作为你6弟，我被业火日夜焚烧，
你不救我就算了，还真跑去天渊秘境夺宝。叶长生，你在东寒仙域惹事，被江晴仙主派准仙帝看着，我一个小小的罗天上仙怎么救你？龙傲天楚无辞，草泥马，你就是天渊一族的余孽，你怎么混进群的菜刀？楚无辞龙傲天，大家都在追杀你爆装备，我也不演了，我就是天渊一族的少主，你等着我来刷你的装备。马灵山签到，群聊公告马灵山，第一个群签到成功，每次签到可获得1积分，可在群商城购买宝物。群公告马灵山，第一个签到奖励100积分。双影女帝签到，天妖女帝签到+1，瑶池女帝签到+1，缥缈镜主签到+1，赵日天签到+10086，龙傲天签到+10087，彼岸之主管理员签到。马灵山神石瑶群主，龙傲天和赵日天开挂了，你不管2个下头男比试比试。龙傲天，马灵山同学，我开挂我骄傲，一直装逼一直爽酷毙了。赵日天，我开挂我骄傲，我要爆龙傲天的装备，我的都是我的坏笑神石瑶群主龙傲天，群积分10087赵日天签到积分10086。群公告，一星悬赏群任务开启，追杀赵日天爆装备，奖励300系统积分。其他群友赵日天，南无爆装菩萨没有保佑你，你惨了菜刀。明玄光幕下的大千冥界，彼岸明龙在云海中游动，王清和穆冰轩站立在硕大的龙头上，俯视整片天地。王清作为彼岸之主签到成功后，就关闭了诸天万界聊天群，扫视地面各大仙域势力去寻宝。你打算怎么对付楚无辞，又怎么镇压天渊一族？穆冰轩亲昵地挽着王清的胳膊，笑颜满面，百花齐放。他一袭冰蓝长裙，3000青丝如瀑披肩，鲜颜如画，冰肌玉骨，吹弹可破。他胸前波澜壮阔，丰腰翘臀，裙摆飘动间，白皙玉腿若隐若现。赵日和龙傲天自然会跟天渊一族起冲突，我先去刨天渊一族的祖坟，等他们两败俱伤，我再出手镇压。王清满白发披肩，黑金地袍随风猎猎作响，他满脸坏笑，很期待天渊一族的祖地，那里面说不定宝物非常多，又是大丰收的一年。想到就做。王清踩了踩脚下的彼岸明龙，淡淡地道：明王，下去吧。是，主上。彼岸明龙口吐人言，千丈龙躯快速缩小，缓缓落到地面一座山谷内。王清和穆冰轩从龙躯上跳下来，彼岸明龙缩小身躯，化作一名青铜面具女子。她抬手撕裂空间，眨眼消失在原地，隐藏在彼岸通道内，随时等待王清的召唤。王清倒是没在意明王离开，摸了摸手指上的太初戒，随手掏出一座巴掌大的宫殿。刺目光芒一闪而过，在这片山谷最高的地方幻化出一座宫阙，牌匾上刻有渡神殿3个玄奥的大字。走，冰轩，我们好好聊聊人生。王清宠溺地摸了摸穆冰轩的青丝，带着他走入渡神州。王清，你真是太欺负人了。穆冰轩娇躯酥软无力，不自觉地靠近王清怀里，因为王清的咸猪手不知何时溜到了他挺翘的美臀上。很快，两人走入宫殿，不一会儿传出穆冰轩宛若天籁般断断续续的笑声。夫君，你太坏了，你的手指怎么能那样？怎么，你不喜欢？喜欢。时间流逝，渡神殿激烈的摇晃，可见两人的战斗非常惨烈。与此同时，诸天万界聊天群公告萧燕唐武加入群聊。萧燕，新人求助。萧燕，自我介绍下，我是大千冥界萧家少主，目前仙界各种仙人进入天渊秘境。萧燕，秘境也就是大千冥界，我见到了我的仙人未婚妻，但她是来退婚的。萧燕，诸位道友，我该怎么办？我该如何避免退婚唐舞？我也是来求救的，我的小兔儿爱人要被仙王周家陷阱，我该怎么办？求解，必有重谢。龙傲天萧燕，很简单，杀了未婚妻一家，鸡犬不留，鸡蛋摇黄，喂狗坏笑。赵日天唐舞，你把你小兔儿爱人一锅炖了，吃了它就永远不分离，看我蓝银缠绕，献祭爱人永远不分离，讥讽。天妖女帝，楼上2个贱人就不会教别人好的是吧？菜刀。马灵山，龙傲天和赵日天本来就是骨头贱，打一顿就好了2个下头男。楚无辞马灵山，媳妇你说的对，他们2个就该打一顿。叶长生楚无辞，王清已经进入天渊秘境，你们天渊一族等着被镇压把炸弹。彼岸之主管理员萧燕唐武，你们快说地点，姑马上来蹲点，杀人越货坏笑。瑶池女帝彼岸之主，把萧燕和唐武交给我，我要杀了他们2个，
收割他们身上的气运值，鲜花鲜花。双影女帝瑶池女帝，带上我，我马上进入天渊秘境了。缥缈禁主瑶池女帝双影女帝，两位妹妹，姐姐帮你们好好谋划思考。群公告神师瑶群主，开启群友实时定位，不牵扯管理员。群公告神师瑶群主将瑶池女帝、双影女帝、缥缈禁主、天妖女帝设为群管理。时间流逝，渡神殿内，王清望着面前出现的一道虚幻光幕思考。萧燕退婚流和唐舞的献祭流都是经典主角气运模板，或许可以先杀了他们两个，赚取一些反派值。慕冰轩、轩辕双银、水溪三姐妹已经离开了这片山谷，去杀萧燕和唐舞去了。王清内心还是非常不解，瑶池女帝慕冰轩是缥缈的天女，双影女帝轩辕双银又是缥缈禁区的副禁主，水溪是缥缈禁区的统治者缥缈禁主，这三个性格各异的御姐到底是怎么组成闺蜜团的？而且还都是缥缈禁区的大人物。主人，叶长生已经进入天渊秘境，正在到处寻你合谋镇压天渊一族的事。系统小秘书神师瑶软糯的声音从识海传出。王清摇摇头，甩掉脑海中那些关于慕冰轩三姐妹的事。瑶儿，如今叶长生在哪里？主人，叶长生在萧家府邸附近，正在暗搓搓地对萧燕下毒手。好你一个叶长生，看本弟子怎么玩死你！本弟子没收割你的气运，你倒是对我的猎物下手。王清神色冷了下来，化作流光离开了渡神殿，打算先解决叶长生，顺便再收拾萧燕和唐舞。他们三人都是主角模板，气运值加起来应该不会少于30万。至于扶持叶长生做傀儡仙主的想法，王清早就抛之脑后了，先杀了再说。同一时间，无名神山云雾缭绕，仙鹤齐鸣，在迷雾翩翩起舞。神山占据大千冥界数十万里地域，巍峨壮观，楼阁宫阙林立，数不胜数。这座神山正是天渊一族的大本营，族人几乎都居住在神山之上，是大千冥界唯一霸主。神山脚下是大明千界众多势力，依靠天渊一族而生存。宽阔的草地上广袤无垠，一座古城红古城独立于正中央，正是大明千界众多势力交汇之地。一条繁华的街道尽头，一座恢宏的府邸坐落在此，牌匾上刻有萧家府邸4个大字。萧家族中最强者是一位9天玄仙，不过被仙界打压的厉害，只能苟活在大千冥界。萧家府邸对面一座楼阁内，走廊上，叶长生负手而立，静静地俯视萧家。系统，你确定萧燕身上有10万反气运值？叶长生疑惑质问。宿主，系统都说了不下10遍，萧燕的确有10万气运值，够你吞噬突破9天玄仙。神级签到系统响起机械提示音。叶长生双眼眯成一条缝，如果杀了萧燕吞噬他的气运，或许自己突破9天玄仙，在使用仙帝体验卡时也能发挥更多的力量。叶长生眸光狠辣，做下决定，转口离开楼阁，去萧家府邸看形势如何，暗中行动。他的神级签到系统拥有吞噬万物的功能，这也是他为何能吞噬北韩大皇子原身灵魂，占据原身仙躯，成为新的北韩大皇子。今日萧家举行的炼丹大会，他正好浑水摸鱼杀了萧燕，吞噬其体内气运，突破修为。红古城街道上热闹非凡，很多生灵几乎都是大千冥界的土著生灵，修为最高真仙左右。这里算不上凡界，算是东韩仙域最大的一个秘境——天渊秘境。天渊一族千万年前统治仙界，后来被天帝推翻，折损3位仙帝被陨落在秘境中。天渊一族族长楚星河就带着族人和麾下势力进入此界繁衍生息，将秘境改名大千冥界。他企图等天渊一族实力恢复，杀回仙界，奈何入口被天帝封印。至此之后，天渊一族和麾下众多势力便在这里生存下去。过了千万年之久，曾经跟随天渊一族的势力也在此界得以生存，生根发芽，形成了复杂的生态链与权力网。但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天渊一族就是此界霸主，永远别想着反天。萧家是天渊一族麾下的一个大家族，族中有一位9天玄仙老祖，在此界说是名门望族也不为过。此刻正逢萧家1000年一次的炼丹大会开启，不少势力都汇聚红古城。他们来到红古城，只为看看萧家这个炼丹世家，1000年过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炼丹天才。萧家府邸占据1000万里地域，府邸内假山屹立，小桥流水，古老凉亭，楼阁宫阙，应有尽有。无数萧家族人在各个走廊穿梭，忙着接下来的炼丹盛会和招待其他势力的贵客。然而不同的是，萧家主殿跟外面的热闹却显得格格不入，气氛压抑的不行。一位中年男子坐在高台守卫，目光扫视殿中央一位华袍青年，唉声叹气。叶儿，1000万年前仙王周家和萧家是世交，老祖20多年前意外通过太初明渊阵的缝隙回到仙界，他老人家去仙王周家苦口婆心
替你和周家小公主周雨彤定下婚事。只是谁也没料到，天帝留下太初鸣冤阵法完全破碎，仙界和大千冥界的封印消失，诸多仙人降临大千冥界，仙王周家也在其中。周家当代家主周琦更是带着他女儿来退婚。退婚之事，萧家没有仙王坐镇，为父和老祖也没办法。说到这里，萧云望看着儿子萧燕，再也说不下去。因为周家要是来萧家，肯定会直接退婚，而萧燕自尊心又强，免不了要遭受打击。萧燕面容清秀，此刻她却是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盯着高台上的父亲。她有些崩溃地道：父亲，你能不能联系天渊一族，让他们出手镇场子？他们若是出手，仙王周家肯定会忌惮一二，不会正大光明的来退婚。萧燕面色无奈，她倒是不在乎什么联姻，只是周家女方上门退婚，这对那个男人来说都是奇耻大辱，他自然不希望这种事发生。若是天渊一族来镇场子，退婚之事说不定可以延后，他还能修书一张反击仙王周家。一二，你就别指望天渊一族了。仙界5个仙域的仙人来到大千冥界，已经开始到处搜刮资源，天渊一族要忙着对付仙界的仙人。另一边，太初天帝之子也来到此界，履行天帝1000年前留下的旨意，镇压天渊一族。如今天渊一族前有狼后有虎，他们很有可能会被天帝之子镇压。退婚这种事，若是麻烦天渊一族，我们萧家怕是会被他们当作炮灰对付仙界的仙人。萧云望手扶额头，十分无奈。那这该如何是好？难道孩儿真的要被周家打脸？萧燕摇着脑袋，实在接受不了这件事。就在父子2人感到十分无力时，殿外传来汇报声：报，家主，府邸外来了一名奇怪男子，他说可以帮助少主反击退婚。萧家2长老急匆匆地走入殿内，萧云望露出奇怪的眼神，神秘男子还能帮萧家反击周家的退婚？他思绪飞转，吩咐道：你带那人来主殿，本家主倒要看看是谁。遵命。萧家2长老拱手抱拳，转身又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萧燕默不作声，其实心里慌得不行，难道是聊天群的群友真的来杀自己了？早上的时候他记得非常清楚，他意外获得一个群聊系统，加入诸天万界聊天群，只是在群里求助怎么反击退婚，而群里那些群友却是非常不正经，说什么灭了未婚妻一家。群内几个管理员更是想来收割自己的人头，争夺什么气运。萧燕此刻想起，身体就抖得像筛子，额头冷汗直冒，站都站不稳。公子，里面请。就在萧燕后背升起冷汗时，萧家2长老带着一位星辰玉袍男子来到殿内。你是何人？来萧家作甚？萧云望倒是没在意儿子的奇怪举动，目视星辰道袍男子走到殿中央。哈哈，我叫龙傲天，我是来找萧燕的，我能帮你儿子反击周家退婚。龙傲天咧嘴大笑。萧燕回过神，内心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是龙傲天到来，不是群里那几个管理员就好。萧云望虽有些不信龙傲天说的话，但见龙傲天是来找萧燕的，他还是走下高台，拱手抱拳。既然你是燕儿的朋友，你们先聊，本家主去处理点事。说罢，萧云望对萧燕使了个眼色，要萧燕好好招待朋友，他快步离去。除此之外，他想要尝试联系天渊一族，有没有时间来帮帮忙。萧燕道友，你怎么额头冒汗了？龙傲天逼近萧燕，上下打量了一番，故作高深的询问。前辈，我没事，我还以为是群里的管理员。萧燕拱拱手，凭直觉后退一步。啪！龙傲天抬手一巴掌将萧燕扇得晕头转向。难道本傲天没有那些管理员厉害？说罢，龙傲天仿佛感受到被侮辱，施展1%的力量，啪啪啪的又是几个大逼豆子。老子草泥马，你打老子作甚？萧燕捂着被打成猪头的脸，怒声质问。哈哈，要有骨气，要的就是你会生气，这样才配称得上是穿越者。若遇到点退婚就死气沉沉的，本傲天将你炼成人丹也不合胃口。龙傲天桀桀怪笑，一把将萧燕扛在肩上，大摇大摆地走出宫殿。你这个恶魔，快放本少主下来！萧燕愤怒不已，狂风捶打龙傲天的肩膀，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龙傲天又拍了萧燕的脑袋一巴掌。你再唧唧歪歪，本傲天现在就把你吃了！龙傲天恶狠狠地道。当他扛起萧燕走出大殿时，立马迎上萧家众多侍女和几名长老。这位公子，你在做什么？萧家2长老萧不炫脸色阴沉，挡在龙傲天跟前。萧不炫方才带龙傲天进入萧家时，就看到龙傲天嘴角上扬，早就防了一手在殿外等着。他真怕龙傲天不是来帮萧燕阻止退婚，而是先王周家派来退婚的打手。就目前萧燕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模样，更是验证了他的猜测。萧家少主本傲天要将他炼制成人丹，这个理由可够。龙傲天坏笑盈盈，随意散发点先帝威压。刹那间，萧家整座千里府邸被先帝威压笼罩，各种楼阁宫殿摇晃不止。你不是少主的朋友，
也不是周家派来退婚的打手。你到底是谁？啪嗒，萧不炫被先帝威压，震得半跪在地，惊恐万分地询问其他几名侍女和长老，同样被压迫得半跪不起，纷纷不敢抬头，怕被眼前这个神秘男子一巴掌拍死。先王周家是什么勾巴玩意？本傲天不知道。龙傲天摇摇头，也没有杀其他人的打算。他扛着萧燕离开萧家主殿门口，径直朝着府邸外走去。这边的动静惹来萧家炼丹广场上众多势力的注意，不少人神念扫视而来。当他们看到萧家少主被一个神秘男子扛着时，心里八卦之火熊熊燃烧，全都跑来围观。萧云望带着老祖也赶了过来，在萧家府邸入口拦住龙傲天的去路。龙傲天，你不是说来帮我儿阻止退婚？你现在为何要把他弄走？萧云望神色阴沉如水，死死盯着龙傲天，就算拼了老命也不能让龙傲天把萧燕带走。父亲快救我，我不认识龙傲天。萧燕捂着脸求救，不敢面对众人奇怪的目光。若是眼神能杀人，龙傲天已经他的眼神被杀死了千万遍，死不足惜。怕龙傲天甩手，就是一巴掌抽在萧燕的脑袋上。萧燕欲哭无泪，老子不就是意外加入诸天万界聊天群，怎么就惹来大佬围杀？老天不公，老天不公！你再挣扎，本傲天现在就将你炼制成人丹。龙傲天威胁萧燕。萧燕被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再吱声，只能眼神向父亲求救。萧云望见萧燕受苦，愤怒充满脑海。萧燕作为他的孩儿，他从小就舍不得打骂，如今这个龙傲天却把萧燕打成猪头，他哪里还能忍得了？手中唤出一把长剑，唰的一声，千万剑芒缭绕恐怖的法则之力，撕裂空间，直逼龙傲天脑袋。呵呵，小小的天仙也敢对本傲天动手，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龙傲天一脸不悦，抬手袖袍卷动，嗡的一声，神秘祭祀道音响起，音波浪天，瞬间冲碎萧家府邸无数楼阁宫殿。剑光还未袭来，啪嚓一声就已经被音波攻击瓦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道讥讽声响起。龙傲天，萧燕身上的气运是本殿下的，把他交出来，不然别怪本殿下杀了你。隐藏在人群里的叶长生闪身落到萧家府邸入口，淡淡的看着龙傲天。你又是谁？龙傲天狐疑，细细打量跟前出现的龙袍男子。本殿下是来刷你爆装备的，你说本殿下是谁？叶长生无视萧家众人异样的目光，戏谑的盯着龙傲天。哦，原来你也是诸天万界群里的群友啊！你想来爆本傲天的装备？你有那个能耐吗？龙傲天嗤笑，打量叶长生罗天上仙的修为就比金仙强一个境界，怎么敢出手阻止一位仙帝？本殿下有没有能耐，你等下就知道了。叶长生收起笑容，心里对神级签到系统喊道：系统，快使用一张仙帝体验卡。叮，仙帝修为体验卡使用成功，剩余仙帝体验卡2。神级签到系统响起机械提示音。叶长生听到系统的提示，体内气息突然暴动，瞬间暴涨到仙帝境界。奇怪，萧家少主这是招惹了什么仇敌，竟然惹来2位仙帝？萧家炼丹广场上各势力之人小声议论，仿佛在见证仙帝大战，同时也被吓得瑟瑟发抖，但又忍不住想吃瓜。萧家族人却是没有吃瓜的心思，站在各种楼阁宫殿前，怨毒地望着龙傲天肩上的萧燕。2位大佬别在萧家战斗啊！萧家刚翻新，你们2位大佬打架关我们啥事？都怪萧燕，回我们萧家，都怪他，要不是他，萧家今日也不会出现2位仙帝，萧家也不会因此被战斗波及毁灭。众多萧家族人出声愤愤不平。哎呦，扮猪吃虎不是本傲天的拿手好戏吗？你竟然在本傲天面前装逼，本傲天打死你丫的！龙傲天见叶长生修为暴涨一大截，认为叶长生在扮猪吃虎，他哪里能忍？装逼打脸可是自己的代名词，这要是被叶长生装逼成功，他以后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装逼界的扛把子了。砰！龙傲天徒手撕裂空间，掏出一把黝黑长戟，几身缭绕神秘大道力量，扛着萧燕闪身就向叶长生杀去。他可没时间搭理其他萧家族人，说什么不要在萧家战斗。咦，龙傲天，你怎么也有天煞阵魔戟？本殿下记得真品天煞阵魔戟应该在王清手中才对，你哪里得来的仿制品？叶长生见龙傲天袭杀而来，他撕裂空间，掏出一把长枪，枪身散发滔天魔气，瞬间挡住龙傲天手中的黝黑长戟。砰！长枪和长枪相撞，空间犹如蛛丝裂缝，层层碎裂。啊！仙帝战斗瞬间荡平萧家千里府邸，宫殿楼阁倒塌，无数生灵被余威撕裂身躯，死得不能再死。刹那间，整片萧家府邸被夷为平地。随着仙帝战斗露出一个万里深坑，红古城其他地方也被波及，瞬间塌陷，不管是什么境界的生灵，统统爆体而亡，战况十分惨烈。呸！你知道个屁！
本傲天手中的天煞镇魔戟就是真品。龙傲天一边扛着萧燕，一边移形换景和叶长生战斗。他被叶长生揭穿使用仿制品，更加暴怒，单手持戟一下下地劈在叶长生的长枪上。砰砰砰，两位仙帝战斗，天昏地暗，两大仙帝移形换景，互相劈砍，余波扫荡一切。仙帝余威波及的地方越来越大，甚至已经扩大到几十万里，其中不知死了多少生灵。你们三个都是本弟子的猎物，谁也跑不了。忽然之间，这片几十万里的天地剧烈扭曲，一双苍白如白骨的巨手撕裂空间，引得天地法则混乱。时间大道风暴和毁灭大道风暴交织，瞬间席卷龙傲天和叶长生。天和地颠倒乱转，一袭黑金地袍男子，头戴九重地冠，白发如雪王，青神色邪魅，脚踏黑色彼岸花印，强行撕裂空间降临。靠！王清，你什么时候注意到这里情况的？叶长生被时间大道风暴席卷，龙傲天被毁灭大道风暴困住，两人异口同声，仿佛见鬼了一般。他俩刚才战斗时，虽然波及了不少地域，但大千冥界何其之大，就算先帝也不可能眨眼间神念扫遍整个世界。反正他俩做不到，心里就更加疑惑了。战斗才开始没多久，王清就注意到这里情况了。要不要再离谱一些？不好意思，本弟子早就降临。方才你们两人战斗，本弟子就在远处看着。王清脚踏黑色彼岸花，身影模糊间瞬移至毁两种大道风暴中心的交汇处。他斜眼扫视被大道风暴困住的叶长生和龙傲天，心里别提有多畅快。呼呼，风暴呼啸不断，大满目疮痍，海水倒灌，山岳倒塌，露出无尽的深渊黑洞。叶长生见时间风暴越来越强烈，皮肤在崩裂，他快要承受不住，内心连忙询问系统：系统，你不是说王清是罗天上仙吗？他现在展现的是什么力量？叮，系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建议宿主赶快撤离。先帝体系卡时限为1个月，宿主，系统建议你赶快找个地方熟悉先帝的力量，好在秘境中夺宝。神级签到系统响起危险提示。叶长生眼中满是愤怒，恨不得把王清生吞活包了。他想不通，王清一个仙界土著怎么会想到收割气运这种事，不去镇压天渊一族，反过来插手争夺萧燕。死！时间风暴已经快撕碎叶长生的身体，他吸了口凉气，顾不上其他，他咬破舌尖，吐出一口精血，逃进破碎的空间，消失不见。龙傲天见龙袍男子离开，他抬手打出一道神秘道则光幕，护住自己和萧燕，冷冷的开口：王清，你敢对本傲天出手，不怕穿越者联盟报复？报复？你方才装逼有多爽，现在本弟子就是你的报应。你不服，大可以踏出毁灭风暴，来跟本弟子战上一场。穿越者联盟，等本弟子统一仙界，自然会去找他们麻烦。王清脚踏彼岸花印，瞬间如鬼魅，来到毁灭风暴最上方，俯视其中的龙傲天。你，龙傲天被对得哑口无声，看了眼尖上的萧燕，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你不就是想要萧燕？本傲天给你就是。龙傲天满脸可惜，原本还想将萧燕带回穿越者联盟练成傀儡，现在王清来抢人，他只能先自保再说。嗖的一声，龙傲天将萧燕扔出毁灭风暴中心，他抬手撕裂撕碎空间，钻入时间长河，溜之大吉。王清，本傲天真身不在，下次见面你就没那么走运了。龙傲天咒骂的声音从时间长河传出，人影不知逃到哪条时间线去了。呼呼，龙傲天是离开了，但毁灭风暴依旧呼啸不止，宛如天灾降临，撕裂这片天地。啊！萧燕被风暴撕裂身躯，痛苦嘶吼。轰！也就在这个时候，一条万里巨蟒从地面无尽黑洞飞出，卷着萧燕遁入地心。哼！叶长生和龙傲天以后有的时间收拾，你一条七彩巨蟒也敢在本弟子眼下救人？王清白发随风飘动，满脸不悦，抬手按压而下，一只惨白如白骨的巨掌凭空出现，汇聚毁灭本源力量，拍向地面。砰！彼岸遮天手掌将数十万里深渊拍碎，地心熔岩狂暴喷涌，七彩巨蟒在其中游动，昂着硕大的脑袋和黑色天幕下的王清对视。王清神色变幻不定，袖袍卷起彼岸之力，瞬间将两种大道法则风暴抹平。刹那间，天和地重归平静，只有地面黑色海水涌入地心熔岩，眨眼之间又被浇灭。你就是太初天帝当年放话，千万年后会镇压天渊一族的天地子嗣。七彩巨蟒口吐人言，万里身躯缩小，化作一名绝美女子，披着一件薄纱长裙。她赤足踏着熔岩，抬手挥出一道七彩光幕，里面正是昏死过去的萧燕。呵呵，看来你也是一个老妖婆，你打算就走萧燕？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王清冷笑不断，脚下黑色彼岸花消失，
身影缓缓落入地面熔岩之上。你错了，本宫可不是救他，而是看中他体内的气运本源。女子名唤云浮，她摇头晃脑，眸光古井无波，似乎不在意王清的威胁。哦，你也是为了气运本源而来？王清有些诧异，气运本源这东西，只有天运神族和穿越者联盟知道怎么用来修炼，而这条大泥鳅竟然也知道关系气运本源之事，来历应该不小。你方才不是说到穿越者联盟吗？本宫就是穿越者联盟副盟主云浮。云浮莞尔一笑，自认为很美丽。不过王清可没有欣赏的心思，皱眉不悦。穿越者联盟副盟主，怎么，你来抢气运本源是想跟本弟子动手不成？王清话音带刺，若眼前女子说一个是字，他会毫不犹豫，全力出手将其轰杀干净。不，本宫不会跟你动手，而是想跟你合作。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原来是同盟关系，但天运神族长老楚道生出手破坏两个势力之间的关系。他几日前从本宫这里抢走了一份气运本源，只要你跟本宫联手杀了他，本宫就代表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断绝关系。本宫还会将萧燕体内气运本源进化为最纯正的气运之力送于你。云浮眨了眨美眸，期待地望着王清。王清思绪飞转，心里琢磨不定。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联手无数纪元，合作关系真能说断就断。沉默片刻，王清已经猜到了怎么回事，眼前女子应该有别的目的。想到这里，他爽朗轻笑，可以合作，不过你打算怎么对付楚道生？很简单。云浮接过王清的话，接着道，楚道生过3日就会放出消息，10万血海有先帝道果存在，引那些仙界进入秘境的势力去争夺。他会带着天渊一族的强者，在10万血海布阵，收割仙王本源。楚道生出手对付仙界势力时，你和本宫3日后联手从外面破阵，将楚道生和天渊一族的强者轰杀就行。你若是答应，本宫立马剥离萧燕体内的气运本源给你。云浮循循善诱，眼底深处闪过一抹隐晦的算计。他自认为隐藏得很好，不过一切都被王清看在眼中。哈哈哈，本弟子答应你，你现在动手杀了萧燕，取出他体内的气运本源吧。王清放声大笑，也不拆穿云浮的虚伪。他倒要看看云浮是想真的杀了楚道生，还是有别的目的。等着。云浮也不墨迹，玉手掐诀一点，一道玄奥无比的神秘道纹打入七彩光幕，神道纹散发刺目光辉，钻入萧燕体内，撕裂她的身躯。啊！萧燕惨叫，痛得睁开眼睛，迷迷糊糊间看到一个黑金地袍男子。很快，他低头亲眼看到自己的身躯被神秘道纹绞碎，意识逐渐模糊，到死都不明白，自己一个蓝星穿越者，前世是社畜，以为穿越了就能够出人头地，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奈何穿越不到半月就遇到退婚这种事。今天早上突然出现的群聊系统金手指，不仅没帮到自己，更是害得自己家破人亡。他发誓，若是还有下一世，他一定不要再穿越了，他要回家找妈妈。侧面更是验证了，穿越不过是一场梦，梦醒时分，你只是别人棋盘上的弃子。过了好一会，神秘道纹彻底撕裂萧燕的身躯，包裹一道血淋淋的蓝色光团浮现虚空。云浮双眸闪烁一下，玉指再次点出一道七彩金芒涌入光团内部，开始净化蓝色的气运本源。时间1分1秒的流逝，约莫半个时辰后，蓝色气运本源被云浮净化成功。他素手挥动，蓝色光团飞到王清面前。王清倒也不客气，他抬手凝聚彼岸之力，轻易将蓝色气运本源丢到系统空间，给神世瑶自己转化成反派值。3日后，本弟子会去10万血海寻你，后会有期。说罢，王清的先帝元神撕裂空间，折返渡神殿，只留下云浮美眸闪烁危险之色。楚道生、赵日天，本宫就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3日后，你们若是杀不了王清，本宫可不会帮你们2个收拾烂摊子。云浮伸了一个懒腰，化作七彩巨蟒，再次钻入地心熔岩深处。红古城所在的这片数10万里区域，彻底变成熔岩火海，埋葬了不知多少无辜生灵。萧燕恐怕是死得最憋屈的一个穿越者，穿越不到半个月，还没适应大千冥界的生存法则，就因为退婚一事，被各种大佬当作蝼蚁踩死，真是悲哀。诸天万界聊天群公告：新人穿越者萧燕死亡，默认退出群聊。龙傲天彼岸之主，本傲天跟你势不两立，走着瞧。等本傲天真身降临仙界，一定找你算今日的账。赵日天龙傲天，你不会真去抢萧燕那个新人穿越者的气运本源，然后被彼岸之主打跑了吧？龙傲天赵日天，你别得意，不见得你能战胜彼岸之主。菜刀彼岸之主管理员龙傲天，你跑到时间长河就以为躲得了是吧？等姑解决天渊秘境之事，就去时间长河寻你，把你所在的大宇宙一把火烧了。
龙傲天，彼岸之主，有种你就踏入时间长河，看本傲天怕不怕你就完事。天妖女帝管理员，龙傲天，你装逼不成反被虐，不知你哪里来的勇气挑衅彼岸之主比试。楚无极，哈哈，他就是个小丑罢了，早上刚被我摆了一道，现在又去作死，真是小丑鼓掌鼓掌。唐武，各位大佬，你们这么厉害，能不能帮我对付仙王周家，不让他们献祭我的小兔儿爱人？龙傲天，唐武，你再求救，下一个死的就是你唐武。龙傲天，大佬，你别吓唬我。龙傲天，这个群里都没好人，不信你就试试看。主人，萧燕的蓝色气运本源已经被转化成10万反派值。渡神殿，神师瑶甜美的声音响起提示音。王清的先帝元神撕裂空间，回到殿内掌控肉身。他垂眸低头，关闭面前浮现的系统页面，走到殿外，抬手扫视渡神殿所在的这片山谷。这片山谷绿树成荫，花海遍地，美不胜收。不过他没有心思欣赏这里的景色。叶长生和龙傲天逃到时间长河，一时半会抓不到，得去唐武所在的地方将其杀了。顺便他还可以去10万血海，看看楚道生和天渊一族布置了什么阵法。想到就做，王清收起渡神殿，将其化作巴掌大小，收入太初界，闪身撕裂空间，消失不见。与此同时，无名神山，天渊一族族地内，一座宏伟的宫殿前，赵日天身着一袭黑袍，撇头望着身旁的楚道生，笑呵呵的。楚大哥，我已经请副盟主出手欺骗王清，3日后来10万血海，你跟我联手，再加上东寒仙主在背后捅刀子，真有机会杀了王清。赵日天有些困惑，不知楚道生是怎么看出王清元神修为还是先帝。他放弃计划去太初仙域，前来天渊秘境和龙傲天互殴，就是吃定王清自斩修为重修，只有罗天上仙的实力，加上一些帮命底牌，最多能对付仙王。不过等他和龙傲天互殴进入秘境，来到天渊一族后，楚道生就说王清表面肉身修为是罗天上仙，元神却还是实打实的先帝。他就非常疑惑，楚道生怎么会发现王清隐藏的秘密呢？哼，赵老弟，你不用知道我如何看穿王清隐藏的手段。你既然安排东寒仙主在背后捅刀子，3日后再有我布置的血海秘阵，他王清就算是走完超脱之路的生灵，终究也逃难一死。楚道生摆摆手，话里有话，隐藏了一些秘密没说。王清在鸿蒙海被称为彼岸之主，所有踏上超脱之路的生灵都以为这只是一个称号，实则不然。天运神族强者早就摸清了王清的底细，王清是彼岸之地的传承者。他没告诉赵日天，就是怕赵日天话多，将王清是彼岸传承者这事告诉穿越者联盟的高层。若是穿越者联盟高层知道这件事，那么他谋划王清身上彼岸之地的秘密就会麻烦很多。所以楚道生先不打算告诉赵日天，只是和赵日天联手对付王清。行吧，楚大哥，既然你这么自信，我祝你3日后马到成功。赵日天拱拱手，转身走入身后宫殿。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已经达成一致，共同推翻王振南建立的太初天庭，两家一起瓜分仙界这块气运养殖地。有了这层关系，他没有再多问，只是当楚道生想快点弄死王清之后，再对太初天庭动手。而且他与楚道生可是有1000万年的交情，他不相信楚道生会拿自己当傻子整。楚道生望着赵日天走入宫殿，眼底闪过一丝愧疚。若是两人同属一个阵营，应该会成为生命之交，不会互相防备。但仙界这块气运养殖地，若是太初天庭后被推翻后，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必有一战。他和赵日天要为各自阵营而战，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结局。他想等杀了王清之后，试图劝说赵日天脱离穿越联盟。嗨，看一步走一步吧。楚道生摇头晃脑，不再去想其他事，还是先对付王清，夺取彼岸之地的传承重要。夜晚降临，大千冥界降临的仙界势力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仙界的隐士势力。仙界所有仙人刚进来，不是在抢夺机缘，就是在杀人放火。所谓的正道之心早就抛之脑后，谁动作慢，谁抢到的资源就会少一分。大千冥界被天渊一族统治，而天渊一族1000万年前曾是仙界统治者，奴役过不少仙界势力，最后被天地推翻。大千冥界对仙界那些势力来说，就是罪人后裔生活的地方，虐杀罪人对那些仙人来说可没有心理负担。月末城，大千冥界4大古城之一，被唐家所统治，城主半步仙王。城内气氛紧张到不行，各种城卫在城楼上严阵以待，怕仙界势力突然来犯。白天红古城那片无数万里的地狱，最终被仙界3位仙帝打成无尽黑洞。月末城众人都以为是仙帝在争夺什么不得了的资源，才会发生宛如天灾的大战仙帝啊！这可是仙侠修炼天花板战力，一下子出现3位，对大明千界来说就如同人形天灾。
所以岳墨城城主唐玉涵不得不派重兵把守城楼，防止仙界势力突袭。城中街道非常冷清，原本散发淡淡光晕的各种楼阁宫殿，此刻却是紧闭大门，街道两旁散发淡淡霞光的建筑消失不见，唯有黑暗伴随点点星光。一座楼阁走廊上，3位容颜如画的女子，身姿各有千秋，魅力动人，犹如画中走出的神女。穆冰轩俯视昏暗的街道，美眸直视城主府，闪烁神秘光彩。大姐，二姐，唐武那家伙在群里被龙傲天吓住，躲在城主府不肯出来，我们要不要强攻，顺便灭了岳墨城？穆冰轩眨动美眸，看着一旁的轩辕双银和水溪2位姐姐。冰轩妹妹，你怀有王亲的骨肉，不宜施展太多力量，岳墨城就交给姐姐和双银妹妹吧。水溪玉手拍了拍穆冰轩的香肩，她从来没有和异性接触过，更没有尝试过男女之欢，根本就不了怀孕这种事，所以她只能按照古籍上记载的劝说穆冰轩。轩辕双银除了1年前被王清按在花海中玩弄之外，他也没有和其他异性打过交道。他望着穆冰轩比亲妹妹还亲的妹妹，忍不住劝说：冰轩，水溪姐姐说的对，收割唐武气运本源之事交给我们就好，你只要跟着看戏就成。好吧，就劳烦2位姐姐了。穆冰轩也不矫情，轻点额头。3女有说有笑，讨论怎么收割气运本源。对于抢大千冥界的资源，他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他们3人来自鸿蒙海，共同统治缥缈禁区，手底下的资源不知凡几。只有轩辕双银喜欢各种花花绿绿的仙药，不过他还是打算虐杀了唐武，再去寻找仙药。水溪倒是无所事事，只想陪在穆冰轩身边，一起观察他体内的道胎。同一时间，城主府、宫阙楼阁、古老凉亭、小桥流水、巍峨山峰，数不胜数。府邸内占据地面至少万里，楼阁和宫阙之间的走廊上，唐家族人和城卫来来往往，各自忙碌。一座耸立星海的山峰上，古木参天，清风徐徐，枝叶响起哗哗哗的声音。山峰一座祖陵内，白雾袅袅，各种坟墓若隐若现，埋葬的都是唐家各代强者。一个古老凉亭中，唐武正在和老祖唐风行交谈，他俩却是没注意到一阵黑雾凭空钻入祖陵。老祖真的没有办法对付仙王周家？唐武面色难看。唐风行手捏胡须，鹤发童颜，颇有仙风道骨之姿。凤小雨出去偷玩，被周家抓到，想要救他必须要仙王出手，可唐家没有。小武啊，依老夫看，救人这事还是算了吧。言罢，唐风行露出无奈之色。唐武哑然，凤小雨正是他在诸天万界聊天群求救的对象，也是他的小兔儿爱人。他穿越到大千冥界不到10日，靠着群聊系统夺舍原身唐武的灵魂，成了新的穿越者唐武。他来自一个和蓝星类似的科技世界，穿越后夺舍原身，获得全部记忆后，他可是高兴的不行，因为原身就是那啥斗什么罗的模板主角，凤小雨就是那只美人兔。这几天他可是一直在刻意讨好凤小雨，想要将其弄上床，然后再去谋划原身唐武的母亲。原本他以为会继承原身的一切，可今日仙界势力涌入大千冥界，凤小雨溜出月末城，被仙王周家抓住，用凤小雨的生命来献祭一个上古洞府。得知这一切的唐武可是急得不行，凤小雨那个紫色罗纱裙美人只能是自己的。于是唐武一边来祖陵找老祖想办法，一边又在诸天万界聊天群里寻求办法。老祖，唐家不是背靠天渊一族，你能不能请他们出手？唐武还是非常不甘心，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期待地望着老祖。唐风行摇摇头，天渊一族被仙界4大寒仙庭盯上，还有太初天地之子在背后虎视眈眈，他们自身难保，哪里还能抽手帮助你？你不是为难老夫吗？这唐武还想再说些什么，忽然一声急促的脚步声从祖陵外走进来。老祖，仙王周家已经逼近月末城，带头的正是周琦那位仙王巨头。唐玉涵来到凉亭中，满脸急切。唐风行也露出慌张之意，这该如何是好？只有唐武看着原身父亲，再想到原身父亲那位如花似玉的夫人，顿时他双眼放光，凤小雨可以趁乱相救。唐玉涵这时候忙着对付外敌，我岂不是有机会把原身的母亲先拿下？唐武内心狂喜，对着唐玉涵故作恭敬的抱拳，父亲，我有事去处理，你跟老祖先想办法。去吧去吧。唐玉涵没时间去打理唐武，而是跟老祖商讨怎么保住月末城。他却是不知自己的夫人即将被夺舍自己儿子的这个穿越者戴绿帽。孩儿告辞。唐武拱了拱手，快步离开祖陵，一颗心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原身母亲可不是比他穿越前见过的女子不知漂亮多少倍，必须拿下。他不敢停下身影，怕唐玉涵看出什么端倪。要是原身唐武若是知道自己被一个穿越者夺舍，母亲和爱人都要被穿越者玩弄，原身唐武怕是会气得活过来，殴打现在的穿越者唐武。老祖，
岳墨城真的要被仙界的仙人奴役吗？你真的不能去向天渊一族求救？唐玉涵望着老祖，满脸不甘心。唐家统治岳墨城100万年，如今却是要在自己手中毁掉。我唐玉涵愧对列祖列宗啊！唐风行看到唐玉涵一脸苦涩，他动了恻隐之心。玉涵啊，老夫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老夫这就通过传送阵去无名神山，看看能不能请洞天渊一族来解救岳墨城。说罢，唐风行起身拍了拍唐玉涵的肩膀，佝偻着苍老的身躯，就要离开唐家祖陵，去往城中的传送阵。砰！突然之间，震天巨响从祖陵深处传来，紧接着，滋滋滋，火光漫天，照亮整座昏暗的祖陵，无数坟墓被火海吞没，浓郁迷雾瞬间蒸发。靠！什么宝物都没有，浪费本弟子时间！嚣张至极的声音响起。唐风行和唐玉涵对视一眼，顿感大事不妙，移形换景去往火海边缘。只见火海之行，一名月白长袍男子，披着白发，邪魅俊美的脸上满是嫌弃。他双手托着一个棺椁，猛砸地面，咔嚓，棺椁碎裂，露出森森白骨，却是没见什么宝物。月白长袍男子满脸不开心，徒手撕裂空间，掏出一把漆黑如墨的长戟，对着火海中的坟墓不断挖掘。砰砰砰，各种墓碑漫天飞舞，棺材板碎裂一地，愣是什么宝物都没见着。你是谁？敢挖我唐家陵墓？你给本城主去死！唐玉涵暴怒，缩地成寸，钻入火海之中，抬手唤出一把仙剑，唰，刺目剑光缭绕恐怖的法则之力向王清袭杀而去。王清停下挖坟墓的动作，顺手将天煞镇魔戟杵着地面，神情不悦地望着唐玉涵杀来，剑道法则撕裂火海空间，虚空在黑夜荡起阵阵涟漪，清晰可见。半步仙王足以秒杀罗天上仙，唐玉涵根本就没出全力，但也就是他的轻敌，下一刻他就后悔了。王清白发飘飘，眼看唐玉涵杀到眼前，他看到没看，手中几间缭绕恐怖魔器斜点地面，轻轻抬起，随意滑动，咔嚓一声，仙剑断裂。唐玉涵反应过来为时已晚，漆黑几间已经指着他的喉咙，随时能要了他的性命。住手！火海边缘，唐风行不敢轻举妄动，不然唐玉涵肯定会眨眼没命。王清斜了一眼火海外的唐风行，又将视线放在唐玉涵身上。你太弱了，仙王或许能挡住本弟子的肉身力量和天煞镇魔戟。王清嗤笑。唐玉涵神色恐怕，不敢表达愤怒，胆怯地询问：你是谁？为何要挖唐家祖坟？你说本弟子？本弟子正是你们口中要镇压天渊一族的太初天帝之子。王清也不急着杀人，讥讽地扫视唐玉涵：你就是太初弟子？你不去镇压天渊一族，来欺负一个小小的唐家？唐玉涵大惊失色。岳墨城外有仙王周家虎视眈眈，那里又出现太初弟子，难道唐家100万年基业今晚注定要灭亡吗？哼，本弟子自然会去镇压天渊一族，不过嘛，现在要来杀了夺舍你儿子的穿越者。王清收回长戟，随手甩进破碎的空间里，天煞镇魔戟又不知被他丢到哪里去了。唐玉涵沉默片刻，脑海思绪万千，在想王清说的话有几分真假。穿越者他自然不陌生，仙界千万年一个纪元就会出现一名穿越者。天渊一族千万年前统治仙界时，唐家就是天渊一族麾下的仙王世家。天渊一族被天帝推翻统治，唐家同样损失了一名仙王。可随着天渊一族和麾下势力被镇压在天渊秘境，唐家就在其中。唐家对穿越者这种异类也有些了解，穿越者就是那种经常自认天命之人，专门掠夺各种资源和美人。现在唐玉涵听到儿子被穿越者夺舍，回想这几日唐武的不对劲，唐武这段时间更是对自己母亲言语挑拨。逆子，本城主要杀了你！唐玉涵神色铁青，方才唐武匆匆离去，慌不择路，怕是要去趁乱祸害他的夫人。想到此处，唐玉涵牙眦欲裂，闪身离开火海，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祖陵。他可不能让自己被儿子趁乱戴了绿帽。呼！唐风行望着唐玉涵风尘仆仆地掠过，苍老的双目中布满无奈。他望向火海中的王清，苦笑道：太初弟子，老朽家祖陵内可没什么宝物，你若是想要宝物，大可以去刨了天渊一族的祖坟，他们祖地里拥有无尽财富。为了祖陵不被完全摧毁，唐风行老脸都丢出去了，将天渊一族那个主子都给卖了出去。天渊一族他们很快就会被镇压，本弟子路过来岳墨城收割一波气运，本弟子顺便看看唐家主会如何处理那个穿越者。王清原本以为穿越者夺舍唐家公子，说不定祖地内会藏有气运之物，不过如今看来什么都没有，唐武就是一个穷光蛋穿越者。他踏着火海走了出去，背着手自顾自地离开了祖陵。等他远走，唐风行神色复杂至极，若是打不过王清，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可惜没有如果，他只能尝试浇灭焚烧祖灵的火海。唐家大殿，辉煌的殿宇内，一名美妇人，一袭银色薄纱长裙，春光若隐若现。她皱眉，看着手中记录消息仙界势力降临大千冥界的预检。大千冥界众多生灵，难道又要再次被镇压在此界吗？尹雪莲苦笑不已。天渊一族被推翻后，带着麾下众多势力被镇压在大千冥界，好不容易安稳下来。如今仙界和大千冥界天地留下的隔离阵法消失，大批仙人降临，大千冥界的众生怕是难逃被仙人奴役的下场。母亲，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家族大殿啊！忽然一阵脚步声从殿外走来，唐武舔着笑脸来到殿中，走到尹雪莲跟前，居高临下的看着她胸前那一幕沟壑。不愧是唐什么模板主角的母亲，就是美丽啊！看看这身材，看看这脸蛋，压在床上怕是非常舒服吧？唐武神色淫荡，言语挑拨，根本不在乎原生母亲那阴晴不定的脸色。尹雪莲内心一阵失望，一度露出厌恶之色。她冷声道：“你不去关注城外情况，跑来这里做什么？”母亲，先王周家已然抵达城外，孩儿担忧你的安危，所以到处找你。唐武虚心假意的拱拱手，眼神却是没从原生母亲身上离开，就差直接动手摸了。哼，娘亲没事，你爱干嘛去干嘛，下去吧。尹雪莲压制心中的怒意，这逆子今天眼神怎么这么恶心？她真怕自己憋不住出手，一掌拍死这个想逆母的逆子。娘亲，大战在即，你还是随我逃命去吧。唐武见原生母亲猥琐不动，没有离开的打算，他眼中闪过一丝阴霾，心里一狠，就要伸手抓起尹雪莲的玉手。逆子，你想干嘛？尹雪莲吃了一惊，犹如炸毛的猫咪，站起身，啪的就是一巴掌。唐武摸着自己被打磨脸庞，邪恶的笑道：“哈哈，打得好，打得好！我可不是你那个孝心满满的儿子，他已经被我夺舍了。今夜你不走也得走。”说罢，唐武再也装不下去，伸手捏住尹雪莲打自己的手掌，就要将其拉入怀里。先王周家即将攻打月末城，原生老爹和老族此刻焦头烂额，所以他现在是一点也不担心会有人来阻止自己玩弄原生母亲。原生母亲只是一名天仙，他夺舍的这具身体也有天仙修为，两者实力相差不大。尹雪莲的反抗更是激起他的征服欲。逆子，本城主一掌拍死你！突然之间，殿外闪来一道魁梧的身影，隔在两者之间。唐武的手还没碰到尹雪莲，反手就被闪身进来的唐玉涵一巴掌抽飞。啪！唐武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顿时吐血横飞，狠狠撞到宫殿墙壁上。唐武顿感头胀欲裂，骨骼移位，闷哼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他只是一位天仙，面对半步仙王几乎就是必死的份。别看唐玉涵面对王清时毫无还手之力，但面对其他人，尤其是境界低下之人，就是一掌一个小朋友。毕竟不是谁都能像王清那样随手掏出禁忌之物来对敌，更没有谁都能像王清身负彼岸之力，肉身修为可以随意跨越大境界杀敌。仙人之间的境界差距犹如天堑，强者对待弱者天然的有压制力。就像现在的唐武，天仙修为再出现1000个，唐玉涵也能打个喷嚏覆灭一大片。除非唐武现在开挂，不然他必死无疑。系统，快用群积分在群商店购买仙王体验卡使用。唐武凭借最后一丝生命力，对脑海中的群聊系统发起求救。叮，群商店仙王体验卡，花费10个群积分购买使用成功。系统界里批发的群聊系统响起机械声。就在唐武即将一命呜呼时，仙王体验卡使用成功。刹那间，一股强大的气息充斥唐家大殿，唐武的伤势也在瞬间恢复。仙王，这名夺舍了自己儿子的穿越者是仙王。唐玉涵神色十分难看。尹雪莲听到穿越者夺舍了自己儿子，她只感觉双眼一花，差点瘫倒在地。唐武可是我唯一的儿子，竟然被穿越者夺舍了。这名穿越者用儿子的身躯，还想对我毛手毛脚，还差点成功了。尹雪莲娇颜充满愤怒，稳住身影，死死盯着正在爆发的穿越者唐武。哈哈，唐城主，我就不演了，你儿子的灵魂早就被我同化，而且我现在还是仙王，你拿什么战胜我？唐武满脸戏谑，他接着道：不如你将你夫人赠送于我，你在旁边看着她被我玩弄，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出手庇佑月末城，守住唐家100万年的基业，你看如何？言罢，唐武露出邪恶的恶趣味，就喜欢看这个世界的土著 NPC 向自己求饶。他一定要原身的父亲看着自己的夫人被玩弄，那感觉想想就非常的狗血刺激。他可不是什么好人，穿越前就是个黑道小混混，什么道德底线那都是狗屁好吧。既然穿越了，那么就要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他要成为万界第一人，
睡尽诸天万界的美女。你这个逆子，夺舍我儿，还想让我求你，甚至献上我夫人。唐玉涵怒火中烧，双眼血红，恨不得冲上去一掌拍死穿越者唐武。报，城主不好了，先王周家已经开始攻打月末城，城卫死伤惨重，城中强者投的投降，奴役的被奴役，月末城快要失守了。本副城主也要逃命去了，城主后会有期，早点逃离。忽然之间，殿外传来着急的回报声。唐家大殿内，唐玉涵紧紧盯着缓步走过来的唐武，又撇头看了眼一旁愤怒不已的尹雪莲，他内心十分的复杂，甚至产生了某种邪恶爽感的念头。他脑海不自觉冒出穿越者唐武将他夫人压在地上玩弄的场景，一瞬间，哈哈哈，我悟了，夫人也玩腻了，美人没了可以再娶，但要是江山要是没了，真的就没了。所以本城主不要美人，要江上。沉重的压抑导致唐武一改威严之色，释放隐藏在内心的邪恶，狂笑黑化。他继续开口，你不就是想玩本城主夫人，送给你了，但你要出手保住月末城，更要保住唐家100万年的基业。说话间，唐玉涵将一旁满脸错愕的尹雪莲推向缓步走来的穿越者唐武。他从怒火中烧再到麻木妥协，释放邪恶狂笑，最后推人时，他扭曲的微笑，仿佛牺牲妻子是笔划算的交易。夫君尹雪莲痛心疾首，被丈夫亲手推向夺舍者时，她失魂落魄，颤抖质问：你为了唐家基业要毁了我？信仰崩塌。她曾经到现在都深爱唐玉涵，但这一刻丈夫的选择比穿越者的恶心更致命。呵呵呵，不错哟，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会出手保住月末城。我虽然夺舍了你儿子，但总归姓唐，唐家基业我保定了，你的夫人我也要定了。唐武非常邪恶地笑着，伸手就要接过被推过来的尹雪莲，他要将这个高傲的美妇按在城主殿玩弄，他要美妇看着自己在丈夫面前被别人玩坏。然而就在他即将得手时，突兀的一道神秘笑声响起，啧，好一场家庭理论剧。踏踏踏，清脆的脚步声从殿外走来，一名月白长袍男子披着满头白发走来，俊美邪魅的脸庞露出几分看戏的状态。唐家大殿门口还站着3位国色天香、沉鱼落雁、美得不像话的女子，来人正是王清和穆冰轩3姐妹。嗖的一声，王清素手挥动，一道黑雾把尹雪莲卷到一边。唐武扑了个狗吃屎，狐疑地看着殿外走来之人。当他看到殿门口站着3位绝世美人时，双眼放光，这4人从哪冒出来的？然而王清看似走得很慢，实则非常快，瞬间来到唐武和唐玉涵身前。他抬手抽动，啪啪2巴掌。刹那间，唐武和唐玉涵还没反应过来，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被扇得吐血横飞草。你是谁？你他妈敢打我？唐武拥有仙王体验卡，很快就稳住身影，十分忌惮地望着月白长袍男子。唐玉涵可就没那么好过，直直地撞向宫殿墙壁，口吐黑血，缓缓摔落在地。尹雪莲见神秘男子帮自己，她心如死灰地望向穿越者唐武，还有为了家业背叛的丈夫唐玉涵。唯一的儿子被夺舍，又被最爱的人背叛，她仿佛丢了魂一般，眼里充满了死意。唐玉涵，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尹雪莲一掌劈向自己的天灵盖，刹那间，扑通一声，尹雪莲的尸首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唐玉涵刚稳住身影，擦拭嘴角的血渍，他看着自刎的尹雪莲，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利刃割掉，各种记忆画面闪现脑海。哈哈哈，我逼死了莲儿！哈哈哈，我逼死了莲儿！突然，他疯狂大笑，披头散发，仿若疯了一般。王清可没在意他，而是将目光看向唐武，淡淡地道：你很不错，不光占据别人肉身，还搞得唐家家破人亡。本弟子是该给你鼓掌呢，还是一掌拍死你？言罢，王清随手捏碎空间，掏出天煞阵魔戟，指着唐武。几身缭绕恐怖黑雾，刹那间，整个唐家大殿被黑雾笼罩。唐武看到殿内黑雾浓郁，他的心猛然停跳半拍，压抑那股莫名的惧意。你到底是谁？罗天上仙也敢对我出手？你不怕死？唐武忍着心虚，强硬的怒视王清。他能感受到王清手中兵器散发的威压，可不比仙王弱，甚至还要强上几分。人不狠，站不稳，就算如此，他也没有表达怯弱。怕死？你觉得你能战胜本弟子？王清哑然失笑，像是在看白痴一样。哼，斗不斗得过，打了再说。你既然想找死，我弄死你丫的！唐武感受到长戟散发的黑雾侵染自己的身体，他再也忍受不住，摸了摸手指上的空间剑，掏出一把长枪杀向王清。嗖！唐武身影快到肉眼无法捕捉，枪尖直指王清的喉咙。然而他失算了，
王清曾在石长河争夺时间大道本源，战斗长达几个纪元。虽然时间长河和外界时间流逝不一样，但战斗却是实打实的发生。所以像唐武这种只有天仙实力，意外获得仙王之力无法掌控之人，王清杀他如土狗。本弟子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差距，让你看看你眼中以为的 NPC 如何秒杀你。王清邪魅一笑，在唐武杀来的瞬间，天煞阵魔戟凌空滑动，唰，一道缭绕毁灭道则的戟光闪过，眨眼间，唐武惨叫一声，硬是被拦腰斩断，鲜血四溅，尸首被黑雾吞噬殆尽。他的灵魂从肉体中飘出，来不及惊恐求饶。王清掐诀一点，一道神秘火焰飞了出去，呲的一声，神秘火焰瞬间笼罩唐武的灵魂。王清把天煞阵魔戟扔回碎裂的空间，闪身而上，再次点出一道黑雾，进入唐玉被斩成两段的肉身内。很快，一道蓝色气运本源从两半尸首内飞出，悬浮殿内黑雾中。气运本源出现的瞬间，整座殿内浓郁黑雾钻入其中，净化属于唐武的气息，将气运本源变成最纯净的状态。神秘火焰中传出唐武灵魂惨烈的叫声。一切发生快，也就10几个呼吸的时间。王清净化完气运本源，收回系统空间，缓步走向神秘火焰。只见火焰中唐武的灵魂小人越来越淡，显然被火焰折磨不轻，就差魂飞魄散了。蝼蚁，你是不是以为你是穿越者就很高大上？你眼中认为的 NPC 有秒杀你的能力，脸疼不疼？而且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本弟子要用你的灵魂来点灯，直到你慢性死亡为止。王清一脸讥诮。唐武隔着火焰，灵魂小人眼中满是惊恐。你能不能饶了我？我认你做大哥。唐武发出颤抖的声音。王清摇摇头，冷漠道：不行，你就别白日做梦，等着被太初业火焚烧殆尽吧。说罢，王清摸了摸手指上的太初戒，唤出一盏古灯，袖袍卷动，太初火焰钻入其中。既然说了要用唐武的灵魂点灯，那自然要做到。他提着古灯走向殿外，去跟穆冰轩会合。至于唐玉涵，他压根没放在心上，因为唐玉涵已经被他暗中捏碎命魂，下场要么会被仙王周家覆灭，要么2天后疯癫。王清，你明明连仙帝都能战胜，又在扮猪吃虎。穆冰轩注视王清走来，没忍住翻了翻白眼。轩辕双银却是撇过头，不敢和王清对视，真怕他又提起1年前的事。只有水溪露出奇怪之色，天煞阵魔戟这件传说中的大凶之物，怎么会落到王清手中？什么叫扮猪吃虎？我肉身修为本就是罗天上仙。王清走过来，顺手将古灯挂在宫殿牌匾上。他搂着穆冰轩柔弱无骨的腰肢，径直离开了唐家大殿。只是他的魔爪时不时的游到穆冰轩玉臀上，又惹来一阵笑骂声。王清，你不要乱来，2位姐姐还在后面。王清和穆冰轩的身影渐行渐远。轩辕双银看了眼水溪，口吐幽兰，轻声细语：水溪姐，我要去找仙药去了，就此别过。话音落下，轩辕双银抬手撕裂空间，迈动美腿走入其中，很快消失不见。水溪并没有阻止他离开，而是快步追了出去。冰轩妹妹，等等姐姐。等他们4人离去，没过多久，轰！唐家府邸各种建筑物轰然倒塌，火光漫天。众多唐家族人被火海吞没，魂飞魄散。周琦带着族人杀到唐家大殿，只看到牌匾上挂有一盏古灯，其中周家2名族人挟持着一位紫裙女子，正是凤小雨。当他看到唐武的灵魂被困在古灯内焚烧时，顿感天塌，仿佛所有求生机会尽数湮灭。唐武哥，你怎么会被困在古灯里？凤小雨失声痛哭，想要挣脱周家族人的挟持，去取下牌匾上的古灯，奈何他实力实在太低，摆脱不了魔爪，更无法逃脱被血祭上古洞府的命运。哈哈哈！我逼死了莲儿，我逼死了莲儿！唐家大殿里传出疯疯癫癫的笑声。周琦有些奇怪，走入殿内，正好看到唐玉涵在殿里乱跑，一会抱着尹雪莲的尸首嚎啕大哭，一会又站起身在殿内疯癫大跳。伯父，这到底怎么回事？凤小雨想要唤醒疯癫的唐玉涵，奈何唐玉涵被王清暗中捏碎了命魂，怎么可能被他唤得醒？不出2天，唐玉涵必定疯颠倒至力竭而亡。闭嘴！周琦回头呵斥凤小雨，仔细打量殿内情况，发现已经有人提前来过，这让他非常困惑。周家族人包围月末城1整天，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城内，谁有这么大本事，能够悄无声息搞得唐家之主疯疯癫癫？走，这里没什么宝物。周琦观察了许久，寻不到半点蛛丝马迹，挥手带着族人离开了唐家大殿。他还要用凤小雨去献祭一座上古洞府，疑似洞府中藏有仙帝道果。这个时候他不想节外生枝，匆忙带着周家族人很快离开了唐家府邸。
只留下一片火海熊熊燃烧。至此，传承100万年的唐家彻底在世间出名。诸天万界聊天群，群公告：唐武死亡，默认退出群聊。龙傲天，啥？同一天进群的2个新人就这么死了。彼岸之主，你这个畜生，肯定又是你搞的鬼。赵日天，龙傲天，行了，别在群里大呼小叫，又不是你死了比试。楚无辞，就是，又不是你龙傲天这个装逼犯死了，你叫什么叫？龙傲天，楼上2个傻逼，你们是一点也不关心新人，说不定明日就是你俩的末日菜刀。楚无辞，龙傲天，不好意思，我背靠天渊一族，还有2个先帝护道，比你强上100倍，你还是担心你自己，没准下1秒就死了。彼岸之主管理员，楚无辞，你应该是在无名神山吧？你等着，姑马上就来取你狗命。楚无辞，彼岸之主，你莫要装逼，小心遭雷劈。彼岸之主管理员，呵呵，你等着就是炸弹。楚无辞，哼，我等着你菜刀。一夜无话。次日，无名神山，雾霭蒙蒙，楼阁宫殿的轮廓在迷雾中若隐若现。滴答滴答，天空落下倾盆大雨，白雾越发浓郁。一座恢宏的殿宇前，楚无辞背负双手关闭了群聊系统页面，满脸怒气。他跟彼岸之主管理员斗嘴了一番，后半夜一直和龙傲天撕逼到天亮。好你个龙傲天，你竟敢嘲笑我是赘婿，下次见面我得扒了你的皮。楚无辞破口咒骂，指不定后半夜在群里被龙傲天激得怒火焚烧。楚无辞，你在群里叫板管理员，你真觉得天渊一族能庇护你？忽然一道悦耳的女声响起，楚无辞撇头看去，正好瞧见马灵山从远处走来，雨点落到他身上，瞬间蒸发殆尽。哼，天渊一族连仙界都不怕，我作为少主怎么会怕群里一个没见过的人？彼岸之主若是敢来，我一定要他吃不了兜着走，打得他满地找牙。楚无辞挥了挥拳头，眼中满是战意。马灵山手扶额头，一脸无奈，不知楚无辞是不是智障？人家要是怕你身后的家族，肯定不会在群里放狠话。现在彼岸之主不仅放了狠话，还有可能随时破开空间降临。楚无辞搞不好会成为线上的键盘侠，线下被物理超度的玩意儿。你这么自信，等彼岸之主撕破空间降临，希望你还能保持这个状态。马灵山劝解不了，摇摇头，转身离开。他可不想惹祸上身，还是暗中恢复仙帝修为比较重要。系统，你能扫描到彼岸之主的信息吗？马灵山内心询问至尊匿名系统。丁，正在分析中。丁，彼岸之主信息如下：姓名，彼岸之主；身份，彼岸之地传承者；体质，太初造化体，大成；修为，元神仙帝，半步超脱，掌控彼岸之力；法则，道则；时间道则，掌控时间本源；毁灭道则，掌控毁灭本源；宝物，七绝剑、九阶仙器、渡神舟、混沌灵宝；本命之物，天煞镇魔戟、九天大凶之物；气运值0，反派值20万。评价：来自彼岸之地的神秘存在，一手彼岸之力可破世间万法。马灵山当场愣在瓢泼大雨中，揉了揉眼睛，仔细打量系统面页上的信息，确定没看错。彼岸传承者，那不是代表彼岸之主拥有通往彼岸之地的钥匙？不行，若是彼岸之主来无名神山找楚无辞的麻烦，自己是不是可以借楚无辞的力量困住彼岸之主，然后用至尊逆命系统吞噬他元神，夺取他身上的彼岸传承？如此想着，马灵山又折返回去。楚无辞还在发牢骚，突然看到马灵山回来，他舔着脸笑问：你怎么又回来了？是不是放心不下我？不是，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油腻？马灵山下意识后退2步，他嫌弃的接着道：我打算帮你一把，不过抓住彼岸之主后，你要将他交给我审问。呵呵，没问题，小事一桩。彼岸之主若是敢来，等我抓住他揍一顿，然后就交给你。楚无爽朗大笑，多谢，你真好。马灵山点头致谢，他哪里也不去了，就想跟着楚无辞在这里等待彼岸之主。他非常的相信自己的逆命系统，有了系统相助，一个先帝元神还是很有机会战胜。见马灵山道谢，楚无辞内心一阵舒坦，再加把油，一定能和眼前家人同床共枕。无辞，为父要和主脉长老去10万血海一趟，你好生待在无名神山，不许外出乱跑。突然之间，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楚星河顶着雨点从前方一座楼阁走来，雨点眼看即将落到他身上，被一道无形力量阻隔。父亲，你去10万血海做什么？楚无辞望着父亲到来，一脸诧异。不过楚星河却是没有解释，再度嘱咐：切记不要外出乱逛就行。大千冥界如今可谓卧虎藏龙，仙界那些势力都在抢夺天地资源，寻找仙帝道果。4个寒仙庭之主都在，
你若出去遇到他们，就是有2位先帝护道，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等为父和主脉长老解决王清回来之后，再带着族人对仙界势力发起反攻。楚星河拍了拍楚无辞的肩膀，凝重的嘱咐过后，背着手往楚家主殿走去。楚无辞还是非常不解，父亲和主脉长老楚道生去10万血海，真的能遇到王清？天机供奉，无辞这几日就交给你了。楚星河去主殿的路上，正好遇到天机子来找楚无辞，他向着天机子抱了抱拳，快步擦肩而过。天机子眼睛眯成一条缝，回头扫了眼楚星海，心里冷笑：你们想引诱王清殿下去10万血海，老夫岂能让你们如意？想着想着，天机子已经来到楚无辞身边。楚少主，你昨夜叫老夫推演的龙傲天已经有下落，他通过时间长河已经回到属于他的世界，短期不会再出现了。言罢，天机子故作叹息。楚无辞傻眼，他还真没料到龙傲天真的逃走了。龙傲天，你这个混蛋，下次再敢出现，我一定扒了你皮。楚无辞暗骂一声，似又想起什么重要的事。天机前辈，昨夜晚辈在群里跟彼岸之主。楚无辞将诸天万界聊天群之事和盘托出。天机子仔细聆听良久。楚少主，你放心，若是彼岸之主赶来，老夫定会帮你擒下他。天机子和蔼可亲，仿佛长辈在承诺自家晚辈，实则不然，他心里一肚子坏水。系统和群聊这种事，天机子自然不陌生。曾经他就徒手捏造系统，坑死不少穿越者和每个世界的气运之子，这一切都是王震南告诉他的。他要是没记错，王震南年轻时候可比王清腹黑多了，吃喝嫖赌烧杀抢掠，那是样样精通。什么穿越者，什么大道之子，什么大道神女，王清震南可都是玩过杀过。最后还是娶了鸿蒙神国女帝的祖姐司徒菲雅，王震南才被完全拿捏，痛改前非。司徒灵皇就是司徒雅妃的族妹鸿蒙女帝，也是王清的小姨，不过不是亲小姨。那就有劳天机前辈了。楚无辞见天机子沉默，拱了拱手，他又跟马灵山有说有笑。天机子没再回应，低头皱眉，思索楚星河离去，如何破坏无名神山的天运密阵，只有破坏阵法，王清和赵军才能带人偷袭天渊一族的老窝，一击摧毁。与此同时，水寒雪山，漫天大雪，冰山雪地里，众多周家族人抓着凤小雨在雪地行走。很快，雪山尽头出现一道古老石门，四周生长着无尽神秘雪莲。一名宫装女子，青丝落满雪花，容颜倾城，美得非常不真实。她冰肌玉骨，身姿前凸后翘，蹲在雪地采摘极寒雪莲。她裙摆拖地间，春光朦胧，露出白皙笔直小腿，赤足脚腕，系着精致的小铃铛。从远处，女子和四周冰天雪地融为一体，仿若从童话雪山图中走出雪女。她正是轩辕双银。昨晚她离开月末城后，用神念扫视大千冥界，在这片雪地遇到她最欢的极寒雪莲，所以便在这里逗留了下来，尽量多采摘一些雪莲。叮，角铃响起清脆悦耳的声音。轩辕双银起身，双手捧着一大堆极寒雪莲，正打算收入手指上的空间剑。不过远处雪地里走来一群人，他愣了一会，收回雪莲，神念扫视而去，发现正是先王周家一行人。周琦带着族人来这里做什么？轩辕双银扫视四周，除了这片雪莲之外，就只有一个不起眼的上古洞府。不过他对此表示不感兴趣，只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停下！周琦带着100名周家族人已经来到雪山尽头，正好停在一座高大的古老石门前。石壁上刻有海神洞府4个古老玄奥的大字。石门之后是一望无际的雪山风暴，流转极致的寒冰法则，凝实成冰雕，无数奇怪生物被冰冻。就在周琦转身准备教族人用凤小雨来血祭上古石门时，他突然发现石门后的雪山风暴中正有一位女子注视这里。南寒仙主，你怎么会在这里？不对，那是极寒雪莲。周琦揉了揉眼，看到南寒仙主四周雪豹呼啸，极寒雪莲迎风起舞，他整个人都麻了。极寒雪莲可是炼制各种混沌仙丹的必需品，如今南寒仙主准备打包带走。本宫在这里采药，你爱干嘛干嘛，别来招惹本宫。轩辕双银并没有搭理周家族人的意思，素手挥动，命运道则的力量流转，瞬间收割一片雪莲。他身影模糊间消失在雪山风暴中。周琦苦笑，没胆子踏入石门之上的那片雪山。他转头吩咐周家族人割裂他的手腕，放血开启海神洞府。遵命，家主。周家族人得令，赶忙将凤小雨带到石门前，拿出一把短刃。凤小雨的双手被按在石门上，看到短刃就要割裂自己的手腕，急得大哭。不要，我不想被陷阱，你们大发慈悲，饶了我吧。他哭着求饶，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周琦冷声，愣着干嘛？给他放血。是，家主。
压着凤小雨的2名周家族人连忙点头，动作干脆利落。唰的一声，短刃割裂他的手腕。死！凤小雨倒吸一口凉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被按在石门上。轰！刹那间，天地色变，水寒雪山摇晃不止，飘雪骤然即停，银光大盛，光彩夺目。咔咔咔，上古石门被缓缓开启，一股让人心悸的恐怖气息传出。顿时天色暗淡，仿佛黑夜降临。多少年了，终于有人又唤醒了吴王震南，这次你等着被吴捏死吧！沙哑苍老的声音仿若从另一个时空顺着上古石门传出。噗嗤，周家众多族人口吐鲜血，摇摇欲坠，灵魂仿佛要被那道声音撕裂。周琦赶忙抬手掐诀，一道保护光幕出现，笼罩身后众多族人。一群蝼蚁也敢用吴爱人献祭，找死！话音落下，上古石门中的声音更加冷漠无情，却是没有伤害凤小雨。一只冰天手掌缭绕恐怖的寒冰法则，撕裂空间，从天空落下。不好，快撤退！周琦脸色骤变，袖袍卷动，带着身后众多族人闪瞬远遁上古石门100里开外，只留下懵逼的凤小雨被冰天巨掌带入石门里。咔咔咔，古老石门再次关闭，天地异象消失，瞬间恢复光明。哟呵，滨海仙帝，你这个时候装逼，莫不是当我不存在？就在古老石门即将关闭的瞬间，一道嘲笑声传来，紧接着，咔嚓，黑色天幕被不知名的大恐怖力量撕裂，漆黑几间刺破空间降临。单单出现的几间，轻易覆盖整片万里水寒雪山，缭绕恐怖的毁灭道则从天幕裂缝中劈出来。唰，黑色极光一闪而逝，将上古石门和雪山一分为二，地面分崩离析，地心熔岩狂暴流淌，瞬间融化整片雪地。呼呼，法则风暴卷起，席卷附近无数雪山，引得雪山崩塌，地心熔岩和风暴交织，宛若末世降临。周琦满脸骇然，带着周家族人闪瞬躲到万里开外。天煞镇魔戟，你是谁？这件9天禁兵怎么会在你手中？雪豹中心出现一名白衣男子，他一手怀抱凤小雨，躲在一道银色光幕下，另只手硬是接住了劈落的天煞镇魔戟。滨海仙帝，你方才不是放狠话要捏死我父亲？本弟子现在来了，你却又躲在寒冰光幕之下，你这个缩头乌龟！嗖的一声，天煞镇魔戟缩小不见，一袭黑金地袍现身黑色天幕下，不是王清还有谁？他俯视风暴中心，寒冰光幕内的一男一女，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你是王震南那个畜生之子？滨海仙帝满脸怒气，他就是千万年前被王震南斩杀的3位仙帝之一。他运气比较好，只是受了点重伤，躲到了水寒雪山。轮回千世的爱人马上被人献祭，他才被唤醒，不得不出手救人，只是没想到了装个逼，竟然把王震南之子给引了出来。你敢骂王清？本宫杀了你！突然之间，雪豹中心出现一名宫装女子，素手持剑，轻易划破寒冰光幕。刺啦一声，长剑看似平平无奇，实则流转命运道则波动，一剑将滨海仙帝捅了个透心凉，而且还是一剑双雕。轩辕双影手中的凝霜剑将滨海仙帝和凤小雨穿身串了起来。啊！凤小雨惨叫一声，身躯砰的炸裂，死的不能再死。滨海仙帝眼睁睁看着轮回重生的爱人香消玉殒，他目眦欲裂，回头一脸愤怒，正好看见一名绝美女子。只是绝美女子神色非常的冷，素手再次挥动凝霜剑。滨海仙帝还没来得及出声，就已经被一剑劈成2半，元神都没逃掉，真是可怜。如果他苟起来，等王清镇压天渊一族离去后，说不定他能永远躲在海神洞府。可是没有如果，轩辕双银那是货真价实的仙帝，可不是他一个重伤的仙帝可比。双银，我还没问他其他2位仙帝的下落，你怎么出手就将滨海仙帝杀了？王清露出无奈之色，顺手把冰雪风暴抹平，闪身来到轩辕双银身前，无意间看到他胸前一抹风光。你不许乱看！轩辕双银刚杀完人，他忘了用命运法则遮掩自身气息，胸前那一丝春光被王清逮个正着。他脸蛋红的可以捏出水，非常诱人，煞是娇羞可爱。嘿嘿，又不是没见过，你全身上下本弟子都拥有过，你害什么羞啊？王清不要脸的说道。呸！你走远点，本宫采药去了。轩辕双银红着脸转身飞奔而逃，他真怕王清会在这片雪地乱来，但王清哪里肯放过他，闪瞬追了上去。没过一会，无数雪山之中，一处冰雪天池内，白雾腾腾，2道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嗖！一件淡紫色宫装长裙从天池飞出。王清，你真是混蛋，又乱来！
天池迷雾中传出轩辕双影咬牙切齿的声音：“嘿，1年多不见，我可是非常想念落阴界那片花海啊！”闭嘴，不准胡说！你再胡说，本宫就走了。轩辕双影打断王清贱兮兮的笑声。哗哗哗，天池水声哗哗哗的响个不停。3个时辰后，天池迷雾退去，轩辕双影娇哼一声，他顾不上其他，素手挥动，又换上一身保守的紫色宫装长裙。他有些站不稳，美眸幽怨地望着王清，绝美脸颊通红一片。我怎么拒绝不了这个混蛋？他心里暗骂自己，口是心非。本宫要去找仙药去了。这里发生的事，你不许跟冰轩妹妹和水溪姐说，不然本宫跟你没完。说罢，轩辕双影也没用先帝修为恢复身体的创伤，一瘸一拐地往远处走去。王清早就换回黑金长袍，他望着家人离去的倩影，会心一笑。你帮我留意一下，千万年前陨落的另外2位仙帝，若是有消息，记得通知我。王清对着轩辕双影的挥了挥手，转身撕裂空间去往无名神山。天机子传已经传消息给他，天渊一族的强者都去10万血海了。这个时候赶过去，正好偷家偷祖坟，顺便物理超度楚无辞那个键盘侠。至于和轩辕双银突破最后一层关系，这也是王清没料到的。轩辕双银会在这里找什么仙药，还因为滨海仙帝一句脏话动手杀人，他都这样表示了，王清自然不会错过做坏事的机会。与此同时，无名神山，白雾散尽，雨声消失，神山之上露出一道七彩光幕，散发淡淡霞光，美不胜收。一座座楼阁宫殿坐落其中，天渊一族的族人在其中忙碌。天机子在一处悬崖边缘抬手打出几道玄奥皱纹，七彩光幕几处地方隐隐有破裂的痕迹，不过碎裂的地方很快又恢复原样，一点也看不出来。天机子见此一幕，咧嘴傻笑，身影闪烁之间去往别的地方继续削弱阵法。不知不觉时间临近夜晚，诸天聊天群，楚无辞彼岸之主，你个缩头乌龟，你不是要来取我的命，怎么不赶来了菜刀？龙傲天楚无辞，本傲天不在，看把你能耐的，一天不装浑身难受是吧？鄙视！楚无辞，滚！我没时间跟狗说话，下次你再敢来大千冥界，我一定打得你满地找牙。龙傲天，你等着，本傲天有事抽不开身，不然定跨越时间长河，一巴掌拍死你丫的炸弹。赵日天，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装逼了？这里都已经没活人存在，就你俩逼逼赖赖比试比试。龙傲天赵日天，跟你没半毛钱关系，你要是不爽，可以抽死楚无辞偷笑。楚无辞龙傲天，我草你祖宗！诸天聊天群内容戛然而止。无名神山，原本璀璨明亮的星空突然摇摆不定，一阵黑雾席卷神山之上的七彩光幕。楚无辞站在一座宫殿里，满脸讶异，他没时间在群里撕逼，狐疑地望着护佑无名神山的神韵大阵。灵山，我怎么感觉护山大阵在破裂？楚无辞扭头询问。马灵山眨了眨眼，他也在打量的阵法出现蛛丝裂纹，又联想到之前系统叫他小心点天机子和赵军。那晚之后，他就跟楚无辞说过，天机子和赵军是太出天庭之人。楚无辞不相信，他也懒得再说。他虽然上一世是鸿蒙海穿越者联盟的精英，但这一世还没回到加鸿蒙海，所以他并不知道彼岸之主就是王清的称号。白天的时候，楚无辞跟天机子说彼岸之主会降临无名神山，怕不是天机子表面答应为楚无辞护道，暗地里早就在搞破坏，恨不得弄死楚无辞，好让太初弟子镇压天渊一族。有了这个想法，马灵山脸色难看，不确定地道：楚无辞，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天机子和赵军有问题的事？无名神山阵法出现碎裂的痕迹，怕是那2个老家伙在背后搞的鬼。言罢，他神色十分凝重。楚无辞沉默半会，摇摇头，还是不愿相信马灵山说的话。天机子和赵军都救过他的命，更是帮他稳住天渊少主之位，他不相信天机子和赵军会在背后谋害自己。若是那2个老前辈有不轨之心，完完全全可以正大光明的一掌拍死自己，没必要遮遮掩掩。灵山，天机前辈和赵军前辈说过，已经脱离了太初天庭，他俩应该没问题。话音刚落，楚无辞就瞧见一道苍老的身影在修复神韵大阵。他心里原本也有一丝猜忌，不过当他看到天机子主动修复阵法时，他松了口气，对马灵山继续道：灵山，天机前辈正在修复神韵大阵，你看我说的对吧？赵军和天机子2位前辈应该没问题，我们不要杞人忧天了。楚无辞指着神山边缘正在修复阵法的天机子，马灵山顺眼看去，也看到悬崖边缘天机子佝偻着身躯，双手结印，正在修复神韵阵法。难道至尊逆命系统搞错了？天机子和赵军不是太出天庭的人。马灵山开始怀疑自己的系统，
天机子到底有没有问题？宿主，系统100%保证，天机子就是太初天庭的天机殿主，他正在破坏。叮，紧急提示，有强敌来袭，宿主要多加小心。至尊逆命系统紧急提示。马灵山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轰隆隆，突然之间，璀璨的星海深处响起闷雷声，狂风呼啸而来，参天古木被吹得东倒西歪，枯木断枝漫天飞舞，漫天黑雾撕裂空间，凭空出现，瞬间笼罩整座神山，摇摇欲坠。原本月光洒满大地，每个角落清晰可见，而黑雾突袭，使得黑夜更加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无名神山外的彩色阵法越发暗淡，光幕布满蛛丝裂纹，寸寸碎裂。发生了什么事？这片黑雾哪里来的？天渊一族族地，无数楼阁和宫殿立马有人走出，仰头看到漫天黑雾，都露出迷茫之色。楚无辞，你方才不是还在叫嚣本弟子来了，你准备好受死吗？黑雾完全笼罩整座神山，一道嘲讽声由远到近，由近到远，不知从哪里传来。楚无辞和马灵山对视一眼，神情凝重起来。系统，你有没有把握吞噬先帝元神？马灵山内心询问系统，若是得不到准确答案，他会毫不犹豫溜走。系统有80%把握吞噬彼岸之主的元神，不过不建议宿主现在动手。若是可以，宿主还是先溜走，等恢复到准先帝，又或是先帝修为再出手也不迟。至尊逆命系统再次提示。马灵山陷入沉思，瞥了一眼楚无辞，见他满脸忧心中带有一丝自信，一心想着天机子和赵军没问题。罢了，说了你也不听，听了你又不做，等下发生战斗，我还是先走为妙。你楚无辞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马灵山内心叹息，做下决定后，又抬头看向漫天黑雾，只见黑雾越发浓郁，出现无数黑色丝线，参天古树触碰的瞬间，立马被切成碎粉。天机子前辈，彼岸之主来了，你有没有把握对付？要不要晚辈通知族中强者从10万血海赶回来？楚无辞手足无措，他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诡异的场景，漫天丝线眼看马上就要割碎神韵阵法，他来不及多想，移形换景去往天机子身旁。马灵山没有跟过去，他神念扫视天渊一族族地，最强者不过3位仙王，3位仙王想要对付彼岸之主和2位随时会反水的先帝，几乎必死无疑。他内心挣扎了一会，看了眼楚无辞，已经瞬移到天机子身旁。好言难劝，该死鬼！本小姐走了。马灵山暗骂2声，头也不回的离去，闪身越过无数丝线，消失在黑雾中。咔咔咔，浓郁黑雾中，无数黑色丝线彻底割碎神韵阵法，开始往天渊一族的建筑物割去。天渊一族的族人有的想飞到半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啊，然而他们刚飞到半空，就被黑色丝线碎尸万段，发出惨烈的叫声。眨眼间就有数千人死亡，碎肉漫天飞舞，血雨洒落黑色迷雾中。前辈，现在怎么办？楚无辞回头看到众多族人死亡，吓得头皮发麻。他真没料到彼岸之主会这么恶心，无差别攻击，全都得死。天机子浑浊的双目扫了一眼这片天地，哪里还有无名神山的轮廓，只有永无止境的黑暗。他拍了拍楚无辞的肩膀，笑着宽慰道：你别急，等会你也会死。他们一个个被碎尸万段，等下你也好不到哪里去。楚无辞茫然了一瞬间，懵逼地看着天机子，前辈，你在说什么？你是聋子吗？老夫说你等下就会下地狱去陪你的族人。啪！天机子有些愤怒，抬手就是一个大耳刮子，把楚无辞脑袋都扇得转了几圈。老东西，你敢打我？楚无辞捂着脸，难以置信，自己被打了。打你都是轻的，要不是等着弟子殿下收拾你，老夫恨不得将你炼成人丹。天机子吹胡子瞪眼，抬手又是几巴掌。楚无辞口吐鲜血，原地打转，找不着北，顿感天旋地转。天机子见状，抬手唤出一把拂尘，随手挥动，将楚无辞绑了起来。天机老头，别把人打傻了，本弟子还没玩够。忽然之间，一袭黑金地袍身影从黑雾深处走来，很快来到楚无辞跟前。等楚无辞捂着脸，视线恢复，他看到大半月前在东韩帝都血灵府见过的王公子，他失魂落魄，像是见鬼了一样。王公子，你是彼岸之主？怎么？很意外，我不仅是王公子，还是要镇压天渊一族的太初弟子。结，想不到吧？王清宛若猫捉老鼠，望着楚无辞那不可置信的目光，像是在看白痴一样。楚无辞愣了一会，就想到了什么，捂着脸，愤怒至极的咆哮：这一切都是你演的！呵呵，你还不算傻。王清冷笑，他继续道：你在东韩帝都的一切都是本弟子推动。那日你在街上遇到天机子，就已经注定死亡。东韩三皇子姜望虚之死，本弟子原本想放出消息是天渊一所为，但将天一那个自以为是的傻子
发出告示，提前说是天渊一族杀了姜望虚，他间接帮了本弟子不小的忙。从叶晨和亲再到马文雄死亡，也是本弟子在背后推动，而你不过就是一个被动的小丑。你以为的2位先帝靠山，不过是本弟子的棋子罢了。说罢，王清不置可否，一脚踢翻楚无辞，将其脑袋踩到地上。楚无辞一脸不甘，疯狂捶打地面。王清，我草你祖宗，你这个魔鬼！老子这么信任天机子，原来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搞鬼。他破口咒骂，面目扭曲，恨不得将王清千刀万剐。他本以为有了天机子的辅导，自己坐稳天渊一族的少主之位，等得到马灵山的真心，再带着天渊一族反攻太初天庭，自己定会成为仙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可现在一切都完了，无名神山被黑暗笼罩，天渊一族的族人死的死，伤的伤。就算王清不杀了他，等他老爹楚星河带着天渊一族的高层回来，他也会万劫不复。想到种种，楚无辞目光更是怨毒，内心询问系统界批发的群聊系统：系统，你有没有办法杀了王清？宿主，你不要做梦了，群聊系统只是系统界批发的垃圾玩意，本系统帮不上你什么忙，拜拜了你嘞。群聊系统响起机械讥讽声，眨眼间脱离楚无辞脑海，又去寻找下一任宿主去了。狗系统，我操你妈，你个傻逼，连你也要背叛老子！楚无辞再次被打击到，怒声大骂。王清和天机子对视一眼，不自觉地笑了出来。你在诸天万界聊天群不是求本弟子来杀你吗？怎么现在一副丧家之犬的模样？别装死，快起来跟本弟子战斗！王清啧啧坏笑，又是一脚将楚无辞的脑袋踩到土地里。哇！楚无辞狗啃泥，嘴巴里全是泥土，没忍住哇哇哇的叫个不停。王清见他狼狈不堪的模样，顿时失去了兴趣。就楚无辞这种货色，还没有叶晨那私心里强大天机老头，楚无辞就交给你了。本弟子去天渊族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宝物。说罢，王清一脚把楚无辞踢给天机子，他则是背着手，袖袍卷动，漫天缭绕毁灭法则的黑色丝线让出一条路。天渊一族的族人几乎全被黑色丝线抹杀，满地血肉全被黑雾吞噬殆尽，连灵魂都没有逃掉。天机子顺脚踩在楚无辞脑袋上，望着王清去往天渊一族的祖地，他老脸上露出几分邪恶的笑容，低头看着楚无辞双眼流血的模样，威胁道：你母亲很不错，老夫要在你眼前玩弄你母亲，你说会不会很刺激？老不死的，你敢！楚无辞抬头恶毒地盯着天机子，老夫有什么不敢？天机子老不要脸，露出淫荡之色。他来无名神山快20多日，天天跟在楚无辞身边，每次看到楚无辞那个美丽的老母亲，他的邪恶之心就难以压制。要不是碍于王清要亲自对楚无辞动手，他早就去玩弄脚下这只蝼蚁的母亲。走，你母亲被老夫用阵法保护着，应该没事。你接下来好好看着你母亲的惨样就行了。天机子鬼笑一声，他手中拂尘绑着楚无辞，将其顺着地面拖往一座未被毁掉的宫殿。天机老狗，我草你妈！你个老不死的，你不能对我母亲下手！楚无辞咒骂不断。然而天机子可不管那么多，很快就带着楚无辞进入那座没被毁掉的宫殿里。与此同时，10万血海，天渊一族高层的身影在无垠血海闪烁不定，每一道身影都是仙王巨头，他们各自落到血海翻滚的每座岛屿上，双手掐诀，打出一道又一道诡异的道纹。没过多久，一片血色光幕笼罩10万血海，10万座山头都有血色光柱直冲天际，形成诡异玄奥的血海密阵。哗哗哗，血海翻涌不息，冲刷每座山头，血色光柱引入山头内部，完全看不出这里已经被布置了神秘阵法。一座耸立云海的山峰上，正有3道身影负手而立，望着血海密阵引入10万座山峰。他们3个不是别人，正是赵日天、楚道生和楚星河。楚老哥，阵法已经布置完成，什么时候放仙地道果的消息出去？赵日天满脸笑意，楚道生却是沉默无声，高兴不起来，总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道生长老，无名神山被神秘黑雾笼罩，怕是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楚星河一脸急切，而楚道生神念扫了一眼无名神山的方向，叹息道：走，回去看看。说罢，他撕裂空间，闪身踏入其中，赶回无名神山。楚星河跟赵日天对视一眼，赶忙跟着踏入被撕裂的空间里，只留下天渊一族的长老就在10万血海放出有仙地道果的消息，吸引仙界势力。时间流逝，无名神山漫天黑雾已经褪去，清晨降临，整座神山上满地狼藉，坑坑洼洼装满血水，什么楼阁宫殿早就消失，只剩下一堆一堆的废墟，散发浓郁的血腥气息，叫人作呕。神山上有一座祖陵没被昨晚的黑雾侵染，如今依旧白雾飘飘，和外面的尸山血海形成强烈的反差。
祖灵之中绿树成荫，时不时能听到一阵脚步声，还有嫌弃的声音。天渊一族也这么穷，祖灵里竟然一件宝物也没有。王清走在迷雾中，偶尔能看到天渊一族陨落的强者坟墓，这里被楚星河设下阵法，倒是没有被他用毁灭黑雾破坏。不过要是再找不到宝物，他可就要一把火将这座祖灵焚烧干净。王清，你怎么也在这里？突然一道惊疑不定的声音响起。王清袖袍卷散白色迷雾，正好看到叶长生蹲在一座坟墓前，回头满是诧异的目光。哟呵，叶大皇子，你也来刨坟？让我看看有没有找到什么宝物。王清闪瞬来到叶长生身旁，看了眼被翻开的坟墓，里面除了一具白骨，什么都没有。叶长生被王清的举动吓了一跳，还以为会被杀人灭口，闪现离得远远的。王清，你想做什么？你上次在红谷城打伤本殿下，本殿下都不记仇，你现在要杀人灭口？叶长生压抑着心中怒气，神色十分难看。王清却是不置可否，笑而不语，扫了眼四周被翻得凌乱不堪的各种坟墓，冷笑回应：把你刨到的宝物交出来，不然本弟子现在就杀了你。话音未落，王清徒手撕裂空间，掏出天煞阵魔戟，指着叶长生。叶长生欲哭无泪。昨晚他看到无名神山被黑雾笼罩，趁机会溜进来寻找噬渊剑。从晚忙到早，噬渊剑没找到就算了，就得到一件九阶仙器。现在要是交出去，那不是白忙活一场。王清，你也不差九阶仙器吧？本店主就得到一件九阶仙器，这你也要抢？叶长生哭着一张脸，完全没有勇气和王清战斗。该死的天机子，你竟敢玩本族长的夫人，你给本族长去死！轰轰轰，外面响起战斗声，整个祖灵摇晃不止，天翻地覆。王清也没时间和叶长生唠叨，长戟将其拍飞，化作黑雾飞出祖灵。噗嗤，叶长生口吐鲜血，倒飞而出，撞到一座坟墓，满眼怨毒地看着王清离开。操！王清，你给本殿下等着，等本殿下熟悉先帝的力量，一定会找你报仇雪恨。叶长生咆哮一声，愤怒地破碎空间，逃之夭夭。他前脚刚走，后脚一片业火点燃整座天渊祖灵，呲呲呲，火光漫天，白雾蒸发殆尽。王清脚踏缩小版的彼岸明龙，望着天渊祖灵被毁掉。他踩了踩彼岸明龙硕大的龙头，去往那座没被毁掉的宫殿，只见无名神山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地面血红一片，找不到一处好的地方。唯有霞光保护的一座宫殿完好无损，殿前天机子一身破烂道袍，将一名美妇人按在墙壁上。他回头对着阵法外无能狂怒的楚星河咧嘴笑道：楚督长，你也不想你夫人出什么问题吧？言罢，天机子抱着美妇人压到霞光阵法上，双脚踩在楚无辞身上，对着美妇人胡来。楚星河站在血红的地面上，眼睁睁地看着天机子踩在自己儿子身上玩弄自己的夫人。顿时他目眦欲裂，手持一把长枪对着霞光阵法就是一顿猛攻。轰轰轰！然而随便他怎么攻击，阵法纹丝未动，牢不可摧。夫君，快救我！美妇人凤眸含泪，一边哭着求救，一边又露出妩媚的姿态。操！天机老狗，快停手！快停手！楚星河瘫跪在血色地面，双拳汇聚大道法则之力，捶打霞光阵法。他喊得越急，天机子玩得更疯狂，美妇人美腿乱蹬，挣扎得更厉害。楚无辞捂着脸，不敢抬头看，更不敢出声。他引狼入室，无脸面对父亲的怒火。姐，这不是天渊族长楚星河，怎么，你连自己的夫人都保护不了，你还敢和太初天庭作对？吼！彼岸明龙低吼一声，龙尾撞碎空间，消失不见。王清则是落到地面，戏谑地看着楚星河。天机子见王清出现，他也不再折磨美妇人，一掌拍向他的天灵盖。老狗，你快住手！楚星河没时间搭理王清，疯狂摇头，希望天机子不要太过分。住手！不可能的，他又没什么利用价值，不如一掌拍死算了。天机子咧嘴笑道，啪的一掌就要拍向美妇人的天灵盖。不过他没打算下死手，身下美妇人还不错，留着以后可以消遣，他就是吓楚星河。你做得太过了。骤然之间，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天机子还没搞清楚状况，就被一只金色手掌拍飞，整个人撞向那座完好无损的宫殿。砰！宫殿轰然倒塌。天机子稳住身形，停在倒塌的宫殿前，忌惮地看着出手之人，正是一袭淡金长袍的中年男子楚道生出的手。他和赵日天破碎空间而来，目光阴沉，盯着王清和方才撞碎空间消失的彼岸明龙。王清，你趁着本座不在偷人老家，这不符合你的身份吧？楚道生面色十分阴郁，他搞不清王清目前能发挥多少实力。王清在鸿蒙海没斩修为之前，能和超脱一阶段的生灵动手，他
他目前也停在超脱一阶段，双方如果发生战斗，顷刻之间能毁掉大千冥界。只有引王清去往10万血海，借助血海秘阵，他才有把握不毁掉此界的同时，又能抹杀王清。别打嘴炮，本弟子就喜欢偷人老家，怎么？你不爽可以出手试试。王清将天煞阵魔击煮着血红的地面，玩味的扫视楚道生和赵日天。天机子也闪身来到王清身边，平静地望着刚才出手的楚道生。赵日天、楚道生，你们两个莫非以为我们这边没人了？天机子手捏胡须，双眼笑成一条缝，啪啪地拍了2下手，咔咔咔。不多时，残破的无名神山虚空被撕裂，3道人影出现，正是太初天庭的其他3位店主：福神琼、苏玄老道、赵君。赵日天，你可还记得千万年前你被老道镇压在魔窟禁地之事？千万年过去，你踏入鸿蒙海，还是没改掉装逼的臭毛病啊！今日你的对手是老道，走吧，天外一战。苏玄老道拎着一双神秘铁锤，指了指赵日天，示意他去往天外战斗。苏玄，老子怕你不成？走就走！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赵日天立刻炸毛，抬手换出一把长戟，也是天煞镇魔戟，而且还是高仿品。王清神色古怪，这龙傲天和赵日天怎么都喜欢仿照别人的武器？楚老哥，王清就交给你了，等我杀了苏玄，就回来帮你。赵日天对着楚道生抱了抱拳，抬手撕裂空间，化作光点飞了进去。苏玄老道自然没落后，扛着双锤追了上去。轰轰轰！眨眼之间，碎裂的空间封闭传出震天巨响，大道之力使得此界摇晃不定。楚星河趁着楚道生和赵日天来的时候，抓紧时间安置好自己的夫人和儿子。此刻，他也闪身来到楚道生这边，死死盯着天机子这个老狗。天机老狗，今日你敢凌辱本族长的夫人的仇怨，本族长一定会杀了你。你有胆子就跟上来。说罢，楚星河闪身离开，往10万血海飞去。临走时，他还对天机子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走，赵军，随老夫去取了楚星河的人首级。天机子对着赵军喊了一声，闪瞬追了出去。赵军犹豫不决，看了眼王清，生怕他不是楚道生的对手。去吧，这里交给本弟子和福店主就行。王清淡淡的笑了笑。那殿下，你多加小心。赵军抱拳拱手，他之前就被王清一个眼神重伤过，现在又见王清这么自信，他也不再逗留，化作长虹直追天机子而去。王清，他们都走了，你可有本事和本座单挑？楚道生也不急，他想看看王清会是什么表情。如果王清露出一丝惧意，他就有100%把握出手将其击杀。反之，如果王清没有露出惧意，他就得一边战斗一边引王清去往10万血海。哼，本弟子好久没动全力，今日就拿你试试手吧。冥王，看好姑的肉身。话音落下，王清单手掐诀，点头眉心处，四周凭空涌现神秘黑雾。嗖，另一道黑金地袍元神身影从王清眉心飞出，他的身体快速往地面倒去后，一阵龙吟声震荡八荒。彼岸冥龙冥王巨爪撕裂空间出现，化作一名青色长裙、面容模糊的女子。她接住王清的肉身，眨了眨美眸，带着王清的肉身一跃而起，引入四周黑雾中。福神琼顶着揉了揉眼，诧异地盯着王清的元神，失声道：“半步超脱元神。”王清并没有回答福神琼的话，而是抬手凝聚彼岸之力，脚下出现黑色的彼岸花。那彼岸花并非凡物，花瓣如墨染，花蕊似明火，每一朵花瓣都仿佛自黄泉深处浮现，悠悠绽放，带着一股令人灵魂战栗的寒意与寂灭气息。王清的气息骤然一变，那原本便已深不可测的彼岸气息，此刻更是层层拔高，犹如黑夜中的神奇降临，携带着时间与毁灭的双重道则，席卷八荒。黑雾渐渐退去，天地恢复光明，四周虚空无声崩裂，法则紊乱，天地仿佛在这一刻失去了色彩，只剩下黑白交织的死亡与寂灭。让姑看看天运神族的战力如何，动手吧。王清冷笑，语气森然，一跃而起，悬浮上半空，仿佛来自九幽之下的判官。他抬手一挥，掌心一朵黑色彼岸花瞬间分裂，化作万千利剑，每一柄都锋锐至极，花刃上缠绕着细密的时间纹路与毁灭波动，四缓十急，撕裂虚空，直扑楚道生。那一瞬间，仿佛整片天地都被彼岸之力浸染，无数黑色剑影如冥河倒悬，铺天盖地，遮蔽天日。楚道生双眼凝固，突然又放声大笑，哈哈，果然是彼岸之力。王清，你果然彼岸传承者，今日你必死无疑。彼岸传承，本座要了。狂笑声中，楚道生猛然捏碎空间，一柄血红大刀自虚无之中被他硬生生抓出，刀身上铭刻着古老的血纹，似有万千生灵魂魄哀嚎其中，恐怖至极。咔咔咔，
血红大刀猛地一挥，一道千丈道光如血色雷霆撕裂长空，瞬间斩向那万千彼岸花剑影。轰隆隆，震耳欲聋的爆鸣声中，彼岸剑影与血红道光相撞，大片空间寸寸崩解，无数黑色花瓣与血色光焰交织爆炸，掀起恐怖冲击波，向着四面八方疯狂肆虐。楚道生傲立高空，神色狰狞而狂热，他望着那尊黑金地袍的身影，心中杀意澎湃。法天象地，嗡！随着古老而神秘的祭祀道音响彻天地，楚道生的身形骤然膨胀，化作万丈之躯。他通体燃烧着血色神光，每一寸肌肤都仿佛镌刻着天命符文，气息浩瀚无边，如同一尊远古神王降世。在他眼中，王清的元神不过蝼蚁般渺小。王清，如今你没肉身，也敢在本座面前猖狂，去死吧！楚道生怒喝一声，他手中那柄血色大刀高高举起，仿佛要斩断苍穹，猛地朝王清劈落这一刀，蕴含着他无尽的怒火与杀机，更夹杂着天运神族血脉中的天命之力。刀锋所向，连虚空都被斩出猩红轨迹，恐怖绝伦。面对这一刀，王清却毫无惧色，反而嗤笑一声：“法天象地吗？你觉得只有你会施展？”他嘴角扬起一抹冷笑，双手不断变化，指尖划过虚空，仿佛在拨动命运之弦，口中念念有词：“彼岸天地。” 随着话音落下，王清的元神骤然间开始膨胀，速度之快几乎肉眼难辨。转瞬之间，他那原本不过数丈的元神竟迅速拔高，化作一尊高达万丈的黑金地影。头戴9重地冠，每一重冠冕上都镶嵌着幽冥道纹，散发着时间与死亡的律动。白发如雪，飘舞于虚空之中，仿佛连通诸天万界的寂灭之源。他身披黑金地袍，袍上星辰浮现，大道铭文流转，每一道纹路都仿佛在诉说着远古的禁忌与尊贵。他双目深邃如渊，其中似有时间长河奔腾而过，毁灭与新生交替闪烁，令人望之便心生敬畏与绝望。王清站在那里，便是天地间最为古老、最为尊贵，也最为恐怖的存在。而在他身后，一条时间长河缓缓流淌，河水中流淌的不是水，而是无尽的岁月与轮回，每一滴水珠都仿佛蕴藏着亿万年的沧桑与大道真意。王清伸手一探，从时间长河之中猛然抽出一柄漆黑如墨的长戟，那长戟一出，天地骤然一暗，仿佛所有光芒都被吞噬。戟身之上缠绕着毁灭大道的道则，黑色光芒流转，似能湮灭一切存在，连虚空都在这长戟之下颤抖皲裂。天煞镇魔戟，这才是王清真正的本命禁兵，由毁灭大道所演化，蕴含无上杀伐与寂灭之力。他猛地一握，长戟横扫千军，携带着恐怖的毁灭风暴，朝着楚道生当头劈下。轰！长戟与血红大刀在虚空之中狠狠碰撞，刹那间，无穷的能量爆发开来，震荡四方，空间寸寸碎裂，宛如镜面一般崩解，无数黑色裂纹如蛛网般蔓延，向整个战场扩散。恐怖的冲击波横扫八方，将四周的黑雾与虚空尽数撕裂，那等威势仿佛能将一切都彻底摧毁。楚道生瞳孔骤缩，他万万没想到，王清的元神不仅能够施展出法天象地，更能够拿出传说中的9天禁兵，一击之下竟然逼得他手臂都微微发麻，心头震动。但下一刻，他眼中凶光更盛。好，很好，王清，本座今日定要将你彻底斩杀，夺取你身上的彼岸传承。血神开天！他怒吼一声，血色大刀再次爆发出滔天血光，天地为之震颤。战斗彻底进入了白热化，血光与黑暗交织，天地仿佛被撕裂成2半。楚道生浑身浴血，血色神光愈发炽烈，一刀劈下，虚空竟如薄纸般层层崩裂，无数血色符文从裂缝中涌出，化作狰狞血兽，咆哮着扑向王清。王清神色冷峻，黑金地袍哗哗作响，元神巍峨如死神降世。他手中天煞镇魔戟横扫而出，每一次挥动皆有毁灭道则如潮水奔涌，将那血兽一一碾碎。血神开天，不过是借助血脉和气运之力罢了。王清冷笑，他元神眉心处一缕幽冥道纹亮起，真正能主宰生死的是时间与寂灭。王清猛然一踏，脚下时间河流翻涌，无数黑色光点逆流而上，化作一道道时间锁链从时间长河涌出，缠绕向楚道生。什么？楚道生瞳孔骤缩，那锁链竟试图定住他的血脉与时光运转，令他动作微微凝滞。王清抓住这一瞬，天煞镇魔戟裹挟寂灭风暴猛然刺出，这一击送你归寂。楚道生瞳孔剧烈收缩，满脸不服，本座真是小看你了，你有种就跟上来。话落，他猛然将手中血红大刀丢了出去，血遁逃往10万血海。咔嚓，血红大刀被劈碎。王清扫了眼这片天地，
出现无数毁灭漩涡，得速战速决。如若不然，此界再过1刻钟，保证会分崩离析。嗖！一朵庞大无比的黑色彼岸花包裹着王清的元神，化作黑色流光，追往10万血海。王清并没有使出全力，他倒要看看楚道生有什么陷阱，但不会伸出10万血海。今日他要屠神。等两人你逃我追的离开后，无名神山那里还有曾经绿树成荫的模样，完全变成了100万里的毁灭深渊。福神琼倒是没事，站立在被染黑的云海之中，怪异地望着王清的元神追出去。这场战斗他完全变成了旁观者。天帝陛下之前说的没错，弟子殿下这种战斗力战先帝绰绰有余。福神琼苦笑不已，感慨2句。他连忙撕裂空间过去看看，顺便在必要的时候出手偷袭，肯定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收获。轰隆隆，天雷滚滚，大千冥界每个地方都在震动，无数空间出现细微裂痕。北韩仙主和东韩仙主也在为争夺仙帝道果大打出手，仙界各大仙王世家也在和大千冥界的土著势力战斗抢夺资源。此界瞬间乱成一锅粥，每个地方每个角落都在发生大混战，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堆积成山，业火冲天，人间炼狱，天地崩裂，日月无光，血雨滂沱，众生哀哭。天空下雨朦胧血雨，好似天道在为大千冥界悲鸣。这个大千世界要不了多久，肯定会完全瓦解，碎成无数小型大陆。楚道生的万丈之躯从天空掠过，身后还追着一朵庞大无比的黑色彼岸花。那些在混战的势力纷纷抬头观看，只是一眼就被彼岸花的气息重伤。靠！那是什么鬼？那尊师斩法天象的绝巅强者，竟然被代表死亡的彼岸花追杀！他娘的，还能再离谱一点？仙界各大势力皆是震惊不已，哪里还有什么心思抢此界土著的资源？还不如去看那2尊恐怖存在战斗重要。于是乎，密密麻麻的身影赶往10万血海，打算去看看那朵彼岸花之中的人是谁。就算天上血雨，也阻止不了他们观摩绝世强者战斗的心思。而黑色云层中，渡神州上升起一道淡淡的黑色光幕，抵挡天上落下的血雨。翻旗之下，穆冰轩和水溪还有轩辕双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10万血海。水溪姐，王清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吧？穆冰轩担忧地问道，玉手不自觉地扭紧裙摆。王少主不会出事，他不会做没把握的事。他既然敢追杀到10万血海，肯定有办法杀了楚道生和天渊一族的高层。水溪摇头劝说，拍了拍穆冰轩的香肩，以示安慰。作为超脱之路上的存在，水溪早已看清王清与楚道生之战的结局。若无变数，楚道生注定被王清斩杀，除非天运神族有强者自鸿蒙海降临，否则他绝无生还可能。那好吧。穆冰轩也明白水溪实力极强，否则不可能坐稳缥缈禁区之主的位置。他原本悬着的心又稍稍安定了下来。唯有轩辕双银神色有些微妙。1年前王清与他在落阴界那一战，绝对未曾全力出手。若当时王清便以这般姿态与他交锋，他根本撑不过3个月。好你个王清，1年前就藏着戾气欺负本宫，简直太不要脸。轩辕双银心底暗骂2句，素手轻挥，驾驭渡神舟急速追向前方。10万血海，滂沱血雨自天洒落，覆盖10万山峰，天地同悲，4位将至的杀戮痛哭。狂风呼啸，血色风暴掀起海浪翻涌，破碎的肢体与残骸在浪潮中隐约蠕动，诡谲至极。天渊一族早已放出消息，称10万血海内藏有一枚仙帝道果，一旦激起千层浪，大千冥界彻底沸腾，来自仙界的各方势力为夺机缘，陷入混战。尤其是东韩仙主与北韩仙主2人旧怨未消，此番在10万血海外相遇，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不顾其他势力劝阻，他们悍然出手。仙主既战，东韩、北韩2大仙域麾下势力也不得不为各自仙域而战。于是，一场本应在仙界爆发的跨域大战，竟在此界提前上演。恐怕连王清都未曾料到，夜郎天与江晴竟会疯狂至此。不过1日，战火便席卷整个大千冥界，再加上王清与天渊一族全面开战，此界原本就已混乱不堪，如今更是业火冲天，濒临崩碎。除非天地出手，否则这方大千世界注定走向毁灭。掌教，西韩仙域的人并未出手，广元那老和尚正在捡破烂。我们是静观其变，还是去10万血海确认仙帝道果的消息？一座破碎的山峰上，太玄剑宗几位长老向剑明请示。剑明摇头叹息，不必去了，天渊一族的根基已被王清弟子焚毁，他们又在10万血海放出仙帝道果之讯，显然另有图谋。我们没必要送死，继续搜寻天才地宝便是。仙帝层面的战斗不是我们能插手的，更何况这已是超脱之战，更不能前去赴险。
剑明做出决断，挥手之间率先化作一道长虹，掠向被业火焚烧的大地。其余长老见长教如此，也收敛心思，抓紧机会搜刮资源。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无量天尊，请救这可怜的大千世界吧。一片被火海包围的密林中，广元双手合十，满面悲悯。可他抬手便是一记怒火佛莲，一掌震杀上百尺界土柱。正应了那句佛祖不渡你，老衲来超度你。惨叫声中，这片火光肆虐的丛林被广元率领的僧众屠戮殆尽。随后他又带人赶赴10万血海，意图趁乱收割更多香火。用广元的话说，你们都这般凄惨，不如让老衲送你们往生西方极乐。更荒谬的是，那些平日宝相庄严、慈悲为怀的僧人，此刻在火海中见有貌美女修，竟纷纷褪去僧袍，一拥而上，左拥右抱，趁乱凌辱那些可怜仙子，简直是对宗教神圣最极致的讽刺。末世降临，秩序崩塌之时，就连最该守戒的僧人也露出最原始的欲望与狰狞，无人制止，也无人质疑。这方大千世界的苦难，正如一场末日狂欢，在濒临破碎的天地之间，在利益至上的强者眼中，道德、正义、慈悲皆可抛却。谁若在此时心慈手软，下一刻或许便成为他人脚下的尸骸。慕冰轩3闺蜜乘坐渡神舟从天空掠过，血雨洒落大地，瞬间被业火焚烧殆尽。水西3人神念扫视地面，看到广元那个老秃驴的作为，他们并没有出手阻止，因为这一切都不关他们的事，只因他们曾经见过比现在更加混乱的末世。曾经王清的父亲王振南被称为晋天之主，在鸿蒙海为晋冀王家开拓疆域时，王振南曾一手掀起万界之战，晋冀王家面对诸天神佛不落下风，诸多世界被磨平。如今的局势跟那场万界之战比起来，宛如小巫见大巫。更何况不久后，鸿蒙亮劫就会从无垠星海降临诸天万界，到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万界末日。这里的乱世只是早一步上演亮劫来临时的末世求生本能。轰！突然之间，一道黑色极光卷着极致的毁灭道则，撕裂天地，向着10万血海袭杀而去。所过之处，空间碎裂，显露外面的璀璨星海。黑色天幕之下，血雨停滞半分，又继续落下。楚道生的万丈身躯被极光击中，吐血横飞，撞碎一座又一座山峰，摔进血海。快开启血海密阵！楚道生挣扎着从血海中腾挪翻身，数万丈海浪和无数尸骨铺天盖地，席卷向远处一朵鬼色的彼岸花。砰！两者相撞，余威震荡天地，虚空粉碎成虚无，难以再恢复原样。血海密阵起，10万山峰亮起血色光柱，刺破天幕，落入璀璨星海，完全笼罩这片100万里血海。每座山头，天渊一族的高层都在全力催动阵法。血海击破庞大无比的黑色彼岸花，王清的元神从中走出，远远地停在10万血海外围。他的元神已经化作正常人大小，手持天煞镇魔戟，斜指业火大地。云佛，你不是要跟姑一起出手击杀楚道生，你为何还不出来？轰隆隆，王清声音十分冷淡，长戟划出一道毁灭戟光，瞬间将下方地面一分为2。滋滋滋，地心熔岩喷涌而出，业火大地变成了熔浆大地，一条万里七彩巨蟒在熔浆中游动。他昂着硕大的脑袋和王清对视一眼，化作一名薄纱长裙女子，赤足踩着熔岩，抬头轻笑。王清弟子，本宫何时说过与你联手对付楚道生？他可是本宫的夫君，你不觉得很搞笑？云符素手掀起万丈地心熔岩，喷向天空中的王清。王清的白发如幽冥深处的霜痕，在风中狂舞，黑金长袍被罡风撕扯，发出如诅咒般的厉响。天空降下的血雨尚未触及他周身3尺，便被一道蠕动的黑色光幕吞噬蒸发，嘶嘶作响，仿佛连雨水都在发出痛苦的哀鸣。哦，你竟是楚道生的夫人，这倒让姑觉得有趣了。熔岩如地狱之血般从地底喷涌，王清悬浮于破碎的天幕之下，天煞镇魔戟在他手中化作黑烟消散。他袖袍一卷，身后骤然裂开一道扭曲波动的时间长河，哗啦啦，无数时间碎片裹挟着湮灭一切的力量。所过之处，熔岩竟如被吮吸般干涸萎缩，仿佛连火焰都被夺走了存在的岁月。还未结束，在那条只属于王清的诡谲长河中，咔嚓作响，突然伸出无数布满锈蚀与血垢的时间枷锁，如活物般钻入大地，直扑立于熔岩之上的云符。时间枷锁，你竟将时间大道领悟至这等邪异境地，不过依旧奈何不了本宫。云符尖笑一声，他再度化作遮天蔽日的七彩巨蟒，猛地撕裂大地，遁入更深更灼热的地心深处。王清眼中掠过一丝阴霾。也就在这时候，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
王卿，你可敢踏入这10万血海，与本座做一场生死之决？楚道生万丈血躯迅速收缩，脚踏滔天血浪，嘴角咧开一抹讥讽而扭曲的笑。王卿收回俯视大地的目光，冷冷瞥向血海上浮起的诡谲血色阵法，他眸中幽光一闪，楚道生应该是想诱自己入阵，借阵炼化自己罢了。啊！地心熔岩再度爆发，不少前来窥探机缘土著生灵连惨叫都未发出，便化作焦黑枯骨，旋即又被熔岩吞没。仙界仙人纷纷惊惶升空，眼底尽是骇然，望着地面化作炼狱东寒与北寒仙主仍在死斗，所过之处空间持续崩塌，星辰俱碎。大千冥界早已支离破碎，化作数百块漂浮的死亡陆块，悬浮于漆黑虚空之中。楚老哥，王卿既不敢入阵，先助我诛杀天机子与赵君。砰！赵日天自血海深处被轰出，浑身浴血。天机子与赵君如影随形杀出，招招逼命，煞气冲天。呵，如你所愿。楚道生狞笑结印，口中诵出晦暗咒言：血神开天。轰隆隆，10万山峰震眼同时嗡鸣，无尽血气与怨力汇聚成一道顶天立地的血色魔影。那魔影面目模糊不清，唯有一双猩红血目灼灼燃烧。一拳轰出，携带着滔天怨念，腐蚀一切和气运之力，直压天机子与赵君。这一击已远超先帝之境，血海翻腾，如亿万冤魂哀嚎，卷起狂暴的血浪。天机子与赵君神魂俱震，急速后退，却仍被血色风暴缠绕吞噬。以众生之血染道，天运神族终究走上了邪肆之路。王卿默然评价，翻掌压下，一道遮天蔽日的彼岸巨掌轰然坠落，掌心纹路如亿万亡魂匍匐。砰！血色魔影顷刻崩碎，风暴溃散。天机子与赵君狼狈脱出，浑身道袍已被蚀出无数破洞，引见血肉模糊。弟子殿下，我等无能。无妨。王卿目光未转，去终结北寒与东寒之战，若有必要，送他们往生。语毕，他一步踏入血海密阵，足下黑色彼岸花蔓延绽放，如通往冥府之路。楚道生狂笑不止，印法在变。王卿，你终究还是踏入了我这血海密阵。哈哈哈哈！本座便以此阵抽你彼岸之骨，炼你轮回之魂，你的一切都将归本座所有。阵力轰然运转，10万山峰如血钉般亮起，疯狂抽取天渊一族所有仙王的本源与魂灵。啊！天渊一族的高层发出凄厉惨叫。不，道生长老，为何如此？楚星河自血海深处挣扎而出，七窍溢血，目眦欲裂。他望着族人一个接一个化作干尸，魂灵被阵法撕扯吞噬。能为神族大业献祭，是他们的荣耀。楚道生面容扭曲如恶鬼，阵力加深。他发丝狂舞如蛇，身躯不断膨胀畸形，仿佛随时会撑裂这方死亡世界。楚星河正在原地，到心几近崩毁。血神开天！楚道生嘶吼出声，整个血海骤然倒卷，天穹压下一道笼罩一切的猩红漩涡，吞噬光线，吞噬此界气运，吞噬一切存在。走！赵日天拉住楚星河，撕裂虚空欲逃。王卿抬手感受到自身彼岸之力被疯狂撕扯，眼中终于掠过一丝真正的杀意。楚道生，你竟以仙王本源为柴薪，点燃这等污秽之阵。他缓缓抬手向虚空中轻轻一按，嗡！无边黑雾自虚空裂缝中渗出一片明暗交错、生死轮转的彼岸之地降临此间。所过之处，万物寂灭，又诡异的重塑如初。彼岸，凌天。王卿语声冰冷如九幽之风，那方彼岸之地骤然扭曲，化作一柄横贯虚实的黑白长剑。他抬手扭住黑白相间的彼岸之剑，一剑斩落。剑光所过，一切色彩、声音、存在尽被抹除，唯有最原始的无席卷而下。楚道生瞳孔骤缩，神魂剧颤，发出撕心裂肺的咆哮。你根本不是彼岸传承者，你是统治彼岸之地的彼岸之主。去你妈的，哪有你这么坑人的？彼岸之剑还未落下，楚道生疯狂咒骂不止，亡魂皆冒。他赶忙撕裂四周黑白相间的世界，双手再次掐诀，不顾形象破声大喊：老祖，救我！声音凄厉，宛若是王卿先动手的一般。王卿神色错愕，这个老不死的竟然请天运神族的老祖。嗡嗡嗡，古老的祭祀道音响起，彼岸之剑没来得及落下，黑白分明扭曲不存在的世界被强行撕裂。一道沙哑声响起：王卿，你做得太过火了，天运神族要你的彼岸传承，那是你的荣幸，你不给出也就算了，你还敢祭出彼岸之剑，这种不存在的力量，老夫很有必要替万界除魔味道。你去死吧！沙哑的声音落下，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撕裂不存在的黑白世界降临，手持佛尘缠住彼岸之剑。
老者另一只手骤然伸长，打算一把捏死王清。王清第一次露出凝重之意，打算爆发彼岸之地的所有力量战斗。然而王清还没出手，天运老祖的巨掌已然临近，黑白世界寸寸碎裂，露出完全崩碎的大千冥界。仙界所有势力在10万血海外围被黑白两色遮掩视线，直到黑白世界破碎，他们才看清楚10万血海内的情况。血浪滔天，尸骸累累。一名白袍老者悬浮破碎的天幕之下，手中佛尘困住一把黑白两色的长剑，长剑之下是披头散发、满脸恐惧的楚道生。老者另只手缭绕恐怖的气运本源力量波动，向王清所在的位置按压而下。老东西，你还真能作死！唰，一道寒光闪烁，化作凌厉的剑光突然来袭，斩断老者的伸出的巨掌。噗呲，鲜血四溅。白袍老者目光阴冷地盯着血海外围，断掉的手掌缓缓恢复。缥缈禁主，你不是在鸿蒙海准备论道大会？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当看清出手之人是一位琉璃如裙女子时，老者瞳孔猛然收缩，手中浮尘脱落。来不及搭救楚道生，老者转身钻入碎裂的空间，逃之夭夭。所有人当场错愕，刚才牛逼哄哄的老者看到了什么，竟不顾节操的落荒而逃。王清回首看到渡神州停在血海外围，正是水系出手吓走了天运神族老祖，他不再有所顾忌，彼岸之剑没了佛尘的缠绕，直落血海中心。砰！震天巨响，楚道生被活生生的劈成两半，血海密阵支离破碎。啊！王清，你等着，下次本座一定会抽干你体内的彼岸传承。楚道生身躯破碎的瞬间，他的元神借助混乱的空间遁入时间长河。王清没有追杀出去，抬眸看了眼血浪滔天的世界，彼岸明龙也在这个时候撞碎空间出现。王清的先帝元神化作黑芒回到肉身，脚踏明龙硕大的龙头。王清，你没事吧？渡神州靠近中心海域，四周血雨飘落，被一道淡淡的黑色光幕蒸发干净。王清望着穆冰轩三人到来，摇摇头，我没事，我就是疑惑楚道生从哪里得到彼岸之地的消息，还能在这里准备血海密阵。说罢，王清一跃而起，飘然落到渡神州船头。彼岸明龙缩小龙躯盘旋在王清肩头游动，时不时龙吟两声。他似乎也在奇怪天运神族哪里得到的消息。穆冰轩翻了翻白眼，你隐藏彼岸统治者的身份，鬼知道天运神族如何得知？就是，你真是个大坏蛋，连我们都欺骗。轩辕双影也在一边附和。只有水系美眸流转，上下打量王清，仔细观察他体内的彼岸之力到底是什么力量。这个我以后再告诉你们。王清打了个马虎眼，顺手驱动渡神州离开了这片血海。穆冰轩三女对视一眼，纷纷露出无奈之色。等渡神州离开10万血海，外围那些观战的土著生灵和仙界各大势力一拥而上，踏入血海深处去搜寻先帝道果。血海密阵早就消失，10万山峰也被毁得光秃秃的，巨浪所过之地残骸漂浮，各种断裂的仙气沉入海底。对那些观战的仙人又或是土著生灵而言，太初弟子看不上的残破品正是他们的眼中的大机缘。毕竟天渊一族的高层都陨落10万血海，10几位仙王遗失的宝物，这可是颇天的富贵啊。弟子殿下镇压天渊一族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东韩、北韩2位仙主老惨了。剑明带着太玄剑宗的几位长老停在一座残破不堪的山峰上，远远望着王清离去。有剑宗长老幸灾乐祸，有的面露忧色，因为进入天渊秘境之前，王清放话不能自相残杀。然而秘境世界破碎，他们都在大肆搜刮天材地宝，互相算计，要是王清问起来，保不准会受到责罚。轰隆隆，血海剧烈翻滚，掀起万丈浪涛。赵日天，你这个卑鄙小人，贫道与你不死不休。苏玄老道衣袍破碎，胸前露出一个血淋淋的窟窿。他披头散发，仰头长啸，哪里还有先帝该有的风采？赵日天跟他原本去往天外战斗。大千冥界破碎之时，赵日天又引诱他来到10万血海战斗天机子，和赵军围攻楚星河。而赵日天借助奇异的混沌谷中，将苏玄老道困在血海最深处。赵日天更是借着高仿版的天煞镇魔戟，捅了苏玄一戟，将其重伤。苏玄老道刚脱困出来，大战早就结束，哪里还有赵日天的身影？苏玄殿主，你伤势无碍吧？剑明一行人看到太初天庭玄机殿主，赶忙上来问好。苏玄脚踏血浪，瞥了一眼远处山峰上太玄剑宗众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还不赶快去搜刮资源，等着上交太初天庭。他瞪了瞪双目，抬手恢复胸口上的伤势，化作长虹离开了10万血海。太玄剑宗众人苦笑不已，随便打个招呼就被当成免费苦力了。砰砰砰，
一块悬浮虚空深处的陆地上，夜郎天和江晴施展各种大神通对轰，大千冥界破碎的无数块小型大陆，几乎再次被两位仙主的战斗震碎。夜郎天，你儿搞得东寒仙域鸡飞狗跳，你还敢叫本地方人？当真不知羞耻！江晴凝聚东寒大道力量，抬手抓起一颗残破的大陆，轰飞夜郎天。噗！夜郎天五脏移位，口吐鲜血，手中唤出一把千丈大刀，抵挡江晴手中的小型大陆，借势后退。江晴，老子要杀了你！夜郎天擦了擦嘴角，提着千丈大刀，一次次和江晴碰撞，四周漂浮的大陆寸寸崩碎。天昏地暗，这片星空卷起星海风暴。天机子和赵军已经赶到发生战斗的地方，远远望着两位仙主，战斗越发剧烈。砰！又是一次对轰。江晴注意到太初天庭的两位店主到来，顿感不妙，没了心思再战斗。他一拳轰飞夜郎天，丢一句话：夜郎天，本地这就回到仙界，开启跨仙域战斗。北寒仙域等着一主吧。话音刚落，江晴借着战斗余威，抬手开启升仙门，遁入其中，折返仙界。夜郎天北寒大刀劈下，升仙门摇摇欲坠，旋即消失。哼，江晴，别以为老子怕你，等着瞧，东寒仙域一定会被老子踏平。夜郎天冷哼两声，转身同样唤出一道升仙门，返回仙界。天机子和赵军看到两位仙主不恋战，顿时非常诧异。莫不是夜朗天和江晴看出太初天庭要对东寒、北寒仙域动手？两人落到一块漂浮的大陆上，四周皆是被毁掉的残破星骸，星辰之力洒落无尽深渊。大千冥界属于东寒仙域最大的一个秘境，如今被打得支离破碎，演变成无数块陆地。东寒仙域的气运也会受到很大波及，或许之后再难以出现仙帝这种顶端强者。你们两个别发愣，赶快打扫战场，搜集天渊一族高层死亡后留下的宝物。嗖！渡神舟化作黑色流光，在这片星海掠过，上面传出王清淡淡的声音。天机子和赵军对视一眼，连忙对着离去的渡神舟拱手抱拳尊命：弟子殿下。两人异口同声，闪身离开脚下漂浮的陆地，又折返10万血海去搜集天渊一族高层的宝物。时间流逝，3月后，东寒仙域，东仙崖，慕冰轩和水溪已经返回太初仙域，轩辕双银乘坐冰皇玉辇回归南寒仙域，唯有王清一人负手立在东仙崖边上，看着下方支离破碎的大千冥界。那些破碎的陆地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杀人夺宝的事件。大千冥界的土著生灵几乎被屠戮干净，又或是被仙界势力奴役去挖矿。天渊秘境之行总算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东寒和北寒的跨仙域大战。王清可以从中捞到更多油水，他打算去往北寒仙域放出龟须魔主，引出北寒仙域隐藏的古老存在。等北寒仙域内部大乱，再有东寒仙域逼战，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两个仙域最终都会成为太初仙域的附庸。有了这个想法，王清也离开了东仙崖，只留下太初天庭4大执法店主清理战利品。诸天万界聊天群，赵日天彼岸之主，这次你赢了，但你别高兴得太早，仙界注定会被穿越者联盟统一菜刀。马灵山楼上就别装逼了，大千冥界都被彼岸之主打碎，天渊一族被屠戮干净，就连天运神族长老都被毁掉肉身，元神遁入时间长河。马灵山赵日天，你觉得你比天运神族长老还要厉害？鄙视。龙傲天，就是灵山妹子说的太对了，赵日天，你还不如滚回自身所在世界，防止被彼岸之主破坏。赵日天龙傲天，你别逼逼，我在大千冥界遗失了一件混沌灵宝，我马上就来刷你爆装备，弥补损失炸弹。天妖女帝管理员赵日天，龙傲天，你们两个都被群主悬赏，等着被其他群友打脸吧，鄙视鄙视。双影女帝管理员，啊，对，他们两个一定会被其他群友收割人头。群公告：顾君安加入群聊，10亿加入群聊。顾君安，新人求助，我刚刚在大千冥界丢了一把七彩仙剑，若是诸位群友捡到，麻烦联系我，自有重谢。10亿，同样求助，我的坐骑也在大千冥界被一个叫广元的老和尚抓走了，我该怎么办啊？龙傲天，上次新人求助已经去地府报道，你们两个家伙还是赶快退群吧。赵日天，群里有内鬼，建议退群，明哲保身。彼岸之主管理员龙傲天，赵日天，你们两个闭嘴，不然姑马上顺着时间长河来杀了你们炸弹。其他群友，群公告：天机子加入群聊。天机子顾君安10亿，老夫我在10万血海外围，你们两个过来，老夫带你们去寻回七彩仙剑和坐骑。赵日天，天机老狗，我草你妈！赵日天，你这个老狗，
刚把储物祠祸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现在还想再坑人？菜刀，天机子，你再唧唧歪歪，小心老夫去睡了你老娘！偷笑，赵日天，你，东韩仙域边境，王清一袭黑金长袍，白发如霜，负手静立于彼岸明龙之手。他挥手关闭群聊页面，眸光幽邃，淡漠扫过边陲之地弥漫的肃杀之气。无数古老的仙舟列阵虚空，森严阵列延绵无尽。数十万仙军肃立待命，兵戈寒光映透天穹，肃杀之意如实质般弥漫四野，压得边境星域都仿佛凝固。只需东韩仙主一声令下，这支由仙庭精锐组成的大军便将横渡混沌迷雾，直扑北韩仙域，掀起一场席卷两大仙域的旷世之战。每1万仙军皆由一位仙王巨头统御，整整20余艘庞大仙舟镇守边疆。如此规模的仙军集结，气势磅礴，足以轻易碾碎一方大千世界。显然，东韩仙主此番已下定决心，是与北韩仙域决一死战，否则绝不会调动如此惊人的战力。王清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这场大战正是他等待已久的契机。他心念微动，彼岸明龙会意，悄无声息地引入混沌虚空，朝着北韩仙域的方向遁去。仙界5大仙域都被混沌迷雾隔开，各自独立一方。东韩和西韩开启跨仙域大战，至少需要准备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如今东韩仙主还在和帝师讨论，是横穿混沌迷雾降临北韩仙域边疆展开战斗，还是将战场引入混沌迷雾，在不伤及仙界根基的同时又能拿下北韩仙域。麒麟仙舟上，翻旗之下，将情望着王清离开东韩仙域。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帝师，你确定天运神族会出手帮我们统一仙界？江晴撇头询问。鬼冥道人眉头紧锁，深呼吸一口气，沉默片刻。天运神族会帮助东韩仙域，他们要将仙界变成气运养殖地，自然要挑选一位掌管者。南韩仙主和太初仙域走得非常近，她可能还是王清的女人。北韩仙主又非常自负，不可能会臣服天运神族。西韩仙主和太初天帝一样神秘，更不可能缩在天运神族脚下。太初仙域是天运神族的死对头，就更加不会把仙界拱手相让。也只有我们东韩仙域别无他法，只能臣服天运神族，换来统治仙界的可能。他们一定会出手帮助东韩仙域。言罢，鬼冥道人露出疲惫之色。东韩仙域气运流逝，臣服天运神族犹如鱼虎谋皮，说不定哪天就被卖掉。但他作为东韩仙庭帝师，必须要维护仙域正常发展，别无他法。再加上他已经推演出太初天帝之子王清已经露出爪牙，打算统一仙界，东韩仙域自然不能坐以待毙。与其被太初仙域奴役，不如比臣服鸿蒙海的天运神族。这样东韩仙域借助天运神族的气运之法，有无尽气运护佑，说不定能够成为仙界新的共主。帝师，既然天运神族会出手相助，我们的后勤补充也快要完成。依您老看，是直接降临北韩仙域，还是将战场建立在混沌迷雾中？如果将战场设在混沌迷雾中，怕是会……江晴欲言又止。他也知道东韩仙域投靠天运神族，借其气运秘法护佑，很有可能统一仙界，但代价便是东韩仙域永远成为天运神族的打手，还是只拿打奶的那种。这次开启跨仙域大战，他也是深思熟虑过。为了东韩仙域流失的气运和不被太初仙域奴役，他还是同意了帝师的决定，投靠天运神族。只是选定战场让他难以抉择。若是选择直接降临北韩仙域边疆，则意味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数百万年的战火将焚尽仙灵矿脉，仙界根基受损，生灵涂炭，这是他不愿承受的代价。如果把战场放在混沌迷雾这种神秘莫测之地，虽能避开正面冲突的毁灭性，却也可能招来其他仙域趁火打劫，让东韩陷入更危险的孤立局面，两条路都有风险，他真是十分的无奈。战场就定在北韩仙域麾下的荒界，那个世界有些神秘，能承受仙人之战，而且荒界也是北韩仙主搜刮资源最富裕的地方，他还将他的子嗣不断送往那个地方历练。北韩仙域的气运被北韩仙庭和众多仙王世家瓜分，叶家绝对不可能出现这么多气运之子。荒界的秘密可能跟叶家的气运来源有关。北韩仙主叶郎天的子嗣都是送往荒界之后才获得气运本源，成为气运种子。荒界隐藏的秘密或许能够恢复东韩仙域流失的那部分气运，战场开在那里是最好的选择。鬼冥道人双眼放光，他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早有筹谋。当江晴从大千冥界归来，提出开战时，他心中早已布好棋局。他选择荒界并非随意，而是基于多重战略与隐秘情报。荒界，江晴从狐疑道露出惊喜之色。仙界5大仙域，每个仙域的气运本源都被仙道意识分配均匀，只是5大仙庭作为每个仙域的统治者，
拥有的仙道气运会更加雄厚。但即便如此，五大仙庭除了拥有浓厚的仙道气运之外，还会暗中选定一个古老世界的气运支撑仙庭，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仙域都能培养出比其他仙域更厉害的年轻天骄。东寒仙域选定的世界便是大千冥界，只是大千冥界3月前就被王清和天渊神族长老战斗打碎，导致东寒仙域重要的气运彻底流逝。帝师选定荒界作为战场，江晴反应过来老师的用意，他是想用荒界的气运来弥补东寒仙域流逝的气运，这样不仅能打击北寒仙域，还能为东寒仙域众生造福，真是一举多得。帝师就按您老说的做，本帝立马派人去侦探荒界。江晴立马拍板决定，化作长虹落入前方数十万仙军阵营，去安排一些仙人去荒界探探情况。鬼冥道人见江晴走后，也露出欣慰之意。作为东寒仙域最古老的存在之一，他早就和江家生生绑定，是江家的智者，也算江家的老祖。几千万年，几个纪元，他间培育出多位仙主，但还没有真的开启跨仙域之战。这次的大战，他也有些期待。若是辅佐江晴成为仙界新的公主，他也可以功成身退，踏入鸿蒙海去追寻那虚无缥缈的超脱之路了。时也运也命也，王清如今才24，就敢代表太初仙域有统一的仙界的想法，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若是没有老夫存在，怕是江晴要被你耍得团团转。鬼冥道人悠悠叹息，因为王清的智力目前是他见过最强之人，仅仅凭借东寒仙域前段时间的和亲之事，不到半月功夫就搞得东寒仙域和北寒仙域撕破脸皮。如此就算了，更过分的是，王清灭杀仙帝的战力根本就不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能够拥有。刚开始，鬼冥道人以为王清被神秘存在夺舍了，不过在他反复推演之下，得出王清还是那个王清，根本没被鸿蒙海的强者夺舍。越是推演下去，他越觉得王清可怕，就好似仙界仙人和王清不属于一个维度一般。想不通，鬼冥道人也懒得再去想，还是先解决北寒仙域再说。他摇摇头，转身佝偻着身躯，走入麒麟仙州之上一座宫殿中。同一时间，西寒仙域，西寒仙庭，帝都，辉煌的皇宫内，一座宏伟的殿宇之中，四周雕龙画凤，香烟袅袅。司徒灵皇戴着面纱，单手撑着脑袋，靠在一张琉璃玉石打造的龙椅上。他身姿优美，胸前胀鼓鼓的，两只手握不住，冰肌玉骨，丰腰翘臀，宫装如裙悠然飘动。特别是他美腿交叠，春光朦胧，若隐若现，真是非常诱人。本宫的小侄儿啊，你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归虚魔主可是超脱之路的生灵，只是蛰伏起来怕鸿蒙神国追杀，你如今却是想要唤醒归虚魔主，你这不是逼着那个老魔去送死吗？那个老魔头若是知道你跟鸿蒙神国的关系，还不得跟你拼命。司徒灵皇口吐幽兰，媚眼如丝，叫人欲罢不能。3月前，王清骂他是8只脚的怪物，他可还记在心里。不知王清之后，知道他是自己母亲的族妹，还算自己小姨子时，表情怕是会非常精彩。还有司徒灵皇是鸿蒙神国的鸿蒙女帝，千万年前，归虚魔主在鸿蒙海斩杀了鸿蒙神国一位强者，司徒灵皇孤身从鸿蒙海追杀到魔界，重伤归虚魔主，将魔界打崩。归虚魔主为了活命，带着一些魔族生灵偷渡北寒仙域，最后又被北寒仙主带着北寒仙域的古老存在封印在北虚之渊。司徒灵皇也来到仙界，看到归虚魔主被镇压后，他百无聊赖就在西寒仙域停留下来。他一手创建北寒仙庭，压得昔日北寒仙域霸主佛教抬不起头，仙界众多仙人更是将他一度神化，能和太初天地比肩。不过这些对于司徒灵皇来说就是一个虚名，她本身就是鸿蒙神国的女帝，位高权重，地位可不比王清父亲低。甚至在很久之前，王清父亲为晋冀王家开疆拓土时还求助过他。若是没有鸿蒙神国的帮助，王清父亲根本就不可能在鸿蒙海打出赫赫威名的晋天之主称号。仙主陛下，广元金佛已经从大千冥界归来，不过他好像带到一只神兽白泽。忽然之间，殿外传来恭敬的汇报声，一名侍女双手捧着烫金玉简走进来。司徒灵皇接过玉简，神念翻阅了一下，大千冥界发生的所有事都被他熟知。你先下去吧。他挥了挥手，侍女恭敬退至殿外，转身处理其他事去了。天机子、赵君，这2个老油条是要准备祸害那2个新出现的气运苗子。司徒灵皇神色闪烁不定，他也在诸天万界聊天群内，天妖女帝就是他的称呼。群里发生各种事，他都在划水看戏，什么在妖界被追杀，完全就是敷衍了事。王清也正是经过群聊系统定位到他，结合天妖女帝的称呼，说他是8只脚的怪物。这可不怪王清，要怪就怪他取什么称号不好，
偏偏搞一个天妖女帝这种像妖族大能的称号。王清那个小侄儿跑到北韩仙域去了，他要推动北韩仙域和东韩仙域开战。北韩仙主又求助佛教，本宫是不是可以插一手，为那个小侄儿的推波助澜？司徒灵皇呢喃低语，起身换上一袭保守的宫装长裙，踏着小碎步离开了宫殿。王清虽然怕他是8只脚的怪物，但毕竟算是他的小侄子，他就算记恨在心，那也是以后的事。现在王清要统一仙界，他自然会选择帮助自家人。他可没有和男性接触过，更没有什么后人。王清也算他的后人，这种关系之下，他就更加乐意帮忙。与此同时，穆冰轩和水溪又偷偷回到了东韩仙域，打算去收割顾君安和石毅那2个气运苗子。这些事王清自然不知道，他现在正位于北韩仙域的北虚之渊。彼岸明龙庞大的身躯遮天蔽日，龙目宛如2轮血月坠落，扫视四周环境。王清踩在硕大的龙头上，白发飞舞，黑金衣袍猎猎作响，俯视充斥漫天魔气的无尽深渊。明龙，随我进入北虚之渊。仙界大乱从此刻开启，冲压，冲压，冲压！王清有些兴奋，这半年之间，他一直在谋划统一仙界的事。此刻，计划进展大半，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放出归虚魔主，马上就要完成。他内心别提有多高兴，乘坐彼岸明龙一头扎进北虚之渊。吼！彼岸明龙也能感受到主人的心情，嘶吼咆哮，龙吟震天。刹那间，他那宛如大千世界的庞大身体钻入魔气森森的北虚之渊。靠！王清，你敢放出归虚魔主，本帝与你不死不休！王清前脚刚走，后脚一道怒火攻心的声音响起。叶朗天乘坐九龙玉辇姗姗来迟，眼睁睁地看着王清坠入北虚之渊这块禁地。叶仙主，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本弟子马上放出归虚魔主，来帮北韩仙域大战东韩仙域。你就放下心，本弟子不会让北韩仙域被东韩仙域踏平，北韩仙域只能成为本弟子的附庸势力。哈哈哈哈哈！王清爽朗的笑声渐行渐远，叶朗天被气得七窍生烟，双眼血红，择人而食。归虚魔主那等存在，是他千万年前联手北韩仙域其他古老存在，好不容易封印在北虚之渊，如今王清这个混蛋却是要放出归虚魔主，仙界大乱指日可待。他跟归虚魔主交过手，知道那个魔头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先帝在他面前依旧没有几分钟胜算，若不是千万年前归虚魔主来到北韩仙域时是重伤的状态，他和北韩仙域的古老存在还真不一定能够封印那个绝世大魔。完犊子了，西韩佛教那群老秃驴怎么还不来？要是王清提前放出归虚魔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叶朗天急得来回踱步，左顾右盼，神念远远扫视北韩边疆，愣是没有看到一丝人影。边疆之地，只有北韩仙域的大批仙军在维持秩序，防止东韩仙域横渡混沌迷雾偷袭杀过来。仙主陛下，一位名唤云浮的女子召见您，说是能够帮你凝聚北韩仙域的众多势力，抵挡东韩仙域的进攻。一位仙官从远处天空掠来，落到地面，快步走向叶朗天汇报情况。叶朗天皱眉，满脸不悦。越是慌乱的时候，什么牛鬼蛇神都会出现。一个女子能够帮忙北韩仙庭凝聚北韩仙域的势力，这踏马不是扯淡吗？不见，不见，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叶朗天不耐烦，挥手驱赶汇报的仙官。前来汇报的仙官欲言又止，小心翼翼地说道：陛下，云浮姑娘说她和王清战斗过，她有能力帮助北韩仙域。和王清战斗过？叶朗天停止踱步的动作，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很快又被平复。走，回北韩皇宫看看。叶朗天死马当活马医，赶忙乘坐九龙玉辇撞破空间离去。那名汇报的仙官也赶忙跟在后面返回北韩皇宫。北韩帝都仙庭皇宫，一座巍峨的山峰上，一袭薄纱长裙女子，裙摆随着微风舞动，春光乍现。她站在山峰边缘，目视北虚之渊的方向，美眸中闪过一抹冰冷的杀意。王清毁掉楚道生的肉身，导致超脱元神受重伤。楚道生是他的夫君，若是3月前的那一战，他没有被水系的气息吓走，或许他就能和楚道生联手杀了王清。不过一切既已发生，无法挽回。他现在只想谋划用北韩仙域的众生仙人血祭再度开启血海密阵，轰杀王清。王清，这次本宫一定不会再败在你手中，你等着受死吧。云浮面色阴晴不定，眼中满是极致的冰冷杀意。你就是自称能帮助北韩仙域的神秘女子。咔咔咔，叶朗天撕破空间，降临这座巍峨山峰上，仔细地打量薄纱长裙女子。那薄纱裙下的大长腿，连他看了也得垂涎3尺。云浮注意到叶朗天那隐晦贪婪的目光，不过他并没有在意，莞尔一笑。正是本宫。
本宫不仅能助北韩仙域战胜东韩仙域，还能让你成为仙界共主。他声音如沐浴春风，让人心头荡漾。叶朗天双眼微眯，在思索此女子为何如此笃定能相助北韩仙域。虽然眼前女子诱人至极，但他道心并未有任何动摇。况且他要是没记错，3月前他和东韩仙主在10万血海外围战斗时，就曾听到王清叫郭云福这个名字。此女子自称是楚道生的夫人，他现在却说能帮助北韩仙域，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如此想着，叶朗天故作思索，假意道：不知姑娘如何帮助本地汇聚北韩仙域其他势力？北韩仙域明面虽然被本地统治，但暗中可是有不少势力阳奉阴违。若是要短时间叫他们团结一心，共御外敌，怕是非常不现实。叶朗天的话半真半假，一方面却是如他所说，北韩仙域明面受到他管制，只要一声令下，还是能凝聚1半以上的势力。另一方面，其他势力只是臣服他可怕战力，而不是真心臣服，想要完全凝聚起来非常的难。他可没有江琴那样有个足智多谋的帝师，北韩仙庭完全靠他一人支撑。他要是倒下，不用其他仙域出手，北韩仙域一定会从内部分崩离析，战火连天。这还不简单，在北韩仙域布置一个阵法，谁都不能离开，否则格杀勿论。东韩仙主和鬼明道人还在商议将战场定在哪里，短时间不会发起进攻。本宫还有时间帮你布阵，只要阵法布置成功，其他势力离不开北韩仙域，自然会团结起来。说罢，云符素手挥动，神秘光幕闪过，虚空浮现一道虚无阵法地图。只见虚幻图纸之上，仙光缭绕，混沌雾霭闪烁，4道冲天光柱组成一道诡异的阵法，直到笼罩整个北韩仙域。叶朗天有些惊奇，此阵只露出虚幻状态，就让他神魂有些战栗，悬念颇深。云符很满意叶朗天的惊讶，接着道：此阵名唤混沌护仙阵，只要成功布置，不到仙帝巅峰战力，谁也别想离开。有了阵法，就不用担心北韩仙域其他势力溜走，反而会团结一心，共杀外敌。言尽于此，云符保持神秘，不再解说。只要叶朗天是个聪明人，就会知道怎么选择。你容本帝想想。叶朗天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转身离去，要去仙主殿召集北韩仙庭的各大仙官一起参谋此事。云符也不急，不是很在意叶朗天离开，因为他知道叶朗天一定会答应，不然就只能等着被东韩仙域屠杀。毕竟东韩仙域的强者要比北韩仙域强者更加团结。叶朗天独揽北韩大权，家族是皇族，人心疏离。江琴则是放任东韩大权给手下，笼络人心。两人同样作为仙主，统治力高下立见。太初仙域，蓬莱仙岛，天地殿前，王振南一袭紫金地袍，威严无双，随意一丝气息就让云朵四散，而淘汰出玄中悬浮天幕之下，威压刺破仙界，震荡万界。王振南双目深邃，神念扫视东韩和北韩交界处，露出一丝笑意。超脱之路分为1至3阶段，不可言；4至6阶段，不可念；7至9阶段，不可见。言由心生，名不可念，貌无可记，3合为一，方能走完超脱之路，成就道尽之境。道尽啊，鸿蒙海也不见得有几位。修炼之路的尽头是何境，无人可知。吾儿超脱之姿，走到道尽之境，理应不在话下。王振南自言自语。这半年间，王清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中，并没有插手的意思。他就是要王清凭借自己统一仙界，以后回到鸿蒙海，才能和那些超脱路上的生灵论道，何为道尽之境。就连他自己目前也只是刚刚迈入超脱7阶段，貌不可见的状态。达到这一境界后，仙界能见他的人非常少。要不是王清尚显年幼，他早就回归鸿蒙海，参加鸿蒙论道，去跟那些差点走完超脱之路的古老存在对话。仙界这种小打小闹，在他眼中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天帝陛下，天运神族要借东韩仙主之手统一仙界，你难道还不准备插手仙界之事吗？呼呼，一道身影掀起云海风暴，火急火燎地赶到天帝殿前，来人正是苏玄老道。苏玄老弟，你怎么还是一副贪权的性格？你跟吴手足兄弟千万年，吴都已经改掉急躁的性格，你还得好好磨练性子，才能踏实超脱之路啊。王振南望着苏玄老道回来，话语中满是叹息。千万年前，他以禁忌王家少主的身份降临仙界，跟苏玄、天机子、赵君、福神琼同为手足兄弟，5人同为仙帝巅峰的存在，一同推翻仙界旧秩序天渊一族，建立太初天庭，结下深厚友谊。千万年过去，他已经是超脱7阶段的神秘存在，而苏玄、天机子、赵君、福神琼却还是停在仙帝巅峰的状态，挺让他无奈的。苏玄代表贪，喜欢去探险上古洞府；天机子代表痴，对于命运推演太过痴恋，玩弄人心。
赵军和福神琼代表称，容易因为一点事就怨恨暴躁无比，他们4人迟迟不肯放下心中执念，怕是永远无法踏上超脱之路。这个陛下说的对。苏玄老道被训得不好接话，讪讪一笑，打马虎眼。罢了，先帝只要不遇到超脱路上的生灵，几乎就是永生的状态，随你们4个怎么闹吧。天运神族想借助东寒仙主之手，把仙界变成气运养殖之地，你不就是手痒，想调动玄机天位去插手东寒和北寒的战争？天帝令给你，你自己看着办。王振南摇摇头，掏出一块令牌丢给苏玄老道，转身走入天地殿。苏玄接过令牌，眼中露出几分笑意。他虽为太初天庭的玄机殿主，但想要调动玄机天位，依旧得有天帝的旨意。现在天帝旨意到手，他也不再逗留，化作长虹破碎空间离开。几天后，北寒仙域，北虚之渊汇聚诸多和北寒仙庭交好的强者，佛门高僧，每个人修为至少都是9天玄仙之上。他们凝重地看着魔气缭绕的无尽深渊，仿佛很是忌惮深渊底部沉睡的大恐怖。阿弥陀佛，归虚魔主保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破风而出。叶仙主和众多仙官在争执什么？叶仙主到底想干嘛？释迦金佛双手合十，回首神念扫视北寒皇宫的方向，一脸急色。其他高僧同样疑惑不解。叶朗天求助北寒佛教，他们已经赶来准备再次封印归虚魔主。然而叶朗天却是在北寒皇宫，因为一些事情和众多仙官发生不愉快的争执。众多佛教高僧叹息不已。北寒仙主叶朗天家族氏统治北寒仙域，跟其他仙域之主比起来，真是太掉价了。东寒仙主放权给东寒仙域众多势力，还有明师鬼明道人那位老智者，可谓非常团结。南寒仙域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南寒仙主佛系，咸鱼女帝权力都在麾下势力手中，一致对外。西寒仙域那就更加不用多说，西寒仙主被神化为能跟太初天帝比肩，统治力绝非闲等，不然西寒佛教也不会从西寒霸主变成一厢情愿的臣服者。至于太初仙域，那可是太初天帝亲自掌管，正统的仙界官方势力根本就不会发生什么不团结之事。反观北寒仙域这边，叶朗天家族是统治，压制麾下众多仙王世家和不朽道统，真是一手天牌打得稀烂。释迦金佛，你就心善吧。东寒仙域和北寒仙域开战在即，王清那个小魔头深入北虚之渊，放出归虚魔主，太初天帝都任由自己儿子乱搞破坏。依老衲看，我们不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不趁着北寒仙域大乱，多搜刮一些香火？广元金佛不合时宜的出声。大千冥界破碎之时，他不知从哪里搞来的神兽白泽，悠哉悠哉地骑在上面，满脸讥讽。广元金佛代表佛教香火为重的派系，释迦金佛代表传统德高望重的派系。此刻他看着广元金佛，直接摇头晃脑，再度合十双掌。广元金佛，你经常烧杀抢掠，吃喝嫖赌，我可以不管，如今归虚魔主之事事关重大，你若敢趁火打劫，别怪我到佛祖那里揭穿你的所作所为。好言相劝。释迦金佛不再搭理广元老秃驴，免得败坏佛教名声。锵锵，火凤凰嘶鸣震天，拉着一架琉璃神玉打造的玉辇横渡云海来袭，所过之处，北寒大道开路，云层避让。西寒仙主来这里做什么？北虚之渊的悬崖地面，众多仙人中，一位面貌俊朗的青年惊呼出声，同时他眼中露出一丝隐晦的怨恨之色。司徒灵皇，上一世你助王清屠戮东北两寒仙域的众生，还叫王清一起劈死本帝，你想不到吧？本帝虽然肉身被毁，但元神却是顺着时间长河回到归虚魔主出世前。这次本帝一定会揭穿你司徒灵皇作为西寒仙主，不帮忙就算了，反倒是助纣为虐。青年正是顾君安，还是北寒仙域仙王顾家的老祖，准仙帝修为。上一世王清和天运神族长老大战，打崩大千冥界，他当时也在血海外围。他在大千冥界寻找遗失的七彩仙剑，直到王清放出归虚魔主，他才赶回北寒仙域，在对抗归虚魔主之时，被王清随手灭杀。他肉身崩碎，元神顺着时间长河回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王清可能已经抵达北虚之渊最深处，在跟归虚魔主谈判。北寒仙域内乱只有不到3天时间，他必须要想办法揭穿西寒仙主，也是来祸害北寒仙域的。如若不然，他只能再次眼睁睁地看着北寒仙域大乱，自己的族人无辜惨死。阿弥陀佛，仙主陛下，您日理万机，怎么有空来北寒仙域？释迦金佛双掌合十，抬手问好。西寒佛教其他高僧一样，目光诧异，紧紧盯着凤凰玉辇。然而玉辇被一道神秘光幕缭绕，他们看不清西寒仙主是什么表情。本宫路过不行吗？司徒灵皇淡淡的声音响起。众多仙人和高僧神色错愕，满脸黑线。合着您是过来看戏的？
凤凰玉辇化作流光，消失在云海，只留下众多仙人和僧人在风中凌乱。顾君安非常心急，在人群中左顾右盼了一下，心里问道：系统，快打开群聊页面，我要求助。他对着系统界批发的群聊系统开口，非常希望得到帮助。他也知道彼岸之主就是王清，不过王清却不知道他是重生者，而且他感觉诸天万界聊天里的大佬一定有办法阻止北韩仙域大乱，甚至还有可能是王清的死对头。丁，群聊页面开启中。顾君安只感觉眼前一花，一道虚幻光幕聊天群出现。诸天万界聊天群，顾君安全体成员。顾君安，彼岸之主那个家伙去北虚之渊放归虚魔主去了，你们有没有办法相助北韩仙域？可怜。彼岸之主管理员，哟呵，看来你应该是北韩仙域的仙人，你等着，我放出归虚魔主后马上就来杀你坏笑。赵日天，王清你疯了吗？归虚魔主可是超脱之路的生灵，就连楚道生都没有魔主强。龙傲天，就是，王清你真是越来越能作死，等你死了之后，仙界就是我们穿越者联盟得了偷笑。天妖女帝管理员，龙傲天、赵日天、天机子和赵军去找你们两个去了，等着爆装备受死吧比试。双影女帝管理员受死吧+1，缥缈镜主管理员受死吧+2，瑶池女帝管理员受死吧+3，马灵山受死吧+4，10亿新人默默+5，顾君安，各位前辈，我在求助，能不能不要无视我啊？可怜。其他群友，新人闭嘴菜刀。顾君安无奈关闭群聊页面，满脸黑人问号，这诸天万界聊天群也靠不住啊，看来得去求那些大道魔神了。他摇头叹息，离开了人群，默默遁走，无人在意他的去留。与此同时，北虚之渊的底部，时间宛若早已凝固，浓得化不开的魔气在虚空之中缓慢蠕动，如同某种古老生物的呼吸，沉滞而压人。累累白骨堆积成苍白的地面，每一脚落下并非清脆断裂，而是沉闷的，仿佛碾碎岁月脊椎的摩擦声，粘稠又刺耳。王清静立其中，霜雪般的长发垂落，与他身上那件被侵蚀得不断发出滋作响的黑金地袍形成鲜明对比。魔气缠绕而上，竟如拥有实质的触须，试图攀附钻入地袍。王清浑然未觉，目光沉静地扫视这片天地，这里的一切都浸泡在过于久远的死寂里，连光线都被吞噬，只剩下永恒的昏冥。叶长生给予的钥匙冰冷地贴着他的掌心，那不仅是钥匙，更像一段被封印的因果，沉重无比。王清向前走去，脚步无声，像是踏碎了无数个沉寂的纪元。最终他停在一扇漆黑白骨巨门前，巨门并非矗立，而是从更为古老的黑暗中生长出来的。门扉上刻满了无法辨认的石刻纹路，已被岁月和摩西磨灭了绝大部分轮廓。门后那座山峦通体漆黑，山上的丛林枝叶扭曲，是不祥的墨色。丛林在永不停歇的呜咽风中缓慢摇摆，发出如同叹息般的沙沙声。整片空间都承受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重量，空气凝滞，压得人神魂俱沉。便是此处了。王清的声音平淡，却像一枚蝎子打入这凝固万古的寂静之中。他取出那把金钥，光芒在此地显得格外突兀，甚至是一种亵渎。钥匙插入锁眼的瞬间发出的咔嗒声异常清晰，犹如惊醒了某个亘古的噩梦。轰！没有剧烈的震荡，只有一声从大地最深处传来的沉闷痛苦的呻吟。整座漆黑山峦缓缓蠕动裂开，如有一个被束缚太久的巨人试图从长眠中挣扎起身。天穹愈发低垂，墨色的魔潮如苏醒的脉搏开始缓慢涌动攀升，带着淹没一切的窒息感。王清立于魔潮中心，地袍在无声狂舞的魔息中翻飞。他感知到四周的规则在哀鸣，光线彻底消失，只剩下纯粹压垮一切感知的黑暗。前方的门户无声消融，猛然裂开的山体内部，虚空之中8条粗大无比、铭刻着无数封印符文的法则枷锁缓缓浮现。法则枷锁绷得笔直，中央禁锢着一个身影，那是一个红发男子，血色衣袍暗淡如干涸的污血男子低垂着头，已被千万年的封印抽空了所有时间，化作了封印本身的一部分。然后他极其缓慢地抬起了头，动作间带着一种如岩石开裂的滞涩感。他睁开眼的瞬间，并非光芒，而是更深邃的黑暗。所有的一切，声音、光线、流动的魔气，乃至时间，都被彻底吞噬，归于令人窒息的死寂。是谁？男子的声音干涩沙哑，仿若锈蚀的金属在摩擦，每一个字都耗费了巨大的气力，从遗忘的深渊中艰难爬出。王清凝视着他，眸中无波无澜，呼唤王清，来自彼岸之地。彼岸。红发男子眼瞳之中，一点微光如同死灰复燃般艰难亮起。他身躯猛地一震，
周身的封印枷锁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彼岸在何处？咆哮声陡然炸开，撕破了凝滞的死寂，带着积压万古的疯狂与暴力。说，否则本尊碾碎你！咔咔嚓，法则枷锁应声崩裂数道，但他并未完全挣脱。他的身影在下一刻已逼至王清近前，带起的并非风声，而是一股沉重如山的压迫感。血红的瞳孔中燃烧着纯粹的毁灭欲。现在的你太弱。王清的语气没有丝毫起伏，如同在陈述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则。至多仙王之力，北寒仙域有足够仙意助你恢复，待你重归巅峰战力。王清微微抬眼，眸光冷寂，才有资格立于孤前发出质问。话音未落，王清抬手随意一挥，动作看似缓慢，却仿佛带动了整片空间的重量。啪！一声清晰的脆响，归虚魔主猛地侧过头，整个人向一旁踉跄，宛如被一整片天地无形的拍中。他稳住身形，缓缓转回脸，那双暴戾的眼中浮现的并非愤怒，而是近乎凝固的骇然。他即便虚弱，也仍是魔主之尊，仙王亦须退避。可眼前之人随手一击，却携带着一种比此地封印更为古老压抑的力量，让他无法理解，无法抗衡。万古的死寂再次笼罩而下，比之前更加沉重。你放本尊出来，恐怕没安什么好心吧？归虚魔主声如寒潭，冷得可怕。那是自然，孤放你出来是当打手，你没有选择，若敢拒绝，孤现在一掌拍死你。王清冷笑不断，再度抬手，一道浓郁黑雾钻入归虚魔主脑海。啊！归虚魔主发出嘶吼的咆哮声，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那道黑雾钻入他脑海，瞬间形成一朵黑色的彼岸花印记。那正是王清控制人最强的手段。彼岸魔种被控制之人若敢忤逆，必定身死道消。本尊刚睡醒，你就让本尊打工。归虚魔主神色无比难看，又感觉非常荒谬。自己可是归虚魔主，超脱2阶段的生灵，如今成了别人手中的一把刀，别磨磨唧唧，收拾收拾，孤助你离开北虚之渊。王清神色不耐，甩手捏碎空间，掏出天煞镇魔戟，随意挥动。咔咔咔，那些绑住归虚魔主的枷锁尽数毁灭。归虚魔主恢复自由，忌惮地看着王清，嘴角苦涩无比。上方地面仙人众多，还有西寒佛教的高僧，你怎么助本尊离开这里？归虚魔主暂时隐忍，打算先离开这里再说。那还不简单？王清袖袍卷动，一道黑雾缭绕的通道出现，两边出现恐怖的黑色彼岸花海。踏上这条路，你就能直达北寒帝都，你可别让孤失望。说罢，王清离开了这片黑暗的天地。唯有归虚魔主沉默片刻，一脚踏入彼岸通道，随后通道缓缓合拢。等两人离开，这片黑暗的空间恢复些许光彩，累累白骨依旧清晰可见。同一时间，北虚之渊悬崖地面上，北寒仙域众多仙官已经被叶朗天逼迫而来，而佛教高僧却是一脸讶异地望着那些被打得鼻青脸肿北寒强者，内心犯嘀咕。叶朗天仙主在北寒皇宫和仙官发起争执，然后这些仙官被叶朗天揍了一顿。众仙各自都有小心思，浑然不知他们要再次封印的归虚魔主早就被王清送到北寒帝都。诸位，你们都愣在这里做什么？归虚魔主被封印千万年，本弟子原本想放他出来祸害北寒仙域，可本弟子深入北虚之渊，只见累累白骨，并没有什么魔主，说不定他早就死亡。你们也别傻傻站在这里等着封印魔主了。突然之间，一道讥笑声响起，众多仙人转身看去，正好看到王清随着浓郁魔气从北虚之渊深处飞出。阿弥陀佛，王弟子，你什么意思？释迦金佛带头询问，狐疑地盯着王清，想要看出有没有说谎的痕迹。奈何王清眸光清澈，无一丝说谎样。释迦金佛露出无奈的笑容。释迦金佛，别看了，本弟子不会骗人，后会有期。王清故作客气地抱了抱拳，化作一道黑雾撞破空间消失，只留下众多仙人和高僧一脸懵逼。什么时候王清也会这么客气了？释迦金佛，老衲刚才说什么来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王弟子都没在北虚之渊寻到归虚魔主，魔主莫怕经过千万年的封印早就死亡，我们还是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广元金佛嘲笑几声，转身带着他的派系高僧远遁离去。释迦金佛摸了摸光头，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其他仙人更是当场愣住，有的仙人往遁入北域之渊，打算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有少部分仙人见魔主可能已经死亡，各自摇头晃脑离开了此地。走，随贫僧下去看看。释迦金佛放心不下，还是带着他的派系高僧去往北虚之渊探探情况。很开，走的走，留的留，这片地面再没有几人存在。北寒帝都帝都皇宫，一座云雾缭绕的山峰上，
云浮依旧站在悬崖边缘，久久无言。呼呼，一阵微风拂过，叶朗天从仙主殿瞬移而来，落到云浮身旁，思索片刻。云浮姑娘，混沌护仙阵可以布置。哦，看来你跟北寒仙庭的仙官都商量好了，事不宜迟，你和本宫分开布置阵眼，阵法很快就能完成。言罢，云浮拿出一个精致玉瓶，叶朗天伸手接过，神念扫了一下，发现瓶子里是七彩霞光灿烂的种子。他顿感惊讶，刚想开口询问，云浮却是摆摆手，这是混沌仙种，是布置混沌护仙阵的必需品，你只要将其撒在北寒仙域每个角落，本宫自然会出手布阵。言尽，云浮抬手捏碎空间，走了进去，眨眼消失不见。叶朗天苦涩一笑，掂了掂手中玉瓶，还是去按照云浮说的去做。他明知云浮可能没安什么好心，但他已经想到办法控制云浮，只要阵法会危害北寒仙域，立马就能废掉阵法。想到此处，叶朗天也不再逗留，缩地成寸离开了皇宫。他倒要看看云浮会耍什么花招。他前脚刚走，后脚一道魔物钻入北寒帝都，正是归墟魔主。王清用彼岸通道送他到这里，就是让他从这里瓦解北寒帝都。帝都占据万里地面，其中楼阁宫殿数不胜数，散发淡淡光晕，一幅祥和景象。无数条街道，北寒仙域的各种仙官二代依旧在花天酒地。除此之外，北寒仙庭的禁卫也在警惕地搜寻每个角落，生怕东寒仙域的探子混入帝都。东寒和北寒开战在即，因为叶朗天想要布置阵法，困住北寒众生，让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对付东寒仙域。北寒仙域的仙官和不朽道统、仙王世家自然不甘心，纷纷表达不满，发生争执。最后他们被叶朗天揍得鼻青脸肿，又被派往北虚之渊查看归墟魔主的封印，根本就没在帝都。现在北寒帝都就宛如一座空城，没有多少仙王之上的强者存在。归墟魔主这时候祸害帝都，完全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最重要的是，叶朗天的几位帝妃曾经也出手封印过归墟魔主，此刻他第一个目标就是玩弄叶朗天的帝妃，然后将其吸成人干。叶朗天，本尊当时受了重伤，才被你和北寒仙域古老存在封印。结，这次本尊归来，你的帝妃，本尊的玩物，还是本尊恢复巅峰战力的养品。一处街边角落，归墟魔主桀桀怪笑，避开北寒禁卫，径直化作魔气，又消失不见。不过他失算了，叶朗天的大儿子叶长生此刻也在谋划推翻自己的父皇，想要掌控北寒仙庭。北寒皇宫，一座辉煌的殿宇内，正有几名美貌妇人被叶长生用阵法困住。他满脸狞笑，嚣张至极。各位母后，你们就别挣扎了，我父皇现在正忙着布置阵法，皇宫之内也没有多少强者。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会成为我的玩物？叶长生仰天长啸，看着原身叶长生的几位母后，双眼冒绿光。他是来自类似蓝星的穿越者，如今原身早就被他吞噬灵魂。他虽然拥有原身肉躯，却不是原来的那个叶长生，所以玩弄叶朗天那个老不死的帝妃，他并没有一丝心理负担。如果要问他一个气运之子为何会变成如今这样，那就不得不说他在太初仙域被王清用狗从后面侵犯，又在大千冥界多次被王清打击到心。叶朗天又因为他被狗侵犯，剥夺了他参与北寒弟子之位的争夺。他的内心早在大千冥界时就已经完全黑化，更是多次想偷袭叶朗天。北寒仙域即将大乱，他自然要趁火打劫，推翻叶朗天的家族式统治，自立为王。长生，你不能这么做，不然你父皇归来一定饶不你。原身叶长生的母后开口劝解，而穿越者叶长生却是嗤之以鼻，冷冽的回应：母后，你就别费心了，你不知道你有多诱人，孩儿神念经常不小心扫到你沐浴，对你那丰腴熟透的娇躯可是很馋啊。你更不知道孩儿看着你被叶朗天那个老混蛋按在床上，孩儿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他既然日理万机，还是让孩儿好好照顾照顾你吧。叶长生满脸狞笑，缓步走向霞光阵法的一位凤袍美妇，那美妇正是原身叶长生的生母云千荣。结，一声尖锐刺耳，仿佛夜宵啼鸣般的笑声，突兀地划破了北寒皇宫内殿的宁静。那声音阴冷扭曲，带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邪恶与讥讽，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恶魔正居高临下地嘲笑着世人的愚昧与虚伪。想不到叶朗天仙主做人这么失败，自己的儿子北寒大皇子都要对他的帝妃们下手，真是讽刺啊。随着这阴阳怪气的话语落下，一股浓郁的几乎化为实质的魔气如潮水般从殿外翻涌而入。那魔气漆黑如墨，却又夹杂着丝丝猩红血光，仿若千万冤魂在哀嚎，又似炼狱熔岩在翻滚。魔气凝聚蠕动，最终在惊骇的目光中化作一名血袍男子。
这名男子面容俊美却邪异，肤色苍白如纸，唇角挂着一抹残忍而戏谑的笑意。他的双眸漆黑深邃，没有一丝光亮，仿佛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他一身血色长袍无风自动，袍上绣着暗金魔纹，隐隐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唰！正在此时，刚刚将原身叶长生的母后按在那鎏金王座上的穿越者叶长生猛地浑身一颤。他本沉浸在自己的穿越大业与某种不可言说的情绪之中，正上演着大逆不道、儿子凌辱母亲的戏码，可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瞬间如坠冰窟。那股魔气犹如实质般压迫而来，更可怕的是，其中蕴含的恐怖气息让他本能地感到极度危险。卧槽，什么情况？叶长生心脏狂跳，头皮发麻。他几乎是出于生物本能，猛地松开了扣住原身母后的手，像是被烫到一般，迅速弹开。你是谁？叶长生猛地回头，眼中满是惊疑与警惕，死死盯着那凭空出现的血袍男子，心中掀起滔天巨浪。这家伙是谁？怎么悄无声息就出现在皇宫里？这气息绝不是普通人，难道是魔修？还是说这北韩皇宫里还藏着什么惊天秘密？他下意识地暗中戒备，全身肌肉紧绷，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此时刚刚挣脱束缚的云千荣，也就是原身的母后，她气质高贵，此刻却衣衫略显凌乱，先是愣了一瞬，随即反应过来。云千荣脸色煞白，眼中满是羞愤与怒火，但更多的是惊惧。她几乎是出于母性的本能，一个箭步冲上前，将身后的几名年轻美貌的帝妃护在身后。云千荣双手还在微微颤抖，强撑着站在最前方，满脸怒容地瞪着叶长生的背影和突然出现的血袍男子，似乎要将所有的怨恨与耻辱都倾注于这一眼之中。他的嘴唇微微哆嗦，似想要斥责，却又因为太过震惊与愤怒，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场面一时间凝固了，空气仿佛被冻结，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鎏金王座旁，刚刚还充斥着暧昧与荒唐的气息，眨眼间被恐惧、疑惑、愤怒与魔意所取代。而那血袍男子依旧站在原地，桀桀怪笑着。他用那仿佛来自深渊的声音再度缓缓开口：“继续做啊，怎么不做了？本尊还想着看儿子凌辱母亲的戏码。”叶长生，你不动，本尊立马将这里使用投影方式传遍整个帝都。言罢，龟须魔主找了个地方坐下，翘起二郎腿，老神在在地盯着叶长生和几位美妇人。系统，眼前血袍男子是谁？快想办法抓住他！叶长生心里急切询问。丁，宿主，此男子正是龟须魔主，他刚脱困出来，目前最多能发挥仙王巅峰战力。你完全一个念头压制龟须魔主，不必惧怕。神级签到系统机械般的提示，似乎觉得这个宿主是不是傻了？叶长生的仙帝体验卡还有半年之久才到期，竟然会怕一个没有完全恢复的魔主？神级签到系统感到非常无语。叶长生可没时间想其他事，听到系统的提示后，双眼一寒。你想看戏是吧？我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声音淡漠，没有一丝情感。猛然间，他体内爆发宛如天塌地陷般的威压。砰！宫殿响起沉闷声。龟须魔主笑容戛然而止，愣住了一瞬间，踢到钢板了。云千荣和其他几位美妇人同样错愕地望着叶长生的背影。那铺天盖地的威压，不是先帝是什么？先帝！惊呼声几乎同时响起。叶长生内心有的得意，回首扫了眼几位美妇人，立马将矛头指向血袍男子。让你坏我好事，我弄死你！嗖！身影闪烁之间，叶长生已经发起进攻，打算一掌劈死搅局之人。不过龟须魔主那是谁？那可是不知过了多久的古老存在，战斗经验只多不少。他见叶长生袭杀而来，先帝气息几乎要轻易压倒宫殿，但他明眼看出这先帝气息不对劲，完全就是没有掌控的状态。本尊当真是看走眼了。你既然会是先帝，不过依旧没有什么卵用。大龟须术，万物归一。龟须魔主念念有词，袖袍卷动，一道魔气屏障瞬间封锁这座宫殿。叶长生眼看就要一掌劈死血袍男子，但男子挥出的魔气疯狂吸收他体内的先帝力量。叶长生，小心！那是大道龟须之术，他是龟须魔主。那几位美妇人发了疯的大喊。叶长生虽然猪狗不如，但好歹是他们的后辈。常言道，浪子回头金不换，觉得叶长生天赋如此了得，又有先帝实力，只要多加开导，还有走回正途的可能。因为血袍男子出现时改变了样貌，几位美妇人一时之间没认出。不过随着大龟须术出现，他们都跟龟须魔主马上就认出现之人是龟须。若是叶长生轻敌，必死无疑。他们也将万劫不复，自然要出声提示一番。只不过为时已晚，叶长生被笼罩殿内的魔气困住，体内力量如同抽丝剥茧，源源不断流向血袍男子。他又怕了，想抽回手，
却发现怎么都抽不回去。姐，你的先帝力量，本尊不知道你哪里得来，不过不管力量，正好都是本尊恢复实力的大补品，你下地狱去吧。龟须魔主桀桀怪笑，抬手捏住叶长生的手掌，咔的一声脆响，死！手掌扭曲断裂，叶长生倒吸一口凉气。草泥马，你快放开老子！力量在快速流逝，叶长生愤怒咆哮，另只手掏出一尊巴掌大的骨钟，缭绕恐怖的混沌气息。嗡！钟鸣响起，闪瞬巨大化，完全笼罩住龟须魔主。龟须魔主又是惊讶了一瞬间，举着双手防止巨大化的神秘骨钟镇压自己。叶长生赶忙抽回被捏断的手掌，施展力量断肢重生，脚底抹油，快速后退。哼，老子不管你是谁，你1000%避不开这件混沌骨钟。他冷然扫视龟须魔主被骨钟缓缓镇压，心里总算松了口气。这件骨钟正是赵日天在血海深处遗失的混沌灵宝，他也是趁乱之下将其顺走。长生，你快通知你父皇，不然等会龟须魔主脱困，我们都得死。云千荣声音无奈、厌恶又忌惮地叮嘱叶长生，因为他们和几位美妇人都被叶长生这个畜生下了药，修为暂时被封印。一边是龟须魔主的威胁，一边是叶长生的大逆不道的凌辱，他们现在可谓是非常的无可奈何，搞不好就要香消玉殒。几位母后，莫要怕，我会好好宠幸你们的。龟须魔主已经被困住，我们还是将方才没办完的事继续做完吧。叶长生一改愤怒，满脸淫笑，踏步走向霞光阵法内原身叶长生的几位美貌母后。混账玩意！突然一声暴喝响起，穿越者叶长生被这道声音吓了一个机灵，转身看去，他正好看到叶朗天不知何时归来，正满脸暴怒盯着殿内发生的情况。老不死的父皇！叶长生嘴角哆嗦，说错话立马改正，身体不由得一阵颤抖。畜生，你竟然敢趁着本帝外出凌辱你母亲和几位母后，你可还算个人？本帝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大逆不道的玩意儿？嗖！叶朗天闪身逼近，怒极反笑，当头一掌劈落，就要弄死叶长生这个畜生。靠，老不死的玩意，老子给你脸了！叶长生也不想再演下去，当场撕破脸皮，对着叶朗天破口大骂。他抬手捏碎空间，掏出仿制版的天煞镇魔戟，随手挥动，唰！一道黑色寒芒自己间飞出，虚空都被撕裂，露出黑漆漆的空间裂缝。叶朗天内心一阵惊讶，这个逆子何时突破的先帝？何时又拥有这么多诡异的宝物？他不敢应接，避开袭杀而至的极光，连忙把正在抗压混沌谷中的龟须魔主拉到身前。砰！极光劈中龟须魔主，不过他并无大碍，还摆脱了混沌谷中。随即他抬手换出一把墨色长枪，反手一枪捅入叶朗天的体内。不！云千荣看到叶朗天被长枪捅了个透心凉，发出担惊受怕的声音。龟须魔主，本帝真是小看你了，被诡异极光击中还能反手回击。可叶朗天的声音虚弱至极，身影也在化作星光缓缓消失。分身，你还真是个老狐狸。龟须魔主抽回长枪，神色讶异，狐疑地盯着叶朗天渐渐消失的身影。别急，龟须魔主，你跟叶长生那个逆子谁都跑不了。本帝早就在北韩帝都布置了囚魔大阵，防止王清放你出来偷本帝后宫。至于叶长生这个逆子，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敢玩弄本帝的帝妃，同样死不足惜。话音刚落，叶朗天的分身彻底消失，真身恐怕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龟须魔主面露难堪之色，回头扫了眼叶长生和叶朗天的几位帝妃，头也不回地化作魔气离开宫殿。君子报仇，10年不晚；小人报仇，只争朝夕。眼下还有时间，现在他奈何不了叶长生，想祸害叶朗天的后宫已经绝无可能，还是去帝都找其他人，吞噬他们的血气，恢复巅峰时期的实力再说。叶长生冷漠地注视龟须魔主溜走，又转身看了眼云千荣和其他美妇人，那股缭绕在心头的邪念渐渐褪去，不再精虫上脑。他鬼笑着说道：母后，你跟其他母后怎么都跑不了，随孩儿一起亡命天涯吧。说罢，他抬手撕裂空间，施展大神通，带着霞光阵法内的美妇们逃之夭夭。就算不能推翻叶朗天那个老不死的先主之位，他也要叶朗天目眦欲裂，回想自己的帝妃被凌辱。什么道德和底线，在他眼里就是狗屁，只有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才是每个穿越者的终极追求。叶朗天的帝妃们可都是仙界以前出了名的美人，他要一个又一个的好好玩弄。等所有人离开后，这座宫殿凭空卷起一阵黑雾，王清从中走出，目送叶长生带走几位美妇人。叶朗天这个老狐狸还真是够狡猾，竟然只是分身归来。看来帝都的事还不够大，得让龟须魔主彻底吞噬整个北韩帝都的血气加气运，这样才能断了北韩的气运根源，让这方仙域彻底大乱。
王清皱眉思索，收起没人带走的混沌古熊，缓步走出殿外，打算去吩咐归墟魔主出手更残忍一些。归墟魔主现在的表现，他可是非常的不满。若是这个魔头不能扰乱北韩帝都，他不介意抬手轰杀魔主，亲手制造混乱和冲突。与此同时，北韩帝都10万里开外，叶朗天将最后一颗混沌种子埋下。他站在冷冽的寒风中，神念扫视北韩帝都的情况。只见他的神念扫视下，北韩帝都完全一道血雾笼罩，魔气冲天，里面无数仙官2代和北韩禁卫被魔气无情地吞噬性命，战火纷飞。刹那间，他青筋暴怒。不过他并没有贸然回归，而是在等一群先天神灵到来，那就是北韩仙域背后的势力大道魔神，俗称大道神族，带他们回归，重新规划仙界秩序。大道魔神才是仙界最初的统治者，只要他们归来，才能整治如今乌烟瘴气的仙界。王清，你这个畜生，你以为凭借归墟魔主就能扰乱北韩仙域？简直是痴心妄想。待大道神族回归，仙界势力将会重新洗牌，道德秩序将会重组。叶朗天冷视北韩帝都的方向，并没有去解救那些仙官2代和其他仙人。如今的仙界黑暗不堪，各种霸主势力不仅不除魔卫道，还鱼肉万界众生。他们牺牲将会换来仙界的秩序更迭，回归那个人人羡慕的仙家之地，众生向往的修炼天堂。有了想法，叶朗天化作长虹离开，打算去看看云浮怎么布置混沌护仙阵。他倒想看看那个神秘女子到底要做什么。至于后宫团被叶长生那个逆子带走，他也是十分的无奈，还好为了培养弟子之位的传人，他重新娶了个帝妃，用血脉秘法助其怀上叶家血脉，早就送往了荒界。有了血脉传承，又为了北韩仙域不分崩离析，他只能暂时让的那些后宫团受点苦了。1天后，北韩仙域边境，数十万仙军严阵以待，肃杀气息震荡虚空，不敢擅离职守，怕东韩仙域发起进攻。他们就算神念扫到帝都被魔气笼罩，没有叶朗天的命令，也不敢派人回去查看怎么回事。叶郎坤，你怎么就那么死板啊？我都跟你说了，我是逆转时间长河归来的人。北韩帝都已经被王清放出归墟魔主祸害，陷入水深火热之地。你大哥叶朗天仙主为了北韩仙域不支离破碎，一直在跟那个布阵的神秘女子互相防备。你若是执意留守在边疆之地，我保证不出2天，王清一定会让北韩仙域内乱。只怕到时候就算大道神族出手帮忙，也难以挽救北韩众生。一艘古舟船头之上，顾君安一脸急切，苦口婆心的劝解。另一位金色战甲中年眉头紧皱，思考顾君安的话有几分真假。想要逆转时间长河回到过去，先帝之下的境界绝无可能。他不知顾君安是吹牛逼还是别有目的。顾兄弟，东韩仙域发战在即，北韩边疆只有本座一位准仙帝镇守。如果我现在率军折返北韩帝都，留下一部分仙军在边疆，恐怕要不了多久东韩仙域就会杀过来。所以在没有先主令前，就是帝都被祸乱，本座也不会班师回朝。叶朗坤眉头紧锁，一方面是对顾君安话语半信半疑，另一方面是对边境局势的担忧，更有对帝都安危的牵挂。但军人的职责让他选择忍耐与克制。他面露无奈之色，有国才有家，这个道理他作为北韩大将军非常懂。况且军令如山，没有先主令，他绝不擅自回援。这你怎么就那么犟？顾君安被气得七窍生烟，若是可以，他真想揍叶郎坤一顿。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叶郎坤，你先带一部分先军队回帝都，我就在这里替你镇守边疆，这样总行了吧？顾君安摊了摊手，无可奈何，想了个折中法。叶郎坤思索再三，又见顾君安一脸真诚，他叹息道：可以吧，本座就先率领10万大军回朝，边境之地的安危就拜托你了。他抱了抱拳，转身离开古舟船头，化作流光去往那数十万仙军阵营。顾君安见叶郎坤离开后，总算松了口气，神念扫视越发混乱的北韩帝都，他又满脸怒气。王清还真的放出了归墟魔主，而他就算逆转时间长河归来，也没法阻止。他真是觉得自己太失败了。大道神族，你们可得赶快从鸿蒙海回来啊，不然北韩仙域真要上演尸山血海，战火焚天。顾君安悠悠一叹，收回扫视北韩帝都的神念，又把目光看向东韩仙域方向。与此同时，9天之上，无尽苍茫中，隐约有哗哗哗的流水声响起。拨开苍茫，可见一方被鸿蒙迷雾笼罩的古老海域，正是鸿蒙海大道本源之地。这里汇聚了鸿蒙神国、竞技王家、缥缈禁区、天运神族、穿越者联盟、大道神族，还有很多古老存在，就不一一称述。这片苍茫之中的势力，几乎都是修炼界最顶尖的存在。他们围绕着鸿蒙海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走完超脱之路，达到道境之境。而且
他们从来不插手9天之下的事，除非涉及传承问题，不然生存在鸿蒙海周边的势力，谁也不会轻易去往9天之下。鸿蒙海无边无际，一座隐藏在苍茫迷雾的岛屿——魔神岛。岛屿上居住的都是一群自称魔神的古老存在，也是仙界最初的统治者。一座辉煌的宫殿前，一男一女正隔着无尽苍茫，神念扫视9天之下的仙界，看到北韩仙域帝都魔气冲天的场景。不过他们还不急着出手，像是在等待想要谋划仙界的势力出现。玄灵姐、竞技王家和天运神族以及穿越者联盟都在争夺仙界这块肥美的蛋糕。你觉得我们何时出手才能震慑那些宵小之辈？何晨撇头问道，身旁女子乃是仙界北韩仙域叶氏皇族的老祖叶玄灵。不过他始终保持沉默，并没有接话，因为他神念扫视9天之下，看到鸿蒙女帝也在北韩仙域，而且还打算助竞技王家少主王清统一仙界。鸿蒙女帝啊，那可是威震鸿蒙海绝世强者，神龙剑手不见尾，很少露面。但现在鸿蒙女帝还真就出现了，而且还是在仙界。刹那间，叶玄灵想了无数种可能，却还是推不出鸿蒙女帝为何在仙界出现。天运神族和穿越者联盟都是以气运修炼，他们联合起来，想要把仙界变成气运养殖地。而竞技王家少主也想要仙界的控制权，三方势力迟早会爆发一场大战。先别急，再等等看还有没有其他蛰伏的势力，若是没有，我们再插手稳定仙界的平衡。叶玄灵摇头晃脑，并不打算现在出手整治仙界，他怕除了以上3个鸿蒙海的古老势力，还有其他隐藏在暗处的势力也在盯着仙界。既然要插手9天之下的事，那就必须等所有想要统一仙界的势力出现，然后大道神族再一网打尽，那样才能够最大程度告诉众生，仙界除了大道神族外，谁都不可以染指。就依你说的做吧。何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同意了叶玄灵的想法。话音落下之际，两人又用神念扫视9天之下的一举一动。对于大道神族来说，他们可以放任仙界自由发展，但其他人想要统一就不行。若是谁敢强行扰乱众多位面中转战的仙界，一定会被大道神族围攻。9天之下，仙界北韩仙域边疆，混沌迷雾笼罩的空间内，南西两韩仙域和中央太初仙域都有势力在观察东韩和西韩的战斗。东韩仙域明显是大，迟迟不出兵大战北韩仙域，这让其他3域的势力迷糊不已。江晴作为东韩仙主，放出话要踏平北韩仙域，如今他却只是让东韩大军镇守东韩边疆，似乎没有动手的意思。一时之间，各方势力都在猜测江晴在谋划什么，莫不是怕了北韩仙域？混沌雾霭遮天蔽日，杜神州在迷雾中穿行，2名美得不像卦的女子站在洲头，扫视东韩边疆方向。水西姐，10亿那个家伙好像也去北韩仙域去了。广元那个老和尚抢走了他的神兽白泽，他很有可能是去讨回坐骑。我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穆冰轩扭头看向水西，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去北韩仙域。王清跟他俩说过，不要插手东韩、北韩的战乱，他也有办法解决这2方仙域。但深渊反派系统小秘书神师瑶，自从得到王清在大千冥界炼化的2道气运本源后，就陷入系统升级中，也不知反派值够不够。若是反派值不够，系统升级出现问题，王清也会分心。穆冰轩不想王清因为其他事而乱心，所以他一心想要杀了顾君安和10亿，赚取反派值，为王清分忧一点事。毕竟深渊反派系统的子系统还在他身上，他也因此得到不少馈赠，马上就要踏入仙地。2种关系结合之下，他有必要助神师瑶升级成功。冰轩妹妹，不用去北韩仙域了，要不了半天，王清可能就能让北韩仙域大乱，我们过去也只能当背景板，不如观战，看看王清一手挑起的仙域战局会不会引来大道神族的注意。水西轻声细语说出自己的想法，穆冰轩见此也点了点头，同意他的看法。王清那个臭家伙1年多了都在谋划统一仙界，也不知他能不能成功。穆冰轩不知想起了什么，内心唏嘘不已。作为缥缈禁区的天女，除了水西和轩辕双银，她就是缥缈禁区的第3把手。对于水西说的大道神族，她可不陌生，甚至还打过交道。那是一群被3000大道选中的代言人，很少插手世间之事。但大道神族是仙界最初的统治者，王清又是9天之上鸿蒙海竞技王家少主。9天之上的势力都有一个明暗规定，那就是不准插手9天之下的事。如今王清在9天之下公然挑起仙界战乱，怕是会引来大道神族的注意。前车之鉴，王清的父亲王振南千万年前来到仙界建立太初天庭时，大道神族就曾想出手干预。最后是鸿蒙神国放话，若是大道神族敢阻止王振南在9天之下建立太初天庭，那么大道神族就是在跟鸿蒙神国为敌，2者不死不休。
鸿蒙神国作为9天之上唯一一个神国，隐隐约约代表9天的意志。大道神族非常忌惮，迫于无奈，只能让王振南在9天之下的仙界建立了太初天庭。冰雪妹妹，你就放心吧，王清那家伙统一仙界是迟早的事，就是不知会有哪些势力插手。水溪拍了拍穆冰轩的肩膀，素手催动渡神舟赶回太初仙域。同一时间，北韩帝都魔气滔天，腥风血雨，民不聊生，尸骸累累。魔灵之气如同实质物在空气中流动，吞噬帝都的人，建筑所有物。北韩仙庭的各种仙官2代和禁卫军连惨叫都没能发出，瞬间被魔灵之气吞噬殆尽。龟须魔主站在最高的一座楼阙之上，体内运转大道龟须诀，不断恢复着千万年流逝的战力。他修炼的大道龟须诀能够通过吞噬众生血气本源来快速恢复自己的力量。尽管他被王清放出不到2天，但在这短短时间内，他已从仙王战力迅速攀升，直逼超脱之路的境界。超脱生灵配合大道龟须的恐怖之处，就在于不惧大道谴责，无视世间规则，可以吞噬生灵恢复力量，越战越强。一旦让他完全恢复，北韩仙域乃至周边仙域都将面临灭顶之灾。啊！惨叫声此起彼伏，帝都近10万仙人，无一不是被魔灵之气侵染，瞬间化作一团血雨洒落地面，血水顺着青石地板流入裂缝中。就算如此，帝都街道那令人作呕的血液依旧能溅起3尺之深。城楼上，王清站在叶朗天布置的囚魔阵之外，篡改阵法助魔主恢复实力。他需要一个超级打手，龟须魔主的恢复他乐见其成。结，北韩帝都开始混乱，这才不枉费本弟子花费了1年多的时间谋划。王清桀怪笑，他一袭黑金长袍，白发飞舞，抬手破碎囚魔阵后，缓缓落至城墙的青石地面上。王施主，你做得太过火了，北韩帝都的仙人是无辜的，你这么草菅人命，难道不怕天谴？忽然之间，天边有一群身着袈裟的和尚赶来，为首之人正是释迦金佛。他看到帝都的血色地狱，痛心疾首，若不是惧怕王清太初弟子的身份，恐怕早就怒火佛莲一掌拍下。哟呵，释迦金佛，你反应有点慢啊！这都1天过去，你才赶来北韩帝都，本弟子实在不敢恭维你的速度。王清转身挑了挑眉，戏谑地望着释迦金佛带着一众高僧落到城墙上。释迦金佛苦笑不已，想阻止又不敢出手，生怕得罪太初仙域，他只能苦涩地说道：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我佛慈悲。王施主是否看在无量佛祖的面上，饶了城中仅剩不到100的仙人？不可能，无量佛祖在鸿蒙神国吃香的喝辣的，只有你们这群手下还替他传送符道。在本弟子看来，还不如广元那个猪狗不如的老秃驴来得实在。你洗洗睡吧，本弟子不会住手，还会叫北韩仙域更加内乱不堪。哈哈哈哈！王清仰天长啸，不再搭理释迦金佛，而是再次转身望着帝都城内的场景。释迦金佛嘴角抽搐，不知如何是好。他作为先帝，自然有能力解救北韩帝都，不过他怕惹来太初天帝的不满。王施主，不如这样，贫僧去劝解东韩仙主，北韩仙主臣服太初天庭，你看如何？若是他俩同意，你是否能收手，不再挑起战乱？释迦金佛双手合十，期待地望着王清，试图以佛法感化。王清回首，像是在看傻子一般。若是换你，马上就能统一仙界，你会收手？这释迦金佛哑然，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解答，甚至在幻想，若是自己能统一仙界，怕也不会轻易松手吧。这个念头刚冒出来的瞬间，释迦金佛苦笑不已。这一笑包含了很多情绪，自嘲、无奈、顿悟，甚至一丝悲哀。世人皆欲成仙，却鲜有人愿舍长生；众生皆盼和平，却少有怨气争霸。他仿佛明白自己刚刚的提议是有多么的天真。王施主，是贫僧想的太简单了。说罢，释迦金佛看了眼身旁的僧人，摇头晃头，转身带着他们离开。其他僧人面面相觑，他们也不知如何解答王清的话。统一仙界这种好事眼看马上就要到手，估计就算无量佛祖到来，恐怕也不免动心。王清望着释迦金佛离去，眸中并没有多少情感波动。谋划1年之久，若是被佛教的和平论放弃统一仙界的计划，他就不是拒绝软弱享受缺德的王清了。骤然间，一阵肃杀气息来袭。王清，顾君安说的没错，果然是你放出龟须魔主祸害北韩帝都。所有将士听令布阵，不要放过龟须魔主和王清。叶郎坤驾驭一艘承载10万仙军的遮天古舟到来，正好看到北韩帝都笼罩在魔气中，血流成河，尸横累累。众多北韩仙官2代和禁卫军，无不是被犹如食物的魔灵之气蚕食干净，就连帝都城内众多建筑物也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天幕被染成了血红色，就连太阳也畏惧十分，吓得躲了起来。轰轰轰！10万仙军密密麻麻地飞出古州，在虚空中组成10队，形成一个杀伐大阵，围拢帝都城。王清站在城楼上，抬手和古州上的叶郎坤对视，讥笑道：“本弟子没记错的话，你是叶朗天那个老家伙的弟弟叶郎坤吧？北韩帝都已经变成一座死城，你觉得你从边疆之地赶回来还有用吗？”哼，少废话！叶郎坤双目充血，腾空而起，飞入云层。10万仙军遮天蔽日，完全笼罩帝都城，形成一个半圆包围圈。叶朗坤位于最前方，愤怒地俯视地面城楼之上，仿佛已经判了王清死刑。蝼蚁就是蝼蚁，再多也无用。王清抬眸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气息猛然膨胀，罗天上仙的气息瞬间踏入仙王层次。他已经压制1年之久没有突破，正好方才系统神石瑶小秘术升级成功，触发反馈机制100万反派值，他直接用来突破，肉身修为横跨2个大境界，从罗天上仙直达仙王。之前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仙帝，就是半步超脱的存在，甚至是超脱路上的存在。肉身修为太低，只能元神对敌。他的仙帝元神经过太多战斗，已经不需要再用战斗魔力。现在就不一样，10万仙军每个仙人修为最高不超过仙王，正是巩固肉身修为最好的方法。上，将他杀了，为北韩帝都数十万无辜仙人报仇雪恨。叶郎坤怒喝一声，准仙帝气息陡然爆发，配合10万仙军的杀伐大阵，恐怖的气息铺天盖地压向帝都废墟，城楼之上的王清。杀！10位仙王巨头带着10万仙军怒吼震天，凝聚成一道金色巨剑，直指地面。金色巨剑如天罚降临，剑鸣震耳。王清被杀伐之阵笼罩，眸中没有什么色彩，只有无尽的讥讽。戮仙杀阵，可惜你们太弱，阵法顶多能对付准仙帝，想对付本弟子当真痴人做梦。王清冷笑，抬手抓碎空间，抽出隐藏在时间长河中的天煞阵魔戟，一跃而起，腾挪半空。他弱小的身影提着漆黑长戟，直指金色巨剑。乍一看有点像蝼蚁在面对巨人，但这些仙军都不是傻子。3月前大千冥界爆发的战斗告诉众人，不要被王清的外表迷惑，毕竟王清的仙帝元神可是硬生生斩断超脱生灵的肉身。如今的仙界已经没人把王清当作年轻1倍，而是排在仙界仙主的位置，所以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不然只有被王清屠杀的份。杀！杀戮漫天，10万仙军各自施展体内的磅礴仙灵之力，催动金色巨剑向王清劈下。唰！巨剑发出破耳的剑鸣声，像是可以毁灭这片天地。若是换了其他仙王，又或是准仙帝，保准会被一击重伤。这些仙军更是明知对王清出手会死，但为了给帝都城内的家人复仇，还是毅然决然出手。王清抬头注视金色巨剑落下，并没有多余的动作，抬起天煞阵魔劈出一道黑色极光。砰！两者相碰，余威震荡天地，空间犹如抽丝剥茧般碎裂。黑色极光破碎，巨剑以摧枯拉朽的姿势朝着王清再次杀来。王清双手虎口破裂，手中长戟差点脱手落到地面，双眼之中闪过一丝惊讶。10万仙军结成阵法施展的戮仙巨剑，竟然能破碎天煞阵魔戟劈出的攻击。来不及惊讶，王清时间瞬移，时间长河虚影浮出，卷着他的身影离开巨剑的攻击范围。10万仙军只能看到王清的身影闪烁不定，瞬间失去了攻击目标，巨剑只能朝着北韩帝都劈下。轰！北韩帝都被一剑劈成2半，滔天魔气溃散而逃。归虚魔主位于最高的楼阁之上，实力恢复大半，看着突然来袭的巨剑，他眸光一寒，捏碎空间，抽出一把血红色的长枪，一枪击碎10万仙军布阵施展的剑光。叶郎坤，你可还记得本尊？归虚魔主像是见到了熟人，身影如同一杆笔直的长枪，径直飞向云海。眨眼间，他就来到10万仙军列阵的最上方，神色讥诮，和叶郎坤四目相对。归虚魔主，你别得意，等我大哥组织起北韩仙域古老存在，一定能够再次将你封印。叶朗坤看了眼归虚魔主，又扫了眼破成废墟的北韩帝都，他双目布满血丝，这是极度愤怒与悲伤下的生理反应。他的亲人子嗣在帝都屠杀中丧生，这种切肤之痛让他几近崩溃，但他没有选择沉沦于哀伤，而是强忍悲痛，誓要复仇。当即他抬手凝聚一把长矛，闪身就跟归虚魔主战斗在一起，打得天崩地裂，仙魔之气凌乱飞舞。10万仙军想要出手帮忙，然而王清的突然现身戮仙杀阵中，抬手轰杀近100名仙人。来不及多想，这群仙军不得不转变阵型，迎接王清的狂暴攻击。刹那间，北韩帝都这片天地被战斗笼罩，火光冲天，不断有仙人坐落。天幕被染成了血红色，各种法则交织，空间被震裂又恢复。
可见仙界空间壁垒还是非常牢固，完全没被这场战斗崩碎。若是换了其他大千世界爆发这种战斗，轻则世界破碎，重则被打成无尽深渊。啊！王清，我要杀了你！10位仙王双目血红，看到自己的手下不断被王清夺走生命，连灵魂都没能逃掉。这些仙君本应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但面对王清的狂暴杀戮，他们竟然失去了所有退路，只能选择同归于尽的方式进行反抗。杀！死也要啃掉王清一块肉！不知哪个仙君将领怒吼一声，刹那间，天地之间，一个个仙君飞身扑向王清自爆，血肉横飞，天地为之震撼。这种自杀式袭击在仙界极为罕见，因为自爆意味着形神俱灭，连转世重修的机会都没有。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义无反顾，只为了给同伴争取一线生机，或是发泄心头之恨。砰砰砰，接二连三的仙人自爆，就算是王清也感到十分的惊讶。不过就算这些仙君将领自爆，也不干他的事。思量再三，王清也没了完的心思，袖袍卷动，一片浓郁黑雾从碎裂的空间缝隙流出，黑雾中浮现神秘丝线，如同死神镰刀，迅速收割每个仙君的性命。呼呼，滂沱黑雨至天幕落下，像是北寒天地在呜咽，黑色丝线缭绕天地间，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10万仙君尽数变成碎肉落向地面。那10个仙王将军同样被收割性命。这些丝线乃是彼岸之力组成，除非仙帝方可抗衡，其他境界的仙人触碰一丝必定身死道消。王清没有再出手，身影闪到一朵黑云之上，望着归虚魔主和夜郎坤不断闪烁的身影。轰隆隆，黑雾之中2束光点不断碰撞交手，最终夜郎坤的身影倒飞而出，正好向着王清这边撞来。他提着天煞镇魔戟，漆黑戟尖直直刺向前方。夜郎坤来不及躲避，被捅了个透心凉。啊！他发出一声凄厉惨叫，一个呼吸的时间就被漆黑长戟夺走了生命。准仙帝元神都没能逃掉，被王清一掌击碎。这本就是一边倒的战斗，发生战乱开始至结束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待夜郎坤也被屠杀，漫天黑雾被王清抬手挥散，露出大地满目疮痍，山河破裂，无尽深渊，血河不断流向那些深渊，仿佛在诉说方才的惨烈战斗。你到底是谁？方才那些黑色丝线又是什么手段？为何如此神鬼难测？归虚魔主从远处黑云闪现而来，停在王清的跟前，神色非常错愕。刚才的黑色丝线就连他都感到心悸，若非王清不想杀他，否则他也会被丝线割成碎尸。你不用知道那是什么力量，只要负责不断作乱，屠戮北韩仙域其他城池就行。你实力应该也恢复到半步超脱，接下来的北韩大乱就靠你了。你可别让我失望，不然我会捏碎彼岸魔种，眨眼就能让你毙命。说罢，王清身后浮现一朵黑色彼岸花，卷着他撞破空间远去。归虚魔主眼皮跳动，内心憋屈，但不敢说一个不字。不过他也只是憋屈一瞬，便化作血雾遁走，去祸害北韩仙域其他古老城池。他不是不想反抗王清，而是不敢。别看他表面流避轰轰，却是非常的怕死。尤其是因为他曾踏入超脱2阶段，对道境之境有着病态的执念，这种对道境的极致追求，反而成为他最大的软肋。死亡对他而言，意味着亿万年努力的彻底终结。等归虚魔主走后，北韩仙域一座雪山之巅上，叶朗天看着亲兄弟被屠杀，他一点反应也没有，茫然若失，望着自己统治了几千万的北韩帝都被粉碎。朕统治北韩仙域几千万载，到底是为了什么？权力、财富、美人、江山，好像都不是，而是为了自己变态的控制欲。若是早点放权给子嗣，怕是叶长生那个逆子也不会造反想睡他亲母后吧。叶朗天自嘲，嘴角苦涩，但却不想改变。他要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控制欲之下，就算帝都灭亡，家人死亡与背叛也在所不惜。就算孤家寡人，他手下还有无数仙君，同样再次能组成强大的北韩仙庭，死一些人无所谓。他自觉还有资格和王清对抗，那就是北韩仙域的底牌大道神族。只要他们出手，一切将会恢复平静，他能再次建立强大的仙庭。哥，你还真是个暴君。云符布置完混沌护仙阵，从远处落到雪山之巅，讥讽地望着叶朗天。他依旧是身着薄纱裙，春光乍泄，双腿笔直而诱人。不过叶朗天却是没有半点色欲，只有无尽的冷漠。北韩帝都被毁，大乱将至，前有东韩仙域随时对北韩仙域动手，后有归虚魔主和王清在内部祸乱北韩。只有让北韩众生感受到绝望，他们才能一心团结，一致对外，爆发死志的斗气。等他们的死亡坚持到大道神族出手整治仙界秩序时，朕就能再次建立新的北韩仙庭。一切牺牲都是值得。叶朗天近乎没有一丝感情的话
一句一顿地说出。他要让北韩仙域众生在绝望中挣扎。他只要组织麾下仅剩的数十万仙军，假意配合北韩众生做样子，就能等到大道神族整治仙界。到时候他就能坐收渔翁之利，再次创建一个全新的仙庭帝都。云浮摇摇头，表示道：混沌护仙阵本宫已经布置成功，接下来北韩仙域的古老存在应该会来找你商议团结对外之事，剩下的就看你怎么操作了。说罢，云浮化作七彩巨蟒撕破大地，钻入地心深处。叶朗天依旧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在想云浮布置完阵法就离开，难道是自己想错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其他坏心思？叶朗天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云浮有什么立场。他只能再次看了眼被毁成废墟的帝都，抬手撕裂空间往北韩边疆赶去。那里还有北韩仙庭的数十万仙军，能不能拖到大道神族整治仙界秩序，然后重新建立新的仙庭，就看仅剩的数十万仙军了。又是一天后，血雨飘摇，动乱不堪。叶朗天的不作为导致北韩仙域每座城池都无法凝聚在一起，形成有力的力量打击归墟魔主，这使得归墟魔主不断出手毁灭古城池。无数城主和将军为了活命不得不拖家带口的去往北韩边疆，只为寻求北韩仙庭军队的庇护。对于昨日帝都被毁，他们自身难保，无心过问。至此，北韩仙域无数疆域彻底内乱，战火连天。仙王世家又或是不朽道统，统统为了保命去往北韩边域。归墟魔主更是杀翻了天，无人是他的对手，短短1日功夫就抹杀了亿万生灵，毁灭无数下界位面，血流成河，城池坍塌，仙人们携家带口奔逃，仿佛末日到来一般，令人窒息。北韩边疆一艘驻扎10万仙军的古舟上，顾君安神念扫视北韩仙域大乱，他内心一阵痛心疾首。昨日就不该劝叶郎坤返回帝都。叶郎坤作为北韩仙庭大将军，还是叶朗天那位仙主的弟弟，叶朗天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帝都被毁，亲弟弟死亡，这是顾君安完全没想到的。仙主不为所动，北韩仙域是没救了。老祖，顾家族人已经全都带到北韩边疆，你有什么指示？忽然之间，一位顾家族人来到古州让汇报。10万仙军顿时齐刷刷看向顾君安的这边，很意外，仙王顾家都逃命至此，那么北韩仙域其他势力可想而知，恐怕都在逃亡的路上。还能有什么指示？你带着顾家族人暂且到这艘古州安顿下来，其他事只能北韩仙主叶朗天到来再说。我不过就是仙庭一位仙官，解决不了多大事。顾君安摆摆手，非常无奈。别看他一副年轻人的模样，实则存活了1000万年之久。就算如此，他也没见过叶朗天这般冷血无情之人。行吧，顾家族人哀叹一声，拱拱手，快速退去。古州上的仙军卫队看了眼顾君安，他们又看向边疆区域其他5艘仙庭古州，各自惴惴不安，都很担心家人遭遇不测。不过没有仙主命令，他们可不敢擅离职守，去战乱中寻找亲人。越来越多的北韩势力来到边疆之地，6艘北韩古州上仙军侍卫，有的仙军为看到亲人安然无恙，心里松了口气，而更多的仙军侍卫都没有看到家人到来，心里越发着急。要是叶朗天还不出现，怕是这数10万仙军会内心动摇，各自去寻找族人，不再为北韩仙庭卖命。边疆之地这边倒还算安全，北韩中央区域却是山河粉碎，海水倒灌，战乱席卷每个角落。北韩绝巅之上，这里已经汇聚几道身影，修为最低都是准仙帝，还有2位仙帝。他们看着归墟魔主祸乱北韩疆域，却没人出手阻止。他们都在等叶朗天到来，也知道叶朗天一定会来北韩绝巅。这里是他们1000万年前和叶朗天讨论封印归墟魔主的地方。事实也如此，上个纪元1000万年前，他们真就封印了重伤状态下的归墟魔主。如今魔主被太初天庭弟子王清放出，短短2日就恢复到半步超脱的层次，接近超脱之路的半步超脱，实力远超仙帝。他们现在封印魔主的几率不大，一切就看叶朗天有没有接近半步超脱，不然北韩仙域注定会被毁灭。呼呼，阴风阵阵，一道龙袍身影自远处天边来袭，眨眼间落到北韩绝巅之上。叶仙主，你怎么现在才出现？归墟魔主已经为首的2位仙帝率先询问，叶朗天却是挥手打断，不必多说，我知道你们想说什么。不过这次我们联手无意送死，还是等大道神族插手仙界之事，我们再做打算。他的话语十分冷漠。为首的2位仙帝和其他准仙帝一脸错愕，这是一个仙主该说出的话，他们揉了揉耳朵，仿佛听错了一般。大道神族是仙界最初的统治者，踏入鸿蒙海后，无数纪元都不曾插手仙界之事。北韩仙域大乱，叶朗天为何认为大道神族会出手整治仙界？叶朗天看到2位仙帝疑惑，
却是没有过多解释。他负手而立，看向内乱不堪的北韩仙域，回首说道：“走，随朕去边疆之地等待大道神族吧。”说罢，他化作长虹撞破空间，往北韩边疆降临而去。两位先帝和其他准先帝对视一眼，心领神会，想看看叶朗天为何如此笃定。他们紧随其后追了上去。同一时间，东韩仙域边疆大批仙军早就汇聚而来，只要东韩仙主一声令下，就会对北韩仙域发起进攻。不过麒麟仙州上，东韩仙主和帝师迟迟没有动作。东韩仙域的仙军阵营纷纷露出疑惑的心思，甚至北韩内乱的消息传到东韩边疆，江晴作为仙主都没有趁火打劫的心思，这更加令东韩仙域众多势力费解。难道这个时候还不是出手的时机，要等到北韩自行瓦解再出手？不过江晴向来放权给众多势力，威望在东韩仙域向来很高，可不像叶朗天那样家族式统治北韩仙域，不懂得放权，导致北韩不团结。所以东韩仙域的将领和众多势力都在等着江晴做出打算，他们只要负责镇压踏平北韩仙域就行，其他事可不用操心。麒麟仙州上各大仙军将领井然有序，神念透过混沌迷雾看向北韩边疆。江晴和帝师站在仙州船头，隔岸观火，并没有露出同情之色。他们两人都在等派往荒界的探子消息，只要荒界真的属于北韩仙域叶氏皇族气运隐藏之地，东韩仙域一定会以雷霆手段和北韩仙域开战，将战场设在荒界。帝师，归墟魔主祸乱北韩仙域，你有什么见解？而且太初天庭想要统一仙界，王清放出归墟魔主对太初仙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吧？江晴十分困惑，王清的操作他看不懂。归墟魔主上个纪元祸乱北韩仙域时，他还只是一名9天玄仙，曾经远远看到魔主威势，那真是一个杀戮成性的大魔头，放出这样一个魔头，肯定得不到什么好处，还会崩坏仙界根基。王清却是义无反顾把魔头放出，这种奇葩作为真是匪夷所思。昨日北韩帝都被毁灭时，魔主十分忌惮王清，看这个架势，应该是魔主投靠了太初天庭，这一切就能说得通，不足为奇。等去往荒界探子带消息归来，就可以对北韩仙域发起进攻了。鬼冥道人也看不出王清的手段，只能猜测可能是魔主投奔了太初天庭。江晴沉默，就连魔主都投靠太初仙域，东韩仙域就算臣服天运神族，恐怕想要阻止王清统一仙界，怕也十分困难。报，仙主，仙界之外有3位大道神族之人到来，警告东韩仙域不要趁火打劫北韩仙域，不然他们会一手拍碎东韩仙域。一名召唤急匆匆地穿过众多仙军阵营，来到仙州船头，低头汇报。江晴脸色巨变，大道神族，他们不是很久没有插手仙界之事，怎么可能突然出手？疑问缭绕心头，江晴露出失态之色。鬼冥道人神色无常，像是早在意料之中，摆摆手，不必在意，仙界已经被鸿蒙海多方势力染指，大道神族不出现，那才是非常意外，暂时按兵不动。他替江晴下令。前来汇报的那位仙官顿了顿身子，并没有离开的意思。江晴见此，摇摇头，吩咐道：“按照帝师说的做，暂且按兵不动。你继续派人盯着荒界，注意派出去的探子何时回归就行。”遵命，陛下。那名仙官见仙主发令，也不敢再纠结，转身急匆匆快速离去。鬼冥道人作为智者，对那名仙官的态度倒不怎么在意。他只是东韩仙域的帝师，可不是仙主，能替江晴发话，算是有很大的权力。江晴敬重他就行了，这些小细节根本就没必要放在心上。两人陷入沉默，看看大道神族有什么动作。与此同时，仙界五方仙域边疆之地，一艘舟船横渡混沌迷雾，径直往北韩边疆而去。舟船之上带头之人正是叶玄灵。叶朗天那个后辈对北韩仙域被祸害无动于衷，原本他还想再等等看，除了天运神族、穿越者联手、禁忌王家这3个势力，还有没有蛰伏的势力想对仙界动手。但北韩仙域眼看马上就要被归墟魔主毁掉，叶朗天作为北韩仙主半点动作都没有，他很是愤怒。这次不光要整治仙界，还要剥夺叶朗天统治北韩仙域的权利。玄灵姐，那不就是禁忌王家少主吗？何晨也在舟船头，目光远视，正好看到一袭黑金长袍、白发披肩的身影，脚踏彼岸明龙，横跨在北韩边疆外的混沌迷雾之上。白发身影正是王清，他像是有所感应，转身望着一艘舟船横渡混沌快速驶来。哟呵，大道神族，你们是来看本弟子一把火点燃北韩仙域？王清讥讽嘲笑。叶玄灵脸色难看，素手挥动停下脚下舟船，冷冷地道：“王清，本宫现在没时间跟你扯皮，等本宫阻止北韩仙域的祸乱，一定会去太初仙域讨个说法。你父亲曾建立太初天庭时，承诺过只会奴役太初仙域，
现在你却是打算奴役整个仙界，违背约定，必死无疑。叶玄灵可没时间和王清唠叨，丢下2句话，脚下舟船虚晃不断，竟然隔空进入了战乱不堪的北寒仙域。王清没有阻止叶家老祖一行人的去路，压根没那个必要。北寒仙域大乱，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只是江琴那个老家伙迟迟没动静，叫人匪夷所思魔主祸乱北寒。按照江琴的性格，应该很乐意趁火打劫，现在却是不为所动。王清再次陷入沉思，是不是得出手让东寒仙域大乱，赶鸭子上架？弟子殿下，东寒仙域派探子去往荒界，那里好像隐藏有叶家的气运秘密。太初仙域边疆，苏玄老道带着玄机天卫乘坐天庭战船来袭，混沌迷雾四散而逃。王清回过神，诧异地看着苏玄殿主到来，更是带有1万玄机天卫爆发恐怖的杀伐之意。苏玄殿主，你带着这么多天卫来搞什么东西？王清出声询问。天庭战船已经来到王清附近，不过战船跟他脚下的彼岸明龙比起来太小，还没有龙尾大。彼岸明龙身躯盘旋，几乎占领了北寒边疆外的所有混沌空间。吼！明龙低吼一声，表达不满，似乎很不乐意苏玄老道插手主人的事。苏玄也被彼岸明龙的气息镇住，苦笑道：弟子殿下，老道这不是看你忙不过来，所以带着天卫来助阵。战船稳稳停在龙首前方，苏玄老道对着王清拱手抱拳。玄机天卫有样学样，跟着抱拳，见过弟子殿下。不必多礼，你们去看看东寒仙域那边怎么不动兵，去告诉江琴仙主，他若是再不跟北寒仙域开战，太初天庭立马镇压东寒仙域。王清话音还未落下，轰轰轰，混沌天幕被2只遮天手掌撕裂，一群白衣男女现身，从高空俯视王清一行人。为首之人正是赵日天和龙傲天，其他人都是穿越者联盟的高层。王清微眯双眼，北寒大乱引来大道神族、穿越者联盟，还有未出现的天运神族，今日怕是免不了有一场大战。这对王清来说是一件好事，想染指仙界的势力都出现，若是将他们全部重伤或是击杀，离统一仙界也就不远了。王清，3月不见，你都能把北寒仙域搞得鸡飞狗跳，真是稀奇。仙界是穿越者联盟的，今日你若是退走，我们保证不会对你出手。赵日天声音戏谑，带着穿越者联盟之人，很快降临王清附近的迷雾中。王清不知可否，神秘一笑：赵日天，你是来送死？本弟子成全你。苏玄殿主带人杀了他们。王清轻飘飘地下命令。苏玄老道双眼明亮，战意和恨意爆棚，拱拱手：遵命，弟子殿下。话音未落，苏玄转头看向身后的天机玄位，走，随老道招呼他们。是，殿主。随着苏玄的吩咐，近万名玄机天卫嗖嗖嗖地化作光点，团团围住穿越者联盟之人。混沌迷雾四散，这片天地法则交织。苏玄老道闪身而上，他在最前方带头围杀赵日天一行人。龙傲天和赵日天对视一笑，哈哈哈，来吧，既然你们想送死，全都去地府报道吧。轰！随着话音落下，战斗一触即发，苏玄老道带人和穿越者联盟展开战斗。刹那间，漫天人影闪烁，各显神通，天地为之一颤。王清并不在意战斗，而是吩咐彼岸明龙缩小身躯。他闪身落到北寒边疆一座山峰，静静地看着大道神族之人落入北寒仙军阵营。北寒仙域有大道神族、云符这2个不确定因素，注意他们的动向才是王清目标。穿越者联盟目前只有几个小卡拉米，不值得他在意。夜郎天，滚出来！叶玄灵冷漠的声音响彻边疆之地。北寒仙军所有仙人目光远视，十分诧异，注意一女子带着2名男子落到九龙仙舟附近。叶朗天早就带着北寒仙域的古老存在，乘坐九龙拉仙舟到来，只是他就算出现也没什么动作，一直在跟众多不朽道统和仙王世家扯皮。如今这样一位神秘女子气冲冲的降临，众多仙君都非常疑惑，想看看她到底要干啥。仙祖，你可算来了！叶朗天火急火燎，从九龙仙舟上一座宫殿内走出，赶忙低头行礼。你这个畜生，还知道本宫是叶家仙祖？北寒仙域大乱，你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本宫今日宣布，你不再是北寒仙主。叶玄灵可不吃叶朗天小心翼翼的那一套，直接冷漠地下达命令。紧接着他再次开口，顾君安暂为仙主，带着北寒仅剩的数十万仙军去围杀归墟魔主。北寒仙域不朽道统，仙王世家尽量配合战斗，谁若敢不从，大道神族第一时间杀的就是你们。声音看似很轻，却是传遍北寒边疆每个角落。传达完命令，叶玄灵没有过多逗留，带着何尘以及另一位大道神族之人化作光点消失。他要去太初仙域找王振南的麻烦，敢违背约定，要是不给个说法，他不介意和禁忌王家翻脸。
只留下叶朗天在风中凌乱，不知所措，根本就没料到叶家老祖到来，直接罢免自己的先主之位。另一艘古舟上，顾君安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命令给惊住。我成先主了，他自言自语，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死！惊喜总是来得这么突然，顾君安倒吸一口凉气，确定没听错。他神念扫视北韩仙域数十万仙军、不朽道统和仙王世家。诸位，既然大道神族下令，本座就却之不恭。你等带人随本座杀回北韩中央区域，去捉拿归墟魔主。说罢，顾君安带着顾家族人率先破开空间离去。北韩仙域仅剩的那些仙军早就对叶朗天那位仙主不满意，现在新任仙主都发令了，他们不再迟疑，纷纷乘坐古舟杀回北韩中心地带。不朽道统和仙王世家同样如此，纷纷各自化作流光撕裂空间去围杀魔主。嗡嗡嗡，刹那间，嗡鸣声此起彼伏，各种古老舟船划破虚空，往返北韩魔气滔天的地方。唯有九龙仙舟迟迟没有动作，叶朗天失魂落魄，身后是不到100名仙军卫，都是他的心腹一下子从权力巅峰沦为失败者。他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老祖到来不是帮自己稳固军心，怎么是剥夺了自己的仙主之位？哟呵，这不是叶仙主，你怎么失魂落魄的状态？忽然之间，穿越者叶长生怀抱一位美妇人出现，正是原身叶长生的母亲。叶朗天看到叶长生这个逆子怀抱自己帝妃出现的瞬间怒火中烧，咆哮道：畜生，她可是为父的帝妃，还是你亲母，你竟敢对玩弄你母亲，本帝一掌劈死你这个畜生！言罢，叶朗天闪瞬逼近叶长生，抬手劈向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子。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儿子早被夺舍，现在的叶长生可不吃道的这一套。他的先帝体验卡可还没有过期，叶朗天的攻击轻易可化解。老东西，云千荣这么美丽，还是仙界有名的美妇人，跟在你这个专门开后宫的老狗身边，真是太委屈他了。如今你地位不保，不如让孩儿带你好好照顾他。叶长生冷笑不止，身影模模糊糊闪现到另一边。叶朗天一掌落空，更是暴怒，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帝妃被叶长生那个逆子揉捏美臀。呜！叶长生，你这个逆子别太过分。云千荣在叶长生这个逆子怀里挣扎，他被亲儿子玩弄，内心一阵羞耻与刺激并存。呵，不急，你这么娇滴滴的模样，是想要气死叶朗天那个老东西吗？叶长生见笑，低头吻在云千荣的唇上。不，逆子，你快住手！本帝待你不薄吧？你却是这样对你母亲，你他妈真是一点羞耻也不要吗？叶朗天破口大骂，哪里还有先帝该有的风采，宛如被戏弄的老狗。你待孩儿不薄？叶长生讥讽，孩儿当初去太初仙域赎六弟，最后被王清用狗从后面侵犯，你不帮忙出手对付王清就算了，还罢免孩儿争夺北韩弟子之位的权利，你更是暗中抢了孩儿的皇子妃凤馨，他不肯从了你，你这个老狗公然使用秘术让他怀了你的骨肉，悄悄送往下界荒界，你废掉孩儿和其他5位皇子争夺弟子之位的希望。孩儿原本没记恨你，但你为了培养新的继承人，把魔爪伸向孩儿的爱人，你说你这个老狗可还算一个合格的父亲？叶长生目眦欲裂，轻浮的神色早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崩溃。他怀中的云千荣更是神色错愕，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朗天，就连近100名仙军也都瞠目结舌，揉了揉耳朵，仿佛听错了一般。曾经的叶仙主玩弄自己的儿媳妇，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叶朗天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不知叶长生这个逆子从哪里得来的真相，自己做的那么隐秘，还制造了凤馨的假死亡消息，怎么会被发现呢？逆子，你们6个兄弟不成大器，为父为了培养新的继承人，凤馨拥有特殊体质才能为先帝留下子嗣，为父这么做有什么错？为了叶家能够一直统治北韩仙域，一切都是值得。叶朗天也不装了，把自己的歪理邪说全部抖出来，自认为一切都是为了叶氏皇族着想，他这么做一点错也没有。哼，老东西，你还真是不要脸，今日孩儿必杀你！叶长生懒得废话，放开原身的母亲，抬手打碎空间，掏出仿制版的天煞镇魔戟。他愤怒至极，闪身就上去跟叶朗天战斗到一块，顿时打得天崩地裂。九龙仙舟摇摇欲坠，叶朗天的数百名心腹当场惨死，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云千荣神色无奈，不知该帮哪一边。叶长生这个逆子这2天可是把他喂饱了，报复叶朗天的所作所为。现在父子2人开战，他真的不知要帮哪一边了。按理说云千荣应该恨透了叶长生，毕竟叶长生这个逆子还跟自己有这么离谱的关系。可问题是，他也被叶朗天这个亲老公各种背叛、羞辱、玩弄，早已苦不堪言。现在他又被逆子叶长生以一种报复式宠爱的方式喂饱，情感上竟然还产生了依赖情绪。
所以这父子两人真打起来。云千荣一脸懵逼地站在旁边，心里想：我该帮谁？帮夫君？可夫君是个禽兽，还玩弄自己的儿媳妇。帮儿子？儿子刚刚还在喂饱自己，而且还是以一种超级羞耻的方式。不帮。两边都在打，自己夹在中间，这种情感错乱、身份混乱、伦理灾难的叠加，真的让他感觉既荒谬又刺激。结，好一场伦理大剧！你们继续打，本弟子在这边看戏。突然之间，一阵黑雾来袭，王清从中走出，抬手换出一把椅子，翘着二郎腿坐在上面，观看这场父子大战。先帝战斗气息已经被王清封锁，所以暂时不会波及其他地方。他倒要看看黑化版的气运之子叶长生到底能不能杀了自己的老父亲。云千荣看到王清出现的瞬间，娇躯一颤，紧紧盯着王清那俊美很有欺骗性的脸庞。就是你放出的龟须魔主。一手推动北韩仙域大乱。云千荣来到王清身旁，出声质问，也没心思去关心父子相残的局面。王清抬眸看了眼云千荣，点评道：不错，确实有几分姿色。不过他们父子二人相杀，你不过去帮忙？言罢，王清露出邪恶的笑容。别看云千荣一副花瓶样，上个纪元可是仙界有名的女帝之一，准仙帝修为。她虽然不能插足仙帝战斗，但要劝解还是能做到。不过他现在不去帮叶长生父子，反倒是过来质问，确实让人有些出乎意料。杀吧，杀吧，他们父子死了更好，我也能解脱，归隐深山，不再过问世事。云千荣摇头苦笑，内心挣扎了很久，也就看开了。父子关系破裂，还是血海深仇那种，完全劝解不了，不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呵呵，你倒是看得开。王清嗤笑一声，不再搭理云千荣，而是看着叶长生和叶朗天两人大战。啊，老狗，你敢踹孩儿的小丁丁，你不要脸，孩儿要杀了你！叶长生被叶朗天踹了一脚裤裆，满脸愤怒。他也不使用什么兵器了，凭借肉身和叶朗天互殴。叶朗天见逆子不知哪里来的先帝实力，迟迟拿战胜不了，他也不顾及什么面子，手捏成拳和叶长生互殴。哪里还有先帝战斗毁天灭地的场景？只有宛若混混打架，一拳我一脚，谁也不让谁，场面十分滑稽。不过不是他俩要混混互殴，而是王清封印了九龙仙舟，即使先帝也发挥不出多大战力，可见王清的手段足够神鬼莫测。王清，你只要帮我杀了叶朗天这个老狗，我就告诉你穿越者联盟在哪里，还有他们有什么谋划。叶长生被按在地上痛打，他战斗经验没有叶朗天丰富，虽然年轻力壮，能够短时间抗衡，但时间一长就不是叶朗天的对手。他只能求助一旁看戏的王清，还要爆出穿越者联盟隐藏的秘密。王清顿时来了精神，刚刚赵日天那行人只是穿越者联盟的高层和精英成员，穿越者联盟首领和鸿蒙女帝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若是能够从叶长生这里得到有关穿越者联盟的所有秘密，那他就可以让禁忌王家出手，一举摧毁穿越者联盟，除去一个大敌。行，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否则本弟子会让你比死还难受。王清站起身，走向正在互相殴打的两人。云千荣看到这一幕，顿时急了起来，柔弱地道：王清，你不能插手，就让他们父子二人互相折磨不好吗？王清回首摇头，不行，戏本弟子看够了，叶朗天确实该上路了。说罢，王清走向战斗区域，居高临下的俯视叶朗天按着叶长生殴打，冷笑道：叶仙主，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你且上路吧，本弟子会让大道神族和北韩仙域众生下去陪你。黄泉路上你不孤单。他戏谑的声音宛如恶魔在低语。叶朗天被吓得一个机灵，移形换景，不再殴打叶长生那个逆子，警惕地望着王清。他打量九龙仙舟上的情况，一道黑色光幕笼罩整个舟身，还能压制先帝发挥战力。顿时他内心凉了半截，这下恐怕凶多吉少。王清，你敢杀本帝，难道不怕叶家先祖找你麻烦？叶朗天试图用先祖压人，王清可不吃这一套，冷嘲热讽：你家先祖剥夺你的先主之位，你以为他会救你？别搞笑了，还是乖乖自刎，免得遭受皮肉之苦。说罢，王清顺手凝聚黑白两色，唤出彼岸之剑，直指叶朗天。叶朗天看到这把剑的时候，顿感头皮发麻。他可还记得3月前，王清就是用这把剑斩杀超脱生灵的肉身。你，叶朗天哑然说不出话。你什么你，老东西，你去死吧！突然，叶长生翻身而起，提着仿制版的天煞阵魔戟，背后一击刺入叶朗天的身躯。噗嗤，叶朗天口吐鲜血，差点溅到王清身上。他闪身躲开，血液喷溅到血千荣身上。云千荣目光复杂，没有搭救的动作。你们父子俩
这又是何必呢？结局已定，他苦笑一声，失魂落魄，转身像是丢了魂一般远去。畜生，你竟敢弑父！叶朗天回首，神色十分难看地盯着叶长生这个畜生。很快他就觉察到不对，因为叶长生手中的长戟正在爆发恐怖的吞噬之力，吞噬他的生机和修为。老东西，你敢玩弄孩儿的爱人，早就该死了！今日你就下地狱去吧！叶长生恨意发狂，借助神级签到系统的吞噬之力，不断吞噬叶朗天的修为。你这个逆子，若有来世，本帝会将你碎尸万段！叶朗天面目狰狞，生机无情的流逝，很快就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尸体。曾经俯视万界的北韩仙主，仙侠修炼天花板的战力仙帝，如今却是以这样一个结局收场。就连王清都挑了挑眉，有些唏嘘叶朗天到头来还是被他儿子所杀。说他心软吧，好像也不是。谁见过一个心软的人能一手推动仙界大乱，草菅人命？说他不心软吧，此刻却是露出复杂之色。这种复杂不是善良，而是复杂人性，竟然可以扭曲到弄死一位活了几千万年的仙帝。不过一切好像都是他造成的，人你也杀了，将你知道有关穿越者联盟之事都说出来吧。王清又坐回方才拿出的那把座椅上，淡淡的说道。叶长生吞噬叶朗天的修为后，修为直线飙升，已经直达仙帝。他不再是那个使用体验卡的仙帝，现在算是正式踏入仙帝，只是还没有完全掌握相应的战斗经验。这个说来话长，穿越者联盟位于鸿蒙海周边一个古老世界内，那当世界名唤苍穹古界，拥有科技神术，所有穿越者最终都会去到那里。我梅朵舍原身叶长生之前就是来自苍穹古界，是一名外星探索者。那方科技世界的各种先进量子武器几乎能秒杀仙王之下的存在，再加上科技和修仙两者互相结合，苍穹古界怕是已经研制出秒杀仙王的武器。叶长生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来历。王清引入沉思，搜寻脑海中的记忆，愣是没苍穹古界的信息。赵日天和龙傲天每次都是通过时间长河回到穿越者联盟所在的世界，或许苍穹古界的入口应该也在时间长河之中，这找起来怕是有些麻烦。不过毁灭不掉穿越者所在的世界，但可以对穿越者联盟建立在鸿蒙海的总部动手。有了这个想法，他也不再纠结现在能否除掉穿越者联盟。他抬眸冷漠地道，你去将顾君安杀了，若是办不到，本弟子能让你弑父，同样能隔着无尽时空一剑斩杀你。说罢，王清站起身，撤掉九龙仙舟上的阵法，化作黑雾离去。叶长生眉头微皱，不过并没有反抗王清的意思。他打算完成王清交代地任务，去荒界寻到凤心，立马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等鸿蒙良劫过后再回到仙界看看是什么个情况。想到就做，他挥手驱动九龙仙舟往北韩仙域中心战场赶去。北韩仙域中央区域已经大乱，山河破碎，地心熔岩爆发，血雨洒遍每个角落。无数北韩仙军不朽道统，仙王世家在顾君安带领下对归墟魔主发起进攻，仙人喋血，血染苍穹，天地悲鸣。不过这一切都不关王清的事，他现在已经在去东韩仙域的路上，倒要看看东韩仙主为何迟迟不动兵，是不是有其他谋划。大道神族去太初仙域找麻烦，明显是去送死，他也不用担心。北韩仙域大战没有几个月结束不了，趁着这个时机，一举再摧毁东韩仙域，就能统一仙界。因为王清有直觉，西韩仙主应该没有阻止自己统一仙界的想法，南韩仙主又是自己的女人，现在就剩下东韩仙域，只要解决他们，就算把大局定下了。东韩仙域边疆，江秦派往荒界的探子刚刚归来，他带着近20万仙军下界而去，只有帝师鬼明道人在麒麟仙舟上警惕地望着王清从混沌迷雾中降临东韩边疆。东韩还剩下近60多万仙军，都是各种不朽道统和仙王世家组成，井然有序，同仇敌忾。他们纷纷露出仇视的目光，紧紧盯着王清，稳稳停在一座山峰上。王弟子，你又来东韩仙域做什么？鬼明道人率先发难。王清远远地望着麒麟仙舟，冷漠道，自然是来奴役东韩仙域。鬼明道人神色阴晴如水，青筋暴跳，恨不得出手拍死王清。不过他也只能想想，因为他压根就不可能是王清的对手。他就这么沉默着，愤怒地盯着王清。王清也不急，等着鬼明道人能搞出什么幺蛾子。不过他很快就用神念探查时间长河，注意到江秦带着20万仙军去往荒界。荒界，这不是叶朗天培养子嗣的地方吗？难道那个老家伙还有子嗣在下界？有了这个想法，王清讥笑道，鬼明帝师江秦仙主亲自去往荒界，很可疑啊。本弟子先放过东韩仙域，等我从荒界归来，就是奴役东韩仙域之时。话落，王清身后浮现时间长河虚影，他迈步踏入其中，顺着时间长河去往荒界。
统一仙界也不是1天2天就能完成，先把东寒仙主解决了再说。糟了，王清这是也要去争夺荒界。鬼冥道人看到王清钻入时间长河，又提到荒界，顿感大事不妙。他赶忙抬手掐诀，传递消息给去往下界的江晴。无垠星空，偏僻边缘，荒界。江晴带着2艘仙艇古舟，屹立在一颗生机盎然的古星辰上，神色有些不忍。北寒仙域大乱，荒界没了明面上的真正统治者，他为了弥补东寒仙域流失的那部分重要气运，不得不对一个下界出手。为此，他自觉都感到有点脸疼，杀鸡焉用牛刀。拿捏一个下界，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仙人，只需一位仙王就够。不过，他怕叶朗天在荒界留有什么手段，为了没必要的伤亡，还是决定自己出手比较稳。就在江晴犹豫不决时，深空上方仙界方向传来一道熟悉的气息。他仰头看去，正好看到帝师传递消息的手段正急速往这边落下。很快，光束化作一抹玉简抵达身前，江晴抬手接过，神念扫视了一番，顿时他脸色难看至极。走，随本帝布置阵法，阻止一切可疑力量进入荒界。遵命，仙主陛下。东寒仙军拱手领命，各自分散整备布阵。江晴位于正中心，等着仙军队布置阵眼，力量往他这边汇聚。他方才得到消息，王清从时间长河踏入荒界，防不胜防，可不能让王清出手截胡东寒仙域气运恢复的希望。然而江晴不知道，四周一颗死寂沉沉的古星上，正有一名女子也在盯着荒界。女子一袭薄纱，身姿优美，就是神色不怎么好看。她正是云浮。原本她从北寒仙域离开，想引王清去北寒战场中心区域，开启血海密阵，再次轰杀。谁也没料到王清的行动完全就是根据喜好行事，只是让归墟魔主和叶长生对北寒仙域仅剩的力量出手。王清不踏入北寒战场中心血流最多的地方，血海密阵没法发挥全部力量助他轰杀王清，所以他得知王清的下一步动作，干脆将血海密阵最重要的阵眼设在荒界。荒界作为叶朗天选中支撑叶氏皇族气运的重要之地，经过几亿年的时间，这里的气运比一般的大千世界要浓郁，布置血海密阵最重要的阵眼也不是不行，只是跨界布阵需要很长时间，对此云浮感到一丝无奈。江晴想要拿下荒界需要费一些时间，还来得及布阵。王清应该会寻到荒界隐藏的秘密，或许可以借助那个秘密配合血海密阵，彻底要他的小命。云浮思索再三，很快就想到了办法。荒界隐藏有秘密，就连他也看不穿，那个秘密关乎大道神族的传承。掠夺荒界，触及大道神族留下的秘密，肯定会被叶玄灵3人知道。他可以借助大道神族之手，配合阵法击杀王清。他化作一束光点，踏入时间长河，从另一条时间线进入荒界。江晴就算是先帝也没法发现，毕竟时间长河这东西太过神秘，就算先帝也只能在其中穿梭，扭转自身时间线。想要掌控时间长河，必须拥有时间大道本源才行。同一时间，荒界，王清已经来到一座凡人修士国度无相国，皇族同样为叶家。他要是推也没错，无相国的叶家正是北寒仙域叶氏皇族在下界的支脉。那位名叫什么凤心的女子，正是被叶朗天送到这里养胎。王清刚现身帝都城外，城墙上一名凤袍女子正巧看到他。王清说曹操就到，凤袍女子正是凤心。他伸手捂住嘴巴，不敢相信会在这里遇见王清。他还记得1年前，他和叶长生在仙界去太初仙域熟人，最后叶长生被王清用狗从后面入侵，此事当时可是非常的辣眼睛。不过很快他露出苦涩的笑容，不再去想叶长生。好久不见，王清面露微笑，身影模糊间移形换景到城墙上。凤心见王清到来，他眨了眨美眸，细细打量王清的修为，不免又是一阵苦涩。确实好久没见，王清，你都踏入仙王，我记得没错，你如今也才24，最多不过25吧。凤心思绪万千，他跟王清还是比较熟络的。原本他就是太初仙域凤凰古族的族人，曾经他还跟着太初天庭的天卫，随着王清去杀人放火。时间一晃而过，这都快7、8年了。这段期间也发生了很多事。他爱上了北寒仙庭大皇子之后，就脱离了太初仙域，背叛了凤凰古族。他如愿成为了叶长生的妃子。不过几个月前，叶长生的父皇叶朗天废掉北寒仙庭6个皇子，争夺北寒弟子之位的权利。叶朗天想要重新娶一个帝妃，培养新的子嗣，就把主意打到他身上的9阴凤体。他宁死不从，从后被叶朗天强行侮辱，使用邪术怀上胎儿。最后叶朗天更是派人将他带到荒界，防止自己玩弄媳妇的消息走漏出去。本弟子差点掌控时间长河，年龄对本弟子来说不重要，
倒是你可有后悔曾经背叛凤凰古族？王清淡淡的说道，双眸没有多少色彩。后悔有什么用？一切都是我活该。我现在不敢再去想往事，只想安稳的生下这个孩子，归隐在荒界。凤心摇摇头，满脸自嘲。事已发生，再纠结也没用。他现在想过平凡人的日子。仙界的争斗实在太累，轻则家破人亡，重则连带身后世界一起被毁灭。王清沉默以对。凤心曾是凤凰古族的侍女，因为偶然的机遇，在她曾经带着太初天位对敌时跟随在队伍里。若不是叶朗天那个仙主玩弄自己的儿媳妇，他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她，早就忘了这样一个背叛太初天庭加入北韩仙域的小人物。你的遭遇本弟子能理解，恐怕你想要的安稳生活，要不了几日就会支离破碎。因为东韩仙域仙主已经带着仙君下界，马上就会毁掉这个世界。你若是想安稳下来，只能等叶长生完成本弟子吩咐的任务，带你离开此界，去过你想要的生活。王清思索了一会，还是将真相告诉凤心，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叶长生还有些作用，等鸿蒙良劫过后，他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东韩仙主带军下界。凤心呢喃细语，露出些许恐慌。王清摇头，不再逗留，化作黑雾离开，打算去此界的叶家祖的看看有什么秘密。凤心看着王清离去，久久不能释怀。为什么权力能够让先帝那样的修炼天花板都变成欲望的傀儡？难道世间所有巅峰强者都那么冷漠？他非常不解，非常恨叶朗天。叶朗天作为北韩仙域仙主，却是要捉弄亲儿子叶长生的皇子妃，也就是他。他不明白，为什么像叶朗天这样的仙帝站在修炼巅峰，本应是守护众生、维持秩序的存在，却变成了欲望的奴隶，不仅背叛伦理，甚至亲手毁掉了自己儿媳的一生。叶朗天强行使用秘术，弄得她怀孕，安排在荒界，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叶长生和其他5个儿子不成器，一切都是为了叶氏皇族的未来。这种猪狗不如的父亲，他真不知是如何修炼到仙帝的。即便身处绝境，凤心最在意的是自己未出世的孩子。他所求不多，只是想平安生下孩子，过平凡日子。但就连这么卑微的愿望，也随时可能被仙界的权谋碾碎。真的没有可能了吗？凤心嘴角苦涩，摇摇欲坠地走下城楼，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走，仿佛在等待死亡降临。无相国祖地，以王清现在肉身仙王的状态，只要没有仙帝坐镇的地方，哪里他都轻而易举的悄然进入。他来到此界叶家祖陵后，神念扫视每个角落，最终看到一座昏暗的地牢。地牢里面关押着几堆白骨，悠久岁月过去，白骨岿然不散，可见生前也是恐怖绝伦的大人物。王清化作黑雾，轻易钻入其中，袖袍卷动，动用时间回溯，查看这几具白骨的过往。穿越者联盟长老，天运神族的长老，都死在这里了。王清瞳龙猛然收缩，露出骇然之意。这几具白骨都是鸿蒙海势力的长老，最低都是超脱2阶段的存在。如今在这小小的凡界却是化作白骨，就算是他也不免一阵头皮发麻。这可是超脱生灵，世间最强大的存在，可不是仙帝，也不是仙王。仙王又或是仙帝，元神受到致命伤害，可能还会死亡。超脱之路的生灵，灵魂湮灭，肉身被毁，也能眨眼恢复。只要不欲同为超脱生灵自爆，就是不死不灭，跳脱轮回的存在。但就是这么恐怖至极的生灵，如今却在这里也化作一堆白骨。别说王清会惊讶，就算他爹王震南到来，怕也会跳脚。是这个世界疯了，还是本弟子眼花了？王清露出一丝苦笑，踢了踢这几堆白骨，再次时间回溯。不知过了多久，天色已晚，王清从昏暗的地牢走出，已经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此界埋葬有大道神族隐藏的一尊鸿蒙灵气，那堆白骨便是争夺那尊鸿蒙气时死亡。什么鸿蒙灵气，能让超脱生灵不顾死亡的争夺？王清背靠一座枯坟，回首又看了眼那座昏暗的地牢，最终他摇摇头，继续在叶家祖陵巡视，还有没有其他诡异的地方。仙界，太初仙域，蓬莱仙岛，大道神族掌权人叶玄灵已经到来，不过在岛屿外围就被王震南的投影拦下，已经对视了很久。海水卷浪铺天盖地，仙舟楼船风雨飘摇，气息异常的压抑，就连天地也在渐渐暗淡无光。王震南，当初你跟大道神族有约定，只创立太初天庭，如今你儿望向统治仙界，你这是在挑衅大道神族的权威。叶玄灵声音冷得四周凝聚冰霜，仿佛能冰冻穿世界。他长得还行，身材却是异常丰满，呼之欲出。海浪在他脚底翻涌，衣裙飘飘，白皙小腿若隐若现。王震南的投影淡淡的回应：什么狗屁约定，无可不记得。你若是不服，即可开战。声音缭绕仙道法则，瞬间令整片天地平稳。你，叶玄灵气得说不出话。你什么你？
想开战无缝赔到底，不敢就有多远滚多远。慢走不送，王振南可没时间搭理什么大道神族。鸿蒙亮节已经从无垠星海深处涌出，不出1年，万界必定重新洗牌，各种势力只能龟缩起来，守护自身所在的世界。按照目前王清统一仙界，仙道规则混乱，躲过亮节的几率非常渺茫。王振南不想儿子统一仙界的想法泡汤，他要去无垠星海阻止亮节波及仙界。至于王清统一仙界内乱，导致仙界内乱不堪，那也是小事。在他眼里，王清平定内部动乱非常轻松。叶玄灵眼睁睁看着王振南的头影消失，他还只能咬牙切齿痛恨，不敢还嘴。现在竞技王家在鸿蒙海可是日日中天，前有缥缈禁区联姻，后有鸿蒙神国撑腰，三者一条船，鸿蒙海的势力可轻易招惹，不然定会惹来灭族之祸。而且鸿蒙女帝也在仙界，叶玄灵要是说出开战2个字，怕是他还没逃出仙界，王振南和鸿蒙女帝会隔空对他出手，将其囚禁在蓬莱仙岛。该死，该死！竞技王家太过分！叶玄灵恼怒不已，怒气冲天，转身就要踏着海浪离开，去别处想办法。然而何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撕裂天空，降临叶玄灵身旁，拱手道：玄灵姐，王清跑到荒界无相国去了，好像还发现了气运熔炉的秘密，快走，随本宫去荒界。叶玄灵被吓了一跳，气运熔炉之事要是曝光，大道神族一定会被鸿蒙海众多势力讨伐，到时候怕是爆发一场鸿蒙战争，万界轻易就会被毁掉。鸿蒙亮节跟气运熔炉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他可不能让王清将那个撼动万界的秘密曝光。咔咔咔，叶玄灵带着河尘撕裂空间，坠落无尽星空，去往荒界。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荒界无相国祖陵一座祭祀台前，狂风呼啸，气运之力四处乱窜，浓郁成一层薄薄的雾气。王清白发如雪，黑金长袍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围着祭台转了一圈。他眸中倒映璀璨星海，闪过一些神秘场景，咧嘴坏笑道：结，气运熔炉，大道神族想要将荒界变成气运根源之地，培育出气运神树，收割世间所有气运。叶玄灵，想不到你就是传说中的神运种子，为了培养气运神树，亿万年保持处子之身，丑貌示人，真容竟然不比穆冰轩3姐妹差，本弟子要是不要玩坏你，那真是说不过去。王清满脸淫荡，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气运神树一旦生长，就能源源不断地吞噬世间一切气运，只有夺到手之后，对付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就不会那么被动，甚至可以完全击杀。神运种子就是控制气运神树的媒介，王清对叶玄灵产生了浓浓的兴趣。叶玄灵昨日像神奇一般剥夺了叶朗天的仙主之位，还有去太初仙域讨个公道，今日他王清就要将神奇按在地上摩擦，好好调教成自己的侍妾。如此想着，王清哪里也不去了，就在这里等叶玄灵到来。叶玄灵也是超脱路上的顶端生灵，只比水系弱一些。为了拿下他，王清尽量将自己的状态保持全胜姿态。他不是亲自要对叶玄灵动手，而是要借助气运熔炉布置深渊反派大阵。此阵法是神师瑶自创，用来对付气运之子，又或是天命之人的最佳手段。王清刚盘腿坐下，一道白芒闪过，一名白裙女子出现。她身材高挑，眉目如画，冰肌玉骨，美腿修长笔直，完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不是别人，正是深渊反派系统小秘书神师瑶。主人，你确定要布置深渊反派大阵？神师瑶好奇地询问，趴在王清肩头，那对饱满柔软感叫王清内心春心荡漾。他伸手揉了揉神师瑶的脑袋，捏了捏家人的脸蛋，笑道：阵法一定要布置，不然拿不下叶玄灵。那好吧，瑶儿听你的，这就开始布置阵法。神师瑶甜甜一笑，化作残影漫天飞舞。王清会心一笑，还是系统小秘书乖顺。就在他吩咐神师瑶布阵的时候，荒界外的璀璨星海内，叶玄灵已经带着河尘降临而来，直接来到无相国。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叶玄灵身上的神秘气质可是引来不少男性牲口的注意，不过都被他一掌拍碎灵魂，死的不能再死。他一袭宫装红裙，身姿优美，前凸后翘，丰腰翘臀，走起路来带有香风飘过。特别是他那双腿，就算隔着衣裙也能想象到那比例有多夸张。不过配合他一张冷漠且愤怒的容颜，叫人不敢轻易接近。玄灵姐，我怎么感觉有股莫名的恐惧？王清不会布置了什么离谱的手段吧？河尘小心翼翼地问道。叶玄灵着急赶路，过了好久才冷淡地说道：他只能重伤超脱2阶段，就算有什么离谱的计划，在绝对的力量面前都是徒劳。说罢，他身影模糊了一瞬间，下一刻就出现在无相国祖陵之中。他刚踏入祖陵的瞬间，就感到气运磅礴的气运开始混乱，就连视线都有点模糊。不过
他只是抬手祭出更强横的气运本源之力，瞬间将那股压制力震散，不敢有丝毫耽搁。他马不停蹄地化成一把利剑，直往祖灵最深处。王清已经布阵完成，正在等着猎物到来。祖灵内有异动，同时引来无相国沉睡的古老存在苏醒。他们茫然无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神念扫视荒界，所有信息纳入脑海。这些无相国的古老存在都是叶朗天的心腹。此刻注意到荒界外有大批大批的仙军到来，他们露出凝重之色，还没注意到祖灵内地王清和叶玄灵。不是叶朗天留下的心腹太弱，而是王清和叶玄灵太过强大。普通准仙帝又或是仙王根本就没法捕捉到超脱生灵的气息，就像一个二维生物永远理解不了三维空间的存在。走，去荒界外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祖灵那些沉睡之人沙哑着开口，纷纷化作长虹破界而去，想要去阻止星海内的那些仙军。而陵墓深处阴风阵阵，参天古木哗哗作响，时不时有黑雾蔓延。叶玄灵可没心思在意其他动静，一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因为越是深入，他越是感觉仿佛踏入到无尽深渊一般。深渊仿佛有生命在凝视他，那种窒息感叫他一个超脱路上的顶尖生灵都有点毛骨悚然。怎么回事？这股深渊气息有点像彼岸之地系统界神尸瑶的气息。叶玄灵秀眉紧皱，有点担心系统界之主神尸瑶会在这里。这不是他无端猜测，而是他跟神尸瑶交过手，知道那个女子太过诡异，别人以为神尸瑶只是一个深渊反派系统的创立者，却是不知他才是系统界的最终 BOSS。 叶前辈，昨日才见过，你莫不是又想念本弟子了？啪！忽然之间，一道身影出现叶玄灵身边，一掌拍向他挺翘的水蜜臀。咿呀！叶玄灵宛若小猫叫唤，一脸娇怒，侧身躲过突来的身影。他愤怒：王清，你这个混蛋！哟呵，你见过本弟子这么帅的混蛋？你敢说你方才不是心动了？王清恬不知耻，捏了捏手心，还在回味方才的柔软触感。呸！贱骨头，本宫才没有心动。快说，你在这里布置了什么阵法？气运熔炉又被你藏到那里去了？叶玄灵怒不可遏，神念扫视祖灵深处每个角落，愣是没发现气运熔炉和那座祭台。想要气运熔炉，很简单，你用你的身体服侍好本弟子，本弟子就告诉你想要的答案。王清扫视叶玄灵丰满的娇躯，眼中闪过一丝邪火。呸！你做梦！你父亲都拿不下本宫，就你想要本宫服侍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叶玄灵露出鄙视的眼神，不屑地看着王清，像是在嘲笑一个小丑。然而等会有他哭着求饶的时候，哟呵，你嘴巴挺硬的，本弟子就喜欢拿捏你这种故作高冷的女神，等会希望你还能这么强硬。说吧。王清袖袍卷动，一阵黑雾笼罩这座祖灵，天地漆黑，分不清是夜晚还是白天。黑雾出现的同时，叶玄灵眉心紧锁，神念紧紧盯着王清，防止偷袭。然而他还是失算了，王清的身影如鬼魅，在雾气中穿行。叶玄灵刚看着他消失，下一刻就感觉又被揩油。王清，你这个无赖，有种出来单挑！叶玄灵面色铁青，抽出一把长剑，左右挥舞，短时间阻止了王清占便宜。他气得跺脚，王清实在是太混蛋，堂堂仙界第一美男，竟然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单挑？你当本弟子是傻子？不服，你可以破开黑雾来寻本弟子。王清嘲弄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叶玄灵素手唤出一道气运光幕笼罩自身，神念警惕的扫视，仔细打量漫天黑雾。迷雾中的力量他非常熟悉，不是神尸瑶的气息又是谁？而且神尸瑶的气息比起以往只强不弱，甚至隐隐超过他。他顿感一阵无力，若单单王清，他抬手便可击杀。问题是神尸瑶不知何时和王清鬼混到一起，这就让他非常无力，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没地方使劲。他甚至后悔一个人单独闯进来，若是多留意一下，不粗心大意，根本就不会落入陷阱中。王清，你只要交出气运熔炉，本宫就不跟你计较祸乱北韩仙域之事。你看这样成不成？本宫向你服软，你只要不让本宫侍寝，一切要求本宫都答应你。叶玄灵服软了，露出极酷热的表情，开口向王清妥协。不可能的，本弟子看上你了，不侍寝，你永远别想逃出深渊，反派大阵。王清冷笑的声音刺透黑雾降临，但身影却是迟迟不见踪迹。哼，你想都别想，世间男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反正你也弄不死本宫，本宫就在这里跟着耗着。叶玄灵也来了脾气，蹲在地上也不动，好奇地打量四周黑雾。他不喜欢男子，亿万年都是孤身一人，就算有男性追随者，那也手中棋子。而且他一直觉得所有男子除了精虫上脑什么也不会。叶玄灵以为就会这样耗着，哪里又会想到
王清竟会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入气运光幕，到处占便宜。呜，贱骨头，快滚开！叶玄灵体内爆发恐怖绝伦的超脱气息，震开王清如鬼魅的身影，反手就是毁天灭地的一巴掌。很可惜，他又打空了。女人这么凶，会找不到男人的。亲一个。王清现身叶玄灵身前，捧起他的脸颊，对着他脸蛋亲了一口。叶玄灵凤眸瞪大大大的，茫然地盯着王清。本宫被亲了。他喃喃低语。他反应过来，猛然推开王清，一脸仇视：混蛋，本宫劈死你！叶璇举起长剑，就要将王清一分为二。王清占完便宜就溜，没有正面硬刚的打算。唰，一剑落空。叶玄灵转了一圈，没发现王清的身影。他不敢在原地等虐，丢下长剑，脚底抹油开溜。哎，你别跑啊！王清现身黑雾中。叶玄灵回首瞪了一眼：滚，莫挨本宫！气运熔炉本宫不要了，本宫回家成了吧。说罢，叶玄灵在黑雾边缘试图寻找破局之法。他也不想再争斗，打不赢还可以跑，不跟王清一般见识。别费劲了，除了本弟子，谁也破不开黑雾，就算你是超脱生灵也不行。王清自傲，缓步走向叶玄灵，一把将这个蠢女人转过身，还想再来上一口。你走开！叶玄灵推开王清，气得又跺了跺脚，走到其他地方就是不求饶。他知道王清依靠神尸瑶的力量，谁也杀不死谁，那就耗着呗。他倒要看看谁会先心急，彻底摆烂。王清见叶玄灵扭着丰腴的娇躯离开，就那么在叶玄灵耳边唠叨不停，劝其投降。他可不是什么好人，叶玄灵迟迟不肯投降，他的魔爪到处游走开游。拿开你的爪子！叶玄灵拍掉王清的魔爪，鄙视道：想拿下本宫，你在想屁吃？你没法杀了本宫，不如我们各退一步，以后还是好朋友。王清听到眼前这个傲娇女的话，轻挑眉：做朋友？你想多了，本弟子要你这个人。油盐不进。叶玄灵恶狠狠的道，闪身在黑雾中打转。王清也不急，就那么看着叶玄灵打转。这里已经完全封闭，时间流逝跟外边不一样。叶玄灵王清吃定了，等他快要被折磨疯了，自然会主动投降。嗡嗡嗡，叶玄灵的身影像无头苍蝇，一个劲的到处打转，刚撕开黑雾，顷刻之间又进入更加黑暗的地方，重复不断，不断重复。每次叶玄灵以为能找到出口，但每次都是更深的黑暗，在绝望中的循环挣扎。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一炷香，或许是1年，又或是100年，甚至更久。王清重复以往，每次都抱着叶玄灵占便宜，不是亲吻就是袭胸。叶玄灵每次撕开黑雾，以为就要逃出去了，却是又钻入更深的黑暗空间。时间流逝，黑暗空间数十万年后，就在王清再次偷袭的时候，叶玄灵破天荒的不反抗，甚至主动回应接吻，亲吻动作比王清都剧烈。早这样不就好了？两人亲吻了不知多久，快要呼吸窒息，王清才拍了拍叶玄灵的后背，征服感爆棚。叶玄灵虽然主动迎合，但还是傲娇到没边，咬着红唇：本宫答应你了。他从反抗到麻木，从摆烂再到主动迎合，心理防线彻底崩塌。哈哈，跟着本弟子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王清哈哈大笑，伸手捏了捏叶玄灵的娇嫩脸蛋，他一把将她扛在肩头，抬手唤出一座辉煌宫殿走了进去。不多时，宫殿内传出叶玄灵犹如猫咪叫唤的声音：王清，你以后要是敢辜负本宫，本宫一定会在你面前自杀，让你愧疚一辈子。你放心，本弟子虽然强势，但不会伤害身边的红颜，你好好享受就行了。说不定本弟子的太初造化体啪的能让你飞上天，修为更加突飞猛进。哼。时间再度流逝，又是万年过后，无相国叶家祖陵内的黑雾消失，叶玄灵一袭宫装红裙，一瘸一拐，脸蛋红润可人。他盯着王清的背影，小声咒骂：不要脸，真是一个牲口。1万年啊，整整1万年都在做那种事。说着说着，叶玄灵腿软，脸颊霞红一片，一举一动魅惑天成。一想到王清用尽各种逆天姿势，他的娇躯都在打颤。若不是你喊受不了，本弟子还能更持久，再来个数万年也不会力竭。王清转身望着被征服的叶玄灵，心里爽的一批。叶玄灵虽傲娇，但那方面一旦主动起来，比谁都疯狂。少废话，你麻溜的将气运熔炉还给本宫。气运熔炉是本宫故意布置在荒界，暗中收集气运本源，用来恢复气运神术的。本宫亿万年的谋划不能就此消失，本宫要覆灭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叶玄灵咬着红唇说道。他原本是神运种子，气运神术之灵，若不是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盗窃万界气运本源修炼，他恐怕早就达到鸿蒙女帝所谓的道境之境。气运熔炉还在祖灵深处，本弟子没动过，
你放心了。王清将叶玄灵拉入怀中，捏了捏他的脸蛋，坏笑着回应：那好吧，不过你得叫你小姨以后不要再针对大道神族行不行？叶玄灵也不再嘴硬，靠在王清怀里，撒娇的口吻求人办事。估计他都不知道自己竟然会撒娇了。小姨，本弟子哪里来的小姨？王清一脸迷糊。北韩先主司徒灵皇就是鸿蒙女帝，她是你母亲司徒菲雅的族妹。鸿蒙女帝可不就是你的小姨吗？虽然不是亲的，但总归是你的长辈。你有能力叫她不要再针对本宫掌控的大道神族。叶玄灵解释完，抬眸眼巴巴地看着王清。王清心里一惊，前段时间在进入天渊秘境之前，自己可是骂司徒灵皇是8只脚的怪物，他竟然是自己小姨，完犊子了。司徒灵皇肯定知道自己是他侄子，那不是闹了一个大乌龙。王清内心一阵心悸，骂鸿蒙女帝是8只脚的怪物，下次见面怕是会被笑话。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被小姨笑话。回到仙界，想办法吃了司徒灵皇，让小姨变成自己的女人，他就不敢嘲笑了。王清一边心想盘算，一边开口：有机会我看看能不能说动鸿蒙女帝不要针对你。他承诺下来后，放开怀中的叶玄灵，神念扫视荒界的变化。此界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民不聊生，血海倒灌，海浪铺天盖地，只有无相国还保持完整，也是最后一块陆地。黑暗空间过去了数十万年，但荒界只是过了几个月，仙界更是只过去了6天。本弟子要去杀东韩仙主，你去不去？王清有了接下来的打算，询问了一下。叶玄灵摇头晃脑，苦笑道：本宫要看看气运熔炉收集了多少气运本源，你自己去吧，回仙界记得叫上本宫。话落，他一瘸一拐地去往祖灵深处。王清笑而不语，化作黑雾撕裂空间，去往璀璨星海。星海之中正在发生大混战，得过去捡漏才行。璀璨星海，轰隆隆，战鼓鸣天，传荡整片星海，无数仙人各自为战，各种术法神通不要钱一般施展。仙人喋血，鼓星爆炸，大道神通对轰，轻易磨灭无数星辰，无尽血雨淋在东韩仙军每个仙人战甲上，甚至有的仙人战胜不了对手，瞬移缠着对方自爆，死也要拉一个垫背。江晴作为东韩仙主，眼睁睁看着20万仙军被叶朗天留下的心腹抹杀。这群叶氏皇族心腹修为最低都是9天玄仙，甚至还有一位仙帝。要不是有仙帝，这都几天过去了，他早就杀完叶朗天留下的心腹。江晴仙主，你又是何必呢？叶朗天仙主已经死亡，他留下我们护佑荒界，我们不可能放手让你破坏。不如我们停战，若是你带兵退走，我们立马挪走荒界，永远不再现身，归隐无尽星河。元虚仙帝和江晴对轰一拳，各自退到一边，震碎无数星辰，亿万生灵尽数湮灭。他看着江晴，嘴角苦涩的询问：不行，荒界气运太过浓郁，足以弥补东韩仙庭流失的那部分重要气运，所以本帝绝对不会放弃对荒界的掌控。战吧，只有胜出者才配讲道理，这就是仙界的生存法则。你不会不知道，停战只会被屠杀，绝对换不来怜悯之心。江晴虽然佩服元虚仙帝，为了主子叶朗天可以和东韩仙域战斗那么久，但他还是不得不说仙界残酷的黑暗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永恒不变。哼，既然这样，那就战到底了，死也要拉你垫背。元虚神色冷冽，抬手一记大神通，又跟江晴对轰，瞬间引起更大的动乱。仙帝不要命般的战斗，引来星海风暴，无数仙兵仙将无不被星海风暴撕裂身躯，死得不能再死。就连仙界西韩佛教也被吸引下界，释迦金佛往荒界这片星海降临。两位施主，切莫动手，给贫僧一个面子如何？释迦金佛实力还不赖，从仙界降临到两人战斗的中心区域，伸出双臂将两人分开。元虚和江晴眉头紧锁，佛教的秃驴跑这里来做什么？两人各自后退，又落到疯狂旋转的星辰之上，眼中战意谁也怕谁。阿弥陀佛，两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们想要荒界的控制权，不如交给佛教普度众生。释迦金佛双手合十，左右为难，想到一个能解决战局的方法，那就是荒界归纳到西韩佛教之下，这样就不会再起战乱。释迦金佛滚泥马蛋，我们拼死拼活，你想来捡漏王？元虚对佛教的伪僧人本就没好感，释迦金佛刚开口，他空间瞬移，反应非常直接且暴力，一脚蹬在释迦金佛的脑门上。这一脚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攻击，更是对佛教伪善的狠狠嘲讽与否定。元虚用最粗暴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争的是血与命，你却想来坐收渔利，做你的春秋大梦。江晴碍于面子没出手，冷冷的扫视释迦金佛被殴打。元施主停手，贫僧真的做没错啊，
你和江琴仙主大战会害死荒界众生，不如让给佛教管理，普度众生不是更好？释迦金佛没有还手，几个瞬间就脱离了元虚的追打。秃驴，你还敢提这事，我踢死你！元虚心里那个气，这佛门僧人都犯了这么不要脸的地步，打都打不跑。他二话不说，掌捏成拳，带有狂暴的大道力量，一拳轰出。刹那间，星空犹如纸糊，轻易被崩碎。一拳带有极致的杀伐之意，轰击而下。释迦金佛心惊肉跳，阿弥陀佛！佛拳怒火，双手合十，他抬手凝聚佛光普照，两拳对轰，砰！余威震荡星空，又是无数星海陨落，死伤无数。哟呵，释迦金佛，你也来抢地盘了！突然之间，正在两人战斗难解难分时，一道黑雾袭来，一名披着白发、黑金长袍的男子从中出走。男子正好落到江琴身旁，一手按着江琴脑袋，往一颗古星辰撞去。王清，你敢辱本帝！江琴原本还打算看看戏，现在好了。王清出现，推着他脑袋撞向星辰，脑袋瓜嗡嗡作响，砰的一声，江琴撞碎一颗古星骸，顿感双眼一花，一把大刀更是朝着脖子劈下。他神魂皆冒，身影化作一道光点，脱离王清的攻击范围。元虚和释迦金佛停止战斗，眼皮跳动，看着王清差点一刀了结江琴的先帝生涯。江琴仙主，你莫跑！本弟子的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不如用你滴血来祭奠祭奠。王清讥笑不断，身影模模糊糊，闪现至江琴身后，举刀落下。轰！万丈刀光劈下，星海硬生生被劈开一道裂缝，空间乱流狂涌喷发。王清，你这个混蛋！江琴脸色铁青，不敢应接，只能变成光点四处奔波逃窜。这场偷袭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若是换成别的先帝，恐怕早就当场殒命。见好就收，偷袭没得手。王清随手将手中大刀丢到一边，稳住身形，停在一颗残破的星海上。打！你能两个快继续打，不然就是与本弟子为敌。他冷冷地扫视元虚和释迦金佛，看热闹不嫌事大，煽风点火。阿弥陀佛，王清施主，我佛慈悲。你的目标是统一仙界，不如出手帮贫僧把荒界归纳到佛教。等你拿下仙界，佛教还能替你传颂佛教信仰，维护仙界秩序。释迦金佛双手合十，那副嘴脸就差吩咐王清为佛教打工卖命了。王清眉毛轻挑，你是智障，仅凭嘴炮就想别人帮忙？元虚也落到一边，踩着一具仙兵尸体停在星爆边缘地带。王弟子，你出手助我杀了江琴和这个老秃驴，我告诉一个天大的秘密。元虚神色变了变，抛出一个诱惑。秘密？你说的秘密本弟子已经知道了，你们三个麻溜点战斗，不然本弟子出手叫你们三位先帝神魂俱灭。王清摆手拒绝了元虚的提议，袖袍卷动，一阵黑雾笼罩这片璀璨星海。那些还在厮杀的仙兵仙将顷刻间被黑雾剥夺性命，唯独剩下江琴、元虚、释迦金佛三人。三位，没有别人打扰你们战斗了，你们快动手吧。本弟子很赶时间的，路过星海看戏，你们不战斗那就是不礼貌，所以快战斗，战他个昏天地暗，颠倒乾坤。王清自顾自地说道，完全不顾及三位先帝当事人难看的脸色，恨不得一巴掌抽死自己的眼神。江琴在黑雾中折腾了一会，闪瞬来到元虚个释迦金佛附近，冷淡开口：两位想活命就停手，一起对王清出手。他的实力绝非先帝能抗衡，所以你们也不想死吧？江琴煽动元虚和释迦金佛，想要三人一起联手，不然今日必死无疑。先帝和先帝战斗，可能几十万年也分不出胜负，但王清的实力已经远超先帝，曾经更是一剑撕碎超脱生灵的肉身，这种恐怖的战力，至少不是现在的先帝可以抗衡。元虚却是没有跟江琴合作的想法，抬手看向残破星海上的王清，抱拳道：王弟子，能否借你手中的天煞镇魔戟一用？本帝保证杀了他们两个，事后本帝会自爆而死，只请你高抬贵手放过荒界。元虚不想与虎谋皮，与其都是死亡，不如好好战上最后一场，还能保下荒界。在他想来，王清应该是来看戏，应该不会对荒界动手。呵呵，借你用用又何妨？王清冷笑，抬手撕裂星海空间，掏出一把黑漆漆的高仿版天煞镇魔戟丢了出去。嗖的一声，星海卷起星爆，元虚立在边缘地带，看到天煞镇魔戟被隔空扔过来，他抬手接下，长戟指着释迦金佛：老秃驴，来战吧，今日大家都得死，战个痛快。嗖，元虚化作残影和释迦金佛斗在一起，顿时璀璨星海再次发生大震动，无数星辰被战斗卷在一起，支离破碎，其中不知死了多少普通生灵。江琴借着战斗余威，
抬手唤出大道光幕护住自身，毫无感情地看着元虚和释迦金佛战斗。你还看得对？赶快进去混战！王清不知何时来到江晴身后，一脚将其踢入那场星海风暴中混战。可怜的3位先帝原本是高高在上俯视万界的存在，现在却只能沦为王清看混战的工具人。王清蹲在战斗外围，神念到处扫视，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势力。果不其然，亿万光年外正有一神秘女子身影若隐若现，不是云浮又是谁？方才他看到王清出现，想出手偷袭。不过当他看到王清肉身修为达到仙王，元神更是快要迈入超脱层次，当机立断，逃命要紧，还报什么仇？王清现在实力可不比自斩修为重修时弱，如今怕是早就超越了以前的巅峰，更上一层楼。这种状态下，什么血海秘阵，那不是扯淡吗？还偷袭个屁，保命与清白要紧。云浮只有一个想法，溜之大吉，能跑多远跑多远。荒界发生的事，他可是看在眼里，大道神族掌权者都被王清调教成侍妾，他可不想因小失大，把自己的清白之身搭进去。亿万光年什么概念？就算王清掌控时间大道本源，想要瞬间抓住云浮，也不可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蛇蝎美妇逃之夭夭。他不是不想出手抓捕，而是这里还有3位先帝战斗，若是不控制局势，让3位先帝溜走，得不偿失。以后有的是时间收拾云浮，也不急于一时。轰轰轰，星爆肆虐，星辰破碎，生灵涂炭。3位先帝的战斗波及无数星球，普通生灵惨死，但没人关心他们。弱者犹如草芥，仁慈那不过是强者的怜悯，黑暗才是常态，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在这个世间上，没有绝对的正义，也没有永恒的和平，强者为尊，弱者为臣，这是最真实的规则。星空的璀璨掩盖不了生灵的悲哀，先帝的荣光也挡不住王清的一脚。他就是那么霸道，挡我者死，戏弄众生，缺德为乐。不知过了多久，王清立在大道交织的战场附近，白发如霜雪，黑金长袍猎猎作响。他正仔细观摩战斗，看看谁先在这场荒界游戏中死亡。王清，你在这里干嘛？杀了他们3个，去处理东寒和北寒的古老存在，不是更好？锵锵，凤凰嘶鸣震天，一艘琉璃玉石打造的玉辇横空出现，里面传出一道淡淡悦耳的声音。王清双眼明亮，乐呵呵地笑道：小姨，你也来了，怎么不出来见见面？你莫不是我乱来？说罢，他一跃而起，落到火凤凰庞大的身躯上，神念扫视拉着的玉辇。玉辇之中，司徒灵皇一袭宫装长裙，青丝披肩，眉目如画，仙姿玉骨。他露出疑惑的神色，口吐幽兰：你怎么知道本宫是你小姨？话落，司徒灵皇从玉辇走出，天地色变，星海风暴被完全隔开，大道力量铺路，宛如9天女帝坠入凡尘。大道神族掌控者叶玄灵告诉我的，她现在是我的女人。王清嘚瑟，眼中的骄傲无法言表。司徒灵山更是诧异，一头2个大，叶玄灵可是他的死对头，竟然被自家侄儿拿下。离谱哥哥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你没有吹牛吧？叶玄灵超脱7阶段的实力，还有厌男症，他怎么可能会被你拿下？司徒灵皇淡淡地道，娇颜上写满不相信3个字。嘿，小姨，不如我们打个赌，若是叶玄灵被我拿下，你就跟我一夜情。王清不知廉耻，凑到司徒灵皇耳边低语，还吹着热气。司徒灵山吓了一跳，凤眸瞪着王清，就差一掌劈死这个色胆包天的侄儿。虽然本宫不是亲小姨，但本宫也是你的长辈，你懂不懂点分寸？他挑了挑秀眉，下意识退后2步，宛若王清下一秒化身饿狼扑食。分寸？你觉得我的眼里还有分寸之说？王清坏笑，却也不敢真的上去胡来。司徒灵皇除了西寒仙主的身份，还有鸿蒙女帝这种9天女帝之称，她在鸿蒙海就是说1不2的存在，开玩笑还行。想要拿下这朵带刺的玫瑰，还得想其他办法，比如故作重伤，又或是故作死亡，或许能拿下司徒灵皇。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王清现在顶多就是调戏，等有时间再展开猛烈的追求，叫司徒灵皇完全沦陷。收起你那侵略的目光，不然等会本宫小皮鞭抽你。司徒灵皇翻了翻白眼，转身迈入玉辇，随后告诫：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更多高层现身，仙界大乱。你不是想统一仙界？现在正是时候，那3位先帝可以作为打手使用，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本宫不会插手，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可别让本宫失望。声音落下的瞬间，凤凰玉辇破碎，星空消失，仿佛只是路过一般。王清双眼微眯，一个心思全在怎么拿下司徒灵皇。方才的话左耳进右耳出，结，
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高层，你们就是不错的棋子，可要好好表现，重伤本弟子，这样才有机会亲近司徒灵皇。王清桀桀怪笑，闪身踏入3位先帝的战斗。他抬手一记彼岸遮天掌，将3人控制，顺手用彼岸魔种控制其心神。战斗落幕，3位先帝目光空茫，神魂欲散，如同被抽去意识般，默默跟随在王清身后，一路返回荒界。王清本想唤一声叶玄灵，问他是否同去仙界。临行前的一瞬，他袖袍轻拂，一道虚幻的时间长河蜿蜒流淌而出。原本支离破碎、星辉零落的璀璨星海，竟在刹那间恢复如初，仿佛一切从未发生。寂静笼罩这片星海，死寂的令人心悸。荒界无相国祖灵深处，叶玄灵终于寻到那座沉寂已久、几乎被遗忘的气运熔炉。他抬手启动古老的祭台，只见一株缭绕着混沌雾霭的树苗安然无恙地静立其中，心中悬着的大石终于落下。这株气运树苗是他培育了近1年的心血，若被王清顺手取走，恐怕连哭都找不到地方。正当他凝神查验之时，一团黑雾自远天席卷而来，转眼便降临祖灵深处。本弟子早说过，气运熔炉未曾动过，你偏不信。王清自黑雾中迈步而出，走到叶玄灵身后，目光落在那株气运树苗上时，他眼中掠过一丝惊异，脱口而出：你不会就是这神树种子的本体吧？休得胡言！叶玄灵瞪了他一眼，本宫乃神运种子，是得气运神树认可之人，天生超脱。若非穿越者联盟与天运神族屡屡窃取气运本源用以修炼，本宫早已抵达到尽之境。他衣袖轻挥，古老祭台缓缓闭合，气运熔炉再度悬浮其上。原来如此，不过荒界即将崩毁，还不打算将这座祖灵迁走？王清挑眉问道。如今荒界仅剩无相国这片陆地尚存，其余地界早已化为死海，若将气运树苗继续留于此地，只怕会湮灭于空间乱流之中。本宫自会带走，不劳费心。叶玄灵话音未落，一道混沌雾气已卷起熔炉与祭台，破空而去。他转而看向王清，语气中带着些许诧异：你才去了没多久，东寒仙域的仙兵仙将就已解决了？解决了。王清淡淡一笑，还顺手收了3位先帝做打手。他袖袍一扬，黑雾翻涌间，3道如同傀儡般的身影浮现于远处，正是江晴、元虚与释迦金佛。叶玄灵见到3人这般模样，不禁一怔：你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3人被种下了彼岸魔种。王清嘴角扬起一抹若有若无的冷笑，他再度说道：心神被控，与杀戮机器无异，回到仙界，他们便是最好的打手，甚至还能自相残杀。你真是无赖至极。叶玄灵无奈摇头，元虚好歹也算是他的后辈，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他恨不得狠狠揍王清一顿。王清却并不在意他的目光，只淡淡说道：本弟子要回仙界了，你呢？要不要一同回去？说罢，他挥手开启升仙门，转身踏入其中，正打算返回仙界。回？为何不回？叶玄灵轻声自语：荒界早已没有值得本宫守护的理由。他摇了摇头，率先迈入升仙门，身影也随之消失于光影之间。王清见叶玄灵率先垂范，把3位先帝打手放置黑暗空间，正想也踏入升仙门，忽然他感受到一股充满死意的目光，回首查看，刚好看到凤馨正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只见凤馨浑身缭绕着浓郁的死气，生机也在无情的流逝，仿佛下一刻就会死亡。王清皱眉，神念动用时间回溯，立马得出一个结论：几天前荒界爆发战乱，江晴出手将他重伤，还用先帝之力撕裂他体内的生机。他现在宛如行尸走肉，只凭着一股执念，那就是保下腹中胎儿。他生机断绝，却因为腹中胎儿而苦苦支撑，展现出强大的母性本能。王清有些动容，指尖弹出一道黑色流光，钻入凤馨眉心。没过多久，凤馨恢复一丝生机，意识也在缓缓恢复，艰难地说：你能否带我去找叶长生？呵呵，本弟子可不是什么好人，不过倒是可以恢复你的力量。你自己返回仙界去寻找叶长生。有句话说在前面，仙界大乱，各大仙域都在发生战斗，就算你恢复金仙修为，回到仙界，保不准会被战乱波及，与送死无异。你自己看着办。王清抬手恢复凤馨的伤势，顺手将她修为恢复，转身一脚踏入升仙门，消失不见。凤馨摸了摸自己小腹，摇摇头，苦涩一笑，转身离开了祖灵。他并没有选择回仙界，还是将胎儿安稳生下再说，然后再去找叶玄生。如果叶长生介意这个孩子，他会毫不犹豫断绝2人关系，带着腹中胎儿找个小世界安稳度日。仙界太初仙域，瑶池天山，辉煌的瑶池大殿内，穆冰轩优雅地坐在一座鹅毛铺垫的玉座上，扫视殿中央的周容。大长老，
鬼冥道人有没有带人阻杀穿越者联盟？问完话，穆冰轩陷入沉思。赵日天带着人和苏玄老道在混沌迷雾中战斗。穿越者联盟高层从鸿蒙海空降仙界，苏玄明知不敌，不做无谓的战斗，退回太初仙域。那群穿越者见苏玄退走后，东寒仙域又出现天运神族长老，好像是因为气运分配问题大打出手。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两个鸿蒙海势力战斗，导致东寒仙域动乱不堪。北寒仙域所有仙人也在围攻归墟魔主，甚至东寒和北寒的战斗已经扩展至混沌迷雾。现在五方仙域边疆的混沌迷雾内，可谓真的是大混战，各自为战，谁也不服谁。只有南寒仙域和西寒仙域还算安稳，纷纷自觉投靠到太初仙域之下，寻求庇护。回禀掌教，鬼冥道人已经带着东寒仙域的大批仙军已经加入战局。混沌迷雾内的战斗现在非常惨烈，就算仙王也有随时殒命的风险。周荣如实汇报，心里一阵感慨，还好瑶池仙宫位于太初仙域，还是依靠太初天庭这尊庞然大物。若是瑶池仙宫位于其他仙域，怕是会被战乱波及。而且瑶池里全是清冷女仙子，若是被战斗波及，那个画面他不敢想。你下去密切关注战斗，若是有瑶池仙宫的弟子在边疆之地，叫他们赶快回来。穆冰轩心里有了决断，仙界大乱已经阻止不了，还是太初仙域安全，不能让弟子出去送死。是，掌教。周荣拱拱手，转身快步离开，去看看瑶池仙宫清冷女仙弟子有没有少。穆冰轩倒是没有什么动作，斜靠在座椅上，思绪有点混乱。仙界大乱，王清父子都不在仙界，太初天庭的控制权被王清父亲王振南暂时交给他。西寒和南寒都投靠太初仙域，现在可谓是强者云聚。他没有什么管理天庭的经验，怕自己压不住如今的太初仙域，而且他怕自己过多动用鸿蒙法则的力量，会影响王清和自己好不容易造出的胎儿。若是王清从荒界回来，他就打算把天庭的掌控权还给王清，他则是安心养胎，打压天命之子，又或是气运之子，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整日提心吊胆，怕太初仙域也发生内乱。想罢，他站起身离开了瑶池大殿。瑶池天山，一座白雾浓郁的仙灵池中，水溪正在沐浴，出水芙蓉，春光若隐若现。她光滑如玉的后背靠着柔软的绒毛巾，笔直美腿时不时拍打水面，春光诱人。王清那家伙统一仙界的任务快要完成，我就可以带着冰轩妹妹回缥缈禁区了。他口吐幽兰，笑意盈盈。忽然一道身影从后面抱住他，坏笑道：水溪郡主，你有没有想我？王清贱兮兮的声音响起，靠在水尖头吹着热气。水溪愣神，耳垂泛红，回首看到王清那张俊美的脸庞，同时他想起王清小时候也喜欢偷偷摸摸地溜入自己沐浴的地方。刹那间他羞到恨不得钻入水底，却是被王清抱住，挣脱不开。王清，你不能胡来。水溪伸手推推搡搡，但在王清眼里和调情没什么区别。王清咬住他的耳垂，笑道：水溪姐又不是没见过，来吧，让我好好喂饱你。话语落下，不多时，仙灵池哗哗哗的水声四溅，叫人面耳赤红。你水溪宛若漂浮在水面的一叶扁舟，摇摇欲坠，魂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可能是被王清的骚操作，魂被冲到33重天外，或者直接掉进温柔乡里，捞都捞不回来。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暗淡，水溪连忙从仙灵池出来，麻溜地穿好七彩琉璃襦裙，低着头看到王清躺在池域昏昏欲睡的模样。她本就是温柔之心大姐姐的性子，对王清的情感一直压抑住。现在两人关系突飞猛进，她不仅没有责怪，反倒是心里有些甜。你何时回来的？水溪蹲在仙灵池边上，一脸懵逼地凝望着王清。王清撇头轻笑：早就回来了，冰轩去打坐进修，我就只能来找你了。说完，他一跃而起，飞出浴池，只穿着一条亵裤，露出古铜色8块腹肌的胸膛。水溪看得一阵脸红心跳，连忙转过身，等王清换好衣袍。走吧，跟我说说仙界这几日情况。王清换上了一袭月白长袍，伸手搭在水溪的香肩上，勾肩搭背的往瑶池大殿走去。水溪虽然脸红心跳，但还是故作镇定，耐心地讲述穿越者联盟有高层协助赵日天战斗，苏玄老道明知不敌，便带着玄机天位退回太初仙域。南寒仙域和北寒仙域已经投奔太初仙域，东寒仙域有天运神族长老降临，与穿越者联盟高层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吵了起来，他们大打出手，导致东寒内乱，战至混沌迷雾。北寒仙域的战局也扩展至混沌迷雾，东寒、北寒两个仙域，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四方大混战，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他侃侃而谈。王清皱眉思索，
已经想到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因为什么事儿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估计是云浮报仇不成，天运神族还想控制东寒仙域统治仙界，最后分配气运本源归属而闹得不愉快。他们狗咬狗最好了，我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王清笑了笑，带着水溪已经来到瑶池大殿，他俩刚出院的瞬间，周荣就立马迎了出来，低头行礼，见过弟子殿下。不必多礼，你去通知你们掌教，就说我回来了。王清摆摆手，迈步走入瑶池大殿。遵命，弟子殿下。周荣后退2步，转身急匆匆地走远。水溪美眸流转，仔细打量自身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才放心踏入殿中。他不是有意要隐瞒穆冰轩，而是他和王清发生关系，还没做好心理准备怎么面对穆冰轩。穆冰轩原本在修炼打坐静心，突然听到王清回来，火急火燎地赶来瑶池大殿。当他看到王清斜靠在掌教之位时，脸上露出一丝迷人的笑容。王清，荒界的事你处理好了？他快步来到王清跟前，发现水溪姐静静地立在一旁，没感觉到什么不对劲。荒界隐藏有秘密，我已经完全弄清楚了，叶玄灵那个娘们也被我收服了。王清笑了2声。穆冰轩美眸瞪得老大，讶异地道：叶玄灵不是大道神族掌权者，你把他从高高在上俯视仙界的地位拉入红尘了。他好像并不担心王清有几个女人，而是暗搓搓的得意，自己从高高在上的瑶池女帝不食人间烟火，最后被王清拉下水，别人高贵神女被王清拉下红尘，他心里别提有多爽。就好像他都被王清祸害了，其他高贵神女也别想了逃过魔爪，大家一起成为王清的红颜。正确，你真聪明。王清把穆冰轩拉入怀里，揉了揉他娇媚的脸蛋。水溪在一旁听到这个消息，又看到穆冰轩并不反感王清拥有几个红颜，他心里松了开口，打算找个时间也把自己被王清这个小混蛋祸害了的事告诉穆冰轩。你父亲去无垠星海最深处了，把天庭掌权令暂时交给我，既然你回来了，我就把掌权令还你了。穆冰轩拍掉王清的爪子，掏出一块黑漆漆的古老令牌，刻有天庭令3个字。王清有点惊讶，别人见到天庭令正得昏天地暗，穆冰轩却是当作烫手山芋，他有些哭笑不得。你拿着天庭令只能调动蓬莱仙岛的力量，对我无用，想要调动4大执法殿必须要天地令或者我的弟子令才行。说罢，王清将令牌还给穆冰轩，接着道：走，去边疆之地看看。他化作黑雾离开，穆冰轩和水溪对视一眼，也跟在身后想去揪揪边域局势。同一时间，东寒仙域边疆，轰轰轰，仙家术法神通对轰，百花齐放，血雾漫天，尸山血海，累累白骨。5方边疆之外的混沌迷雾中，时不时血水夹杂着断肢飞出。而且让人震惊的是，这场战斗敌我难分，因为有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的战斗，东寒仙域和西寒仙域分不清哪些是敌人，哪些是盟友，只能各自为战，逢人就杀，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南寒仙域和西寒仙域怕被波及，选择投靠太初仙域，没有被那些趁火打劫的魔修迫害。麒麟玉辇上，鬼冥道人望着北寒和东寒近100万仙军混战，露出几分难看之色。这场战斗，除非大道神族插手，不算只能战至最后一个仙人。不过大道神族就几天前现身过，之后再没人出现，这让鬼冥道人更加无奈和疑惑。大道神族不是仙界最初的统治者，露面就走了。混沌迷雾战场中心，啊！凄厉的惨叫撕开混沌迷雾，几名仙兵的身体突然爆成一团团血雾，他们的四肢在半空扭曲成诡异的弧度，像是被无形巨力硬生生扯断的布偶。其中一人的头颅滚落到麒麟仙舟甲板上，空洞的眼眶里还凝固着惊恐的神情，鲜血顺着脖颈断口汩汩涌出，在黑曜石般的甲板上绽开妖异的血花。整艘仙舟都在震颤，血肉碎块噼里啪啦地砸在琉璃瓦上，混着脏气粘稠的液体顺着飞檐滴落。不到半刻钟，原本流经描缝的船舷上就挂满了碎肉和脏气，几处凹陷的甲板缝隙里还在缓缓渗出暗红的血水。最中心的战斗区域，赵日天和龙傲天没有再斗嘴，而是合作共同对敌。赵日天的瞳孔收缩成2道猩红的横线，他每踏出一步，脚下就有3、4个仙人的头颅如西瓜般爆裂，飞溅的脑血在半空就被他周身翻涌的黑红色煞气蒸成腥臭的雾霭。龙傲天刚击杀一位仙王巨头，脚下的尸体还在抽搐，那具本该失去生机的躯体突然弓起，从七窍里钻出10几条血红色的蛊虫，那是龙傲天暗中种下的噬魂虫。赵日天再这样杀下去，穿越者联盟一定会损伤惨重，要不我们先退走，等东寒仙域和北寒仙域战斗结束再出手。龙傲天的吼声几乎被淹没在厮杀声中，他一脚踹飞某个试图偷袭的仙王，却发现对方在半空就被赵日天随手甩出的骨刃切成17、8块。赵日天边杀边回应，
还等什么？先把这群蝼蚁杀完，其他问题以后再说。他的头发早已被血水粘成一绺绺的硬块，随着每次挥拳都甩出带着碎肉的血珠。此刻他正冲向战场深处的顾君安，沿途所过之处，空间不断爆裂又愈合，每一次空间坍缩都会将3-5个仙人的血肉挤成粘稠的血浆。有个侥幸活下来的散仙刚爬起来，就被赵日天回头瞥了一眼，然后散仙身体从那儿外开始沸腾，最终在凄厉的尖叫中炸成一团血雾。龙傲天终于被逼到绝境，一支仙王枪从斜刺里捅穿他的胸膛时，枪尖带出的血柱足有3丈高，那血液在空中竟凝结成无数细小的血刃，将周围10几个仙兵搅成了肉末。龙傲天咳出的血里混着碎骨，却狞笑着抓住枪杆，硬生生把那名仙王拖进了他周身暴起的黑色雷暴中。混沌迷雾深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有仙人的肢体被某种力量硬生生撕开，血肉像烟花般炸开，有仙兵仙将的头颅在脖子上旋转着被拧下，颈椎骨发出令人牙酸的咯吱声，更有某支小队被某种无形存在的力量吞噬，只留下地上一滩滩正在蠕动的血水。麒麟玉辇上的鬼冥道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一口混着血沫的黑气喷在面前的玄光镜上，镜中映出的战场宛如阿鼻地狱，5颜6色的仙光交织成死亡帷幕，每个光影闪烁的瞬间都意味着又有生命化为飞灰。他浑浊的瞳孔剧烈收缩，看着北韩仙域那位仙主被赵日天一拳轰碎半边身子，血雨中居然还有人在狂笑。无量天尊，阿弥陀佛，救救这可怜的仙界吧！太初仙域边境，有几位金佛摇头晃脑，看着混沌迷雾的战斗，悲鸣连天。这场战斗无关善恶，只有生存。被卷入战斗的仙人无法脱身，不出手就会死，只有抛弃一切道德枷锁，保住性命，才有机会笑到最后。婆沙金佛，要不你也带西韩佛教进入战斗？忽然，远处天边涌来遮天蔽日的神秘黑雾，王清从中走出，他白发披肩，黑金长袍随风哗哗作响，眨眼落到西韩佛教众多僧人的最前面。婆沙金佛神色不自然，王清从荒界归来，这场战斗只要他想，随手可阻止。但若是王清出手阻止战斗，他就不会挑起仙界战乱了。战斗是不可能战斗的，只有趁火打劫捞好处才是王道。婆沙金佛双手合十，苦笑不已。西韩仙域和南韩仙域已经臣服太初仙域，王清也没很过分，随口讥笑。释迦金佛昨日还想再在下界星海捡便宜，被我炼制成傀儡了。啊，这……婆沙金佛瞳孔收缩，满是诧异。释迦金佛不是说去阻止战斗，怎么会去捡便宜？呵，我骗你干嘛？不信你看。王清一脸人畜无害，袖袍卷起一阵黑雾，3位仙帝身影如同提线木偶从中走出。婆沙金佛脸皮跳动，江晴仙主、元虚仙帝、释迦金佛被炼制成木偶了。他使劲揉了揉眼，仿佛看错了一般。正是被炼制成木偶，他们加入战斗屠杀，混沌迷雾中战斗怕是会非常精彩。王清坏笑，指尖弹出一道黑芒钻入3位仙帝体内，他们瞬间化作杀神降临混沌战场。西韩佛教的众多僧人瞧见这一幕，保持沉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释迦金佛蹦得最欢，成了傀儡可不关他们的事，而且他们也是有心无力，现在还在依靠太初仙域庇佑。若是忤逆王清的旨意，保不准他们就是下一个释迦金佛，被炼制成傀儡。无趣，本弟子还以为你们会为释迦金佛报仇，原来也是一群怕死之人。王清再三嘲讽，背着手悠哉悠哉地顺着边疆线扫视混沌迷雾。西韩佛教众多僧人面目赤红，不敢出声反驳，他们只能看着王清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视线中。混沌战场内，有了3位仙帝傀儡的联手进攻，就算赵日天和龙傲天也被打得节节败退，其他仙兵仙将更是在仙帝一个目光下集体爆炸成血雨。更恐怖的是，鬼冥道人正在组织东韩仙域的势力撤退，却是被江晴一刀劈掉手臂。他看着江晴眼神呆滞，就知道这个学生在争夺荒界的战斗中肯定被人控制了心神。江晴，快快醒来！鬼冥道人暴喝一声，一股神秘的净化力量涌入江晴体内。江晴眼中恢复一丝清明，看到自己手提大刀砍向帝师鬼冥道人，他无比痛心疾首，挣扎道：帝师，杀了本帝吧，本帝已经被王清控制。话说到一半，江晴眼中的青芒消失，又被一道黑雾笼罩。他再度抬手，刀刀缭绕东韩大道，气息劈下。鬼冥道人神色挣扎了一下，悍然出手，捏碎大刀，一掌击飞江晴，乘坐麒麟仙舟脱离了战场。3位仙帝的加入把战局扭转，无数仙兵仙将爆体而亡。不到半个月时间，这场敌我难分的战斗就快要结束，只剩下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在互相厮杀。北韩仙域边疆，
云浮望着3位先帝，宛如收割机器，带有一片又一片生命。他神色飘忽不定，想动手又不敢动手的模样非常滑稽。该死，该死，该死的王清！你就是个疯子，真是不把仙人当人看。云浮薄纱裙飘飘，春光若隐若现，非常诱人犯罪。他的出现和混沌迷雾中的战局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咒骂几声就要离开北韩仙域边疆。砰！突然一道清脆声响起，谁敢占本宫便宜？云浮敏感地方被偷袭，转身神念到处扫视。正在他聚精会神之际，王清魔爪缠上他的水蛇腰，顺手将他按在一座楼船栏杆上。云浮被掐住了白皙的脖颈，回首正好看到一张俊美的脸庞。王清趴在云浮香肩上，坏坏地笑道：“很意外，你没经历过男女之事。楚道生没有对你做啥？”“呸！你个混蛋！楚道生只是本宫名义上的夫君，本宫代表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的楚道生是利益联姻，连手都没牵过。”云浮冷冷地看着身后的王清，根本就无力反抗，美腿直打颤。他反手就要一掌劈死王清，奈何王清的实力今非昔比，他怎会是对手呢？你多次想偷袭本弟子，这次说什么也要让你尝尝什么叫厉害。王清将云浮的双手拉到身后，一口咬在他的香肩上，疼得他龇牙咧嘴。你快放开本宫！云浮真的急了，再任由王清在背后偷袭抽动下去，保不准会被某种东西灌溉本宫咬死你。他一口反咬住王清的肩膀，惹来更加狂暴的攻击，整个人摇摇欲坠。你这个蛇蝎美人还敢咬本弟子，脾气挺倔啊！王清单手扣住云浮背后的双手，另只手抬手就是一记耳光。啪！云浮都被一巴掌打懵逼了，美丽的脸蛋出现一个红红的巴掌印。你敢打本宫？打你怎么了？这就是跟本弟子作对的下场。王清冷笑，双眸中飘过狰狞之色，根本就没有一点怜香惜玉。云浮可是真正的蛇蝎美妇，若是下手轻了，肯定又会让她给逃走。快说，穿越者联盟所在的世界在哪里？王清表情有些急，像是很想知道穿越者联盟的秘密。云浮咬着红唇，就算心里撕裂感再疼，打死不说，倔强的回首望着王清。你做梦，穿越者联盟的秘密，你永远别想知道。你最好别让本宫逃走，不然一定将你镇压，天天折磨。他双眼像是淬了毒，把蛇蝎美人演得淋漓尽致。就算面对王清这种不可战胜的敌人，也敢毒舌反击。哼，混沌战场上的战斗至少还要半个月，本弟子一边观战，一边等你精疲力尽，乖乖说出穿越者联盟的秘密。王清戏谑且疯狂，就像一头牛横冲直撞。云浮魂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但还是嘴硬地说道：“谁怕谁，本宫有的是时间，看是你精神持久，还是本宫耐得住。”说罢，云浮不再言语，一直挣扎，想要摆脱王清的控制。远处，赵日天和龙傲天已经从混沌迷雾中撤离，退至北韩边疆某处深渊中。他俩看到云浮这位穿越者联盟副盟主被王清拉手催花，心里一阵不是滋味。毕竟云浮可是一条吞天神兽，如今却是被王清给背后拉手祸害了。赵日天、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为了仙界的气运养殖权撕破脸皮，本傲天要去找盟主主持公道，你有什么打算？龙傲天收察看回云浮和王清战斗的视线，撇头询问身旁的赵日天。赵日天沉默不已，他暗恋的女神被祸害，哪里还有心情搭理龙傲天？他失魂落魄地道：“你先回鸿蒙海，本座等仙界战斗结束再回去。”言罢，赵日天捂着胸口，闪身撕裂空间，消失不见。龙傲天摊了摊手，一跃而起，撞破空间，钻入时间长河。他要去找穿越者联盟的盟主，插手仙界之事，绝对不能让王清和天运神族轻易统一仙界。大家都要仙界种植气运的养殖权，谁也不肯退走，那么谁也别想好过。半月后，北韩仙域彻底沦为死寂之地，战火虽息，破碎的山河间仍弥漫着焦灼与毁灭的气息。曾经的北韩帝都早已化作一片废墟，残垣断壁间不时窜出幽蓝色的业火，将半边天穹映照得如同血域焦土千里，灵气溃散，连风中都带着呜咽般的低笑，仿佛无数亡魂在哭泣。幸存下来的仙人寥寥无几，他们呆立于崩塌的仙山之间，目光涣散，满脸惊慌。有人道心崩碎，头也不回地撕裂虚空，逃向未知界域；更多人则面如死灰，麻木地望着这片再也认不出来的故土。就连日月星辰似乎也蒙上了一层猩红阴影。少数仍怀希望的仙人开始尝试重整山河，可每运起一丝仙缘，大地便震颤不止，仿佛连仙界本身都在拒绝愈合。业火未熄，深渊渐生，不祥的低语在风中流转，一切都像在预兆着更大的毁灭。最终，太初天庭降临法旨，将北韩纳为附庸疆域，永废仙庭。存活的仙人匍匐在地，既感绝望，又怀着一丝卑微的侥幸。只要还活着，
就还有可能。东韩仙域更加惨烈，鬼冥道人率20万仙军负隅顽抗，最终被3具仙帝傀儡联手镇杀。他仙元爆散之时，整个东韩天穹崩裂，血雨倾盆不止。此地也归太初统辖，却再无生机可言。南韩与西韩选择臣服，虽免于战火，却也笼罩在无形的压抑之中。万物蛰伏，万仙屏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寂静。北韩边疆，一艘残破楼船漂浮于夜火缭绕的云海间。呼！云浮猛地打了个寒战，回首怨毒地望向王清，紧紧抿着红唇，一言不发。怎么，嫌弃本弟子的技术不够好？方才你可喊着不要停，欲仙欲死，这回又是什么眼神？王清双手扶着栏杆，望向远方，混沌迷雾仍未散尽，天地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哼，本宫永远不会原谅你。云浮丢下一句话，化作吞天巨蟒钻入地心深处，消失不见。王清并未追赶，只是默然冷笑。小样，蛇蝎美人本弟子一样随意摧残。他转身化作黑雾消散，直返太初仙域。太初仙域边疆之地，南韩、西韩的势力也各自回到身后所在仙域。他们虽然臣服了太初仙域，但太初天庭却没有肆意收割资源，只是将其划分为麾下的疆域。南韩仙主依旧是轩辕双萤，西韩仙主依旧是司徒灵皇，两人像个没事人一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久后，王振南自无垠星海深处降下投影，宣告王清继任天帝。上任天帝降下旨意，诸仙既然，无敢喧哗。天地间却隐隐传来雷鸣，并非贺喜，更像是天罚前的积蓄。这道旨意出现的瞬间，其他仙人虽想阻止，却也无能为力。战乱就是王清为了统一仙界而挑起，他成为新的太初天帝，统治仙界，根本就没人敢反抗。然而王清刚成为天帝没多久，鸿蒙亮劫悄然从无垠星海深处降临，在波及仙界的瞬间被神秘力量阻挡，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此王清倒已经有了些猜测，应该是自己父亲出手阻止了亮劫波及仙界。3月后，王清登基那日，蓬莱仙岛宾客齐至，仙界一时喧腾。可彩云之外，星海暗淡，万界无声，仿佛整个鸿蒙都在沉默地注视这场最后的盛宴。登基大典之后，王清避入死关，穆冰轩、轩辕双萤、水溪悄然回归鸿蒙海，司徒灵皇也孤身踏入星空，消失于明灭的星河之间。寂静在蔓延，仙界的白日越来越短，黑夜愈发漫长，星辰移位，仙灵流逆而转，未明的低语在深空中回荡。不知过了多久，直至某一日，轰轰轰，鸿蒙亮劫像是被人在背后推动，撕裂星海，轰然降临。天空骤然漆黑，亿万雷霆如巨蟒般窜动，撕裂仙界天幕，大地崩裂，天河倒灌，仙山如粉尘般崩塌。就算仙人面对这种鸿蒙大劫也无能为力，拖家带口的到处逃命。无数仙人还未来得及惊呼，便到销身陨，魂飞魄散。仙界像是被未知存在推动亮劫摧毁，迎来了真正的末日。雷劫所至，万物归虚，仙王尚可撕裂时空遁走，愚者皆如蝼蚁，在灭世天威中化作飞灰。太初仙域顷刻间四分五裂，天庭崩毁，众生哭嚎。4大执法殿主天机子、赵君、苏玄老道、福神琼，这些曾屹立于仙界巅峰的存在，也只得纷纷破碎虚空，仓皇逃向鸿蒙海。他们离去后的刹那，整个仙界轰然崩塌，化作无数碎片，飘散于亘古的混沌之中。又过许久岁月，上个纪元过后，鸿蒙女帝联合鸿蒙海众多超脱生灵，一手终结鸿蒙亮劫。纪元更迭，新秩序萌芽。原来最强盛的太初仙域，如今面目全非，只有蓬莱仙岛被淡淡的黑雾笼罩。新生纪元冒出的仙灵之人非常好奇这座岛屿，纷纷想要进去查看，但他们都被一股神秘力量阻止，最终只能在外围打转。又过了万年，仙道一时恢复生机，重新将支离破碎的仙界从混沌中归拢，形成新的仙界。各种势力频繁冒头，刚开始还非常平和，随着争夺资源，再次上演5方仙域争斗。平日只是暂时的，人心难测才是残酷的事实。仙界再次陷入动乱，各自为战，战火焚天，就算没有先帝、仙王巨头，众多仙灵之人也能战得不亦乐乎，肆意妄为。除了仙界这块被争夺的气运养殖地，诸天万界也迎来新的生机，迎来新的纪元资源争夺战。某方下界，一座巍峨耸立的山峰上，聚拢数万人，为首的几男几女拱手抱拳。仙界恢复，我也要飞升了。诸君，他日仙界再会。顾君安拱手对着数万人群告别，随着升仙门眨眼消失不见。不仅如此，石毅、万墨等人也各自抱拳，
开启升仙门回归仙界，他们都是上个纪元仙界强者，躲避鸿蒙亮劫下，重伤逃到这方小世界，修为被压制。想要恢复伤势，就必须飞升仙界，接受仙灵力洗礼，才能恢复修为。然而人群中，一名白发披肩的男子，面容俊美，风神俊朗。他一袭黑金地袍，背着双手，遥望顾君安和石毅等人重返仙界。不是别人，他正是王清。他在蓬莱仙岛闭关，元神和肉身合二为一，踏入超脱之路后，一手推动鸿蒙亮劫，摧毁仙界。为何这么做？自然是为了损毁穿越者联盟与天运神族留下的气运养殖之法。结果很是令王清满意，气运养殖之法已经完全消失。仙界如今的仙道气运由仙道意识重新掌控，稳住仙界中转站，连接诸天万界。顾君安、石毅、龙傲天、赵日天、马灵山这5个气运之子，先玩弄谁呢？王清低语，身后出现一道黑色漩涡，他转身一步迈入其中。他暂时还没有回仙界的打算，还是先回鸿蒙海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9天之上，无尽苍茫中，一条绵延无尽的鸿蒙海流淌而过，没人知道有多深，就算钻入鸿蒙海深处，也无法得知这片大海从哪里而来。鸿蒙海两侧苍茫中，隐藏有一个又一个无比古老的世界。海面上鸿蒙迷雾缭绕，最中心一座岛屿，无边无际，广袤无垠。岛屿名唤鸿蒙岛，正是鸿蒙神国禁忌王家缥缈禁区所在之地。苍茫天幕被2只大手撕裂，王清从中走出，落到岛屿上，径直走向神月禁区。神月禁区是禁忌王家的族地，族人不多，胜在每个人都很强。这座岛屿是鸿蒙海内唯一一块陆地，非常庞大，非常壮观。而且每个生灵修为最低都是仙王起步，实力太低会被鸿蒙海内的大道本源力量撕裂身躯。王清刚踏入神月禁区，就看到一座山巅上3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女子在那打闹。他会心一笑，3位娘子，我回来了。话音落下之际，穆冰轩、轩辕双银、水溪神色错愕，看着王清一步来到身边。呸，谁是你娘子？你特不要脸了。轩辕双银啐了一声，转身就要逃走，却是被王清拉入怀中。双银，这么久不见，刚见面你就要逃走？王清嬉笑。轩辕双银摇头晃脑，你走开，我不要想你。言罢，他一溜烟跑了。唯独留下水溪和穆冰轩2女，脸颊泛红，异口同声，这些年你跑到哪里去了？没去哪里，就是推动量劫毁了仙界，断送了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种植仙界的想法。王清也不隐瞒，把自己的险恶用心一并抖了出来。穆冰轩和水溪对视一眼，瞬间明白了，猜想是对的。统一仙界之时，王清闭关之前就让他们3人赶回鸿蒙海。当时穆冰轩3姐妹就隐隐觉得王清应该要搞什么大事。果不其然，等他们3人前脚回到鸿蒙海，后脚仙界就被梁劫洗礼。思来想去，他们觉得只有一个可能，应该是王清在背后捣鬼，苦已找不到王清的下落。时间一长，穆冰轩和水溪以及轩辕双银3人闲聊时，抖出自己都被王清给睡了。3个闺蜜又好气又好笑，最后无奈接受事实，成了王清的女人，住进禁忌王家。超脱之路9阶段，1至3阶段不可言，4至6阶段不可念，7至9阶段不可见。穆冰轩和轩辕双银也已经踏入超脱之路，马上就要踏入超脱可不言2阶段。水溪比较强，超脱不可见8阶段，比王清父亲还要强大。目前好像就只有王清修为显得有些弱，超脱不可言1阶段，但战力绝对能抗衡超脱3阶段。在不可言这个状态中，他就是无敌的存在，除非超脱不可念的存在才能与他战斗。现在你回来了，有什么打算？穆冰轩挽着王清手臂笑道：暂时没什么打算，走，好久不见，我们做些有趣之事。王清坏笑，带着2女离开山巅，往自己居住的渡神殿走去。半路上，他还把轩辕双银揪了回来。渡神殿内一时之间春色撩人，万般宠爱，雨露均沾。荒唐了一阵子，各自去忙手中事。只有穆冰轩在仙界没毁灭时就已经怀了王清的骨肉。不过就算到如今，他腹中倒胎依旧没有任何动静，也不知啥时候降临世间。王清也不急，超脱生灵不死不灭，有的是时间等孩子降生。某日，王清去家族大殿，正好瞧见父亲王振南拿着一本古籍在翻阅。他走过去询问父亲：你在看什么？王振南笑了笑，解答：为父在推演天机子和赵军跑哪里去了。王清微微愣神，眸光中倒映星辰大海。父亲，我知道那2个老家伙在哪里，我去找他们去了。王清抱了抱拳，抬手唤出一道黑色漩涡，踏入其中。王振南望着王清离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这小子踏入超脱之路了。从仙界崩坏到现在，新生纪元开启也就才过了几万年左右吧。
几万年从罗天上仙踏入超脱之路，还能不能再离谱一些？王振南苦笑不已，跟儿子比起来，自己的天赋怕是和平常人无异吧。与此同时，仙界，王清回到蓬莱仙岛，果不其然，跟他料想的一般无二，天机子和赵军又建立了一个古天庭，放开手脚，专门坑天命之人和气运之子。就连顾君安和石毅都快被忽悠瘸了，还在为古天庭卖命，身边红颜被偷了都不知道。顾大哥，你这几日出战打疆域，但我怎么感觉嫂子最近总是怪怪的？蓬莱仙岛悬崖边缘，石毅扭头询问。顾君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语气温和：不必多想，你嫂子修的是冰系功法，性子清冷奇怪一些也是常事。他话锋一转，眼底带着几分关切：倒是你与林清苑如今怎样了？自上次宴席一别，就再未见他来过蓬莱仙岛。顾君安目光如细密的网，试图从石毅的神情中捕捉一丝波动。石毅苦笑着摇头，指尖无意识地攥紧。他是南韩仙域的先帝，而我不过区区仙王，云泥之别。他早已明言断绝往来，更何况……他声音低沉下去，我偶然听闻，他现在不过是一具分身，其真身乃是超脱生灵，高居9天之上。见他满面黯然，顾君安唇瓣微动，终是咽下了安慰之语。谅解过后，仙界重塑，故人所剩无几，不过10指之数。他与石毅能侥幸存活，全因遁入一位超脱生灵所创的小世界避祸。昔日那些借助时间长河躲避谅结的仙王与仙帝，皆被一股无形之力碾灭。就连当初收割混沌战场的3位傀儡仙帝，也如蝼蚁般被轻易抹杀。如今仙道意识复苏，仙界重生，这位新晋仙帝的出现本就蹊跷。再闻林清苑真身来自9天，是友是敌，犹未可知。沉默如雾，弥漫在两人之间。有些话一旦出口，恐伤情谊。良久，顾君安还是打破了这片寂静。师弟，他再度拍了拍石毅的肩，语气坚定了几分。我们去寻无机子推演一卦，或许能亏得你与他的几分机缘。说罢，他转身向蓬莱仙岛中央行去。石毅眼中终于泛起一丝微光，蓦然跟上。无机子亦是谅结后的遗存者，执掌天机推演之术，行踪莫测，修为深不可测。若非当年得他相助，两人绝无可能在这100年间联手创建古天庭，执掌一方。顾君安位尊天地，石毅执掌天兵，这一切皆蒙无机子所赐。诸天万界聊天群，龙傲天林清苑、马灵山，你们2个敢抢本傲天看中的机缘。龙傲天，等本傲天降临仙界，一定把你们2个抓起来调教。坏笑。林清苑，龙傲天，本宫在仙界等你，你若是敢来，我必杀之。比试。马灵山，清苑姐说的对，你敢出现，我们一定将你灭杀。赵日天龙傲天，别担心，本座与你组队去仙界祸害他俩，你我一人一个，必须将他们睡到服为止。龙傲天，哈哈，那就多谢赵兄弟了。诸天万界群质量劫毁灭万界，无数万年后再次有动静。顾君安和石毅去往古天庭帝都的路上，神情一正，四目相对，能从对方眼中看到惊奇。顾大哥，诸天万界聊天群又出现了，没了群主，也没了管理员。曾经的群主和那些女帝管理员，难道已经死在谅结下了？石毅惊疑不定，当初若没有诸天万界聊天群传出消息，他根本就不知道抓走自己坐骑的会是佛教老秃驴，更不可能在北韩仙域战乱中救出神兽白泽，甚至他更不可能会跟顾君安认识，只能像无头苍蝇乱撞，最后死在谅结之下。顾君安笑道：哼，群里几百人，谁很深？先不要发消息，我们先看看王清有没有死在谅结下。敌明我暗，新生纪元，我们一定要踏上超脱之路。顾君安说出想法，快步往古天庭大殿走去。石毅跟在后面，笑而不语。他也有这个打算，两人不谋而合。蓬莱仙岛最中心地段，一座辉煌的宫殿，牌匾刻有古天殿3个古老大字，蕴含恐怖的大道力量。一名破烂道袍老者正悠闲地躺在一张摇椅上，嘴里时不时哼起不知名的调子。顾君安马子无垠，很不错啊。无极子嘴角微微上扬，眼中满是讥讽。你以为他在真心帮忙顾君安和石毅？那根本就不可能的好吧。他就是看上了顾君安的红颜，每天悠哉悠哉的当个隔壁老王爽的不行。所谓的古天地就是个笑话，被当作傀儡还不知道。与此同时，南韩仙域一座仙气浓郁的悬崖边上，一名蓝裙女子神念扫视断崖下的场景，脸上的神色越发不好看。她要是记得没错，鸿蒙谅结没降临时，天运神族一名长老在这里留下了一件混沌灵宝。现在他找了几十年，愣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心里越发烦躁。女子正是林清苑，天运神族道女的分身。她来这里正是要收回之前长老在这里留下的混沌灵宝，再次布置气运种植之法。
迟迟寻不到那件至宝，那么天运神族根本就无法再次把仙界当成气运养殖地。气运葫芦到底在哪里？林清月喃喃低语，再次化作流光钻入断崖底部。他前脚刚走，后脚一阵黑雾来袭，王清依旧披着白发，身着月白长袍从中走出。气运葫芦，那又是什么玩意？莫非又是收据气运本源的宝物？王清皱眉思索，天运神族现在已经离开了鸿蒙海，好像是回到九天神域了。那是神族居住的世界，也位于鸿蒙海周边，但是入口没人能够寻到。强如鸿蒙神国代表九天之上的意志，依旧没法寻到九天神域。那群神族的隐藏之法，不得不说非常高明，但为了收据气运本源，又不得不派族人出来，真就一边怕事，一边又不断作死。主人，你想先对谁下手？一阵白芒闪过，神尸瑶撕裂空间，从系统界降临仙界。她非常美丽，言语无法描述，气质更是神鬼莫测。她一出现，整片天地都在扭曲，世间一切停止，谁也无法窥探这里的情况。呵，肯定是对顾君安动手。他身上气运非常神秘，就连3位先帝傀儡加上赵日天都没杀掉。我若是没猜测，他怕也是某位超脱生灵转世，直到现在也没恢复记忆。又或许他早就恢复记忆，一直在扮猪吃虎。言罢，王清眸中倒映星辰大海，闪过无数奇怪景象，唯独没有顾君安的身影。超脱生灵无法窥探超脱生灵过往，因为每位超脱生灵都是独特的存在，自身命运痕迹都会隐藏得很好。就算王清目前也只能推演超脱生灵的小部分行动轨迹，想要推演他们的过往，必须回到彼岸之地，不然没法推演。只有彼岸之地完全脱离鸿蒙海和诸天万界的范围，达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推演超脱路上生灵的过往和未来。其他方法或许有，那就是道境之境，不过那种境界的大佬，鸿蒙海不过5位数。不过道境大佬，没有谁会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推演超脱生灵。想到此处，王清化作黑雾钻入断崖底部，想看看下面有什么秘密再说。神尸瑶眨了眨眼，并没有跟着下去，抬手撕裂空间去往别的地方。王清踏入超脱之后，已经给了他自由，哪里都能去。他有别的事要做，也能随时回到王清的身边，根本就不担心王清会有对付不了的敌人。而且他总觉得穿越者联盟的创建者应该也来到了仙界，必须掌控穿越者联盟首领的动向，防止他在背后捣鬼。南韩帝都城楼之上，一名黑袍虚幻身影，目光如炬，盯着王清落入南韩断崖。他眸中闪过一抹奇异色彩，嘴角上扬。彼岸之主，你身上隐藏的秘密很诱人啊！当初9葬彼岸你都能逃掉，真是个打不死的小强。这次你既然有迈入超脱，你就做好再次被杀的准备吧。宽大黑袍遮掩下的神女鬼笑，仿佛已经看到王清跪在自己面前俯首称臣，然后一把捏死。他正是神尸瑶都非常忌惮的存在，穿越者联盟首领诸葛元熙，来历神秘。他和王清应该算是老熟人死对头。王清一旦好过，他就会出手毁掉王清所拥有的一切，不让其好过。算计其他人他没兴趣，还是王清这块难啃的贱骨头，对付起来才有存在感。盟主，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云浮凭空出现，狐疑地问着。诸葛元熙身影真实且虚幻交错，淡淡地道：你先去恢复顾君安的记忆，让他统一仙界，种植仙界气运之地，他能完成，王清这边我会看着。说完，他的身影化作光点散尽，像是从来没在世间出现过。云浮神色复杂，竟然担心王清不是盟主的对手怎么办？呸！本宫怎么能担心那个畜生的安危？这个荒唐的想法刚出现，他立马甩了甩头，开启空间通道往太初仙域降临。太初仙域，顾君安刚见到无极子，就连忙问道：前辈，你能否算出石毅和林姑娘的孽缘？听到孽缘2个字，石毅嘴角抽搐，但还是期待地看着摇椅上昏昏欲睡的无极子。于是古天殿前就出现了搞笑的一幕，2名青年守着昏睡的破烂道袍老道，就算恨得牙痒痒，还是努力保持微笑。过了许久，无极子打了个哈欠，睁开半眯半合的双眸。林清苑是天运神族道女，石毅和她没姻缘，她会被王清带住，什么后果不用老夫多说了吧？你说什么？难道王清没死在亮劫之下？石毅慌张出声，整个人都不好了。顾君安也没好到哪里去，若是王清没死，自己又占领了蓬莱仙岛，等王清归来，还不得被抽魂炼魄，千刀万剐。他身躯剧烈抖动，哆哆嗦嗦地说道：无极子前辈，你别开玩笑了。亮劫来临时，第一道雷劫劈的就是太初仙域王清闭关的地方，他还没踏入超脱之路，怎么可能逃过亮劫的制裁？你不是在说笑吗？无极子嘴角冷笑：我不会骗你们，王清如今就在南韩仙域，不出半月就会回归太初仙域。
到时候他出现，老夫只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古天庭也是你们自己创建的，老夫只是替你们打工而已。若是不想被王清虐杀，顾天帝和石将军，你们两人最好去找块风水宝地，然后等王清回来，自刎假死，老夫替你们遮掩气息，方可逃过一命。哼哼，不然后果……说到这，无机子没再说下去。顾君安和石毅对视一眼，感觉无比荒唐。两人一个先帝，一个先王，竟然要靠假死脱身。前辈，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石毅接受不了假死，王清在亮劫之下应该也受了重伤。若是假死保命，还不如全力以赴战斗，说不定还能杀了王清。还有其他办法，那就是去请无量佛祖。不过他们帮不帮你，老夫就不知道了。依老夫看，假死逃命才是最佳选择。你们的红颜，自己老夫会出手保下他们。这……石毅和顾君安支支吾吾，陷入沉默。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请无量佛祖或许有一分保命机会，9分死亡几率，好像还真如无机子所言，假死脱身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他们两人自尊心特别强，隐隐觉得王清就算在亮劫下活过来，应该也受了不少的伤。如今新生纪元到来，仙界仙帝不过5位数，仙王不超10位，而且都在古天庭之中。若是联手其他仙帝仙王，抹杀王清也不是不可能。你们两个想法是什么？假死保命，还是去请无量佛祖？无机子眼底最深处闪过一抹讥讽，口不对心，使劲忽悠。顾君安理了理思绪，阴沉地道：两个办法都不选，我们要联合仙界现有的高手围杀王清。紧接着石毅附和道：对，王清应该在梁劫下受了重伤，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哼，老夫已经算过，王清没受重伤，实力更是突飞猛进。你们想联合其他人对王清出手，无疑以卵击石，只会死得更惨。还是那两个办法，去找无量佛祖，或是假死脱身，老夫保下你们的红颜自己。无机子话音刚落下，啦啦，空间应声破碎，一名身着罗纱长裙的女子现身，冷冷地说道：别听他胡说，假死和去请无量佛祖，你们两个死得更惨。他不是什么无机子，分明就是天机子。背后传来声音，石毅和顾君安当场愣在原地，脊背发凉，如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天机子，两人头皮发麻，身影急速倒退，远离古天殿。他俩回首，正好看到云浮，询问道：你又是谁？他叫云浮，穿越者联盟副盟主。天机子装不下去，麻溜起身，方才懒洋洋的模样早就不见。他目光阴翳地看着云浮，眼眸深处闪过几分忌惮。哼，天机楼创建者原本是推演世间天机，为人算命去灾。你倒好，不是玩弄别人红颜，就是杀人放火。要是天机楼第一代楼主知道，怕是会气得从时间长河中走出，一脚踢死你。云浮一脸厌恶，实在是天机子太不是人，除了祸害别人，什么好事都没做过。云浮，你也算王清少主的女人，这么不给面子，小心老夫告你诽谤。天机子没在意顾君安两人的反应，神色阴晴不定地望着云浮。不知此女子脾气为什么这么倔，都成了王清的女人，还不肯服输。哼，你再叽歪，本宫先杀了你。云浮冷冷地扫视，天机子顿感天塌地陷的威压来袭，再也不敢停留。云浮，你保不住他们，老夫还回来的祸害他俩。现在他这具身体是分身，可不是真身，根本就不可能是云浮的对手。他也不是傻子，打不赢先逃为妙，转身撕裂空间，踏入时间长河。云浮并没有追杀，只是盯着天机子遁入时间长河。他撇头看了眼顾君安和石毅，冷笑一声：你们两个真是废物，要不是还有点用，本宫怎么可能帮你们？蓬莱仙岛不安全，最好去东寒仙域，那里有神族之人庇佑，或许能保住性命。云浮留下2句话，转身离开。9天神域的神灵已经降临东寒仙域。当初他和天运神族撕破脸皮，就是因为神域神灵插手种植仙界气运的养殖权。原本穿越者联盟和天运神族划分仙界，把仙界饲养成气运种植地，两家瓜分神域插手，就变成多个神族分享气运本源。他捞不到好处，争执之下发生大战。顾君安是神族某位大佬转世，只有接触神才能恢复记忆，对王清造成麻烦。王清和神族发生大摩擦，穿越者联盟就能在背后捡便宜，反杀王清也有可能。顾大哥，我们该听谁的？石毅茫然无措。只有顾君安皱眉思索，我们和佛教有仇怨，无量佛祖指望不上。方才那名女子说的神族倒是可以去投奔。好，这就走吧。石毅有点急，火速离开了古天殿。顾君安神念扫了眼刚建立的古天庭，满是不舍，但还是咬咬牙追上石毅的身影。江山没了可以再打，要是小命没了，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不过临走前，他还是带着上了自己的红颜。于是蓬莱仙岛1日之间，
古天帝顾君安宣布解散，其他仙兵仙将一脸懵逼，有的刚谋到一官半职，还没耍威风，古天庭就解散。他们全都去追问顾君安，只得到一句警告：蓬莱仙岛不安全。亮节之前的太初天帝没死，待在蓬莱仙岛只有死的份。其他仙兵仙将得到这个消息，也纷纷各自退走。强盛一时的古天庭就此解散。古君安有点良心，告诉新生纪元的仙人，亮节之下的太初天庭的天帝和殿主没有死亡，赶快撤离太初仙域，不然所有人都要死。此消息一出，太初仙域的新生纪元的仙人也都一溜烟离去，投奔其他仙域。不过几日时间，太初仙域变得死气沉沉，再没有活人敢这里逗留。云浮在云海看到这一幕，非常诧异顾君安和石毅竟然会把消息散布出去。不过事已至此，他也无心过问，撕裂空间降临东寒仙域。南寒仙域，南寒绝巅断崖，迷雾笼罩，伸手不见五指。断崖底部世界，王清刚踏入的瞬间，就仿佛进入了某种神秘宝物之中。气运葫芦，这里莫非气运葫芦的内部？王清悬浮迷雾之中，打量四周若隐若现的几道气运本源之力，虽然稀少，但却是真实存在，而且还有断断续续的仙道气运被一股吸力引入这片迷雾。时间一长，怕是能抽完南寒仙域的仙道气运之力。王少主，你就待在气运葫芦里被融化吧，本道女先走了，后会无期。林清月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四周迷雾内涌现一道道枷锁，捆向王清。而王清知道落入也没乱阵脚，轻易避开气运枷锁，瞬间离开了迷雾，落到山川碧绿的地面。他神念观察了一阵子，气运葫芦就坐落在南寒绝巅断崖底部，只不过被天运神族独有的力量隐藏了起来。它正位于葫芦内部世界，一个被气运本源之力缭绕的小世界。此界之中拥有不少生灵，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气运世界有点意思，就是这气运世界里的人普遍修为都不高，最多凡境中的登仙境，其他大多全是凡人，非常古怪。王清缩地成寸，身影现身某个小村落，想观察观察这里的凡人有什么变化。他没急着离开，这次或许能搞清楚天运神族为何能借助气运本源修炼。阿爹，你看我打回来了一条大鱼，今晚可以加餐了。一名少年急匆匆地跑到一名中年男子前，开心地笑道。小院子里又走出一名妇女，摸着少年的脑袋，宠溺地道：三娃，你最厉害了，阿娘这就去给你父子加餐做红烧鱼。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王清站在小院子外，他们并不能看见，超脱生灵罗天上仙之下根本就看不见，除非王清压制超脱气息，他们方能瞧见。不过王清现在思绪很乱，因为这一家三口勾起了他的回忆。曾经他也是个普通少年，也有这样幸福美满的家庭，就因为气运之子的虐杀其他反派时，间接毁掉了他的家人。他侥幸逃过天灾人祸。从那之后，王清踏上修炼之路，凡境、炼体、凝脉、灵海、神台、御道、圣境、圣王、至尊、登仙境、仙界、红尘仙、真仙、天仙、金仙、罗天上仙、九天玄仙、仙王、仙帝，超脱一阶段，9阶段达到道境终点。他走上了一条专门虐杀气运之子、天命之人的极端道路。最后九藏彼岸之战爆发时，他被一位神秘女子出手制裁。他愤怒出手统治彼岸之地，自创神鬼难测的彼岸之力，重伤那位神秘女子。他也遭到重创，道境灯枯，自尽修为重修，成为现在禁忌王家少主。回忆了断，命运给了王清最深的伤害，却也塑造了他最锋利的刀锋。他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复仇与救赎的边缘徘徊。如今重新回到超脱之路，王清依旧没有看开，天命之人和气运之子都得死。他已经看出一些端倪，就像这里的弱小凡人家庭，竟然只是天运神族饲养的气运材料。等天运神族收割完万界气运，助天运神族老祖踏入到境之境，万界就会崩毁，而天运神族会出手恢复万界，将气运葫芦里的普通人放出去，慢慢恢复每个世界的气运。气运葫芦收割气运，助天运神族老祖突破道境，万界崩坏，恢复世界，放出凡人，气运再生，再次收割，无限剥削，结果形成闭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王清眸中杀机浓郁，若是不毁掉天运神族，誓不罢休。他没有在这里过多停留，抬手撕裂空间，离开了这方气运小世界。眨眼间，他回到南寒仙域绝巅断崖，神念扫视浓郁的迷雾，隐约可见一个巨大葫芦的轮廓。不过他没急着破坏气运葫芦，而是化作黑雾降临东寒仙域9天神域。我倒要看看你们有多少神灵可杀。王清的声音在虚空回荡。刚离开没多久的林清苑注意到王清轻易逃出气运葫芦，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在此地寻找遗失的混沌灵宝，没曾想撞见身后势力天运神族的计划。
这才试图将王清困在气运葫芦里。这下好了，偷鸡不成蚀把米。气运葫芦的秘密怕是被王清知道了，那么天运神族长久闭环的收割气运本源之路怕是要被终结。他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撕裂空间去往东寒仙域，打算将这里发生的事告诉9天神域的神族。东寒仙域新生纪元过后，东寒帝都这里有了新的势力，不过不是仙庭，而是东寒帝庭。城内仙人络绎不绝，但修为最高半步仙王，仙王和仙帝少之又少，可以忽略不计。东寒帝宫一座辉煌的宫殿内，楚道生已经恢复肉身，破而后立，踏入超脱3阶段，可见气运本源的逆天之处。他很自信，若是再遇到王清，他不会再像上次那般被一剑毁掉肉身。顾君安，你放弃古天庭，投靠天运神族，就是为了对付王清？楚道生眸中闪过星辰大海，也看出了顾君安的不同。他若是没搞错的话，顾君安还是9天神域之主转世。9天神主啊，那可是能跟鸿蒙女帝扳手腕的存在，如今却落魄到红颜被天机子凌辱的地步。楚长老，正如你所言，我来投奔正是为了对付王清。顾君安不卑不亢，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和楚道生对视。投奔可以，不过你得展现利用价值，天运神族不要废物。楚道生双眼微眯。顾君安思索良久，铿锵有力地回答：我知道大道空间本源位于哪里，天运神族若是庇佑我和我身边之人，我就把空间大道本源隐藏的地方告诉你。说罢，顾君安有些得意地看向高台。楚道生哑然失色，大道空间本源，那东西9天之上所有势力都以为空间大道本源被隐藏在鸿蒙海深处，但最后结果就是天运神族派人深入鸿蒙海毛都没见到。现在顾君安说知道空间本源藏在哪里，顿时他来了这兴趣。毕竟空间本源正是能克制王清手中的时间本源，若是找到他，战胜王清的机会又多了几分胜算。哈哈哈，可以可以，你说说空间本源藏在哪里？楚道生哈哈大笑。顾君安抱了抱拳，空间本源之事我会说，楚长老能否让我身边之人进入东寒帝都？准了，来人，不用阻止古天庭的人进入东寒帝都。楚道生大手挥动，下令叫城卫放行。是，楚长老。宫殿门口，一名侍卫急匆匆离去。说罢，楚道生紧紧盯着顾君安。顾君安被看得有点发毛，不敢再卖关子，如实说道：空间本源位于无垠星河最深处，由大道神族一位魔神看守。此事曾经的叶朗天仙主就试图去掠夺空间本源，最后被大道神族警告，叶朗天仙主才善罢甘休。说完，顾君安还时不时抬头看向楚道生，真怕自己说的消息没用，被一掌拍死。楚道生倒是没有应声，沉默思考如何从大道神族手中抢到空间本源。只因大道神族虽也是9天神域的势力，但却很少和其他神族接触，想要掠夺空间本源就要跟大道神族交手，怕是会引来王清的注意，给他做了嫁衣。楚长老不好了，南寒绝巅断崖的气运葫芦没有困住王清，他已经来到东寒仙域。一道悦耳动听的女声凭空响起。林清苑破碎空间降临宫殿内，正在思考的楚道生神色一愣，然后眼中闪过一抹恐惧。林道女，你快说说怎么回事？楚道生惊慌失措的样子。顾君安看得一愣一愣眉，人的名数的影，王清单单一个名字都能让天运神族长老惧怕。林清苑出现，没有搭理顾君安的意思，连忙回答：楚长老，几日前我在南寒仙域寻找族里遗失的混沌灵宝，正好看到气运葫芦存在，就引王清进入里面，将其困住，等待家主出手击杀。但谁也没想到，王清竟然不受气运葫芦影响，轻易逃了出来。这可如何是好？林清苑急得都快哭了出来，手足无措，不知所惜，早知道就不惊动王清了。现在好了，天运神族收割气运本源的闭环计划已经暴露，依照王清的性子，绝不可能坐视不管，十有八九会出手将其彻底摧毁。更麻烦的是，如今谁也不知道王清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种地步，贸然对上，很可能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你先别急，容本长老想一想对策。楚道生压下心中的波澜，出声安慰。至于先前那空间本源的事情，早已被他抛到了脑后。楚长老，可有需要我效劳的地方？顾君安站在一旁，小心翼翼地开口。林清苑这才注意到他的存在，心绪稍定，狐疑地打量着他。你不是在太初仙域重建了古天庭吗？怎么跑到东寒仙域来了？顾君安脸上泛起一丝苦涩，无机子就是天机子，王清也还活着，为了保住这条命，你说我能不跑吗？无机子就是天机子。林清苑眸中闪过金色，那你那些红颜知己岂不是都被那老东西给……说到这儿，他下意识地拍了拍饱满的胸脯，暗自庆幸当初拒绝了10亿的追求，否则自己恐怕也难逃天机子那老混蛋的纠缠。
天机子身为天机楼某一带的楼主，行事毫无底线，祸乱苍生如同儿戏。当年他尚未踏上超脱之路时，就曾亲眼见过天机子将一方小世界生生炼成炉鼎，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天运神族虽也收割气运本源，但至少会给那些世界一个痛快，绝不会如天机子那般肆意折磨我，我也是有苦难言。顾君安垂下头，满脸颓丧，心中对追随他的那些女子充满了愧疚。林清苑见状也不再追问，沉默了下来。就在这时，楚道生眼中金光一闪，似乎想到了什么，有办法了。9天神域正在炼制气运葫芦，已经分别安置在南韩、北韩、西韩以及东韩4大仙域，如今只差最后一个，便可放置在太初仙域，完成整个气运种植术。一旦养殖大阵成型，整个仙界都将化为气运养殖场。届时，就算王清踏入了超脱之境，只要他身在仙界，也必将被大阵炼化，成为气运养料。林道女，你速去修罗神族一趟，打听一下最后一个气运葫芦的炼制进度。本长老这就启动东韩仙域的封印大阵，以防王清潜入。楚道生语速极快，说完便豁然起身。林清苑美眸中流转过一丝决断，拱手道：好，我这就去修罗神族驻地打探消息。话音未落，他已撕裂空间，身影迅速消失。楚道生见他离去，转向殿中的顾君安，沉声道：你先退下吧，空间大道本源之事，待解决王清之后再议。本长老会尽力保全你和身边之人。多谢楚长老。顾君安心中稍安，拱手一礼，快步退出了大殿。楚道生不敢耽搁，立刻动身前去启动封印大阵，严防王清突袭。与此同时，东韩仙域边疆之地，一团黑雾破空而至，王清自其中缓步走出。他白发披散，面容俊美无愁，一袭月白长袍在风中轻扬。数万年前，亮节未至之时，东韩仙域何等繁华，仙帝辈出，强者如云。而如今的新生纪元，此地却连一位仙帝人物都难以寻觅。尽管仙界的衰败与王清推动亮节重塑天地脱不开干系，但他心中并无半分负担。只要能粉碎那所谓的气运养殖计划，即便浮尸100万，他也在所不惜。楚道生，我又回来了，但愿你这次能经得起我的折腾。王清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否则我不介意将你的神魂抽出，做成一盏人魂灯，永世燃烧。他一步踏出，身影已出现在数百万里之外，直逼东韩帝都。如今的帝都早已成了天运神族的据点，城内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万仙大会。想到万仙大会，王清不由想起了当年那个跳梁小丑般的林凡，如今怕是连骨灰都找不到了吧。他略微改变了容貌与气息，信步走入帝都。一场新的杀戮即将拉开序幕。城内街道上各族生灵络绎不绝，纷纷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去，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之色，似乎完全不担心王清会突然杀到。听说这次万仙大会，楚仙帝会亲自现身，有要事宣布呢。就连太初仙域的顾仙帝也会一同出席。众人议论纷纷，皆以为楚道生是东韩仙域本土崛起的强者，无人知晓他实为天运神族的长老。而神族本身也仅有少数代表驻留仙界。如今东韩仙域的修士多是亮节之后天地孕育的仙灵，或是从下界飞升而来的新人，修为普遍位至仙王，对天运神族一无所知。即便在亮节前5大仙域鼎盛之时，能接触到神族秘辛者也是凤毛麟角。万仙大会设在帝都中央的广场，此时已是人山人海，聚集了不下10万生灵，其中以下界飞升者居多。忽然，一道熟悉的倩影吸引了王清的目光。红莲，当年天渊秘境一别，红莲便不知所踪。王清还以为他已返回鸿蒙海，没想到竟会再次的重逢。王少主，红莲原本正随人流前往万仙大会打探消息，回眸间恰好瞥见王清，又惊又喜。他身影一晃，便来到王清身旁，压低声音道：少主，妾身听闻楚道生已将东韩仙域彻底封印，您是如何进来的？红莲绕着王清细细打量，却丝毫看不透他的修为境界，心中愈发震惊。您已踏入超脱之路了。王清淡然一笑，超脱之路我早已迈入，倒是你不过仙帝修为，就敢只身潜入此地，不怕被天运神族察觉？红莲狡黠地眨了眨眼，有水西禁主赐下的保命法宝，打不过逃总归是没问题的。妾身此次前来是为了调查气运葫芦之事。缥缈禁区麾下的一方古世界，气运根源被人抽取，导致天灾不断，生灵涂炭。水西禁主特命妾身前来仙界查探是否与天运神族有关。气运葫芦正是天运神族所炼。王清眼中寒光一闪，我此来便是要途径此族，楚道生应当会在万仙大会上现身，这次他插翅难逃。说罢，他轻轻拍了拍红莲的肩，
径直朝万仙大会的方向走去。红莲快步跟上，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少主您不知道，妾身前几日刚斩杀了一位仙帝，还从他身上搜出些秘密。那顾君安似乎是九天神主的转世之身。王清脚步一顿，红莲收拾不及，一头撞在他后背上，嘟囔道：“少主您怎么突然停了？”九天神主转世。王清低声重复，继续前行，脑海中迅速掠过关于九天神主的信息。九天神域之主，超脱七阶的古老存在，其真身常年处于不可见之境。这等人物若想恢复前世记忆，至少需经历一次大蜕变。而王清自身则不同，他乃是自斩修为，重伤转世，记忆完整无缺，并无此虑。当年九天神主陨落，据传是招惹了穿越者联盟的首领，被其一掌拍死，可谓憋屈至极。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那位首领的强大与诡诈。昔年九藏彼岸之战，王清亦是遭其暗算，盛怒之下，他横扫彼岸之地，自创彼岸之力。最终虽将首领重创，但自身也因伤势过重，不得不散功转世。少主快看，顾君安出来了！红莲扯了扯王清的衣袖，指向万仙大会中央的高台。王清收敛思绪，抬眼望去，只见顾君安与石毅以及几名容貌姣好的女子已然现身台上。诸位，顾君安朗声道：“楚仙帝因故无法亲临此次万仙大会，由顾某代为传达。上古纪元幸存者王清并未陨落，很可能已潜入东寒仙域。诸位若发现任何可疑人物，务必立即上报。”此话一出，台下数万修士顿时脊背发凉，冷汗涔涔，场面一片哗然。顾仙帝，您解散古天庭，难道也是因为王清？有人忍不住高声问道。顾君安苦笑点头，正是如此。上个纪元之毁灭，很大程度上便是因王清挑起滔天战乱，致使仙界众强者陨落，无人能挡亮劫之威，最终仙界崩毁。直至数万年后，仙道意识才逐渐复苏，形成如今的新仙界。众人闻言皆尽默然。这王清当真是一颗灾星。场中一时寂静无声，落针可闻。有人交头接耳间，目光扫到了外围的王清与红莲，不禁喃喃低语：那人该不会就是王清吧？这一声低语如同投入镜湖的石子，瞬间激起千层浪。所有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王清二人身上。快跑啊！真是王清！不知是谁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整个人群顿时炸开，无数修士仓皇四散奔逃。顾君安脸色巨变，目光死死锁定王清。你是如何进入帝都的？王清负手而立，笑而不语。自从遇见红莲，他便不再掩饰身份，只是方才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万仙大会上，未曾察觉他的存在，自然是走进来的。王清语气平淡。他继续：楚道生那个蠢货，此刻怕是还在忙着布置他那可笑的封印大阵吧。话音未落，王清一步踏出，以至顾君安面前，抬手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啪！顾君安口喷鲜血，整个人如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撞在一根石柱上，又软软的滑落地面。就这点微末道行，也敢建立古天庭？王清嗤笑一声，身形再动，一脚踏在顾君安的头颅上，将其狠狠踩入地面。顾君安满脸是血，屈辱与愤怒几乎要将他的理智吞噬。王清，你莫要欺人太甚，天运神族绝不会放过你。欺人太甚！王清脚下加烈，我若怕，今日便不会来此。就在他欲要彻底踩碎顾君安头颅的刹那，天际陡然传来一声撕裂般的巨响，一道冰冷的呵斥随之响起。住手！他乃九天神主转世，你想与整个九天神域开战吗？一名宫装女子撕裂灰色天幕，凌空而立，神色倨傲地俯视着下方。你就是这只蝼蚁的正宫夫人。王清抬眸，眼神淡漠，就凭你也配从我手下救人？说话间，他脚下力道不减反增，顾君安的头颅深陷地底，鲜血汩汩涌出。若再加上我们呢？远处天边数道强横气息急速逼近，为首者是一名血袍男子，身旁跟着楚道生与楚星河，正是修罗神主的一道分身。虽仅有超脱3阶的实力，但其本尊乃是超脱7阶的古老存在。王清眉头微挑，扫视来人，依旧不够看。若你本尊亲至，我或还忌惮3分，区区一具3阶分身也敢在我面前放肆？语气嚣张，睥睨全场。修罗神主目光凝重，不得不重新评估王清的实力深浅。待帝都内的生灵尽数逃散后，修罗神主、楚道生、楚星河以及九天神妃已成合围之势，将王清与红莲困在中央。大战随时出发，还有多少帮手，一并叫出来吧。王清气定神闲，神念肆无忌惮地扫过四周，探查是否还有隐藏的强者。楚道生面色阴沉不定，他实在摸不透王清究竟有何底气，面对修罗神主的分身还能如此从容。红莲紧张地躲在王清身后，手心沁出细汗，
生怕自己会成为少主的累赘。杀你，何须他人？修罗神主眼底闪过一丝鬼光，有胆便来天外一战。说罢，他率先化作一道血芒，带着楚道生与楚星河冲向仙界之外。九天神飞亦不迟疑，紧随而去。王清略作沉吟，对红莲吩咐道：“你将顾君安带回鸿蒙海，交于我父亲，请他即刻发兵征讨九天神域。”他随手封禁了顾君安的修为，防止其突然觉醒前世记忆，随后身形化作一道黑雾，撕裂空间，直入无垠星海。红莲心知自己留下也无益，当即携着昏迷的顾君安开启空间通道，返回鸿蒙海求援。而石毅早在混乱初起时，便已带着顾君安的那些红颜知己逃得无影无踪。星海之外，一场超脱之战即将爆发，剑拔弩张，杀气营销。